林婉意，今天就是你的葬身之日。从今以后，我孙青莲才是沈玉白的正式夫人，表哥的妻子。我林婉意若有来世，必令沈家灰飞烟灭。首人害我林家满门的七皇子，将你与沈玉白挫骨扬灰。挫骨扬灰？那你先灰飞烟灭吧。婉婉，我来带你走。连累你了。燕慈，沈夫人果然绝色。沈夫人，你且看清楚了，我可不是你的夫君，竟然哭了。本都督从来不勉强人，倘若你不乐意，我乐意。都回光返照了，这手攻杀，闪手是手去。只是燕慈是一个太监，他是不是不会圆房？沈夫人，你是不是忘了你的夫君还在门外？今晚是我的新婚夜，此时我身边的男人是谁，我的夫君就是谁，所以专心点儿，你现在的夫君可是我。你不是太监吗？既然沈夫人盛情邀约，只是手指，岂不是代表？可是你小点声，你走远了。千年等待也不忘，若能重拾你的微笑。你是前世未知的心跳，你是来生胸前的记号，未见分晓。根本不是什么回光返照，我重生了。把你忘掉。我是怎么敢的？还骑着亲？夫人，都督命令奴婢来伺候您，您喊奴婢扶灵就好。他呢？都督大人去上朝了，他特意吩咐的，不让奴婢们吵醒您，让您多睡一会儿。那沈玉白呢？沈世子在都督府角门处的马车上。现如今最重要的是，林婉意要抓紧时间，让亲人们躲过上一世的悲剧。他得先回趟沈府。沈玉白书房中有一本名册，上面都是七皇子的同党。只要贵妃拿到了那本名册，七皇子跟沈玉白就会投鼠忌器，那么他们林家至少不会成为这次夺嫡斗争的池鱼。得想个办法把那本名册偷出来。傅灵，你会偷东西吗？什么？婉婉，对不起，我也是逼不得已。哎，大少奶奶出来了。婉婉，让你受委屈了。你不是已经将我送人了吗？那是权宜之策，为了沈家跟林家，我没有办法。都怪那燕慈，我跟他洞房了。那燕慈可是阉人，所以他用了手。我知你心中有怨怼，故意这样说来气我，我不会介意的。你不介意，可我介意。如果你心中还有气，就打我吧。这可是你求着我打的。大少爷，大少奶奶，老夫人让奴婢喊你们去敬茶。这种情况下，还要让林婉意去给沈家的长辈们敬茶。你
敢打我？哼，我是主，你是仆，我怎么就不敢打你？婉婉，祖母他们也是担心你，你先随我去万福堂吧。上辈子敬茶之时被沈老太太泼了一脸热茶，训诫了半天。既然祖母他们这样担忧我，我是应该过去看看他们了。好大的架子呀！让长辈等你半天。我很早就要回来的，但是燕都督不许。可真是不知廉耻啊！林氏，虽然你是玉白的正妻，但你德行有误，终愧长家的权利，可不能给你。难道不是你们沈家人送过去的吗？怎么，老夫人你是年纪大了，健忘了？你祖母，掌家权不是一直都在我母亲那儿吗？这件事就不必提了。过几日是黄道吉日，你就纳了青莲做侧夫人，等到青莲进门后，就跟着老大媳妇儿一起学着掌家。青莲都听姨祖母的。祖母，我不是答应过你，等过段时间婉婉有孕再娶青莲表妹吗？这是我已经决定的事情，并不是在征求你们的意见。倘若不是为了拿到名册，暂时还不能打草惊蛇，他今日铁定要跟沈玉白和离。祖母，我们给您敬茶吧。哎呦，烫死我了，烫死我了呀！哎呀，祖母，您这是怎么了？竟然拿不稳茶盏了？难道您真的得了年迈痴症？都愣着干什么？都是死人呐！快点去找大夫来，快点！要不你还是先走吧。没再给沈老太太多扎几针，多少有点可惜呀。小姐，你终于回来了，你去了哪里呀？琉璃阁的下人们都被封了口，唯有林婉意从林家带来的侍女们打算回林家求助，但却被沈家的下人们围打了一顿。小姐，您终于回来了。我回来了。上一世昭妍腿废了，发着高烧就被带出沈府，丢进了乞丐堆。银翘被沈家一个恶心的唐老爷看上，成日折磨打骂，最后被活活打死。紫苏更是在林婉意腿断舌拔的那晚被推入了井中灭口。来，我先给你们看看伤。上辈子为了沈玉白放弃医术，简直蠢到家了。后来流的泪全是脑子里曾经进过的水。大小姐，世子来了。子服，你先去给世子上茶，我待会儿过去。是。小姐，子服他没事。你怎么能够让热茶泼到祖母脸上呢？他老人家的脸至今红肿难消，而且大夫也说他的确有痴症前兆。这下你满意了？本来今日就在都督府很是难受，在万福堂又受了那么多委屈，世子不仅不来安慰我，还来指责我。哎，婉婉，我既然祖母得了痴症，你快去她的身边尽孝吧。婉婉如此担忧祖母，肯定是最有孝心了。你放心吧，找了御医来看过，虽然祖母是痴症，但还不严重。现在当然只是轻症，以后再多扎几针就会严重了。忙了这么久，你肯定饿了吧？我陪你用晚膳。那好吧。我就说嘛，婉婉最乖巧懂事了，等这阵子的气出了后，我们就能回到从前。婉婉，你好像出了一身汗，去沐浴更衣吧。沈玉白还是介意燕慈碰了林婉意，回来一直在忙，的确是出了一些汗。我先进去沐浴更衣，然后再让人传膳吧。你不用着急，可以慢慢洗，我等你。你叫子服？是的。名字很好听，很配你。夫人，您的那个贴身侍女可不安分呢。我知道。上一世子服当起了沈玉白监视他的眼线，更是在他要逃走的时候告密。他说他只是想要更好的活下去，并不是有意要背叛林婉意的。他不重要，我待会儿会拉着沈玉白在这里多待一会儿。你进书房，把这个暗格中的东西帮我拿出来，切记自己的安全摆在首位，不要破坏其他东西。拿出来后还得送回去的。哎，明白。婉婉，你不要介意祖母他们说的话，他们也是因为太生气了燕慈的所作所为才会这样的，他们肯定不会怪你。可他们让你娶孙青莲。哎呀，青莲表妹身世凄苦，一个人也不容易，娶她只是同情她，我一直把她当做妹妹看待，你且放心吧，她只是侧夫人，越不过你这个正夫人去啊。而且等你有身孕后，我才会跟她同房。可上一世你纳了孙青莲的时候，她的肚子已经鼓起来了，难不成是孙青莲强压了你？沈玉白几次想要靠近林婉意，却总是感觉浑身哪里都不太舒服的样子。可能是他心中还是芥蒂
昨晚弯弯陪了那燕慈吧。都怪那阉人。世子，我今晚累了，你回吧。那你早点歇息。在都督府的事情，你不要跟你父母说，以免他们担心。他一走，林婉意立即将那名册连夜抄了一遍，就让福临在天亮之前又把东西送回原处。娘，我想你了。才2天就想啊，你这孩子。祖母、母亲，七皇子有夺嫡之心，七皇子跟沈家人密谋，揭示九皇子并非是陛下血脉之事，到时候这件事情闹大，任何与之相关的人都会被牵连获罪。林家跟贵妃娘娘是远亲，当年贵妃生九皇子的时候，差点血崩而亡，还是林婉意的父亲林宇之想尽办法将他们母子给救了回来。九皇子应该就是陛下的亲生儿子，但七皇子想要推倒九皇子，会捏造虚假证据。一旦贵妃跟九皇子败了，我们林家就要被牵连。这个名单是七皇子跟沈家人的同党，你们让父亲他们想办法，尽快把这个名单交给林贵妃。林婉意只是给出了半份名单，林贵妃也不全然是可信之人，那九皇子也野心勃勃，但如今只有借助他们才能够将林家救下。如果沈家真的跟七皇子这样做，那么也跟我们林家断情绝义了。但是你从小就喜欢沈玉白，那你们……娘，我已经对他死了心，如果不是担心打草惊蛇，我现在就想回去跟他和离。当年因你祖父救了沈老侯爷，这才定下了你们俩的婚约。我们林家门第虽然没有沈家高，但你也是我们捧在手心里长大的娇女啊！你若是想要和离，娘支持你。不好了，娘，是9千岁来了。燕慈怎么来了？在知道那不是回光返照后，他那一夜的勇气已经消失殆尽。燕大人，您怎么来了？听闻林府的药膳对身体有益，燕某特意上门来讨一顿尝尝。今日明明是他们家弯弯的回门日，这位阎王怎么还上门要饭呢？还说躺在你身边的男人是谁，谁就是你夫君。怎么林大小姐现在就不认账了呢？我没有。那刚才为何一眼都不看我？你干什么？看来那晚夫人并没有被累到，力气还这样大呢。不是说弯弯回房了吗？他人呢？台上浓妆好戏开场，台上悲欢皆我独吟唱。翩若浮云着离场，落幕鬓边皆染霜。姑爷，你先随我回前厅用膳吧。弯弯不舒服，就让他先在房中休息一会儿。岳母大人，我先随您去前厅用膳。那天晚上胆子不是很大吗？今日胆子竟然这样小了。你放心，沈玉白比你更不希望林家人见到我们这样。怎么，你还想要回沈玉白身边去？不想，只是现在林家有事，等处理完，我就会去和沈玉白和离。福陵你带在身边，他会武功，我要离开京城一阵子。这是在交代他的行程。上一世燕慈就是这个时候被皇帝派到武陵查银梁案，他遇刺受了重伤，就在武陵那儿耽搁了整整3个月。等到燕慈回京的时候，他已经被变成了废人，困在了沈府后宅之中。再然后就是那场大火。你这次出行一定要多加小心，你别那么容易受伤。清风声难止，梦中冷相思。等秋高看山石，再谈故知。三两笔琢磨，只知不为几时，随手便成诗。这一世，家人们可一定都要平安无事啊！他发现名册的事情了。弯弯，刚才燕都督为何在你房中？原来是这件事，你为何不去问燕都督？你就承认吧，自己就是一个懦夫。弯弯，我也不想呢，可燕都督看中了你，他权势压人，我们根本不能跟他作对啊。
明明是你跟沈家舍弃我而不顾，却反过来质问我。既然你对我这样无情无义，那我们还是和离了吧。弯弯，我是绝对不会跟你和离的，以后我定然会好好待你。你看我的表现可好？他就知道跟沈玉白和离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侯府最是看重面子，他们可以休妻，但绝对不会让沈玉白跟他和离。而他如果是和离还好，一旦被休了的话，他就会连累弟弟以后考取功名，还会影响胞妹出嫁。今日说出和离二字，不过是试探一二。眼下解除林家满门被杀的灾难最是重要。弯弯，今晚我去琉璃阁歇息。小姐，刚才奴婢往您的药箱中放了好几种毒药，还有一本万名毒谱。晚上若是世子来，那毒药可以用。你哪里来的毒药？都毒盖的。小姐，都督他也是担心你啊。要看看今晚给沈玉白用哪种药比较合适。虽然他对林婉意的情谊是真的，但一想到今日屏风后的情形，忍不住内心又十分郁结。当时两个人抱在一起，有没有做什么？虽然燕慈是个阉人，但弯弯可是他的夫人，两人那样纠缠不清，他沈玉白可是男人，又怎么会一点都不介意？倘若不是为了七皇子的大业，他新婚夜那晚也不会。沈玉白突然有点后悔，刚才不该冲动地说晚上去琉璃阁。听说今晚世子要去琉璃阁过夜了，这不是好事吗？毕竟两位主子还没有圆房。是啊，之前还担心小姐在沈府的日子艰难呢，不过等他们圆房就好了。该死的，为什么那晚林婉意不直接被燕都督给折腾死了？如果林婉意死了，我就可以顺理成章的成为表哥的正妻了。我一定要赶在林婉意之前跟表哥圆房，这样在表哥心中我肯定就会比林婉意重要的多。为什么要故意说给那个表小姐听啊？你刚来都不知道，表小姐早就觊觎世子了呢。那就送给她呗，反正小姐已经有我们都督了。不过既然是小姐吩咐的，哪怕不理解，但银翘还是认为小姐做的决定肯定不会错。主子，属下查到这些时日，七皇子一派蠢蠢欲动，在调查当年林贵妃生九皇子时的事情，而当年给贵妃接生的就是太医院院士林宇之，而且林宇之与林贵妃还是远亲。七皇子要动林贵妃跟九皇子的话，很大可能会波及到林家人。怕不是七皇子跟沈家人商量什么的时候被他给听到了。皇子夺嫡之事，燕慈从来都不参与，他一直以来效忠的都是陛下，但这件事跟林婉意有关。天机，你留在京城，随时跟福陵联系。另外，让天玄拿着我的令牌，暗中护着林家。是，主子。小姐，您不用太着急的，都督都说这本毒谱送给您了。现在我的手上不可存着这样的东西，等我背下来就把它送走。是，小姐，表小姐竟然真的来了，她来的正是时候。姐姐，你被送给燕都督的事情，青莲听后也十分难过。虽然你没了名节，但青莲以后肯定还是会尊敬姐姐，不会瞧不起你的。他算计好了，要一步步激怒林婉意。等待会儿表哥来的时候，正好看到林婉意恼羞成怒，拿茶盏砸他，或者是扇他之类的。见到林婉意这样恶毒，表哥今晚一定不会再与其圆房。到时候，青莲，快点起来！你这样懂事，我这个做姐姐的当然更要大度啦。我这还有几件上好的螺纹绸做的裙子，以及一些金钗步摇，你去试试，有喜欢的就留着。福陵，你送表姑娘去厢房试衣裳。是。今晚要补上我们的洞房花烛夜。小姐，事成了。把那些知走的下人们都喊进来。是。走吧，带你去看一场好戏，一会儿记得要表现的气愤一些。怎么感觉小姐好像变了呀？不过这个变化好喜欢。竟然这样不懂规矩，倘若吓坏了弯弯，立刻把你们都打发卖了。青莲，怎么是你？弯弯，我喝多了，还以为是你。你要娶她做侧夫人，我有拒绝过吗？也是她可怜，我甚至还把自己的衣裳跟首饰赠与她。弯弯，你今晚明明说要补偿我的洞房花烛，结果你却在我的院子中跟她苟且，你为何要这样的羞辱我？
我不知道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滚开！沈玉白，我再也不想再见到你了。傅莲，快扶我离开这间肮脏的屋子。赵岩，你带人把那些他们碰过的东西都丢了，烧了。哎，万万，你别走啊！你听我解释，都是那贱人勾引我，我的心中只有你啊！我们多年的青梅竹马情谊，你可一定要相信我啊！真是绝了呀！上一世林婉意跟沈玉白没有圆房，就有孙青莲的功劳。这一世林婉意更是真心实意的感谢他的打扰。青莲，你糊涂啊！本来都给你定好了黄道吉日，你何必这么着急呀？你连夜安排一下，给青莲安顿在一个院子里就好。姨祖母，不是过几日让表哥娶我吗？直接安顿到一个院子里是什么意思啊？你闹出这样的丑事，还想着要做侧夫人吗？那么多人都看到了，这要是传出去了，别人会如何看待我们侯府啊？我们侯府那可是要脸面的，要怪就怪你自己，滚出去！本来想让他可以牵制林婉意的，竟然一点脑子都没有啊！沈家人还指望利用林婉意来巴结燕慈。林婉意那样伤心欲绝，这个时候他们自然就会直接把孙青莲抬成妾，意图安抚林婉意。好奇怪啊，为什么把表小姐抬成了姨娘？之前不是说要做侧夫人的吗？因为侯府要脸，因为我对他们还有用。那小姐，咱们接下来要做什么呀？等那版本名册发挥作用。本宫竟然不知这些都是七皇子的人。林院士，你是如何得知了这件事？小女嫁入神府，听到他们密谈这件事，多谢表叔了。这名册对本宫十分重要，表叔你想要什么，只要本宫能够做到的，一定义不容辞。不敢当，娘娘折煞下官了，下官别无他求，希望娘娘可以帮小女与沈家和离。这是应当的，你不宜在这里久留，先退下去吧。是。娘娘，您信林御医说的话吗？他没有道理骗本宫，而且如果七皇子查当年之事，恐怕他们林家也会跟着被株连。至于这名单上的人，交给景安去收拾。贵妃娘娘跟九皇子定会有所筹谋，而且我也跟他们提了弯弯要和离之事。另外我也给祖老去信了，让他们过些日子就来京城，不管如何一定要帮弯弯跟那沈玉白和离。世子如果喜欢我这个侍女，可以让她去你院中伺候。你们都退下。弯弯，你可是吃醋了。你放心好了，我怎么会抢你的贴身侍女啊？之前青莲那件事的的确确是个意外，除此之外我不会再纳其他女人，我的心中只有你。男人的嘴，骗人的鬼。嘴上痴情，身体可风流得很。弯弯，我小姐，世子身边的小厮来找他，说是七殿下到了，让世子爷去趟前院。弯弯，我晚上再来看你，这次我定然不喝酒了。真的是七皇子来了？的确是七皇子来了。即使七皇子没来，奴婢也会说老太太犯病了，让世子过去一趟。户部尚书出事了。现如今的六部中，户部、兵部、礼部都是七皇子的人，掌握着钱袋子，又有兵权，还把握着科举考试人才遴选。只要把掌握着吏部大理寺的晏慈给拉拢到手，这太子之位他唾手可得。谁曾想到户部竟然会在这个节骨眼出事了。玉白，之前你不是说晏都督很喜欢你夫人吗？那为何这件事他却一点都不松口？晏慈那奸诈之人出尔反尔，竟然一点都不提帮忙之事，这可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啊！玉白，你有何高见？只能丢居保帅。户部尚书板上钉钉的被停职查办了。晏慈去调查的那个银梁案也与之有关。失去户部后，七皇子短时间内势必不敢对九皇子下狠手了。现如今看来，他们林家应该暂时没有危险了，接下来就是和离之事。这个消息你是从哪里弄来的？是天机给我送来的，而且他还说都督要提前回来了呢。晏慈要回来了。少奶奶，老夫人让您过去一趟万福堂。七皇子的钱袋子出事了，侯府也得掏银子帮着补。不去，我身子不爽利，可别把兵器过给了老太太。
老夫人可是说了，今日的事情尤为重要，不管如何，您都得去。如果身子不爽利呀，那就让奴婢们背您过去。冯妈妈背我吗？少奶奶开玩笑了，不去。这2年府中大事情多，开销极大，中馈不足，需要各房拿出一些私银提己来贴补中馈。执掌中馈的是大房，这2年大事情用银子最多，还是大房，3房没钱，4房也没有什么钱呐。万万呐，你有何办法呀？没有，难不成你们打算让我变卖自己的嫁妆来补中馈？林婉意主动变卖嫁妆，与他们逼着林婉意变卖了嫁妆是截然不同的结果。他们侯府可丢不起这个人。我们怎么会这样做呀？林氏啊，你已经嫁入了沈家，就得处处为沈家着想。听闻你舅父在江南生意做得不错呀，难道侯爷跟世子要去做生意？我们侯府什么门第，怎么会让侯爷跟世子去做生意呢？又不用我们侯府出面，到时候自然有其他人去做。我做不得主，还得回去问问我母亲才行。回去领府行，但是你要记得，什么话能说，什么话最好是烂在肚子里。真好，明日就可以见到父母啦，而可以谈谈和离的事情啦。母亲，沈家现在为了帮七皇子堵窟窿，想要利用舅舅的人脉去做生意赚银两。我回沈家就会回绝了此事，你也最好书信一封，跟舅舅说明这一切。到时候万一沈家或者是七殿下直接去找舅舅，他也有应对之法。我这就去写书信。婉婉，贵人要见你。是贵妃娘娘。臣女见过贵妃娘娘，贵妃娘娘万福金安。婉婉，你直接喊我表姐就好。这次事情你办得不错，表姐跟九殿下呀，都多亏你了。这些首饰最配你这样鲜活靓丽的小姑娘了，万不可推脱。这都是表姐的谢礼。婉婉谢过表姐。婉婉呐，依本宫看来，你现在啊，还是不要跟那沈玉白和离的好啊。咱们一笔写不出2个林子。如今只要七皇子不倒，沈家也不会那么容易倒。你就算是暂时离开了沈家，他们也不会让你好过，还不如一招毙命，让沈家跟七皇子再也没有翻身的可能。等景安坐上那个位置后，本宫不只会做主，让婉婉跟沈玉白和离，甚至还会给婉婉再许配一个更好的夫君。女人嘛，总是得隐忍一些，小不忍则乱大谋。将这样有城府又有权势的人惹急了，并不是好事。婉婉多谢表姐指点，本宫可是真喜欢你，只是可惜呀，你已经嫁人了，不然呢，难不成还要让我成为九皇子的女人？早知道那名册就不该给他们呀！不，如果不把名册给他们，我们林家人微言轻，根本避不开那场祸事。因为早就有预料，所以林婉意当初才给了林贵妃半本名册。至于全本的，林婉意早就让福临交给了燕慈。婉婉呐，你且放心吧，林家的大门永远为你敞开着，等你回家。祖母。林氏，你娘家人那边怎么说呀？这做生意的事儿可是有眉目了。我母亲刚刚得了家书，说江南那边因为那银两案，舅舅也被波及了，所以现在恐怕帮不上这边的忙。怎么可能啊？你莫非是因为新婚夜的事情，故意不想帮沈家渡过这个难关呢？老夫人，您怎么可以这样说？婉婉，我知你肯定不是故意的。要不这样，我们明日动身，出发去趟江南你外祖家，毕竟不是小事，见面谈更稳妥一些。这件事儿就这么定了。少奶奶，你有孕了呀？小姐，我身子不适，先回琉璃阁了。玉白，你跟他圆房了吧？难道你还没有跟林氏圆房？那林氏怀的是谁的孩子？总不能是燕都督的吧？不会的，那燕慈可是阉人。万一是那林氏不检点呢，跟其他男人有染了呢？赶紧去找个大夫，给他来瞧瞧，眼前的麻烦该如何解决呀？母亲，既然林婉意不愿主动变卖嫁妆，我们其实可以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好，你立刻就让人去做，等到度过这个难关，大不了我们再把真的给他换回去就好了。是。泡太久对孩子不好。没有孩子，我只是没休息好，早膳又吃得不妥帖，才引起的呕吐。哦，你会帮沈玉白他们吗？夫人希望我帮他们吗？不希望。好，不帮他们。没孩子也不能泡太长时间。受伤了？小伤，忘记夫人懂医了。那下次让夫人帮我包扎，还要多谢夫人提醒，不然就不只是小伤了。不是刚回京吗？怎么不在府中好好休息？以为自己要当父亲了，就马不停蹄的来了，真没有怀。那看来还得再努努力。弯弯今日身体不适，我带了大夫过来给他瞧瞧。别怕，福林会拦住他。世子，今日小姐累坏了，她已经歇下了。这么晚，让这个大夫进小姐的闺房也不太合适吧？明日再过来给小姐诊脉吧。燕慈是不是憋得太久，又不能把这个秘密泄露出去，才会对我这个唯一活着的知情人这样肆无忌惮啊？万一真怀孕了怎么办啊？得给自己配副药吃。小姐，世子他又带着大夫来了。这一晚上，估计沈玉白根本睡不着吧？世子夫人没有身孕，只是她这些时日忧劳成疾，饮食上吃了生冷之物，所以才会引发呕吐。我给世子夫人开个方子，调理一段时日就好了。好。弯弯，昨日燕都督真来了？来了如何？没来又如何？没来就罢了，下次他来了，弯弯你帮我问一下，燕都督能否帮一帮七殿下？你到底当我是什么？我知道你委屈了，但这不是为了大局吗？我们和离吧。我不同意和离。弯弯，既然你身子不爽，那就休息几日，我们再动身出发江南吧。明月照落白玉的舟，终究不得长相守。表哥，表哥。弯弯在燕都督跟前也这样过吗？如果是弯弯，应该会更动人吧。等这一切都尘埃落定之后，我们定然可以回到从前的。动作快一些，按照我之前跟你们说的去做。是，小姐。去江南啊，我是不是也得去趟江南了？主子，您才刚回来呀，陛下可是让您在府中养伤呢。主子，您一定得去趟江南，此次梁银案影响十分大，户部尚书铁定是不行了。陛下有意让江南总督季承风升任户部尚书，这次不只是七皇子会行动，九皇子肯定也会行动的。陛下不希望这次户部再成为皇子们夺嫡的钱袋子。那我就勉为其难，下一趟江南吧。自家主子到底喜不喜欢人家林姑娘呢？说不喜欢的话，他还没有见过主子如此在意过一名女子。但要说喜欢，为何又不把人从沈家救出来呢？这么看来，要么就是都督太渣，要么就是人家林姑娘嫌弃他们家都督。有什么办法可以不去江南外祖家呢？林婉意总感觉沈玉白这样积极去江南，并非只是为了他外祖家的家产，莫非还有什么其他隐情？要不要告诉小姐，都督也去江南了呢？还是到时候直接让都督给小姐一个惊喜？世子夫人有山匪！他们刚离开京城不到2天的路程，按正理说，天子脚下又怎么会有山匪？上一世有一天，沈玉白领回来一名女子，那女子名叫李饶，性格泼辣，容颜娇艳，后来成为了沈玉白的妾室之一。听银翘偷偷打听到，李饶竟然就是山匪的女儿。沈玉白救过她一命，他就对她以身相许了。饶饶，你这又是何苦啊？
沈郎，饶饶早就非你不嫁了。倘若你还是不同意娶我，我就把你带回山上做压寨夫君。可我已经娶妻了。那饶饶就做你的妾。总之，只要跟你在一起就行。世子好像认识那个领头的女子啊。你胡说八道什么？你若是不信，就下车去看看好了。还是不了。马车上还有何人？是我家小姐在马车上。原来是沈郎的夫人呢，怎么跑了呢？你们立刻去给我追，可要把人好好的请回来呀！沈玉白，这个江南你可就去不成了。林婉一打算带着福临在外边绕2天，然后再回京城去，到时候就报官说沈玉白被山匪绑走了。而沈玉白跟那个女匪的私情，又成了林婉意要跟他和离的另外一个把柄。毕竟跟山匪私通，沈玉白怕不是会被褫夺爵位。夫人今日的心情看起来不错。你怎么在这里？外出办事，恰好在这里遇上了夫人。你说我们是不是很有缘？燕慈不是刚回京城吗？怎么又出来了？李饶跟沈玉白的初相识，以及这次李饶去拦截沈玉白，其中都是九皇子的手笔。原来九皇子这么早就对沈玉白动手了。你心疼他？我心疼他个棒槌。既然他们沈家决定帮着七皇子站在九皇子的对立面，那么早就应该有这个被对付的觉悟。距离这里很近的龙华寺，墨锦花开的正盛，可以去赏看。好，我明日就带着福临去看看。不困？困了。月光不解风情，心愿故作冷静，夜色变得分明，一丝一口朦胧的倒影。这龙华寺啊，给稚子祈福康健平安最是有效了。听闻当年林日一的嫡女1岁有余的时候得了重病，差点没了。后来呀，他们在龙华寺虔诚求拜1个月，那孩子转危为安，后来竟然痊愈了。哎呦，真的吗？那我得赶紧给我小儿子祈福去啊！小姐，他们说的人是我。1岁半那年突生恶疾，哪怕我家是御医世家，都束手无策。后来父亲母亲抱着我来了这里祈福，才渐渐好转。不过那个时候京城之中事情多，母亲就带着我回到了江南外祖家，住到了我6岁多才回京。现如今好不容易重生，他只想要带着家人平安顺遂地活着。燕施主，既然心不在焉，为何还要来直起对弈？但却依旧赢了你。棋不在心，但人却在心。燕施主，还请放下一些执念，善待自己。多谢大师指点。为何是玉白被掳走了，你却没事？哄他们是知道世子比我更加重要啊。母亲，此时不是纠结这个的时候了，你快点派人去禀告宫爹他们，得快点报官带人去找。我担心如若晚了的话，世子可能就……婉婉，都是母亲关心则乱了，你也受到了惊吓，赶紧回房歇着。如果真的报官啊，恐怕到时候官爷还得找你问话呢。是，银翘，你这几日外出，找人盯着京城几大当铺，一旦发现有我那日让你们在嫁妆上刻下的密文，就速度回来禀告我。是，小姐。小姐。3日后，沈玉白被成功的救了回来，只不过他回来的时候还带了2个女人。哎呦，我的乖孙儿啊，你这是吃了苦了呀！怎么会吃苦呢？他左拥右抱，快哉极了。据沈玉白的说辞，是山匪被打跑了，同行的侍卫们都为保护他死了，是子服跟李饶救了沈玉白，而沈玉白为了报答2个女人，要纳他们俩为妾。林婉意是一点意见都没有，只有沈玉白行房事的次数越多，那毒他就会中得越深。不得不说，燕都督给的这种毒还真的莫名适合沈玉白呢。表哥，你怎么可以又纳妾？没规矩，这里哪有你这个姨娘说话的份儿啊！回房去。去琉璃阁，我找你有话说。林婉意，我又纳妾，你竟是一点都不吃醋，肯定是因为那个野男人，对不对？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心乎爱矣，侠不畏矣，忠心藏之，何日忘之？到底是谁在思念着你，爱慕着你？你说，是哪个野男人给你写的情书？这是我自己写的。我又不是不认识你的笔迹，你少诓骗我。这是你以左手写的？
我当时写这东西的时候，的确是在思念着一个人，但是新婚夜的一切让我彻底对他死心了。这承载着我以前感情的诗句没有必要存在了，就烧了。弯弯，我你来我房中次数有限，应该是郑姨娘偷偷捡了去，然后跟你邀功。你是不是因为这个就把她收了做妾？我告诉你，野男人没有，可却有一个9000岁，还是你亲手送给我的，你满意了？弯弯，我错了，你原谅我吧。滚！都怪子服那个贱人。你真的爬上了世子的床？品俏，你说话怎么这么难听啊？我现在可是主子了，姐姐。子夫，你说的对，以后你是主，我们是仆。这个耳光就算是彻底绝了我们之间的姐妹之情。郑姨娘，收拾好你的东西，立刻走吧。你们将来都会后悔的。这个贱人是不是为了爬床才故意哄骗我，说那封信是外男写给弯弯的？世子，那字迹明显不是我家小姐的呀。那是弯弯自己平素里用左手练笔写给我的。什么？全完了！小姐，孙姨娘要给新来的2位姨娘下马威，姨娘直接就给孙姨娘给踹倒在地。孙姨娘捂着肚子在地上打滚，裙摆上都是血。溥仪赶紧来给她诊治，发现她竟然已经有了1个多月的身孕，可惜孩子留不住了。上一世孙青莲就是第一个有孕的，但是这一世嘛，之前林婉意给她用过针，让她的体质极容易滑胎，又有了李饶的神助攻。上一世这3个人的矛头都对准了我，但如今让他们狗咬狗才更有意思呢。小姐，东祥典当行出现了您的嫁妆，东西拦下来了吗？都拦下来了，暂时数量不多，只是仿了一些容易仿的，恐怕是因为您没有去江南的缘故，没有来得及大量做赝品。足够了，去把世子请来。世子，夫人差人来请您去琉璃阁。我就知道弯弯肯定原谅我了，说不定今日喊我过去是为了要圆房。弯弯，你今日好美啊！世子先别看我，看看这些东西。这左边莲香中放的是我的嫁妆，右边莲香中放的是刚从典当行买回来的，同样也是我的嫁妆。弯弯，我不知道这件事啊，我们好聚好散吧。只要你今日把和离书写了，我不会追究你们侯府偷偷变卖媳妇嫁妆的丑事。弯弯，你竟然不顾我们多年的感情，如此无情无义的威胁我！如今我们成亲还没到3个月，你已经拿了几房妾室了？我那是逼不得已。所以他们有了身孕，都是他们强推了你吗？今日我喝多了，头太疼，下次再说。我真不是个男人，那么以后你也不用做男人了吧？福临银翘，你们出去将侯府变卖我嫁妆一事宣扬的人尽皆知。是小姐。世子爷，玉白，你这是在做什么呀？祖母，你可不能纵容这恶仆，他竟然偷偷变卖了弯弯的嫁妆。这件事如果传出去，那我们侯府还要不要做人了？那可是老太太跟大夫人吩咐的呀。沈玉白其实知道这件事就是祖母他们做的，但想着祖母他们到底也是为了侯府，可到底还是让弯弯受了委屈，那么势必得推一个人出来，好让弯弯消气。弯弯的嫁妆上都有林府的特殊标记，一卖到了外边，立刻就被认了出来。什么？这怪我一直骄纵这恶仆，才酿成这样的祸事。玉白啊，你去把这恶仆处置了，让林氏消消气。都是一家人，万不可因为一个恶仆伤了和气呀！蠢货，不是让你小心谨慎一些吗？媳妇儿怎么会知道呀？明明都仔细检查过了呀！许是他们御医世家有什么独门记号啊？还杵在这里做什么呀？赶紧去把那些赝品都丢了，再也不许去碰林氏的嫁妆。是。你们大嫂这些日子身子不适，不能执掌中馈，你们俩有没有什么法子可以让府中的情况好起来呀？虽然此时府里有点困难，但毕竟瘦死骆驼比马大，大不了自己再拿出点提己出来，只要把掌家权拿到手，3房就彻底起来了。母亲，儿媳有办法可以暂时改变府中的情况。铺子那么多，乡下还有许多庄子跟地，把一些铺子跟地给卖了，等缓过这段时间再把铺子给地买回来就好了。那明日你就去你嫂嫂那儿拿账本跟库房的钥匙吧。是。看你们这群女人做的好事，现在外面传得沸沸扬扬，都说我们贪了林氏的嫁妆。冯妈妈都没了，怎么这件事还没完没了啦？如今这样了，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让林氏掌家吧。这掌家权落到林氏手中，总好过给三房啊。毕竟林氏可是他们大房这一边的，而且还有短处，好拿捏。可是林氏德行有误。母亲，那件事虽然并不知道，不是吗？林氏的外祖家多有钱呐！之前他不管侯府的家，才不舍得拿钱出来。一旦他掌了家，那还不得尽心尽力的来？婉婉，之前的事情都委屈你了，但说到底呀，都是为了咱们沈家，你功不可没。你毕竟是嫡长媳，这家呀还得是你来管。好吧，只是说好，您跟祖母不得干预我的决定。那是当然啦。那你的嫁妆，外边传得沸沸扬扬的，我的嫁妆必然是不能动了。等回头我看看丈母，看还有什么其他的法子可以解决府上的困境吧。离开之前，还是要送一些大礼给他们沈家人。这不行，怎么可以让林婉仪掌家？我得去找姨祖母，她之前明明说过是让我跟着大夫人学着掌家的呀。姨娘，你现在身子弱，可不能出去。是了，不能伤了身子，以后再也不能够给表哥生孩子的话，那就更糟糕了。去把我之前绣的那个荷包给世子爷送去。是。孙青莲送给表哥沈玉白的第一个礼物，就是绣着莲花的荷包。林婉仪掌了家以后，还会有她的好吗？孙姨娘只陪了世子几次就有孕了，之前在外边的时候，我可是陪了世子好几晚。那么我此时腹中可能也已经有了一个孩儿，只要我有孕了，世子定然会更在乎我，而就更不用惧怕林婉仪了。福鼎，你能打得过李饶吗？大奶奶，妾身还得给您敬茶呢。那日您跑得太快，都没有喝一杯妾身的茶。李姨娘，你好大的胆子，竟然敢伤我们家小姐！哪里就伤她了？李姨娘不敬主母，房中的吃穿用度削减一半，为期1年。不给银子就不给银子，我自己有的是钱。作为债主的女儿，又会穷到哪里去啊？她这次跟着沈玉白回来，可是带了嫁妆的。既然李姨娘有钱，那么以后也不用给你房中派发月钱了吧？不给就不给。祖母，这个家我是不敢管了，还没做什么呢，李玉阁的李姨娘就找上门来了，直接拿茶盏砸我。你可是主母，她竟然用茶盏砸你！我发誓，如果她没有砸我，我宁愿立刻被世子厌弃。沈老太太知道林婉仪心中还是极其爱慕沈玉白的，不然也不会这么委曲求全，还老老实实的接了掌家的事情，发这么毒的誓，肯定都是真话了。那李姨娘还嚣张地说了自己很有钱，才不用我去管她的屋子，那以后她屋子里面的花销就让她自己负担得了。祖母，您说呢？既然是她自己说的，那就让她自己去负责房中之事吧。你管家是没有错的，这些账本呐，拿回去继续看。作为当家主母，可不能遇到一点小事情就退缩了。那我就听祖母的。燕都督，月底是我祖母的寿辰宴，如果您有空的话，可否来府上喝杯水酒？沈玉白也是着急了，因为江南的事情，如今七皇子都好几天不理他了，让他姐姐吹枕头风都没有用。好，燕慈答应，会不会是因为弯弯？都督大人，陛下宣您过去一趟。银两案虽然有了结果，但毕竟皇帝最宠爱的2个儿子都参与了。虽然原户部尚书已经依法处置，可如何给七皇子定罪，皇帝却迟迟没有结论。如果将七皇子处置得太狠了，就会让九皇子那边势力强大起来，皇帝左右为难。燕慈，你可确保季承风并不是老七或者老九的人？确定。不过这段时间2位殿下都派人去接近他，被臣给挡了下来。真是一刻都不消停，朕还没死，他们就急着把3省6部都要吞了吗？燕慈，依你之见，这次事情要如何处置老七？或许七殿下是被原户部尚书蒙骗了。别给朕在这里装傻，朕要听你的实话。这件事都是户部尚书做的，七皇子又没有亲自做，但这件事让许多百姓流离失所，以臣之见，应该让七皇子多掏一些银子，好生安顿那些百姓。七皇子本来失去了户部，就失去了钱袋子，再被罚一些银两，
肯定是肉疼极了。这种处罚看着严苛，却并不会动他的根本。朕就说过，你最聪明了。外人不清楚，但他却明白，皇帝是打算以后在2个皇子之中选一个做储君，才让他们俩互相争斗，看谁更优秀。如果斗得狠了的时候，就出手干预一下，让他们都不会被伤到根本。这几年发生的所有事情，其实都是帝王家的博弈，他们是下棋之人，而其他人就是被左右命运、身不由己的棋子。燕子，你最近跟沈家走得很近啊。臣当然要跟他们都走得近了，这样才能够更好的探知各种消息，知道他们彼此的关系。月底沈老夫人过寿，你得提前准备好收礼了。臣的库房里又没有什么稀奇的宝贝，要不陛下赏臣一些？你呀你，就知道管朕要东西。罢了罢了，这次你去江南的差事办得好，去库房中挑2样东西吧。谢陛下。最近林姑娘在做什么？沈家钟会亏空，就要卖了林姑娘的嫁妆，结果被他发现，如今满城风雨，众人都知道侯府偷卖儿媳嫁妆的事情了。沈老太太就让林姑娘涨了价，侯府那样算计她，她太心善心软，竟然把这个委屈给吞下了。你不懂，去再送一些毒药，种类多一些，她该需要了。是，婉婉，这段时间涨价，你辛苦了。母亲跟祖母他们都教得好，我并不受累。那我就先回去整理铺子的账目了。去吧。你们是不是还没有圆房呢？他现在涨价还算尽职，而且他外祖家的生意很快就能落到我们手中，你也就勉为其难，多去陪陪他，就当是怡红院的那些女人就好啦。对方不只是利用他，还要践踏他，无耻。你回去告诉孙姨娘，我晚上过去看她。是，世子爷。你去安插人，让李姨娘知道。上一世李饶那些泼辣跟蛮横都发泄到了林婉意身上，如今就让他把满腔的记恨跟不爽都发泄到孙青莲身上吧。饶饶，你大晚上的过来干什么？青莲姐姐的身子还没复原呢，要不今晚你来我屋子吧。青莲，你早点歇着。婉婉，快随我一起去迎接燕都督，我有要事要跟燕都督谈。原来是要邀请燕慈来，所以沈玉白才会在沈家没钱的情况下，还要给沈老太太举办生辰宴吧。我知道你心中委屈，你放心，我们一起进了书房，你就可以离开。我不想去。婉婉，我发誓这是最后一次。将自己的夫人送给其他男人，就跟动手打女人一样，有第一次就有无数次。七王妃沈亦柔是沈侯的嫡长女，沈玉白的亲姐姐。林婉意跟沈亦柔接触的时间不多，只知道对方本就瞧不上她的家世，再加上她被送给燕慈的事情，更是一直鄙夷她。你的运气还真是好啊，竟然都开始涨价了。她虽然是七皇子正妃，但如今王府中主持管事的却是七皇子的心腹嬷嬷。我是沈府嫡长媳，主持钟馗不是理所应当的事情吗？新婚夜的事情你都不感觉羞愧吗？这沈家人要更愧疚。我就不送王妃到祖母那儿了，先告辞了。唱这么难听的东西，喉咙还是不要了吧。燕都督，今日是沈老太太的生辰，大喜的日子，就不要见血了吧。殿下说的也是。那燕都督喜欢听什么戏啊？我让人去安排。那就让人去唱一出上错花轿嫁对郎吧。燕子就是故意的吧？走啦！莫非是刚才送七王妃的时候遗失在了半路上了？这么笨，都不知道呼吸吗？你吓到我了，被你捡到了。我送你的东西竟然还敢丢了，是不是该惩罚你？我没有。一直悠悠，弦般邂逅，
的不知，爱的巧的叫我怎么写？梨花飘落在你窗前。宴会末尾，沈侯带着儿子把七殿下跟晏慈都迎进堂屋，并且让侍女上来沏茶。听闻沈夫人点茶技艺高超极了，今日何不让晏某见识见识？晏都督妙赞了，卓清点茶的技艺不值一提。世子太过于谦虚了，晏某认为沈夫人很不错。啊？什么很不错？既然晏都督不嫌弃，那就只能够让卓清献丑了。来人，去喊大奶奶过来。大奶奶，世子爷让您去趟前院花厅点茶，因为那边有贵客，不能怠慢。点茶？贵客？莫不是晏慈？沈玉白可真是说过的话就跟放过屁一样，明明说过了不会再让他去陪晏慈，结果转身就反悔。沈玉白上杆子给他自己戴绿帽子，林婉意得成全他。好吧，这个林氏比他的王妃美多了。晏都督，之前你说过沈夫人很像你一个故人，你那故人现在在何处？不说这个，我们专心看沈夫人点茶。也好。他可是还记得这双看着万分娇柔的小手，刚才差点扯掉了他的腰带呢。妾身后院还有事情要忙碌，那就先告辞了。今日劳烦夫人了。他不加上那个沈字，好像在喊自家夫人一样。晏慈实在是太过分，竟然当着我的面那样肆无忌惮地看着婉婉。沈玉白怕是要被气死了吧？活该。婉婉，你今日为何在堂屋与那阉人眉来眼去的？你把自己的夫人送给了别人，睡都睡了，现在却来计较什么眉来眼去，是不是晚了点啊？你之前还口口声声的说了不会再有下次，整个京城都找不到第二人像你这样言而无信的吧？行，你怪我，那以后我绝对不再见晏都督。你如果再逼迫我去见，你就立刻把和离书给我。婉婉，我知道今日这事不怪你，可我就是吃醋，就是难受，就是不知道如何发泄才好啊。你发泄不出来，就来找我的麻烦吗？婉婉，你放开我！我喝多了，我今日就宿在琉璃阁了。小姐，您没事吧？啊，沈世子死了？没死，把他送回前院去吧。就说世子喝醉睡过去了，顺便让别人知道他跟我吵了架，还出手打了我。是。天杀的沈玉白，看来得在平常的药剂中加量了。小姐，已经把世子送回去了，该说的话我们也都说了。这些是都督大人给您的。这些都是毒药？是对照着万年毒谱来着的。给了他这么多毒药，是打算让他把沈家人都给毒死，让沈家灭门是吗？哎，茯苓，你可知道今日为何晏都督会突然在听戏的时候发火？都督好像莫名的厌恶负心汉。厌恶负心汉？今日被叫停的那一出戏，唱的是十娘怒沉百宝箱。算了，还是不要过多的去知道关于晏慈的秘密，知道的越多，那我跑就死得越快。还是想一想接下来给沈家人再下点什么毒吧。玉白，你糊涂呀！这好端端的去打林氏做什么呀？他只是记得自己喝多了，然后去了琉璃阁，但后来发生了什么，以及自己是怎么回的前院寝房，就不得而知。倒也不是什么大事，那林氏一向能够隐忍，马上就是乞巧节了。玉白，你带着林氏去街上逛逛，哄哄他，你们恩恩爱爱，也能堵上外边传的我们对他不公的流言蜚语。还记得去年乞巧节我们还没有成婚，在街上遇到你还送了我一盏兔子灯。婉婉，都是我不对，都是我错了，我们从头开始好吗？若让我原谅你，如果再有下一次，你该如何？如果再有一次，我任凭你处置。不用处置你，你届时同我和离吧。婉婉，你总这样说，多伤我们的感情。可你做的事情也一样没有伤我们的感情。以后我定然不会再让婉婉去靠近晏慈了，也不会再纳其他女人了。如果我再犯错，不只会双手将和离树奉上，我还会给你跪下来磕头求你原谅。如有虚言，就让我天打雷劈。空口无凭，立字为据。婉婉，我都发誓了，你还不信我？毕竟你出尔反尔次数太多了，我杯弓蛇影。世子晚点时候来接我吧。好。小姐，世子这样笃定，太
他以后不会惹您生气了吧？不然之前明明怎么样都不愿意给和离书。他最在乎的人是他自己，以后遇到了大麻烦，该舍弃我还是会舍弃的。那他到时候就会给您和离书了吧？不一定，所以我要两手准备。只有靠近沈玉白，林婉意才有办法让他身体越来越差。想办法让李瑶知道世子要带我去过乞巧节的事儿。是世子，我也要同你一起去乞巧节赏花的。饶饶，我今日跟弯弯出去有要事，下次再带你出去。一年就这么一次乞巧节，下次就要等到明年了。我成日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真的闷坏了。就让饶饶妹妹跟着一起去吧。弯弯果然最善解人意，那我们出发吧。大奶奶，你身子骨这样娇弱，待会儿街上人多，可别挤坏了你呀。我不像饶饶妹妹那样会武功，你要多护着我。那是当然了。想到自己的安排，这才暂时把这口气咽下。今晚出来，林婉意其实还有其他打算。等和离成功之后，她不能够拖累父亲母亲他们，她打算开一家只给女子看病的医馆。今日出来就是想要趁机看一看哪里有合适的铺子。世子，听闻你已经进入大理寺了。只是一个司职而已，那也是相当厉害了。谁不知道大理寺铜墙铁壁都在9000岁的掌握之中，现如今沈玉白进去了，就代表着他会再次被七皇子重用。燕慈竟然帮了沈玉白。世子，我家殿下在楼上，让您过去说话。弯弯，你跟饶饶在附近逛逛，我上去跟七殿下说说话，就下来寻你们。你去吧。大奶奶，那边的花灯很漂亮，我们过去看看吧。哄我去湖边。好啊。原来他的那些土匪同伴也来了。又吹着清风闲敲竹，不见一人对几户，望叫人梦云端处，归雁衔来情书。多谢燕都督救命之恩。既然是救命之恩，那夫人是不是该以身相许？就都弄我。他能够感觉到林婉意心中带着一股子怨气。都督明明答应我不会帮沈玉白。原来是因为这件事。弯弯可曾听说过请君入瓮？那日他牵了你哪只手？山雨来，风吹满楼，前世不问相思何愁。月下风雪白了头，无人不知何时休。这千里归途莫应求。殿下，我要先失陪一下了。玉白竟如此重情重义啊！罢了，今日谈到这里吧，你去见你的妻妾吧。等明日来王府，我们再细说科举之事。是，你们还愣着干什么？立刻去给我找大奶奶。是。福陵在外边，我另外安排一辆马车送你回去。林婉意本想用李饶多牵制一下子服跟孙青莲，但如今看来，对方都要他的命了，那就不用继续留着了。福陵，给七皇子送一封匿名信。弯弯，你终于回来了。福陵，到底怎么回事？世子，您可要为我们家小姐做主呀！李姨娘嫉妒小姐，想要谋害她，亏得奴婢会点拳脚，趁人多人乱，才得以将小姐成功的救下。李饶落水后呛水着了凉，回府后就开始发热，人一直昏迷着。他昏迷前只拉着沈玉白的手说，他的兄弟们被抓了，希望沈玉白能够把他们救出来。沈玉白还想着以后做一些事情可以用得上那些山匪，所以就答应了他会帮忙。弯弯，你放心，我会去查个清楚明白，绝对不会让你受委屈的。玉白，你为何和山匪勾结在一起？知道李饶身份的只有林婉意和子服2个人。到底是谁泄露了这件事？七殿下，是谁在污蔑我？污蔑？你府中那个李姨娘不就是山匪？乞巧节那晚，那几个山匪被血衣卫给抓了，你今天是不是要把他们给放了？殿下，其实我也是刚得知这件事。那群山匪昨天差点伤了的人，就是我的夫人林氏。我正打算去地牢审问他们。那是本王错怪你了，你不必再去牢中审问那几个山匪。你刚刚入职大理寺，倘若做什么
惹到那阉人不快，可就不好了。那他们都灭口了吧？还有你那妾室，直接勒死算了。如今只有这样做，才会不让七皇子对他有疑心，对被惊吓到的弯弯也算有一个交代。是殿下，只是您怎么知道我府中李姨娘的事情？我收到一封密信。为何会是弯弯的笔记？如果真是弯弯做的，他没必要直接用自己的笔记啊，怎么会那么巧？简直是此地无银300两。小姐，世子从外边回来，直接去了碧玉阁。他知道七皇子善疑，沈玉白自私又懦弱，不敢承认自己跟山匪的关系，只会舍弃李饶他们。而那封信是林婉意故意用自己笔记写的，多次误会他的沈玉白反而不会这样轻易给他定罪。沈玉白更倾向于怀疑这一切都是子服想要陷害他做的局。世子，您用膳了吗？你从小就跟在弯弯身边，很熟悉他的笔记，是不是？世子，您说什么呢？我不是跟你说过，不许泄露饶饶的身份吗？好一个借刀杀人啊！我看一个姨娘的身份，你根本不满足。世子，子夫怎么什么都听不懂？你还嘴硬！他突然想到，马上就得把李饶赐死。如果院子里面再死一个妾室，可能会引起其他人的怀疑。过段时间就让他们送你去庄子上去，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世子，要说这碧玉阁3个姨娘，一个比一个惨。孙青莲小产还在养身子，郑姨娘据说顶撞了世子，直接被禁足了。至于李姨娘，没了。玉白，你做得对，为了家族，只是舍弃了一个女人而已。不管如何，咱们家跟七皇子一条心，可不能离了心呢。那个李姨娘家是不是很有钱呐？上次户部的事情让七皇子元气大伤，还赔了许多钱帛出去。玉白，你立功的机会来了。小姐，林府派人来，要接您回去小住几天。林伯，府中出什么事了？大小姐没出事儿，就是小少爷办满月酒，再加上二小姐从江南回来了，夫人就让我过来问大小姐有没有时间回府中小住几日。原来是这样啊，我得先去问一下婆母他们，等定下来了再告诉家里。那好，我就先回去了。易柔，老太太，这是大奶奶林氏，不是咱们大姑娘。沈老太太的痴症越来越重。哎呀，我当是什么事儿呢？回去住几日无妨，下去吧。婉婉，这次让你回来有一件事儿。什么事？林贵妃那日宣你父亲进宫，说是很喜欢婉莹，等她及笄后就去做九皇子的侧妃。什么？婉莹如果真的成了九皇子的侧妃，那岂不是我们林家彻底被绑在了林贵妃那边吗？这也是林婉意最担心的问题。林贵妃到底在谋划什么？为何一定要拉着林家人呢？婉莹这个婚事的确要从长计议，如果可以，林家最好不要卷入到夺嫡之中。婉婉说的在理，眼下就以婉莹岁数还小拖着。母亲，为何大姐可以嫁得高门，我就不行呢？高嫁并不是好事。婉莹，九皇子没有见过你，他突然要纳你做侧妃，你就没有想过其中缘由吗？长姐，你不能自己享富贵了，就不管其他人了呀。这丫头以前也不是这样啊！我听闻九皇子不到弱冠就十分饥色，他还没有开府，屋子里面就有许多妾室，让大哥派人去仔细查一查。母亲，我过去看看祖母。去吧。老夫人，要不奴婢去找大夫来给您再看看。都怪二小姐，她怎么跟大小姐一点都不像呢？她们本就不是亲姐妹，不像也是正常的。长姐，你果然在慈安堂。小姐，今天这么早，学堂就放学了吗？前2次长姐回来都没有见到长姐，所以听到林伯说你要回来之后，我就特意跟先生告了假，早些回来。我这次回来可以在家中小住几日，又不急于这一时。真的吗？那太好了。大姑娘快些进来吧，老太太想你想得紧。祖母，我给您把脉吧。你有孝心。祖母的脉象系数浮紧，是燥邪伤肺。祖母，您此外还有一些阴虚，要服用百合固金丸。婉莹的事情有父亲、母亲、大哥，还有我呢，您不要忧心过度。婉莹就是喜欢攀比，记得你二表妹兰儿吗？今年刚定了亲，是江南郡守的嫡次子，许是言语之间刺激了婉莹，她就心不忿呐。回来听说九皇子要纳她做侧妃。祖母，让人查一查那个郡守的嫡次子。我总是感觉婉莹突然这样，定是在江南发生了什么事情。
咱们小姐回到林家，整个人都不一样了，看着人都更有精神了。你这形容的不对，我感觉小姐回来林家，整个人都惬意多了。但是她在沈家却是更有精神的。是吗？是啊，毕竟要斗志昂扬的报仇啊。沈世子，我们正好要去如意阁，听说最近来了一位叫诗晴的姑娘，十分有才气，博古通今，吟诗作赋，无人能及呀。要不一起吧？好啊，回都督府。那江南郡守的嫡次子叫魏科，虽然是家中次子，但模样俊秀，书也读得很好。他今年科举中了进士，明年应该会来进京赶考，届时肯定会得到个一官半职。九殿下从15岁开蒙，房中的宫女就很多，现如今还没开府，就已经有18个侍妾了，这还不算没有名分的。大哥，兰儿表妹跟那魏科何时订婚的？10几日前吧，差不多他们一订婚，婉莹就动身出发回京了。婉婉，你的意思莫非婉莹跟他们订婚的事情有关？大哥，我只是猜测，需要核实。婉莹藏不住事情，可以想办法撬开她的嘴。那要不我今晚跟她好好说说吧，看看是否有什么隐情。等以后离开沈府，我的新住处中定然要有一个大大的药铺。小姐，您和离之后不打算回林府住吗？我看林府上下不管是主事仆都极好的，除了那个傻不愣登的二小姐。我到底是和离女，实在不宜在府中久留啊。回头得告诉都督一声，小姐以后是要在外面买院子住的，要买那种可以种好多好多中草药的大院子。郑姨娘那边的药可以停了。是，子夫心术不正，为了利益可以不择手段出卖任何人。如果让他只是在乡下庄子上孤独终老，岂不是便宜了他？府医给他把脉说喜脉不显，但也没有把话说死。他想着定然是月份太小，所以还不太明显。世子，你今晚就留下来陪陪妾好不好？肚子太不舒服了，妾昨天晚上都没睡好呢。那好，今晚我就留下来陪你。如果这几日身子哪里不舒服，记得要跟府医说。宫里来的人。婉婉，平阳公主3日后要举办簪花宴，都是一些年轻女郎过去赏花，我们这些上了年纪的就不便过去了。你届时好好的带着静柔跟静言。二房一家都外放在外地，只留了一个庶女沈静柔。沈静言是3夫人所出的嫡女，性格泼辣，上一世还指着林婉意的鼻子说过，你已经不洁了，怎么还好意思活在这个世上？婉婉，可是碧玉阁那位有孕让你不满了，当家主母切记不要嫉妒啊。如今呢，他能够给侯府开枝散叶，那他就是功臣。是，之前想过也让沈大夫人无声无息的病了，但今日看他如此假大度的模样，林婉意怎么样也得好好的孝顺孝顺自己这位最虚伪至极的婆婆。不知道侯爷的外室抱着儿子上门的时候，我的这位婆婆是否依旧会这样的大度呢？这不是大奶奶吗？这几日我身子不爽，不然就过去给您请安了。郑姨娘双身子是应该好好歇息，不用过来给我请安了。嫂嫂，那边门人要看请帖才放行，您过来跟我们一起去吧。好。林婉意，你该不会是在等我吧？齐明月，长公主的孙女，明月县主。齐明月喜欢沈玉白，可也是这个齐明月，在后来林婉意被废后，去侯府还会四处寻找林婉意，许多人都不在意她的死活了，昔日的情敌竟然还记着她。并不是等你，我在等我的嫂嫂跟妹妹。你可真淡定啊！你跟沈玉白成亲不足半年，他纳了3房妾室，而且妾室还都有了身孕，你竟然还这么稳得住。这齐明月说话依旧不招人听。你在担心我？去，本县主才不担心你呢。你不喜欢沈玉白了吗？不喜欢了，嫌他脏啊！我听我阿兄说，在如意楼看到沈玉白了。算，不管你了，送报。那个生气的模样，活像自家相公去了青楼似的。嫂子，婉婉你还不知道吧？原来是婉莹跟那魏科互相钟情，可魏科却突然跟兰儿表妹定亲了。婉莹呢？跟着一群年轻的姑娘们一起，说是去赏花了。嫂嫂，平阳公主出了名的性子好，可她母妃早逝，
小时候在林贵妃的宫中被养了几年，恐怕林贵妃会借着这次簪花宴，让婉莹同九皇子见面。皇家人的面相都不差，林贵妃就以美艳著称。她儿子九皇子的长相，在所有皇子中算是极英俊的了，又最会讨女子欢心。我们先分头去找他，可别让他着了别人的道。好。原来林贵妃他们打的是这个主意，让婉莹落水，然后再让九皇子来一出英雄救美。因为2个人同时在水中，衣衫尽湿，婉莹的清白就说不清楚了。到时候婉莹不嫁也得嫁了。殿下，您可是万金之躯，万不可跳入这水中呢。你贸然跳入池中，就没想过到时候九皇子会不会直接救错了人，将你给救起来？你怎么在这里？本都督若是不来，你岂不是要乘着平阳公主府的水鬼了？这一路上怎么没有人？你事先让人清场了？不然你这样费劲的维护你妹妹的清白，半路上若被人冲撞碰上的话，岂不是白费了？谢谢你。夫人总是口头上说谢，一点都没有诚意。要如何做才有诚意？你得把湿衣服换掉，让本都督来替你更衣。明月之夜，灯摇曳，雨点忽明忽灭。茶几荒野，木屐轻缓，幽湖影平斜。没成，也不知道哪里突然出现一个女的，将那林婉莹给救了上来。来人，给九殿下拿一壶酒上来。他们还没有离开公主府，很快就可以找到。那林家女不是衣衫尽湿吗？他们是躲去哪里换衣裳了？你届时喝醉酒，不小心误闯进去，你又不是故意的，但为了林家女的名节，就勉为其难的收了她好了。母妃，您为何一定要让儿臣娶那林家女？因为林家跟药蛊的人有关系。药蛊在江湖上传得神乎其神，只要药蛊的人出手，生白骨。其实本宫更看好的是那林婉意，只是可惜她已经嫁人了。娘娘已经找到那林婉莹在哪个客房了。景安，你去吧。是，母妃。平阳，1刻钟后你带人冲进那间客房，都让所有人都看到那一幕了。这个会做吧？会。啊，燕都督，你怎么会在这里啊？门不是锁着吗？啊，本王喝多了酒，走错了房间。还请燕都督不要生气啊。滚！难道那林二姑娘被燕慈给？她该不会杀我灭口吧？哎，那燕慈房中的女人是谁啊？倘若长姐所在的厢房被刚才九皇子这样一闯的话，长姐的清白就都毁了。届时侯府的人要如何看她呀？多谢都督帮忙遮掩着，只是现在我得快点回到我妹妹他们那边了。婉婉真狠心，用完了就丢。我是担心九皇子他们会不会在做什么，至于今天之事，下次定然会补上。是你之前喊来了燕都督。奴婢不会浮水，今明跳入水中十分的担心，过去拦着九殿下的时候，正好看到燕都督，奴婢就立刻告诉他了。婉莹呢？二小姐已经无事了，她现在跟林大奶奶在一起。她听闻是你救了她，后来看到九殿下闯入一个厢房，她顿时十分担心，现在还在四处寻找您呢。走，我们去跟他们会合。长姐，对不起，我没事的。我本来以为她喜好女色，以后我成为她的侧妃后，她宠谁我都不在意，但是没想到她竟然这样的龌龊，还打算已毁了我的清白，让我非他不嫁。现在知道自己错了。我错了。蠢货，那个厢房中的人根本不是林二姑娘，而是燕慈。燕慈？我冲进那个房间，
里面竟然是燕慈躺在床榻上，身边影影绰绰，还有一个女人。穆飞，我肯定是撞破了燕慈的好事，她会不会要杀我灭口啊？静安，你淡定一些。燕都督房中有一个女人的事情，还有其他人知道吗？应该没有，我当时离开后还帮他把门给关上了。这件事情就不要告诉任何人了，也让其他人嘴巴都严一些。平阳，这是在你府上，燕慈房中的女人是谁？要查清楚，还要查出来今日是谁救了那个灵儿姑娘。是，母妃。亲疏有别的这么明显啊？当然亲疏有别啊，亲妹妹跟别人妹妹摆在一起，我自然是要对亲妹妹更好一些。可你已经是我们侯府的媳妇儿了，难道不应该事事以侯府为先吗？那按照你的这个逻辑，你以后也是要嫁人的，侯府又跟你没有什么关系了，我为何要以你为先呢？还不赶车？如果不会赶车，可以换人。文文，会不会给你添什么麻烦？没事，来一个扎一个，来一对扎一双。还是长姐对我最好。不是我阻挡你想富贵了。我虽然知道那九皇子不怎么好，但是也没想到他能烂成这样啊！知人知面不知心，画龙画虎难画骨，这世道的人心远比我们想的险恶。长姐，你今晚不要走了，好不好？暂时还不行，等我成功和离的，我会在家每天都管着你。我乐意让长姐管。上一世，他们林家早早被灭门，林贵妃跟九皇子也很早就垮台了，所以根本无法知道他们到底图谋林家什么。小姐，不用担心，其实只要你想，可以立刻就离开沈家。都督已经帮了我太多了，我怎好再去麻烦他？我也不想不清不楚的离开沈家。他得复仇，他也得全身而退。大奶奶，夫人让您过去一趟锦善堂。四姑娘，你是犯了什么错？为何其他人都坐着，唯独你站着？婶子就是想问问你，为何在外不好好的护着四姑娘跟五姑娘？我怎么就没有护着他们了？还说护着我们？进公主府你就不管我们了？后来别人窃窃私语说侯府胎你嫁妆，你也不辩解。等到簪花宴结束，你眼巴巴的去找你娘家人，根本就不管我跟四姐。刚进公主府，你们就跑得没影了。我也没听到谁说侯府的坏话，下次你听到后，要么自己对回去，如果对不回去，你可以告诉我，我帮你啊。那你让车夫送2个妹妹回去，自己去了娘家，这件事情是真的吧？你眼中还有侯府吗？什么时候四妹妹五妹妹能够代表侯府了？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确是让车夫先把他们送回来，因为我接下来要去的地方不适合他们这种云英未嫁的小姑娘去。什么地方是他们不能去的？婉婉，你有什么话就直说了吧，你今日不说清楚，以后一大家子要如何相处啊？既然你们这样坚持，那我可就说了，我去如意楼见到了世子。什么？嫂嫂她说谎，大哥怎么会去如意楼那种脏地方啊？你怎么知道如意楼？林婉意，你怎么能够在妹妹们跟前说这个？刚才不是你们非要让我说的吗？他得问问女儿是从何而知如意楼那种脏地方的。这如果要传出去，他们侯府嫡女竟然这样，以后要如何嫁人呢？你这恶妇，为何这样诋毁玉白？我刚才并不想说，谁让你一直鼓励我呢？再说，我没有诋毁沈玉白，我清清楚楚的看到他在如意楼中怀里还抱着一个美人。不可能，我们侯府有训，承袭嫡子不得侠妓，不得纳青楼女子为妾。玉白他绝对不会这么做的。那等沈玉白回来，您自己问他吧。他如此有底气，还是带着怒火来的？莫非玉白真的去了那如意楼？夫人，世子爷也是男人，这偶尔去那烟花之地也没什么吧？愚蠢！他刚进大理寺升了官职，如今九皇子那边的人虎视眈眈，万一惹了麻烦，可如何是好啊？更不要说侯府祖上还有家训呐。侯府又不是只有玉白一个嫡子，如果他真的出了事儿，或许到时候袭爵的人选就会换掉。快去前院，说等世子回来，立刻让他来锦善堂见我。是。小姐，侯府真有家训，不可侠妓，不可纳烟花女子为妻为妾吗？沈玉白的确没有违背祖训，他没有纳那个女子为妾，但却将对方养成了外室。不得不说，在这一点上，沈玉白跟他父亲沈侯爷一脉相承，爷俩都有养外室的爱好。福林，
之前让你查的东街巷最末尾的那家住人了吗？还没有住人呢，说是对外挂着出售了，等到有消息会立刻告诉您的。那个地方就是沈侯爷金屋藏娇的地方。福灵啊，你吵到我了，你最好有急事啊，不然我可跟你没完。林贵妃要让小姐妹妹嫁给九皇子做侧妃，这其中肯定是对林家有所图什么。这件事让小姐很是困扰，你赶紧回去问问都督，他是否知道。就这？这是大事情，你这件事办好了，都督肯定会奖励你的。那我就信你一回。有一次出去买胭脂，听到茶楼人说的，他们说如意楼最近新来了好几个美人，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尤其是一个叫诗情的姑娘，让好多男人都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够了，下次遇到这种事情就躲得远远的，不要去听那些个肮脏话。以后不敢了。难道世子真去了那如意楼？哼，那可是好事儿啊。好了，今日参加簪花宴你也累了，快点回房歇着去。母亲，那就这样放过了林婉意吗？姑且就让他得意几天吧。如果玉白这个世子做不成了，林婉意那个世子夫人自然也做不成了。玉白，你刚从如意楼回来。哎，母亲，您怎么知道？你糊涂啊！你太曾祖父就留下家训，后代承袭子孙不可招惹阴花女子，再加上你刚入大理寺，怎么就去了那等地方啊？何人跟你说了这件事啊？是林氏看到你去了如意楼。什么？弯弯去如意阁干什么？可能是今日在簪花宴上，他听到谁说了就去了吧。我没有侠妓啊，而是跟同僚们一起去，只是听歌看舞，都是官场应酬而已。我绝对不会做那等糊涂事。既然你说跟那继子没有关系，以后就不要去那如意楼了。玉白啊，回头啊，好好跟他解释解释就成。作为咱们侯府嫡长媳，可不能这点度量都没有。我这就去。世子，小姐已经歇下了。这么早？小姐留下一句话想要问世子。什么话？何时将和离书拿来？我今日去如意楼，只是与同僚谈事情而已。既然你今天累了，就早点歇息吧。不知廉耻的贱蹄子，谁让你打扮成这样的？怎么着，你还打算让世子看上你，也抬你做姨娘吗？你有那个命吗？这几日朝堂之上出了一件大事儿，有人举报上一届的科举考试有舞弊嫌疑，一下子供出了去年状元郎季晨乃6部尚书陈年久的私生子。都督，那陈年久感觉不好，夜里偷偷命人将那外室夫人往城外送。人抓住了吗？已经抓住了，但消息还没放出去。陈年久以为他的外室已经成功逃脱了。先不声张，留着撬这老家伙的嘴。是，都督。如果礼部尚书再出事，那么七皇子连损2员大将后，肯定会气疯了吧？陈年久下来，九皇子会趁机想要把自己的人推上去。天书，让我们的人动起来。是。这些时日，后宫那边安分吗？听说林院使直接当着陛下的面，说自己二女儿生了恶疾，实在是配不上9殿下。陛下给林院使赏赐了一些药材，但林贵妃可是气得不轻啊。据说林贵妃不知从哪里得知林家人跟药谷有渊源。论起来跟药谷熟，难道不是那位荣称王殿下吗？他的王妃可就是药谷谷主的独女。正是啊，听说荣成王把大儿子也送到药谷去学医了，以后是黎大公子继承药谷谷主之位。按照时间，荣成王应该会送他女儿来进京选婿了吧？届时7皇子跟9皇子那边又都热闹了。让天机给福陵传消息，说本都督身子不适，让沈夫人来给我看病。啊，主子，您怎么了？死不了，但却也是很重要的问题。我都那么卖力了，夫人的肚子怎么还没有动静？是，属下这就去办。都督府不是有府医吗？为何点名要我去？小姐，都督说要亲口告诉您，为何林贵妃一定要让2小姐做9皇子侧妃？这言辞妥妥的阳谋。我寻常时候出不了二门，要如何去见他？都督说小姐您最聪明了，想要出去定然是有机会的。这句恭维的话不像是严都督说的，倒像是你家的。你二叔二婶他们不在家，静柔到底是咱们侯府的姑娘，不能怠慢了。但是有一些东西呢，倒也不用买太多。母亲是想好给4姑娘说哪户人家了吗？
倒是还没定下来。林婉意懂了，大夫人根本不想费功夫多帮沈静柔找人家。沈静柔的生母早就没了，被二房丢下的庶女不能为侯府谋利益，这样的姑娘那就随便嫁了就好了。不要去！看你那寒酸样，我们是侯府小姐，林婉意就该多给我们花钱，我们以后嫁出去也是侯府的脸面呢。这套那套还有那边一排我都要了，包起来。这些账记在侯府3房的账面上，你到时候直接拿着条子去找管家。是。凭什么四姐的钱你就给付了，我的钱你却不给付啊？二叔一家离京之前在钟馗留了银子，是给四姑娘准备嫁妆婚事相关事宜，我这里都有账目。四姑娘，走，咱们去成衣店。我选的那些都不要了。那可不太行，我们东西已经送出去了呀。这个位置很好，铺子从外面看着也很新，为何突然不开了？这里原来开的是当铺，老板是户部尚书家，管家的亲戚，位置大小都不错，很适合开医馆。抄家肯定是我们家嘟嘟去做，如果小姐想要买这铺子嘛，那这找嘟嘟准对了呀。我看你穿那套粉色是最漂亮的，还有那套鹅黄色的对襟罗裙也都试一试。小姐，五姑娘果然把四姑娘给拐走了。什么？走，我们赶紧去找找。静言，你说小声点，急死他，谁让他那么对我？夫人终于来了。不是都督让我来的吗？不是夫人对我有所求吗？对，我想要知道林贵妃为何要让我妹妹嫁给九皇子。跟药蛊有关。林贵妃以为我们林家跟药蛊有关系，所以才执意让婉莹嫁给九皇子。这件事你告诉林雨之，她应该会知道是怎么回事。多谢都督告知。夫人不怕我下毒吗？燕都督没有必要大老远的专门毒死我吧？那夫人为何毒死我孩儿呢？难道燕都督打算让我以沈夫人的身份给你生个孩子？沈玉白又没有碰过我，那到时候我被进猪笼的时候，没有人敢将你进猪笼。只要你想，我有10000种办法带你离开沈府。都督打算给我什么身份啊？燕夫人，这个身份怎么样？该不会是燕子心中的那个白月光已经死了吧？不管如何，我在没有跟沈玉白合力之前，是绝对不会让自己有孕的。但那药伤身。既然都督知道那药伤身，以后就直接杜绝源头吧。我可是懂许多法子，可以杜绝源头，但却又可以尽欢，要不要试试？年轮中有见草木深，檐下日落无故人。回忆斑驳，我却还在那归人。庭门外落叶雨纷纷，远处马蹄声阵阵。深秋半分，独自等归人。我自风流，路过人间，一壶酒。小姐，咱们还回去找四姑娘跟五姑娘吗？我们找了很久，可是没找到，先回府吧。奴婢懂了。你是怎么回事？出去一趟，怎么就又把妹妹给弄丢了？四妹妹十分乖巧懂事，如今肯定是五妹妹将她给撺掇走了，当然找回来。你亲自问问他们。还别说，这种事情真是他女儿做得出来的。母亲要不要报官？报什么官啊？他们俩可都是云英未嫁的小姑娘，闹大了也是侯府丢人，而且他们是带着侍女一起走的，指不定去哪里玩了。再多派一些下人出去找。是，如果我家静言出事了，我绝对不会饶你。我更加担心四姑娘，她胆小温顺，倘若她出事了，三婶还是想想如何跟二叔二婶交代吧。怕什么？反正二哥二嫂都放弃那个丫头了。大嫂，你为何不去找我们呀？你们在哪里？我跟四姐就在那家成衣店后门的树墙后躲。静言，你胡说八道什么？分明是那林婉意粗心将你们给弄丢了，对不对？我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不过姑娘们贪玩罢了。今日也不早了，大家就各回自己的院子吧。静柔，今日出门给你买的东西都在琉璃阁呢，你带人过来拿。是，大嫂。弯弯，我们好久没有一起用膳了，待会儿我去琉璃阁。怕是不行，一会儿我可能要跟四妹妹说许久的话。上次如意楼的事情，我都还在生她的气，她怎么连一顿晚膳都不同我吃啊？今日你也累了，昭妍，你带人帮四小姐把东西拿回院子。多谢大嫂。
被二房放弃后，他在侯府的日子如履薄冰，这还是第一次有人关心在乎他。四姑娘可真是个小可怜，在这府中的日子都比不上一个有头脸的大丫鬟。不，她的一匹狼。这是弯弯让人送来的信，我们家跟药谷有关系吗？没有关系，但弯弯信中说的也没错，无风不起浪。你们都仔细回忆回忆，有没有什么时候说了什么或者做了什么，让人误会我们跟药谷有关？1个月前，城阳侯府的嫡次女出嫁期间，有人问起我当年婉婉生病的事情了，不知道谁插了嘴，说当初你们家长女病得那么重，竟然都好了，莫不是认识药谷的神医？这只是一件捕风捉影的事情，林贵妃可是一个十分慎重的人呐，怎么会这样轻易相信了？既然是捕风捉影的事情，下次林贵妃再逼迫的话，我也有办法去回绝了。兜兜转转，竟然还跟他小时候的事情有关，可那个时候他太小了，根本不记事。所以这仅仅是一件捕风捉影的事情，可林贵妃并不像是这等疏漏之人。福灵，你可知道13年前在京城之中发生了什么？为何要封城？那个时候奴婢还在襁褓里呢，不过小姐您放心，奴婢有办法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冥冥之中，他感觉这件事对自己十分重要，一定要弄清楚。小福灵，这次又有什么好事啊？小姐想要知道13年前京城为何封城。好嘞。哎，你是哪个院子里的丫鬟？沈四爷庶出，没有官职，侯府4房里面属他的小妾最多。奴婢是琉璃阁的。琉璃阁的丫鬟就是美啊。在踹死这孙子跟踹得他以后没儿子之间，福临突然有了第3种选择，多少有点欲拒还迎的味道。福临，怎么啦？你被鬼追了？的确算是鬼，色鬼。他没有真的欺负到你吧？小姐，您就放心吧，他连奴婢的衣角都没有碰到呢。本来奴婢是想要给他来一记断子绝孙脚来着的，但是转念一想，奴婢又不是京城角色，他这个调戏实在是太莫名其妙了。本来我还没有把手伸到4房去，如今不做一点什么，都对不起他们的主动招惹。4房那2口子一直扮猪吃老虎，男的在外装花心浪荡公子哥，女的在内就装无辜小白花。等到大房跟3房斗得两败俱伤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卸掉伪装，露出了獠牙。如今4房打算拿他做法子，那他可就不客气了。你想办法在4房那个乔姨娘的食物中也加上假孕药。那乔姨娘不只是沈四爷最喜欢的姨娘，同时她还是4夫人陈氏的表妹。你们4房不是最团结一致了吗？那就让你们内部出问题，看你们还能不能团结起来一起害人。好生奇怪，难道是他们说的有误？那个丫头并不是炮仗性格，一点就炸。他们本来就知道林婉意身边那个叫福临的丫头会武功，脾气很暴，如果调戏一下肯定就会上手反击。只要那个福临敢对他动一根手指头，就立刻让人把那丫头给抓了，然后他就可以带伤去大房那边哭委屈了，到时候就可以威胁那林氏将他外祖家的生意介绍过来。作为侯府庶子，沈老太太一直不待见他们4房，她又没有考取功名的本事，可为了孩子们着想，4房夫妇俩商议一下，就动了林氏外祖家生意的主意。毕竟如果有了钱，那么在侯府的地位也会水涨船高。我们再考虑考虑其他法子。好。母亲，到底是有什么事儿？今日把我们都招来呀？端妃让我明日带林氏入宫，我担心过了病期给娘娘。冯氏，明日你带着林氏入宫吧。能够入宫，那可是十分长脸的事情。端妃是7皇子的生母，还是已故皇后的闺中密友，很得陛下的宠爱。这也是为何端妃在后宫之中能够与盛宠的林贵妃各占半壁江山的缘故。怎么看明天都是一场鸿门宴。都出去吧，看你们都在这儿杵着我就烦。是，小姐，您之前让关注的东街末尾巷的那个院子已经卖出去了，住的是一位叫娟娘的女子，她有了身孕，平时见不到她的夫君，据说在老家做生意呢。在老家做生意？既然她怀孕了，就等她生下孩子再说。侯爵夫人、世子夫人，请。
表嫂，前段时间长宁病了，你们成亲的时候都没有去侯府，这是新婚礼物，你快点打开看看呀。如果不是林婉意重生了，知道眼前这就是一个披着羊皮的小疯子，他还真会毫无芥蒂地打开这个礼物。婉婉，你赶紧收下。走开！我的脸呢？太医已经给你母亲看过，就不要担心了。你小名叫弯弯吧，那本宫以后也喊你弯弯了。玉白那孩子是本宫看着长大的，最是懂事聪慧。如今再一见你呀，本宫总算是知道何为一对璧人了。谢娘娘谬赞。对了，婉婉，本宫怎么听说你们家跟药谷的人也有亲戚关系呢？娘娘，之前有人故意传播这件事，后来证实了不过是乌龙。娘娘这样聪慧，定然不会像其他人那样容易就被误导了。你这小嘴儿啊，竟然比长宁的还要甜。本宫乏了，要去歇着。你不要出声，我不会伤你。你的伤口一直在流血，最好先止血。这个小娘子倒是果敢得很。你要做什么？小娘子莫惊慌，你腰间有止血药，我闻到了。这人是狗鼻子吗？今天宫门关了，谁都不能走。沈大夫人被接回了揽月宫。世子夫人，奴才送您过去吧。夫人，你的身上为何有其他男人的味道？都是属狗的吗？燕多多，上次说了欠我的，你打算何时还？真不行，已经是第2次了，都给你记着，下次让你慢慢还。13年前，皇宫中出现刺客，将陛下重伤，荣成王双腿被废，荣成王2岁大的女儿失踪，至今下落不明。人抓到了，抓到了，只不过是一个死士。死了。虽然今日受的伤不致命，但他到底上了年岁，有点吃不消。最重要的是，那伤竟然跟13年前的伤口在同一个位置。罢了，那人是在何处抓到的？回陛下，是在未央宫。林贵妃？不会是她。臣会尽快查明。宣朕的旨意，让林贵妃禁足1个月。是。皇帝今天是不是吓坏了？你今日冲动了。你可别说教我。今日这事儿是二哥让我来试探皇帝的，他心眼子不比你少，这么做肯定是有用意的。那过几天谁送你妹妹进京选婿？我父王腿脚不便，他来不了了，母亲在封地陪他。我二哥跟兰姨会送小西来。你们可有目标？想要选哪位皇子？暂时还没有确定。可惜你是太监，不然滚！你哪只手碰他了？除了皇帝外，我今日单独只碰到2个人，一个小太监，我嫌他太吵，被我直接拍晕了；另外一个年轻漂亮的小娘子，你哪只手碰了她？我就是刚开始捂着她的嘴，她很冷静，还特别配合，我立刻就放开她了。她是你的人，不知道为什么，她给我一种熟悉感，好像在哪里见过。对了，他还给了我止血粉，那药还怪好用的。说起来，那位小娘子梳着妇人的发髻，她是哪家的夫人啊？侯府沈家，嫁给沈玉白那厮真白瞎了呀。我也这样认为。我想起了那小娘子像谁了，她像我母亲啊。蜜蜂蛰我的时候，你为何不过来救我？你眼中还有我这个母亲吗？我也打不过蜜蜂啊！母亲怎么伤成了这样？都怪林氏，当时如果他早点接过广宁公主送的东西，我也就不会被伤成这样了。您为何不说，在公主送我蜂蜜的时候，您突然撞翻蜂蜜，这才导致了这个结果？都是误会。走，有什么事儿我们回府再说。玉白，我本来还想着劝你今晚去琉璃阁过夜，现在看来呀，
你继续冷着他一段时间好了，不然他不知道天高地厚。我都听母亲的，你赶紧回去好生歇着。再选一个太医给我瞧瞧吧，我这浑身都不舒服，脸上特别疼啊。是。你父亲呢？这个时候他不是也下朝了吗？父亲说有要事要跟几位伯伯谈，晚点时候归家。小姐，您让一直盯着那个东街最尾末巷子那家有了新进展了，是不是那位娟娘多了一个邻居？小姐，您是怎么知道的？我还知道那位邻居是从如意阁出来的诗情姑娘，他们父子可真有默契，安顿外事选的地方都在一条街上。再过段时间，那娟娘就要生产，这个网到收拢的时候了。小姐，世子来琉璃阁了，但是在门口被郑姨娘的丫鬟给拦了。看来郑姨娘那边也可以收网了。世子，小姐，碧玉阁的郑姨娘出事了。怎么了？说是郑姨娘的孩子没了，一床的血，世子好像都被吓晕过去了。本来就没有孩子，那血不过是他来癸水而已。之前给子服下了假孕药，让他误以为自己怀孕了。这孩子怎么突然就没了？而且看郑姨娘的脉象，就是正常来癸水而已。难道是之前我失误了？哎呀，谁也不想发生这样的事情。虽然孩子没了可惜，可郑姨娘的身子更重要。大奶奶，好在郑姨娘没有伤到身子根本，以后好好养养，或许会再有孕。那就劳烦大夫给郑姨娘开一些补养身子的药。是。那该死的贱人，明明怀着身子，为何要勾着你行房啊？什么事都怪别人。林氏，你可是玉白的正妻，他出事了，你怎么姗姗来迟啊？你竟然还有闲情逸致梳妆打扮，这前院可是住着许多外男，倘若我衣冠不整的就来了，我还是给世子丢人吗？母亲，我可没有说您丢人的意思。弯弯，你回房歇着吧，这里不用你来了。好吧。我都这样难受了，他甚至都不多一句关怀关怀吗？大嫂，你这脸是否得找名医来给看了？如果红肿一直不消，那可是中了风毒，会破相啊。听说世子也受伤了呀，他也被蜜蜂给蛰了吗？别胡说八道，世子好着呢。我的伤御医也说了，休养一些时日就好了。那林氏，为何昨天那些蜜蜂只蛰了大嫂而不蛰你呢？你去问问蜜蜂吧。这丫头真是越来越不好挤兑了。夫人，外边送来了一大箱子的衣裳，还有首饰。谁送来的？送给谁的？是从都督府送来的，说是送给大奶奶。林氏啊，你派人搬回琉璃阁吧。是。都督大人对林氏很满意呀，所以咱们世子爷能够在大理寺谋到差事儿，是林氏的功劳。侯府休戚与共，我们都是一体的。将士，如果你还当自己是侯府的人，就不要再胡言乱语。行了，今天没事儿，你们都走吧，我要休息了。那大嫂好生歇着吧。你们是不是搞错了？她一个已婚的夫人，为何会有人送她这么多的好东西啊？你，还有你，把这个大箱子抬到我院子里去。五姑娘，这不太好吧？怎么，我的话你们都不听了，还想要造反不成啊？五姑娘好大的威风啊，不听你的话就是造反。大嫂，还没说这箱子衣裳首饰是别人送你的，那这么多你定然也穿不完，要不送妹妹几套嘛？还有首饰，刚才我看到了一个点翠步摇，漂亮极了呢。不好，把箱子抬回琉璃阁。是，嘟嘟就是厉害，他出手啊就没有错过，都特别适合小姐呢。你的意思是这些衣裳都是都督亲手做的？小姐，外面来了好多大理寺的大人，说是来探望世子的，大夫人让您去给安排一下。沈老太太病着，沈大夫人顶着一脸包，侯爷不在府中，沈玉白还在床榻上躺着。这样看来，的确得林婉意去主持。看来夫人很喜欢我送的衣裳跟首饰。那些衣服跟首饰都是你亲手做的？喜欢吗？喜欢的，可你如何知道我的尺寸？丈量过，用手。比如现在，婉婉这里好像胖了一些，
这里是侯府，那些大臣跟沈玉白就在隔壁。婉婉，你自己算算，见了本都督多少次了？不记得了。那你主动亲我一下，我就放你离开。小姐，侯爷回来了，已经过去跟那些大人们聊天了。侯爷回府，这里就没他什么事儿了。几度春风，热胭脂红，花雨落满楼。沈世子，这几日你就不用去当值了，在府中好好歇着吧。沈玉白感觉同僚们的笑容都有点刺眼，就好像他们都知道他不行了。哎，都督大人，你的嘴角怎么了？被你们侯府的野猫给咬了，不过无事。野猫？他已经有过许多女人了，哪里不知道那是什么？你是怎么搞的？就那么急吗？你那妾室还怀着孩子啊！如果你非要行房，就不能找其他女人吗？如果感觉后院女人少，你再纳几个就是了。父亲，不说这件事了，行吗？倒是您啊，下了早朝就不知去向，害我跟母亲他们多次撒谎。您到底在忙什么？你自己的事情都弄不明白，还要管为父吗？儿子不敢。昭言，碧玉阁那边今天有没有什么动静？孙姨娘心情很不错，在院子里阴阳怪气的说了半天，气得郑姨娘把屋子里许多东西都给砸了。上一世她看到是孙青莲带人放的火，可这辈子她除了主动献身给沈玉白外，其他时候就是阴阳怪气，说一些风凉话而已。会不会上一世是有人怂恿了孙青莲，让他对我下手？哦，对了，小姐，就是上次逛街，您说那个铺子很适合做衣馆，正巧奴婢看到在往外挂着售卖呢，您是否想要买下来？既然已经对外售卖，这2日你就跟昭言一起过去看看，倘若各方面合适，就盘下来。是。玉白，你这以后还能举吗？啊，无碍，就是要多休息休息。哦，那就好。刚才本王听闻燕慈带着大理寺的人过来探望你了。啊，他们刚走不久。本王是真看不透燕慈，他对你倒是不错，可为何在审陈年久的时候却毫不手软？看来本王要失去礼部了。殿下，就没有挽救的可能了吗？老九那边咬得太紧，为今之计只能寄托礼部尚书新人选，也是我们的人。不过我们还有机会。那位静宁郡主要进京了，届时8月15宫中会举办宴会，本王几位年轻未婚的表兄弟都去参加，你也要快点好起来，到时候你也去参加。是荣成王的女儿静宁郡主吗？正是，她此次来京城就是为了选婿，我跟九弟都不会娶她，毕竟父皇不可能让荣成王的女儿做皇后。玉白，倘若你能够得她青睐，以后荣成王府跟药谷就都能成为本王的助力。殿下，可我已经成亲了。成亲了有什么大不了的？如果静宁郡主看上你，就让那林婉仪做平妻好了，她的身份哪里有静宁郡主尊贵？再说她已经陪过燕慈，你都不嫌弃吗？他还是嫌弃的，可又舍不得，毕竟他们从小就定亲，有着青梅竹马的情谊啊。黎苍这几日就躲在都督府，百无聊赖的。这是什么东西？别人给都督送来的东西。原来是给燕慈送的礼。到底是谁送的东西，让你这样宝贝？10步断肠散，我靠，毒药！小心一些。不是，谁送你这么多毒药啊？你仇家？不是，这还是弯弯第一次送礼物给他，得好好珍藏着。明日一早，李锦他们就要到了，你今天趁着天黑之前出城吧。好吧，反正到时候我就能光明正大的来你都督府了。不能，陛下会认为我跟荣成王府勾结到了一起。切，又不是没勾结。那一大箱子毒药到底是谁给燕慈的呢？属下也不知道，还请公子问都督吧。如果他敢问，早就问了。沈玉白的身子还没有好利索，就忙不迭地朝诗情那儿跑，而恰逢住在诗情隔壁的那位娟娘生了儿子，正在坐月子，林婉仪就知道是时候抓奸了。那不就是那日在皇宫假山中看到的那位小娘子吗？小姐，三夫人会把大夫人带来吗？会的，因为三夫人特别想要沈玉白做不成世子，她儿子好上位。林婉仪没有直接让沈大夫人去捉奸，毕竟沈大夫人可能会心软，
所以他就将沈玉白养个继子做外室的事情悄无声息地透露给了三夫人江氏。江氏倒也聪明，没有直接说是去捉沈玉白，他反而对沈大夫人说是沈大夫人陪着他去捉他们家沈三爷养的外室。好戏登场了，怪不得是燕慈的人，这蔫坏的小模样如出一辙呀。这或许就是传说中的一见钟情。这女子跟母亲很像，不只是长得，就连性格都像。如果我能够把她给娶回家的话，母亲定然会很喜欢她。只是对方嫁过人这一点，不知道母亲会不会介意。这就是世子养的继子外室，他什么眼光啊？弟妹呀，看来你要多一个庶子了呀。燕慈的人，母亲，他对我笑了。哇，小姐好厉害啊！林氏，你这是怎么回事啊？见我身体好一点了，你不高兴？祖母，我没有。那你哭什么？让你说你就赶紧说呀！果然是小门小户出来的，这说个话也是磨磨唧唧的。祖母，世子在外面养了一个外室，还是一个继子，您可一定要为我做主啊！真的吗？不信，你们可以去问我母亲跟三婶啊。哎，祖母，您怎么了？玉白，祖母要听你说实话，你真养了一个继子做外室啊？哎呀，我要和离！祖母，老太太，将院门关上，谁来喊我都不开门，就是我伤心欲绝，不想见任何人。是。沈老太太没了，她活生生的被自己最宠爱的儿子跟最在意的孙子给气死了。真的是狼心狗肺！祖母过世，林婉仪竟然一点也不伤心，就连祖母的后事都不给操办。沈大爷那个侯爷位置跟沈玉白的世子位置估计都不保了，大房不就完了吗？本来他林婉仪管家也是名不正言不顺，正好这个时候我把管家权拿过来。大房完啦，二叔一家又不在京城，四叔是庶出。母亲，莫非父亲要做侯爷，弟弟要做世子啦？那我在侯府就更是身份尊贵的嫡小姐了。小声点儿。你受伤了？很严重的伤。都督伤得这样严重，怎么还到处乱跑？不让太医先给你包扎一下？这个伤不好让外人知道。那你都督府中的府医呢？他们都太无能了，比不上婉婉，这伤值了。可能有点疼。那夫人可要温柔一些。婉婉要谋杀亲夫吗？燕都督真会开玩笑，我父亲正在外面的灵堂上跪着呢。那我们这样是不是好像在偷人？都督大人，我们哪次不算是偷？至少第一次不算。也对，毕竟第一次是沈玉白主动的要求给自己戴上一顶绿油油的帽子。他愿手心神仙下凡落水着。今日来侯府是给老太太吊唁的？他也配？婉婉，荣成王的独女静宁郡主要进京选婿，皇上不会让静宁郡主做未来皇后，因为那样荣成王就是外戚了。但不管是七皇子还是九皇子，都不会舍得荣成王府这股力量。不是说荣成王的女儿13年前丢了吗？是荣成王的养女。自从亲生女儿丢了后，荣成王妃心情十分抑郁，而且荣成王也伤了双腿，他们再也没有孩子。后来荣成王的心腹替他挡箭死了，他就收养了心腹唯一的女儿，也就是如今的静宁郡主。不出意外的话，七皇子跟九皇子会让跟自己关系亲近信任之人娶了这静宁郡主。婉婉，或许你就是荣成王13年前丢了的女儿呢？怎么了？之前偶然间我听祖母说我跟婉莹不是亲姐妹，我当时……没事，有我在，我会帮你查清楚这件事的。小姐，前院那边让您过去一趟，商议明日沈老太太出殡事宜。我得去一趟。
大嫂，您的身子好些了吗？我还好，四姑娘找我有事。大嫂是要把掌家权给三婶吗？如今府中的情况你也知道。可是我认为大嫂管家比三婶管得好啊。三婶这几日看着大张旗鼓的办丧事，可她让采买等地方都换上了她自己的人，各种偷偷扣油水。四姑娘，你到底要说什么？我求大嫂帮我选一门亲事，侯府之中我只信大嫂，不信其他任何人。四姑娘，那你能说出来一个让我必须帮你的理由吗？我知道一件侯府的秘辛，不知道会不会对大嫂有用。什么秘辛？祖父当年不是病死的，而是被毒死的，但不知道为何祖母跟大伯他们没有对外说这件事情。我怀疑他们知道内幕，或者他们就是凶手。你还知道些什么？其他的就不知道了，但我父亲肯定是知道些什么，可他一向听祖母的话，隐瞒了下来。后来就带着嫡母他们一起去外地上任，远离京城，再也不回来了，好下了年幼的我。如今你把亲事定了，老太太去世，你要3年后才能够成亲。这里的熏香都燃尽了，赶紧再添一些。是。这种药粉没有毒，就是在燃烧的时候发出的气味会让人愈发暴躁。今日之事谁也不想的，现在争辩什么都于事无补，还是确定好明日母亲的出殡事宜吧。明日打翻捧盆就由我来吧。老三，你什么意思？嫡子嫡孙在，有你什么事？大哥，现在外面传你跟玉白的事情沸沸扬扬，可难听了，你们这个时候还是不要露面的好。我们什么事？我们又没有犯天条。如果不是你媳妇出手搅和，能变成今天的局面吗？母亲能死吗？为什么要怪我呀？养妾室的是大房，气死老太太的也是大房。你们要怪就去怪大房啊！老三，我看你们两口子一直居心叵测。大哥，你可别给我们泼脏水，明明母亲就是被你们气死的。哎，林老夫人，您怎么来了？如果我祖母知道您能来看她，她肯定会十分欣慰。我跟王将相没有什么交情，老身今日来是看我家婉婉的。林老太太年事已高，你赶紧让林氏把人送到后院休息休息。婉婉，可别让你祖母累到，要不你陪他们先去琉璃阁歇着吧。那好吧。婉婉，你受委屈了。这沈玉白欺人太甚啊！之前连续抬了3个姨娘还不算完，这还养了一个继子做外室，实在是太过分了。母亲，沈玉白跟沈侯爷都是偷鸡不成蚀把米，如果不是他们一起出了这等丑事，沈老太太也不至于被气死。婉婉呐，那你接下来的打算呢？我跟沈玉白提过几次和离，他都咬死了不同意。不过如今侯府现在状况不好，京中的百姓议论纷纷，朝堂上御史弹劾，沈玉白急需一件事情可以让他坐稳世子之位，并且声望重新起来。荣成王的女儿静宁郡主要进京选婿了，如果沈玉白能够成为驸马爷，那么他跟侯府眼下的困境就可以迎刃而解。可是沈玉白已经娶了你啊。婉婉的意思，以此让沈玉白松口同意和离，这样他就可以去争取静宁郡主了，对吧？对，也就是说婉婉马上就可以回家了。去把侯府内的热闹想办法传出去。小姐，我让说书的编成故事去茶馆讲，用不了几天就会传遍京城的大街小巷。去吧。小姐，侯府的名声越来越臭了，这对您来说也无益啊。侯府的名声越来越臭，他们才会忙着互相倾轧，才没有功夫管我。而且沈玉白也会越来越心慌。沈玉白身上的毒已经中得很深了，再加上这几次发生的意外，就算是华佗在世，他也举不起来。还差最后一个奇迹。婉婉，我们能不能谈谈？可以。婉婉，我对你发誓，我只是将诗情看作红颜知己，虽然替他赎了身，买了房子安置他，但我跟他之间清清白白，没有任何逾矩之事。别人怎样误会我，我都不在意。但婉婉，你可要信我。我记得世子上次在郑姨娘那里受了伤，还没有好吧？并不是世子不想碰诗情姑娘，而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吧？婉婉，上次你已经跟我发了誓，倘若再犯，就拿和离书来；不拿和离书，你也别再来见我。小姐，刚才世子来找您，是因为他想要让您对外说他没有养外室，京城中的那些传言自然也就不攻自破。
慢慢的消散了。你怎么知道这件事情的？是都督派人来偷听到的啊。都督派人来侯府是为了保护我啊。或许就算他没有银针跟毒药保护自己，恐怕沈玉白这辈子也不能碰他吧。你平时多给那个暗卫备一些热乎的吃食，还有天气凉了给他做2套厚衣裳。小姐您可真好，您不去感谢都督吗？我用其他的办法感谢他。奴婢懂了。你懂什么了？你知道燕都督最近在忙什么吗？荣成王世子护送静宁郡主已经进京了，陛下钦点让都督这几日接待他们，过几日皇宫中还要为荣成王世子和静宁郡主举办盛大的中秋宴呢。看来得赶在这场中秋宴之前跟沈玉白和离了。沈夫人可真是一个好人啊！别叫沈夫人，叫林小姐或者是林大姑娘。为啥？当然是因为以后咱们喊都督夫人的时候不用改口啊。林小姐会嫁给都督吗？你是不是傻呀？大声乱嚷嚷什么呀？哎呀，行了，你慢慢吃吧，我走了。说我傻，怎么还打脑袋？人不就更傻了吗？小姐，三夫人上门来了，她还带着4姑娘跟5姑娘。文文，你的身子好点了吗？多谢三婶关心了，我这是心病。世子还年轻，他很快就会知道你的好，但你多少要注意自己的身子。这管家的事情啊，交给三婶来就好了。老太太已经不在，而大嫂不是还病着呢吗？林氏啊，你年岁小，不知道我们侯府上上下下多少关系要打点，还是我来做合适一些。等大嫂病好了，我会把这掌家这些事情再还给她的。你也可以这段时间呢，跟着我一起学着。这个家就得让我母亲来管，我跟4姐都要定亲了，就这件事你肯定都处理不好吧？你说的对，不如这样吧，以后三婶主要管家，我多跟着三婶学学吧。比如给4姑娘5姑娘找婆家这件事，我就开始跟着三婶学。那自然是好的呀。那就都听三婶的。无论如何，姜氏是绝对不会让大夫人的病好了的。三婶其实已经给5妹挑好了夫君人选。三夫人给沈静言选了谁？兵部尚书杜宇的嫡长子杜浩远。杜浩远年轻有为，父亲又官居尚书，娶一个郡主县主都绰绰有余，怎么会看上沈清言？3房的人都是心比天高，估计他们都在想着三叔变成侯爷，3弟变成世子呢。废爵袭爵哪里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就等着他们自己碰一鼻子灰吧。倒是你想要嫁一个什么样的人家？大嫂，我想要远离京城，父亲嫡母已经放弃了我，其他人更不会在乎我死活，我只能自己想出路。会帮你嫁入一个人品不错的商贾之家，而凭借4姑娘的聪明才智，拥有侯府庶女身份，日子必然不会过得差。人选选好了，我会先给你过目。多谢嫂嫂。回去吧。上一世林婉意跟他井水不犯河水，没有仇也没有恩。这一世他愿意搭把手，让沈静柔离开侯府的泥潭。如果沈静柔想要得到他更多的信任跟帮助，也得表现出更多的诚意才好。玉白，你别喝了。表哥，我心里太难受了，现如今就连一个说书的都挤兑我。多大点事，你可是大周京城4君子之首，我未来的左膀右臂，可不能就这样自暴自弃。玉白，你可以趁着这次沈老太太去世，休了林婉意，遣散那些妾室，对外说自己为祖母守孝，再想办法得到那静宁郡主的芳心，先把亲事定下来，一切就有了回转的余地。可是我如今孝期在身，成亲只能等3年后。让一个女子死心塌地于你又不是难事，就让她等3年好了。遣散那些妾室没什么难的，直接都打发到乡下庄子上养他们老，也算是善待他们了。倒是休了林婉意这件事儿，沈玉白还很舍不得两人的青梅竹马情谊呢。过2日就是宫中的中秋宫宴了，在那之前把事情都处理好，可别再让我看到你这般颓废的模样。表哥，我知道该怎么做了。那就好。明天我得去探望一下沈大夫人了，再不去扎几针，以后就没机会了。林氏，你还有脸来我跟前儿？你为何要将掌家权给3房？现在侯府多事，就让3房给出力好了。等您的身子好一些了，侯府后院肯定还是你一说了算。那你为何不出力啊？玉白只是养了一个外室而已，你就装死什么都不管不顾了？父亲已经将那个娟娘跟孩子接进侯府了呢。什么？
大奶奶，您竟然是把大夫人给气吐血了！那个娟娘的孩子有问题，可能并不是沈侯爷的。你给我好好说一说，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对医术略懂一二，我看沈侯爷面色发黄，眼底泛青，而且整个人还虚得厉害，他哪里还能够让女子有孕？也就是说，那个贱人跟别人暗度陈仓，然后骗了侯爷，好能够进府。肯定是，只要我把这件事情透露给侯爷，侯爷肯定会把那个小贱人给赶走的。小姐，之前的事情都是我错了，求大奶奶开恩，妾身不想去乡下的庄子上啊。是谁要把你们送到乡下庄子上？是世子爷。哦，那我也做不了世子的主，我劝你们还是去求一求他吧。如今他连2房妾室都要送走了，那也就是说，沈玉白已经下定决心要去娶那精灵郡主了。那么接下来就是跟我摊牌了。昭妍，你找时机将我的一些个人物件低调的送到那个新买的铺子里去，雇2个靠谱的人看守着。小姐，咱们要离开侯府了吗？快了。为什么呀？为什么小溪想要嫁给你？你可是太监啊！你且放心，我没看上精灵郡主，断然不会娶她。你还没看上小溪，她都不嫌弃你是阉人。要不你也来陪我做阉人？不了，燕慈，你放心吧，我妹不会让小溪嫁给你的。都督，是天机送过来的。怎么又是毒药啊？这人到底跟你是什么关系？竟送些毒药给你？十分亲密的关系。你如果没事，就赶紧滚吧，我等会儿就滚。对了，燕慈，你说那个沈玉白什么时候会死啊？他得罪你们荣城王府了？没有，就是我心目那沈夫人，想必她跟沈玉白和离很难，我就想着什么时候她守寡了，我好去求娶她。这东西太危险了，燕慈，你以后还是少摆弄毒药了吧。对了，我还有事，先走了。天璇，你回头去问问福灵，弯弯都喜欢什么风格的家具物件，去都督府库房中挑上好的合适的，送到那个医馆去。是。玉衡，你说弯弯做的这毒药效果如何？这毒药实在是霸道，倘若量多的话，都可能在一定时间内将整具尸体给融化了。我也见过那万毒名谱，这应该还是那位林姑娘将毒方进行了改良，才有此奇效。弯弯就是这般聪慧。二哥，你有没有问小溪，好端端的为什么突然要嫁给燕慈啊？我也不清楚，你跟过去燕慈那边怎么说？燕慈说她没看上小溪，你说可乐不？燕慈虽然与荣城王府关系不错，但她并不是良配，这件事儿我们还得再劝一劝小溪。是啊，我也是这样认为。不过二哥呀，这京城人中的心眼子都特别多，咱们可得帮小溪擦亮眼睛，选一个好夫婿啊。那是当然了，我可是荣城王府的郡主，要嫁给他，燕慈竟然会拒绝。郡主啊，这好端端的，你为何要在宴上说要嫁给那阉人燕慈啊？我自有我的打算，兰姨，你就不要再多问了。本来黎洛溪也不想嫁给燕慈，她心中的想法是嫁给大周的储君。可在进京路上，她断断续续地做了许多梦，梦境中她进京后嫁给了侯府世子沈玉白。当然在那之前，沈玉白已经娶妻了，她就略施手段，怂恿了沈玉白的一个妾室去放火烧死了沈玉白的正妻。她虽然如愿地嫁给了沈玉白，但七皇子夺嫡并未成功，九皇子也失败了。谁都没有想到，最后成功坐上龙椅的人，竟然会是那个让全京城都闻风丧胆的9000岁燕慈。一定要嫁给燕慈，她以后就会是整个大周身份最尊贵的女人了。郡主，您还让我不要再多问了。您可知道，为了让您能够成为郡主，我跟你的亲生父亲都付出了什么吗？住口！我的亲生父亲就是荣城王，兰姨，你要记住这一点。你以后的荣华富贵都系于我身。郡主，我是在燕慈还没有功成名就的时候就选择嫁给他，他眼下拒绝，肯定是担心陛下会猜忌吧。不过在那之前，他得先去杀一个人，侯府世子夫人林婉意。小姐，真被你给说中了，沈侯爷外室生的孩子还真就不是沈侯爷的，都是小姐料事如神呢。沈大夫人去闹的时候还带着府医呢，结果府医当场就给沈侯爷查出来身子有碍，影响子嗣。那娟娘刚开始还嘴硬，最后沈大夫人提出要滴血验亲，才知道娟娘那个孩子是她之前那个夫君的。侯爷被气吐血了，
命人将人赶出了府。沈侯爷跟沈玉白因为外事闹了这么一大出，结果父子俩什么都没落下。就是啊，银翘，你去把这册子交给四姑娘。是。这是什么？小姐，这是嘟嘟给您的回礼名目，您看一下。我只是送过去一些毒药而已。嘟嘟说您的礼物很贵重，它用的效果甚好，所以才给您回礼的。这是不是太多了一些？这得做多少毒药才能够还得上燕慈的这份大礼？对了，小姐，嘟嘟被您之前给的一种叫绿纸鸢的毒药给伤了，他带着伤还去医馆亲自帮你布置呢。什么？听天机说的，不小心洒出来了一滴，瞬间就将嘟嘟手上的皮给弄没了呢。你跟我出去一趟。你家嘟嘟受伤了，你还笑？小姐，奴婢是在替嘟嘟高兴，小姐也在乎嘟嘟呢。我当然在乎她，她又不是傻子，哪里不知道燕慈处处帮她。距离小姐成为嘟嘟府的女主人又近了一步呀。夫人，你的毒药好厉害，我的手好疼。我来帮您上药，也不知道是杀谁的时候手抖了，可能会有点疼。温温轻点儿，我就不疼了。荣成王世子跟郡主已经进京，明天晚上宫中就会设宴。沈玉白已经要将2个妾室给送到乡下庄子上去了，可他要娶金陵郡主的话，我势必就做不成这个世子夫人了。你在等他跟你和离？嘟嘟，最近这只手尽量不要碰水。那我洗澡的时候怎么办？这里人来人往的，别这样。你是让我别这样，还是别那样？都督，属下看到静宁郡主跟侯府的那位孙姨娘进了隔壁茶馆雅间。孙青莲怎么会认识那位静宁郡主？静宁郡主找孙青莲又是为了什么？温温想要去听听他们说什么吗？想。你不用害怕，我来找你是为了你好。为了我好？郡主，您说我让你去琉璃阁放一把火。什么？反正那林婉意已经成了废人，只是放一把火而已，对你来说不是什么难事。什么成了废人？林婉意现在好好的呀。什么？你没有怀孕吗？都怪李饶那个贱人，当初对我动手，结果把我的孩子给打掉了。不过幸好他也没有好报，尸体都不知道被丢到哪个乱葬岗去了。什么？李饶已经死了？郡主，怎么了？难道李饶是您的人？不是，难道我做的梦都是假的？不，就算是其他事情是假的，但是林婉意必须死。不管你有什么办法，只要能杀了林婉意，我就有办法让沈玉白扶你做正妻。世子的正妻，那不就是世子夫人吗？我一定不辱使命。郡主，你就等着我的好消息吧。我借人间而两陌，一笔相思一笔错。原来上一世孙青莲是得了这个静宁郡主的指使，在她的琉璃阁放了一把火，活活的烧死了她。可我跟他无仇无怨，他为何要对我下毒手啊？难道因为他要嫁给沈玉白？文文，还记得上次我跟你说过的话吗？你或许是荣成王丢了的那个女儿。如果她真是荣成王的亲生女儿，那么静宁郡主自然不想自己眼下的宠爱跟尊贵被其他人分了去。我让人直接杀了那个孙青莲。不用，倘若他敢放火，正好就让他去烧了沈家人。文文，想要做什么就去做吧。我要杀人，你会给我递刀吗？给，不过我更愿意当你的刀。你这双手应该是用来治病救人的。不，这双手早就不能单纯的治病救人了。燕慈，我虽然没有对无辜的人动过手，可是我的这双手的确也不干净了。那我就更喜欢了。如果都督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情，那弯弯先告退了，药我给你留下了，按时换药，切记10日内一定不要碰水。倘若洗澡，就让下人帮你洗。夫人不帮为夫吗？都督总是逗我，什么夫人不夫人的，莫非都督还真打算娶我不成？对，小姑娘脾气见长啊。月光不解风情，
心愿故作冷静，夜色更难分明，一丝一口朦胧了倒影。您找属下有事？看看这画上的人是谁？启禀都督，画上的人最像林姑娘，但也有6分像荣城王妃，而且她的眉眼几乎和我师父药老一模一样。玉衡，你了解药谷的人，倘若他们找回了当年丢失的女儿，会如何做？对方这些年如果过得好，倒也算了；如果过得不好，定然会手刃那些欺辱过他的人。那就再让弯弯自己在侯府多玩一会儿。都督，林小姐真的就是王妃的亲生女儿，药谷找她找了好多年，要不要现在就让他们知道？不用我们主动告知，李锦心思最深沉，等他见到弯弯的时候，自然就会知晓。但现在还不是让李锦见弯弯的时候，他还没有跟沈玉白和离。倘若知道弯弯才是荣城王府真正的郡主，那么沈玉白跟侯府肯定会像是狗皮膏药似的，彻底粘上弯弯。静宁郡主会不会怀疑些什么呢？还有，如果我真的是那个丢了的女孩，为何这么多年来父母什么都不说呢？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弯弯呐，你去了哪里呀？让三婶好顿找啊！我听四姑娘说，你帮她挑了几个京城中尚未娶妻的小子，怎么你竟选一些家世如此低的？其中竟然还有商贾之子。就算四姑娘是庶出，但那也是尊贵的侯府闺秀。那就让三婶帮四姑娘选吧。不过这门楣高的话，日后嫁妆就得准备不少呢。还有这些年来侯府对四姑娘的忽视，倘若日后她嫁进高门，三婶你说她会不会极恨当初侯府欺负过她的人呢？是啊，这些年来许多人都欺负四姑娘，如果这位四姑娘以后真的发达了，那么还会好好待他们吗？还是弯弯想的周全，那就按照你说的办吧。等他自己选好后，你就帮忙上门定了这件事。那好，我这几日就安排一下。三婶儿，可曾给五妹妹选好人家了？当然选好了，静言可是侯府身份尊贵的嫡小姐，不过就不用你操心了。你呢，就拿四姑娘的婚事好好练个手。世子，上次我跟你说过，你若不是来送和离书的话，就不用再来琉璃阁了。我今日就是来给你送和离书的。那和离书呢？我还没有写，你拿笔墨纸砚过来。行。弯弯，我要跟你和离，你竟然这样淡定。我们从小到大的情谊，在你心中竟然一点都不重要吗？我请问你，你为何突然想通要跟我和离了？我这段时间出了太多事，祖母也过世了，我身子也不好，就想着见三妻妾，带法修行3年，为祖母为侯府祈福。明明就是为了要娶静宁郡主，世子还是快写吧。弯弯，倘若我们和离后，你怎么办？大周女子在家十分艰难，要不我们先暂时和离，等日后侯府稳定了，我再接你回来。不必了，我以后过得如何，也不劳烦世子担忧。世子，七殿下那边突然派人来说让您即刻就进宫。宫宴不是明晚吗？不是宫宴，是其他事情。殿下让您换上官服，立刻进宫。你先把和离书写完再走。弯弯，表哥如此这样着急找我，一定是有天大的急事，我去就回。小姐，世子回来还会继续给你写和离书吗？没事，如果他不想写了，我还有其他的法子。怎么没有看到紫苏？紫苏姐姐去了碧玉阁，一直没有回来。走，姐姐，世子最喜欢颜色丑丽的美人，只要你替我陪了世子，得到他的欢心，我们姐妹俩以后的日子就定然不会差的。我已经让人去请世子了，求离开之前见他最后一面，他肯定会心软来的。到时候我会灌醉他，然后……昭妍，你们带紫苏回琉璃阁。是。林婉意，自从你新婚夜被送给都督后，世子就嫌弃你了，他永远都不会碰你，你这辈子都会过得凄惨无比。还记得当初那个没有烧完的纸片吗？我故意给你机会爬沈玉白的床，你果然就背叛了。其实你从头到尾都没有怀过孕，那不过是一种让人以为自己怀孕了的药，而且你以后再也不会怀孕了。为什么你要这样对我？我要杀了你！小姐，您留他一命，始终是一个祸害啊！不用杀他，脏手。而且有时候活着会比死了还痛苦。郑姨娘疯了。三夫人，都是那林婉意进了郑姨娘的院子，出来后没过多久，郑姨娘就疯了。肯定是林婉意对郑姨娘下的手。你可亲眼看到，亲耳听到？我没有。那就是污蔑主母。明日你们俩就要被送到乡下庄子上了，别再给我闹什么幺蛾子。大嫂，孙姨娘去三婶那儿告状未果，她离开的时候眼底都是怨恨，
我担心他会不会做什么事情对你不利。我已经让人盯着他了。大嫂，你之前帮我挑选的那几个人我都看了，我想要嫁给那个刘文举。他是一个很聪慧的人，任何时候都不会吃亏。不吃亏是好事，如果他能够将我当成家人，那么以后他也不会让我吃亏。如果你决定了，我即刻就派人去安排这件事。多谢大嫂了，以后如果大嫂哪里用得上静柔的，静柔万死不辞。静柔，以后都要靠你自己了。小姐，孙青莲让人去厨房拿了好多浓度很高的烈酒，同时还让丫鬟去取了火油。其实林婉意是故意让孙青莲知道子服是被他给逼疯了的，见子服逼疯，明日又要被送到乡下庄子上去了。孙青莲求助无门，最后自然是想起了静宁郡主交代的事情。小姐，那个沈四爷他又在故意调戏我，不知道他跟四夫人又在憋什么坏水呢。他这一次应该是真想调戏你。什么？今晚让大家提前把重要的东西全部都带出琉璃阁，晚上不要睡觉，发现异常就赶紧往外跑。而福灵你负责将沈四爷打晕了，多灌一些酒，丢在芙蓉阁的寝房门口。沈玉白到底去干什么了呀？这个和离书他会不会又反悔不写了？此时的沈玉白正在揽月宫偏殿床榻上跟黎洛溪颠鸾倒凤。娘娘，殿下，那两人成了，只是沈世子的身子好像是不大中用，几下就不行了。他本就没好利索。行了行了，退下去吧。是。这对母子俩根本等不到明晚的宫宴了，所以就先下手为强，以叙旧的理由将静宁郡主留在了揽月宫中，随后又连忙招来沈玉白，这才促成了两人的好事。现在他们就等着明日一早醒来，木已成舟了。莫非如此算计玉白，他醒来后会不会跟我们翻脸？翻什么脸？白送他一个郡主做夫人，他跟他们侯府还得感谢我们。谁让你其他的兄弟心腹们都不争气？那静宁郡主看过他们的画像，理都不理，唯独在玉白的画像上停留了许久的时间。几个表兄弟心腹之中，唯有玉白是最优秀的，娶那御医的女儿实在是太可惜了。不过母后，那静宁郡主那边，那小姑娘看着就没什么主意的，遇到这种事情自然就是半推半就了。等回头让玉白将她正妻休了，就可以将两人的事情定下来。莫非说的极是？走水了，走水了，快来救火！夫人，四爷为何会躺在你房间门口啊？什么？去，赶紧把三爷喊过来。是。哪里走水了？夫人，是大风少奶奶的琉璃阁。林婉意的院子，会不会是那个孙青莲做的？去，派人去碧玉阁。是。沈大夫人醒来的时候，火已经被扑灭了。林婉意被烧死了吗？没有，听说当时大奶奶有事，在侍女的厢房里。算她命好。婉婉，到底怎么回事啊？三婶儿，如果不是我碰巧有事不在，还是就要被活活烧死了呀！真是有人要害死我！夫人，那孙姨娘跟她的丫鬟被吓得在房中一直发抖，他们屋子里还有很大的火油跟烈酒的味道。刚才奴婢问过管家了，说是这2日孙姨娘让人领了不少的火油跟烈酒。还等什么？你们快去把那贱人给抓住！是。果然是小户人家出来的，这么不顶用，被一个妾室欺负到如此地步，真是窝囊废。走，跟我一起去审那贱人去。是。哼，所有证据都确凿了，你还想抵赖吗？给我张嘴，一直打到他承认为止。江氏倒不是为了林婉意出气，她主要是作为正妻，很愤怒有这种贱人竟然敢谋害正妻。她打算拿孙青莲杀鸡儆猴。对，这件事的确是我做的，但是是有贵人让我这样做的。他说这样做对咱们侯府好。什么样子的贵人会让你做出这种害人的勾当，还说是为了侯府好？是静宁郡主。如今夜深了，等明日天亮去请静宁郡主过来，你就什么都明白了。林婉意，你如今得罪了那位殿下，就算是今日被你侥幸逃脱了，以后定然也逃不掉。三婶儿，今晚可以暂时不处置这个孙青莲，可是你问过郡主之后，也要给我一个交代。如果侯府任凭妾室谋害主母而不治罪的话，那么下一个妾室很有可能会效仿的。婉婉，你放心吧，
这一点三婶是明白的。这惊扰了大半夜，你也吓坏了，赶紧回去歇着吧。明日天亮，我就让人去修缮你的寝房。是，小姐，分明是那孙姨娘想要害你的命，你怎么放过她呀？万一明日那个郡主来了，救了孙姨娘怎么办？不管明日那位郡主来不来，孙青莲都逃不过一个死，区别就是侯府动手还是静宁郡主动手。什么？你怎么这么笨啊？小姐都说的这样清楚明白了，即使这件事情真的是静宁郡主指使的，指使妾室谋害正妻这种事，会成为郡主身上的巨大污点，她怎么会让孙姨娘活啊？哦，奴婢明白了。沈四爷那头的情况怎么样了？四夫人去领沈四爷的时候，脸色都变了呢。奴婢按照您的吩咐，在府中散步。沈四爷爱慕三夫人的事情，应该已经是传遍三房四房了。三房嚣张跋扈，四房则是宛如毒蛇一般潜伏在暗处，伺机而动。既然这样，就先让他们狗咬狗，看看到底是哪一房的牙齿更锋利尖锐一些吧。夫人，是我。外面下雨了，我沐浴的时候在池中睡着了，做梦梦到你被大火给吞没了，惊醒过来就听到天机回来禀告你院中失火的事情。这件事你不是知道的吗？我有自己的算计，定然不会让那孙青莲伤了我。天机去跟你禀报的时候，他没有说我并没有受伤吗？他说了，我没事。倒是您，我还是第一次见到您系错了扣子呢，我帮您系好吧。反正待会儿还要脱，就先不用系了。这里是下人的厢房，隔壁住了很多人，他们会听到的。太晚了，我只是想要在这里单纯睡一晚，可没想到原来夫人有兴致做一些其他的事情，那我就却之不恭了。云中雀，山上雪，明月如梦来，远碧远连理，岁岁长相依。同水岸，雁北去，长风卷青丝。两相不到别离，终究于天地。那些东西快放下吧，奴婢来收拾。福灵，你昨天知道嘟嘟会来？是嘟嘟来了之后，奴婢才知道的。天机奉命在府中暗中保护您，琉璃阁起火之后，确定您没事，他就连夜回去禀告嘟嘟了。奴婢也没有料到嘟嘟竟然会来啊，害得我连夜想办法让昭妍他们几个睡得沉一些。不过这也就证明了嘟嘟在乎小姐嘛。这几日这个屋子就我住了，等回头再给你们几个安排其他的屋子住。老四，我知道你平时花心，但没有想到你连自己的嫂子也觊觎。哎呀，本来就是误会，三哥，你不要多想。既然是误会，那就各退让一步。老四，你给老三两口子道个歉。可他刚才还打我了，大哥，你看我这眼睛都青了。打就打了，谁让你平时爱喝酒？好了，这件事就到这里。世子回来了，还带回来一位郡主殿下。前一刻还打在一起的两房，此时瞬间达成了共识。婉婉呐，虽然三婶之前经常说你，但是更希望你做玉白的正妻呀。林婉意多好拿捏呀！如果真的让那位静宁郡主进侯府，这侯府八成以后就真没有他们两房什么事儿了。父亲，你们怎么都出来了？郡主驾到，我们当然要出来迎接了。父亲，我有事情要单独跟郡主聊。单独聊啊？那好，你们去聊吧。玉白，家中昨晚出了事，要不让郡主先去歇息，你先来处理一下这件事。三叔，什么事情需要我来处理？当然是你的事。郡主，先让下人带您去歇息，我马上就过去。他竟然没有死，这件事怎么又跟梦中的不一样了呢？弯弯，静宁郡主怠慢不得，有什么事情赶紧说。孙青莲要一把火烧死我啊！好端端的，表妹她为何要这样做？因为你要把他们送到乡下的庄子上去，他认为都是因为我。弯弯，我是真不知道这件事，我回头就把孙青莲送到官府去。世子，将和离书写给我吧，这次是我侥幸逃脱了，下次可能就指不定如何了。弯弯，难道你对我没有任何情意了吗？昨晚世子去了哪里？静宁郡主脖颈上的红痕可是世子亲的，
我并不喜欢那静宁郡主，我心中只有你呀。我懂，你都是无奈，全都是为了侯府。趁着郡主还不知道，你赶紧写吧，这样对你我都好。弯弯，这是何物？这里的药可以让你恢复男人闺房之能，你立刻将和离书写好，我就将这药给你。昨天晚上跟静宁郡主颠鸾倒凤的时候，他虽然迷糊了，但也能知道自己的力不从心，幸亏对方也喝醉了，并没有发觉。倘若静宁郡主知道他不行的话，那他们的婚事必然就会发生波折。你这药……你写好了，我这瓶药给你，另外还把药方写下来给你，你快写吧，郡主还在等着你。好，我写。至于那个药，只能够暂时让他恢复闺房能力而已。林婉意好不容易给他下的毒，怎么可能让他那么容易好？茯苓，你出去雇几辆马车。昭妍，你带人立刻清点家庄，把我们所有的东西都装到马车上去。小姐，咱们可以回家了吗？对，我们回家。婉婉，你这是要做什么？三婶儿，我劝你也提早做一些打算了。你以为世子一晚上未归，今日又与静宁郡主同时出现，是何意思？什么？难道玉白真的要娶郡主了？静宁郡主，现在可以说说我们的事情了吧？昨天晚上的事是一场意外，我们俩都喝醉了酒，所以昨晚发生的事你就都忘了吧。郡主，你我已经有了肌肤之亲，我理应对你负责。倘若这件事泄露出去，也有损你的名誉啊。你对我负责？怎么负责？我没有记错的话，你已经后院妻妾成群了吧？我贵为郡主，你难道还打算让我做妾？不，我哪里会让郡主做妾？我已经跟那林婉意和离了，所有的妾室我也都遣送回了乡下，以后我定然一心一意对待郡主。什么？脑袋里面乱糟糟的，再一次怀疑自己的梦境是不是都是假的。毕竟入京后，一件件事情都跟梦中的不一样了。今日我身子不适，想要回府歇着了。你我昨晚之事，先不要让外人知道。我要回去好好想想。那郡主先回去歇息，等改日我登门拜访。不，你别等了，等我想好我们的事情，再告知兄长他们。我担心他们会反对。那就听郡主的。玉白心仪郡主。反正两人已经颠鸾倒凤过，再有一次应该也没什么吧。那林婉意跟母亲大人实在是太像了，这个林婉意必须死。那药丸是真的好用。刚才给弯弯的和离书是否有点太痛快了？算了，等跟郡主的事情彻底定下来后，再寻机会去偷偷安慰安慰弯弯，又没有人会再娶弯弯。只要我多一些耐心，多一些温柔，会让他想起来青梅竹马的情谊的。郡主，我先送您回府吧。你就不用送我了，我担心哥哥们会多想。哦，好的，那今晚的宫宴咱们再见。好。等娶了静宁郡主，他以后在朝中的地位也会水涨船高，而且外边再也不敢有人议论他不配袭爵了。如此这样甚好，看那三房以后还敢不敢对侯爵之位虎视眈眈。母亲，林御医医术十分了得，我去找弯弯，让他给您弄一些治脸的药吧。别的御医都治不好，他林家人能治好吗？母亲，之前弯弯给了我一种药，已经治好了我的隐疾，林御医真的十分厉害。当真？来人，去琉璃阁把林氏给叫来。夫人，大奶奶已经收拾好嫁妆，打包好行李，走了。走了？她去哪里了？我沈府的少奶奶带着嫁妆跑了，她这是要上天呐！听说是回林府了。弯弯走了？你们都是哑巴吗？这等大事为何不禀告我啊？夫人，是您说过自己要睡觉，谁都不可以吵醒您啊。不，他不能就这样离开。眼下静宁郡主还没有决定答应，我怎么能够真正失去弯弯？想要真正和离，光有和离书还是不行的。和离后需要修改户口，撤销婚书，走完这个流程，他才算是彻底恢复了自由身，一别两宽，各生欢喜。他欢喜是肯定的，但沈玉白休想欢喜了。虽然和离了，但并不代表他的复仇就结束了。上一世林家被满门抄斩，他被变成废人后还被烈火焚身，何其惨烈。如今侯府门楣还挺立着，一切都并不算完，只是一个新的开始而已。世子夫人，你竟然要跟世子和离？这件事世子也是同意了的。如果大人不信，可以找人看一下这放弃书到底是不是沈世子的笔记。我认得。沈玉白当初才俊双绝，写出来的诗备受全京城文人们追捧。大人可曾听说过荣城王府的静宁郡主？当然知道了，那位郡主进京可是选夫婿的，
如今这世子夫人哭哭啼啼的模样，莫不是沈世子要娶静宁郡主，所以才跟原辈和离了？呸，什么玩意儿啊！和离的好，世子夫人，哦不，林小姐，你稍等，下官这就替你办理相关事宜。劳烦大人了。官差办理得很快，还满眼同情的亲自将林婉意给送了出来。燕都督，听说你跟沈玉白和离了？您这听说的速度够快啊，差一点就要超过我本人了。和离了，我刚去官府办的户籍修改那些。原来跟沈玉白和离，他是真心高兴。倒是都督您怎么会在这里？停下来，万万，我有话要对你说。怎么不想让沈玉白看到？你们不是已经和离了吗？我现在得尽快回府，并不想跟他纠缠。啊，燕都督，您怎么会在这里？还想要问你为何要拦本都督的马车？沈世子这是何意？都是误会。我以为……你以为什么？是我看错了。还请都督不要责怪。罢了，马上宫宴就要开始了，耽误不得。回头沈世子好好想想，为何要拦我马车吧。是，竟然是燕慈坐在马车上。刚才燕都督怀中好像抱着一个女人啊，那不可能是弯弯吧？沈玉白竟然没有认出我来，不对啊，福陵坐在外边呢。我让福陵去做点别的事情，他没有在外边。至于沈玉白，他认不认出来有这么重要吗？沈玉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一下子将家昭送回去，恐家人们担心，想要速速回去安抚他们。你对林家人倒是真好，即使他们不是你的真正亲人，那在弯弯心中，我又是如何呢？你是我的恩人，燕都督是好人。真稀罕啊！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有人说我是好人呢。今日沈玉白是跟金陵郡主一起回的侯府，两个人看样子不清不楚，而且侯爷他们有意希望两个人在一起，不然沈玉白也不会这么容易给我放弃书。这件事我知道，他们俩在揽月宫的偏殿可是缠绵了一夜。今宵的月星是你的往事，任你离开的样子淹没了这多情的风见过我们脸红，它却不肯打扰，透露你的心中。哎呦，大姑娘，您终于回来了，快进去看看吧。侯爵夫人带了人来林府闹事了。他们来闹什么？他们说你身为侯府的少奶奶，品行不端，还拐走了侯府的财物，跑回了娘家。身为侯府的少奶奶，莫非沈玉白给我放弃书的事情还没有告诉他老娘？这位钱婆婆既然这么不安分，愿意折腾找事儿，那就让她彻底疯了好了。我说你们林家是怎么教导女儿的？出嫁从夫这个简单道理一点都不懂吗？受了一点委屈就带着嫁妆跑回娘家，这到底是出来给人家做媳妇的还是做祖宗的？谁家媳妇不会受委屈啊？怎么偏偏你林家女就这样矫情呢？今日宫宴，林雨之跟林怀安这对父子俩都要在宫中忙碌着。林老太太前2天带着林婉莹去了龙华寺，还没有归来，如今只有林夫人带着儿媳在家。婉婉在侯府受了什么委屈啊？感情我说了这么多，你就只听到了这句？我关心我女儿。我看那林婉意就是被你们林家人给宠坏了，才在侯府无法无天的。我在侯府怎么就无法无天了？林氏，你可是我侯府的媳妇儿，怎么说跑就跑了，还带着这么多东西？说好听的是嫁妆，说不好听的，万一里面有我侯府的财物呢？既然知道自己说话不好听，那就闭嘴啊！你竟然如此跟长辈说话，您算什么正经的长辈？我已经不是你们侯府的媳妇了。什么？玉白已经休了你？我无错，凭什么休我？我跟沈玉白是正儿八经的和离，放妻书、迁移户籍等手续全部都办妥帖了。我不信，不信你就回去问问沈玉白啊。至于我带回来的东西，沈三夫人都让人确认过了，全部都是我的嫁妆。如果沈大夫人还有疑虑，那就回去问沈三夫人吧。来人，送客。林婉意，你竟然这样对我，玉白肯定不会原谅你的。他不原谅我？哼，
我还不原谅他呢。侯府一直待我不公，我刚嫁过去，他们就让沈世子娶平妻，他们还试图谋我嫁妆，用赝品替换掉我的嫁妆，拿去典当行卖了。我过府不足3个月，沈世子就纳了3个妾室，还在外面养了外室。沈世子的一个妾室试图放火烧死我，结果这件事情证据确凿，侯府包括沈玉白竟然选择包庇了那个妾室。没看出来呀，沈世子一表人才，竟然还做那等事。我看那沈世子啊，也是一个卑劣小人呐。沈夫人，刚才我去官府办理文书的时候，顺便报了一个官。如今官府的人应该是去侯府抓那个纵火者了，你还不回家看看吗？孙青莲的事情我们说过，侯府不会让你委屈的，你何必要把这一切都捅开，竟然还闹到了和离，你一定会后悔的。我肯定不会后悔，但你们会不会后悔，我就不知道了。至于和离之事，可是沈世子主动求我的，他说自己心中另有他人，让我乘人之美让出主母位置。你们侯府门楣高，家大业大，咄咄逼人，我也只能够委曲求全的同意了呀。你若是不愿意走，就留在这里被百姓围观吧。想必明日起，京城上下的说书先生就又有新题材了呢。母亲，我跟沈玉白的确是和离了，所有的手续都办好了，嫁妆我也都拿回来了。我可怜的弯弯呐，侯府的事情都过去了，以后我就赖着母亲了，母亲可不要嫌我烦啊。傻丫头，怎么会呢？你之前的院子我都命人定期收拾打扫，如果缺了什么呀，就直接找林管家去要。是，你去让人守着宫门外，等老爷他们忙完了，就立刻接他们回来。是。今日中秋宫宴，静宁郡主黎洛熙毫无争议地成了中心人物。除了七皇子跟九皇子两派的人，其他一些人也蠢蠢欲动，试图能够得到静宁公主的青睐，水涨船高。她离开的时候，侯府中还一团乱，母亲冯氏刚哭得背过气去，而孙青莲也被她失手给掐死了。那个女人死有余辜，谁让她要去害弯弯？明明我们已经私定终身了，她为何还对其他男人笑？听说沈世子跟夫人和离了。沈世子，你跟你夫人不是从小就定亲，青梅竹马，怎么静宁郡主一入京你就和离了呢？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啊。求殿下言重了，我跟内子和离是另有缘故。什么缘故？说来听听。那边怎么回事？几个小年轻的打起来了？启禀陛下，他们没有打架，可能是为了争抢静宁郡主，而对彼此都看不上眼吧。依你之见，最后那静宁郡主会花落谁家？你随便说说，朕恕你无罪。会花落谁家，微臣不知，但却知道荣城王府这朵花已经被人采撷了。陛下，静宁郡主昨日进宫，在揽月宫待了一晚上。今儿一早，静宁郡主出宫后，并没有回他们在京城中的王府，而是先到了沈侯爷家。下马车的时候，沈世子同静宁郡主手牵着手一起下来的呢。太好了，明月县主，你怎么啦？你刚才没听到吗？他们说沈玉白跟他夫人和离了。自然是听到了。哦，我差点忘记了，县主一直心仪那沈世子。谁稀罕那个沈玉白啊？能够痛快和离，还算那个林婉意有脑子。哎，听说过几日你小侄子办生辰宴，你记得给林婉意发一个帖子啊。可我们家跟他们家没有任何来往啊。郑家可是二品大员，那林婉意的父亲林宇之是太医院院士，只不过7品而已。让你给帖子你就给，磨叽什么呀？如果不是我家近期无事，直接找上门又没有面子，至于这么麻烦吗？感情是县主打算到时候羞辱那林婉意吧？福林还没回来。小姐，您找我啊？燕都督让你做什么去了？小姐，都督说为了庆祝你今日恢复自由之身，让奴婢去城郊取了一样东西，是送给您的贺礼。贺礼？这是城郊西的永乐庄园，庄子土壤十分肥沃，特别适合种植各种药材。您以后开医馆，一些常用的药材就不必花钱去收了，可以直接找稳妥的人来种植看护。庄子上也有许多的仆役，他们以后也都为小姐所用。这个礼物太贵重了，我不能要，你给燕都督送回去。小姐，如果您不想要，等到下次见到他之后，您直接跟都督说呗。
似火，水如蓝，笑也乱，一人香，无意想，忆江南。世子，那林氏根本配不上你，跟你和离，他过段时间肯定会后悔的。哎，就是，估计啊，他就是想要以退为进，想要拿捏世子呢。世子，你可不能惯他毛病啊！且看吧，过几日那林氏就得痛哭流涕，求世子原谅他。林家人也会因为痛失你这个好姑爷而后悔不已。老爷、大少爷，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大小姐和离了，如今已经归家了。真的吗？相当真。他们肯定是强颜欢笑罢了。林家什么门楣，侯府是什么门楣啊？哎，弯弯还没有歇着吧？你去通报一下，说我跟他大哥下肢归来，想要看看他。啊，这可怎么办呢？嘟嘟还在里面呢。老爷大少爷，小姐已经歇下了。这么早，弯弯就歇着了？莫非是身子哪里不适？小姐没有生病，就是累极了。之前在侯府都是紧绷着，如今回到自己家，突然放松下来，就泄了力了。啊，那我们先回去了，你们好好照顾着弯弯。是。都督，是我。这里不是我家吗？你怎么会在这儿？我将沈玉白与静宁郡主的事情告诉了陛下。那他们两个人的婚事应该将近了吧？不会，静宁郡主并不想嫁给沈玉白。自从知道静宁郡主要害死他后，他就特别希望静宁郡主能够跟沈玉白锁死。而侯府那些人，林婉意之所以还留着他们，就是送给静宁郡主的大礼。静宁郡主不是都已经跟沈玉白暗度陈仓了吗？如果她不嫁沈玉白，那要嫁给谁？婉婉，我们都暗度陈仓好几次了，那你何时嫁我？都督，我想过去查自己到底是不是荣成王的女儿。如果真的是的话，我也打算在他们俩成亲之后，再跟荣成王相认。我家弯弯可真坏呀！你这是打算让那沈玉白后悔？他那人把自己跟侯府的前途看得高于一切，知道后吐个几口血都不奇怪。而且那金陵郡主当初让人害我，这笔账我还没有跟他算。如果弯弯想，我定然会想办法让他们俩成亲。那我是不是又欠了你什么？哦，对了，那个庄子你还是收回去吧，礼物太贵重，我都不知道拿什么来还你了。如果没有东西偿还，那就拿自己抵债。刚才见林婉意太累，都累到睡着了，他除了亲一下，再也没有做别的。既然现在醒了，养足了精神，自然就可以做一些其他费力气的事情了。一直有深的邂逅的不知，爱的桥段叫我怎么写？哼，他竟然为了娶那静宁郡主才和你和离的。父亲不要生气，不管如何，弯弯回来了比什么都要好，而且是和离。如果弯弯是被侯府休了的话，那么祖老那边也会有微词，后续麻烦事情更多。说的也是，这段时间弯弯你辛苦了，就在家中好好歇息。我不会一直在家中，过段时间我就会搬出去。我打算在城中开一家女子医馆，地方已经选好了。治病救人，这是做善事啊。没想到大奶奶竟然会跟世子和离，那她离开之前帮你定下的亲事要不要换呢？当然不换，那可是大嫂真心实意为我挑选的。即使是庶女，但毕竟是侯府，所以刘家接到消息后立刻就同意了，然后就将2个孩子的亲事定了下来，只等沈静柔3年孝期满就可以嫁过去。只是侯府沈家还能否坚持3年了呢？道长怎么样了？邪祟就在此处。什么？这里可是那林婉意的住处啊！难道那林婉意就是邪祟？道长，那您的意思是，那邪祟跟这院子的主人有关系？是他招惹了邪祟才会如此，连带着也影响了侯府的运势。这人已经离开了侯府，还不行吗？当然不行，他走了，灾厄依旧留在侯府。那如何才能破解我们侯府的灾厄呀？很简单，只要将这处院子的主人取办完血，拿来给我做法，摆上祭坛，7期49天，即可解除侯府的灾厄。要怎么才能够跟林婉意要办完血来呢？至于怎么取血，让大房他们烦恼去。四姑娘，难道咱们侯府的灾厄真的是大奶奶给带来的？怎么会是大嫂带来的？明明每一件事都是他们自己做的。你偷偷去趟林府，把这件事告诉大嫂，
是，就你啦，来我房中给我搬东西。五妹妹要搬什么？香柳笨手笨脚的，如果给你弄坏了怎么办？我来帮妹妹搬吧。那也成，我找昭妍姐姐，我跟她是同乡，麻烦小哥帮忙通报一下吧。不用给我银子，大家都是做下人的，都不容易，我帮你通报就是了。多谢啦。你不是四姑娘身边的香柳吗？紫苏姐姐，我有要事要跟你说。紫苏姐姐，你不是今天要泡在厨房里吗？怎么舍得也过来了？出事了，小姐！那侯府请了一个道人去做法，那道人说是你给侯府带来了邪祟，现在说要用你身上的半碗血做法，749天才能够除掉侯府的灾厄。莫非那个道士有2把刷子，都能够算出来我是重生之人？血当然是肯定不会放的，但重生这种秘密，林婉仪不会告诉任何人。毕竟如果被人知道了，那他可是会被当成妖孽烧死的。所以如果那个道士是真的知道了什么，在他把这件秘密告诉其他人之前，林婉仪就得想办法把这个人除掉。另外他没有料到四姑娘倒是一个知恩图报的人，这也算是对方的投名状了。不得不说，侯府那样乌烟瘴气的地方，竟然还逮逐出好笋。你拿着银子去镖局雇几个武功高强的人来，说让他们暂时帮忙看护医馆。是。小姐，这些人够不够？不够我再去找。对付侯府的家丁已经绰绰有余了，你给他们去安排住处。哎，是。瑶光姑娘，你怎么来了？那些都是男的，我能够贴身保护。已经有茯苓了，不用再麻烦你了。茯苓没我厉害。又欠验词了，他得加快多做出一些药丸出来，不只是毒药，而且还有伤药等。玉白，那林婉仪之前是你的夫人，所以这件事儿啊，就由你去做吧。半碗血，那个道士到底可不可信？如果认为我请来的道士不可信，那你就再去请个可信的回来。玉白，不是我说你，这半年来侯府发生的一桩桩事情，不都是你们大房的事情吗？够了，玉白，这件事就由你去做，明日就去林府，去跟林婉仪要半碗血。可是父亲，不就是半碗血吗？又不是要了他的命，这件事就这样定了，散了吧。父亲说的对，只是去跟林婉仪要半碗血而已。他的性子一向最好，他肯定不会眼睁睁地看着侯府越来越乱吧。四姐，你说那林婉仪真的是邪祟吗？五妹，你可别说这些，怪吓人的。说林婉仪是邪祟，如果她真是的话，就该把这侯府的人挨个都收拾了才对。我们大姑娘没在家。怎么可能？我们刚和离不久，她不是带嫁妆回来了吗？世子还记得你已经和我们家大姑娘和离了呀，那为何还要来找她呢？世子，据说她在西街那边开了一家医馆。她开医馆干什么？沈世子来了。知道了。用不用本都督去打发他走？我自己下楼去处理就行。倘若您下楼了，那沈玉白肯定就被吓跑了，我就没机会让人揍他了。总算是明白为何弯弯让茯苓去找会武功的人做护院了。那好，夫人自己去处理吧。左不过有他在背后护着兜底，林婉仪想去做什么便做什么。至于那个怂恿侯府要给弯弯放血的道士，主子，那个叫李明的道士已经查清楚了，他前几日同静宁郡主接触过。静宁郡主不想嫁给沈玉白，但却要杀了弯弯，而弯弯暂时不想跟荣城王府认亲，得让静宁郡主先跟沈玉白成亲，可以让黎洛熙跟沈玉白可歌可泣的爱情故事布满京城了。是，开我医馆有何事？他本以为跟自己和离后，林婉仪定然伊人憔悴，他正好可以好生安抚安慰一下，趁着林婉仪心软之际，就可以提出那半碗血的要求。可眼前的林婉仪却好似换了一个人似的，更加明艳照人。你还真的开了一家医馆？弯弯，我知道和离后你日子不好过，但你不用这样抛头露面。倘若林家养不起你，我可以继续养你的。你该不是让我去做你的外室吧？不管如何，都比你这样抛头露面强。谁家正经女人这样做？弯弯，看在咱们昔日情分上，我绝对不会见你这样堕落下去的。你没事吧？如果你今天上门来是来说教的话，那恕不奉陪。来人，送客。弯弯，我上门是想找你帮个忙的。看在往日情分上，你给我半碗血吧，事关侯府。你是不是有病啊？今日要我血，明日是不是就要我的命？来人，给我将这欺人太甚的混账打出去！不出意外的话，今晚他们还会上门来取血。
我放在书房中写好的那些话本，你想办法交给整个京城听众最多的说书人。是啊，这不巧了吗？小姐跟都督都想到一块儿去了。侯府找来的那个道士是静宁郡主的人。婉婉，你应该就是荣成王丢失的独女。静宁郡主如此想要除掉你，她应该也是知道了你的身份。其实荣成王的真正女儿找回去，对养女身份的静宁郡主影响不是那么巨大，这又不是真假千金的调换，除非我当年丢了的事情跟静宁郡主有关系。当年相关的许多人，荣成王都调查过，没有丝毫线索。只要他们做过，就一定会留下痕迹。当年那人做事情做得十分隐秘，但燕慈未必查不到，但他出手后肯定会惊动荣成王跟药谷，而现在弯弯还不想跟荣成王府相认，那么他就把对这件事情的掌控权都交给弯弯。他其实也在有意培养弯弯，因为等日后跟了他，要面对许多危险。是不是那个精灵郡主身边跟着一个叫做蓝姨的人？我记得你说过，她其实是精灵郡主的亲生母亲。如果她也参与了此事，只要想办法接近她，就有机会从她口中撬出当年事情的真相。过几日不是郑家小少爷的百日宴吗？对，那个时候精灵郡主肯定会去，而据说那个蓝姨跟她寸步不离。到时候把茯苓或者瑶光带上，你的医馆马上就要开张，正好是一个极好的宣传机会。郑家可是二品大员之家，老牌勋贵，还不站队，在京城之中人脉颇广。如今到了用晚膳的时候了，只是这2日我搬来的匆忙，这里没有什么吃食。不是，你不走？今晚那么好看的戏，怎么弯弯不邀请本都督一起看吗？你是说晚上侯府会来人的事？瓮中捉鳖一定很有趣。听说林大姑娘开了一家医馆，李某特意携礼来庆贺。燕慈，你怎么在这里？黎苍都想好了，在他没有得到林大姑娘的芳心之前，是万不能让二哥知道她的存在。毕竟二哥的心眼子太多了，而且二哥也没媳妇儿，万一到时候二哥跟他抢林大姑娘，那怎么办？我为何不能在这里？你……对了，他是你的人。弯弯，他是荣成王的三公子，姓黎名苍，很早入了兵营，现在人称一声李小将军。他今年多大？我20有1了，还未曾婚配。林大姑娘，你还没有看我给你带来的贺礼吗？你快看看，喜不喜欢？贺礼就不必了吧。弯弯，那些都是药谷的好东西，收下吧，这可是李小将军的一片心意。那就多谢李小将军了。不谢不谢。林大姑娘，我听说那沈玉白过来闹事，他没有吓到你吧？没有。那就好那就好啊，这是我的令牌，你收好，如有需要帮忙的地方，你直接派人去王府找我就行。谢谢你。说什么谢呀，都是应该的。李苍，如今夜已经深了，你还是快点离开吧。你赶我走，那你为什么不离开？我与你不同。你有什么不同啊？我们的确不同。是，行。如果荣成王府的3位公子知道我是他们的妹妹后，会如何呢？你还记得你在皇宫之中遇到的那个刺客吗？刺杀皇帝，荣成王府？不用担心，不到谋反那个地步。这里的事情比较复杂，不过眼下对你影响不到。那如果我跟荣成王府相认后，有我在，即使你跟他们相认了，也不会让任何事情影响到你。为什么李小将军会来？看样子你跟他很熟悉。燕都督，弯弯很喜欢黎苍吗？可能是血缘的关系，那日在假山之中就对他有了一些熟悉感。如果不是因为那一抹熟悉感的话，当时就不是给他止血药，而是扎他几针了。黎苍好像喜欢上你了啊？那你还让我收下他的贺礼？没事，反正他也娶不了你。时辰不早了，我们得抓紧点儿，不然待会儿侯府派的人就会来了。抓紧什么？夫人抓紧时间还债呀。好了，逗你的，你赶紧去睡一觉，半夜闹起来你就睡不了了。那豆豆您呢？我当然也要补个觉。怎么就好像是寻常夫妻过日子的模样了？怎么睡不着？我不想做你白月光的替身了。我知道你帮了我许多忙，我也不是无用之人。除了床榻之外，我也可以做一些事情，报答你这段时间的恩情。谁说你是我白月光的替身了？最开始不是燕都督在见到我的时候说好似故人吗？那个故人并不是真实存在的。我燕慈自始至终想要睡的人就只有你林婉意。燕慈，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弯弯若想要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就来深入了解一下。大骗子，说好了今晚只是比较来着。我是说，这位林大姑娘身边只有一个会武功、力气大一些的侍女外，其他没有什么了吗？还没做什么，
4个人就被放到了3个。你要去哪里呀？过此听笙歌悄然相思，平地起波澜，昨日你快点起来。不用着急，外面茯苓他们会处理好。你我笑谈一晚，撩拨细线锁火落。你就不担心他们走到里面来看到我们吗？走不进来。弯弯，你不是在门口地上都放满了毒药吗？更不要说还有那设计好的机关弩箭。他们之前的计划也是得让这几个人走进林婉意的闺房，这样才能够将人扭送到衙门去的时候给侯府定罪。小姐，要如何处置他们？分开审问，你们用什么办法都行。审问好，让他们在供词上签字画押，等天一亮，所有人连带着他们的供词一起送到京兆尹府上去。京兆尹柴康是一个老滑头，你直接送人跟供词过去，恐怕对方只会先应付你。我先去京兆尹只是报案，而这个报案也只是第一步。我让我父兄他们这几日也各种哭委屈，想必已经在许多达官贵人甚至是陛下的心中也埋下了一颗怀疑的种子。到时候所有的舆论都会指向沈玉白跟侯府，就算是陛下想要给七皇子脸面不严惩侯府，但也绝对不会放过。你就不担心这样一来，那静宁郡主跟沈玉白没有办法成亲了？静宁郡主都这样声名狼藉了，其他那些贵公子还要娶她？对，因为他们都贪恋她背后荣成王府的势力。如果他们不能顺利成亲，那么我就用最后一个法子推他们一把。不许让自己铤而走险，听到没有？他们不值得你这样做。这群人很好审，用茯苓的话就是他们许多个法子都还没用呢，这群人就将侯府沈侯爷给抖了一个底朝天。他们今晚上来不只是要取林婉意的半碗精血，还要侮辱他，算是让他吃一个哑巴亏，不敢将这件事张扬出去。侯府实在是欺人太甚。晏慈拿过那些供词看了看，提起笔，他竟然瞬间模仿他们的笔记，分别在供词中加上了一条，他们还要将林婉意以及他医馆所有人灭口，都是为了沈玉白能够娶静宁郡主。不用我陪你下去。柴康是你的人吗？倘若不是，你就不该牵扯进来，以免他会想我跟侯府的事情背后是否跟你有关联。柴康不是我的人，但你是。就算全世界离开你，相信我好了。有一个我来陪，怎么忍心让你受尽冷风吹？真是狡猾的小狐狸啊！侯府的内高，可如果不是活不下去了，我是万万不会状告侯府的。他们根本不给我活路，之前放火没有烧死我，这次竟然派人上门来。沈家欺人太甚，林大姑娘，你放心吧，下官一定会帮你讨回公道。你且在这里先歇着，我这就去禀告我们大人去。麻烦刘大人了。大人，您快点去给林家大姑娘主持公道吧，那侯府也实在是太过分了呀。你让我主持公道，怎么着？是现在去抓沈侯爷，还是去抓那白世子啊？要不一起都抓来？抓你个头！你不知道侯府是端妃的母族啊，而且这个时辰他们肯定都要上朝去了，本官也要上朝去的。哎呦，林大姑娘怎么办呢？那几个人都招了，倘若不是林大姑娘找了几个会武功的护院，她早就香消玉殒了呀。那这样，你先让他把供词跟人都留下，说这个案子等本府下朝之后再来审。至于他受到了惊吓，先回家好生安息。可是，没有可是了。沈玉白，送给你跟静宁郡主的第一份新婚大礼，你可要接好了。父亲，要不我今日告假，先回去吧。我去看看林婉意。派人上门去跟林婉意强势要血的事情，他告诉了儿子，只不过随后让人糟蹋林婉意的事情，并没有让沈玉白知道。一来是让林婉意那个女人闭紧嘴巴，以后不管沈玉白娶了谁，都跟他没有关系，他已经是残花败柳了。二来也是为了让沈玉白对林婉意死心，沈侯爷担心玉白对那个林婉意念念不忘，而耽误了娶静宁郡主，所以才来了一招釜底抽薪。玉白，孰轻孰重你不知道吗？都说了，只是娶那女人半碗血，都是为了侯府，他应该感恩戴德才对。可他们一晚上都没有回来，会不会……最坏的结果可能就是失败了而已，不要多想。对方没有回来，沈侯爷认为更多的有可能是几个人流连于温柔乡了。毕竟林婉意那样漂亮，身段婀娜，
而且他那几个得力侍女也个个娇俏可人，美得各有千秋。诸位爱卿，今日有何事禀告？启禀圣上，臣要参大理寺司职沈玉白，宠妾灭妻，罔顾人伦，谋财害命。开口的是御史台王御史，这个王御史甚至还不是九皇子的人，而他一开口，九皇子那一派的人势必就不会袖手旁观。看来弯弯之前做的一系列事情的确发挥了效果。各位大人，那都是坊间传言，并不可信啊！这样乱说，岂不是会毁了静宁郡主的归誉？沈玉白倒聪明，一句传言不可信，再来一句静宁郡主归誉不可毁，立刻就将自己给摘了出来，同时还把荣成王府的人给拉到了自己这边。沈玉白不管如何是不会在朝堂之上承认他跟静宁郡主的私情，最好的结果是静宁郡主非要嫁给他，而不是他用了手段毁了静宁郡主的清白，让对方被迫嫁给自己。那本官敢问沈世子，你宠妾灭妻，霸占正妻嫁妆，任凭家中妾室，放火烧死正妻，这件事可有？王大人，这是沈家的家事，这就不适合在这朝堂之上说了吧？晏慈，怎么这件事你也知道了？沈世子的家事臣不太了解，就是今日上朝的时候看到那林氏竟然敲了京兆尹府门口的鸣冤鼓。柴康，回陛下，确有此事。哎，什么东西打了我肚子一下？晏慈这厮看我干啥？哎，为何柴大人的肚子那儿圆鼓鼓的？莫非是状纸？哎，柴大人，你口袋里莫非是那林大姑娘的状纸？的确是，只不过下官走得匆忙，还没来得及看。呈上来。哎呀，哪个蠢货害我呀？沈琦、沈玉白，你们可真胆大包天呐！在京城之中肆无忌惮杀人，还有没有把朕放在眼里？陛下，您说什么呀？我们怎么会杀人？就是啊，陛下，臣冤枉。柴大人，这些都是那林家女诬告吧？她空口无凭的，怎能这样血口喷人？抱歉，侯爷，下官还没有开始审人证，还不知道具体情况呢。有人证，看来就是那几个人被抓住了。那林婉意竟然还反咬一口，果然最毒妇人心。当初就不该让玉白跟他和离，就不该让他活着走出侯府。哦，该不是沈世子想要迎娶静宁郡主，所以才想要害死发妻吧？玉白，你快点解释，这里面都是误会啊！我就只是让他给我办完喜而已。沈玉白，你难道不知道夜半时分6个彪形大汉闯进闺房意味着什么吗？我发誓，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害死弯弯。你没有，那你父亲呢？晏慈，你去京兆尹督办此事，晚膳之前朕要得到结果。退朝。臣遵旨。恭送陛下。你跟上来干什么？沈玉白跟小溪到底怎么了？我二哥好像生气了，倒是很少见。看来你们很在乎黎洛溪啊。这不是在乎不在乎的问题，这事关我们荣成王府的名誉啊！编造那个什么琉璃传的人也太恶心了。晏慈，你也太过分了！本将军的臀是能够随意踹的吗？二哥，那晏慈的心眼子比你的还要多，什么都问不出来啊！不然这样，你先回府，我去京兆尹府看看。也好，我回去问问小溪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的9000岁大人啊，您说今日这案子下官该怎么审理呀？柴大人如实审理就是了。可会不会得罪七皇子啊？你说七皇子在乎的是沈玉白，还是更在乎让沈玉白娶了那静宁郡主？柴大人只管秉公审理此案，至于沈家父子如何定罪，我会回去请示陛下。成。弯弯，你没事吧？本将军刚才在朝堂之上就想这么干了。李小将军，你别生气，这里面有误会。等今日这件事解决了，我让玉白登门去给静宁郡主赔罪。哼，惹怒了我家年坏的二哥，别说是赔罪了，赔命都有可能。林大姑娘，你没事吧？虚惊一场。昨天晚上没走就好了，又少了一个英雄救美的机会。柴大人，你还不准备升堂？怎么，你打算晚上进宫去陪陛下用晚膳吗？
对，升堂。侯爷，不是您让我们毁了林姑娘的吗？您说林姑娘蛊惑世子，世子被她打了，还对她念念不忘，所以只要林姑娘以这种十分不堪的方式死去，世子就再也不会惦记她了，还千叮咛万嘱咐，这件事一定要做得干净利落一些，万不能让世子知道呢。阿父，你当真这样说过？我当然没有。玉白，你怎么信外人都不信你父亲？大人，我还有证据，这不是我这次给你的酬劳，是上次我让你……不止这次，还有上次。哎，沈侯爷，看来你让这几个地痞无赖做了不少坏事啊。大人，我们多招一些，是不是就可以从轻发落啊？那是当然。沈侯爷，你为何对我如此心狠手辣？我才嫁进侯府几个月，你们处处刁难。你还问本侯？你这个造化星，自从嫁进侯府，我们侯府就没有过好日子。沈老太太是被你跟沈玉白气死的，沈玉白的3个妾室，2个死于他手，剩下1个也是被他逼疯了。沈大夫人如今缠绵病榻，也是被侯爷你的外甥跟孩子给气的。林林种种都是你们自己做的，反过来诬陷我一个柔弱无辜的女人。我家弯弯连撒谎都这么可爱。弯弯，对不起，我对不起你，但你一定要相信我，我真以为他们只是去找你取半碗血的，我不知道他们要辱你，要杀你啊！竟然这个时候光顾着把自己摘出去，而不管我这个父亲的死活了吗？他之前给侯爷下的毒，如今有了怒火攻心这个药引子，那么等到他的就是病来如山倒。柴大人可以定案了吧？是。林大姑娘，你且先回医馆歇着，我得去找那个沈玉白问个明白。倘若他们俩真的两情相悦，想要在一起呢？林大姑娘，你放心吧，我们荣城王府是不会同意这门亲事的。他沈玉白休想借我们荣城王府的光。这个小哥人不错，也不知道是哪个混蛋写了那本琉璃传，如果让我抓住他，我肯定揍他一顿。就是心眼不多的样子。最迟明日，赐婚圣旨就会到2个府上。陛下应该只会对沈家小惩大戒，并不会赶尽杀绝。我明白，我没指望因为这件事情就让侯府满门抄斩。竟然想要让侯府满门抄斩？我家弯弯果然随我。好了，回去沐浴更衣，晚上等我。启禀陛下，燕大人跟柴大人到了。宣。这审案速度挺快的呀。不过也是，证据确凿的事情倒也不用太费时间。九弟不用这样落井下石吧，或许是一场误会呢。那林氏不还活着吗？哎，七哥，你这话就不对了，总不能说人家林氏命大活下来，对方的杀人罪就不追究了吧？够了，你们都退下去吧，言辞留下。是。你认为朕该如何罚沈家父子俩？你想到什么就说什么，恕你无罪。那就褫夺沈家侯爵之位，降为伯爵，而且罚俸禄1年，让袭爵终止在沈玉白这一代。你跟沈家有仇？没有。这件事如果陛下轻判，恐会失去民心。今日在朝堂之上为林家女说话的人，许多都是纯臣，老七那边恐有不妥。陛下可以重罚了沈家父子，然后再赐婚沈家，让那沈玉白迎娶静宁郡主。朕可是听闻那静宁非你不嫁来着，你现在这般竭力让静宁嫁沈玉白，是何道理呢？谁都知道臣是您的爪牙心腹，而荣城王府的势力又一直十分敏感，让人忌惮。倘若静宁郡主嫁给了臣，那她从臣那儿偷消息不怎么办？你怎会把静宁想成了细作？她不过是一个刚及笄不久的小姑娘而已。陛下，臣是无根之人呐。静宁郡主就算是不选沈玉白，也有许多更好的选择。她谁都不选，为何偏偏选臣呢？你的意思是荣城王府有不轨之心？这不得而知，暂时没有证据。不管如何，也不能让静宁郡主嫁给臣，咱们试探不起。陛下，您给他们赐婚是为了静宁郡主归玉着想，而荣城王府定然会十分不满这桩婚事，届时就会把所有怨怼都记在了沈玉白身上。如此一来，
七皇子想要借荣成王府的事，恐怕并不容易。说起娶妻，你也20多了，都督府还是得有一个女人。如果你看上了哪家姑娘，朕也给你赐婚。谁家姑娘敢跟着臣呢？你呀你，总是妄自菲薄。如果你不是宦臣，朕肯定要给你一个内阁首辅做一做。倘若他不是无根之人，皇帝哪里会将他当成心腹呢？晏慈又陪着陛下说了一会儿话，就顺利地拿到3道圣旨。一道是将沈家褫夺侯爵降为伯爵，同时罚沈琦、沈玉白各1年的俸禄，以及停止了沈家第3代袭爵。另外2道就是赐婚圣旨。晏都督，请留步。世子有事。晏都督，今日肯定是你误会了，我从来没有想过伤害婉婉，如今这个局面实在是被迫之举啊。世子是何意？本都督怎么听不懂呢？我以后自然还是会庇护婉婉的，都督身份特殊，就不劳烦都督了。什么东西？都这个境地了，竟然还敢觊觎婉婉，可真是不要脸啊！世子此话可是真心？自然是真心。那好，正好本都督还赶着去荣成王府宣读圣旨，世子这句话一定会带给静宁郡主。我刚才什么都没有说，改日定然会请都督喝茶，今日就不打扰都督了。怂得真快。晏慈，大晚上的你来荣成王府做什么？宣读圣旨。什么圣旨？自然是赐婚呢。什么赐婚？给谁赐婚？该不会是给我赐婚吧？哎，不行不行，我已经有心上人了。你得庆幸自己是弯弯的亲哥，不然的话哪里还允许你喘气到明天？是给静宁郡主赐婚，你快点去把世子跟静宁郡主喊出来吧。幸好不是我。哎，怎么没有问问皇帝是要把静宁许给谁呢？你哭着说被端妃算计，失了清白，但为何回来后却不跟我们说出真相？倘若不是我的人查到的话，你是不是还打算一直隐瞒下去？那等丑事我怎敢往外说呀？我已经警告沈玉白，不许将此事泄露出去。可是哪里知道现在全京城都知道了。你不想嫁给沈玉白，但如今你归于已鬼，你还想要嫁谁？我要嫁给晏慈。二哥，小西，晏慈来了。什么？晏都督来了？原来小西这么急着嫁人啊！晏慈来做什么？他是来宣读赐婚圣旨的。陛下给小西赐婚了，许给谁？我忘记问了。晏都督，那些说书的都是胡说八道的，我跟沈玉白什么关系都没有，你可一定不要误会我呀。揽月宫那晚发生了什么事，本都督一查便知。他知道那夜我跟沈玉白在一起了。本都督今日来是给静宁郡主宣读陛下的赐婚圣旨的，陛下给你跟沈世子赐了婚。晏都督，这是何意？之前陛下也答应过，小西进京来是自行选夫，现在又为何下了圣旨？那世子就得问一问令妹了，谁让他在后宫之中跟沈玉白做了那等阿杂事呢？倘若他们俩不成婚，怎么想要给令妹安一个祸乱宫闱的罪名吗？我不要嫁给沈玉白，我不要！哭得可真够难听的呀，还是我家弯弯哭得好听，尤其是在榻上的时候。他迫不及待地想要立刻见到林婉意。怎么，你们还真打算抗旨了？没有办法再商量商量了吗？你们可以去找陛下商量。你以为我傻呀？算了，这件事我也没办法了。不过留在府中听小西哭得好烦。言辞，你回府正好路过林大姑娘的医馆吧，你捎我一程，我去看看她。捎你一程？怎么，你不乐意？言辞，你也不是这样小气的人呐。我就是这样小气的人。你怎么不走大门？走窗户方便。听你说的意思，黎洛熙竟然不愿意嫁给沈玉白吗？他是不会告诉林婉意那个黎洛熙有病，竟然想要嫁给他。谁知道他们想的是什么？但总归陛下定下的期限，沈玉白甚至都不用给他祖母守孝了。如此一来，沈家人和七皇子都是哑巴吃黄连。小姐，李小将军来了，奴婢要不要放他进来？你让李小将军回去吧，就说今日太晚了，我已经歇下了。是。婉婉，你要不要早点告诉李藏，你是他妹妹？现在沈玉白跟金宁郡主还没有确定婚期，贸然告诉李仓，他靠谱吗？那是相当没有谱。李小将军，
我家小姐昨晚受到了惊吓，今日又去了京兆尹府，折腾了几趟，太累了，就早早的睡了。您还是先请回吧。那你们好生照顾你们家小姐，如果有什么需要帮忙的，让她去派人找我。明日她会在的吧？你们告诉她，明日我再来。是。岁月难得沉默，秋风厌倦漂泊，夕阳爱着不走，挂在墙头舍不得我。昔日伊人耳边话，离合潮声向东流，再回首，往事也随风也一片片落。小姐，您是不是昨晚没休息好？那今天还回林府吗？当然回。黎洛熙打算去找沈玉白商议，如何让陛下撤销赐婚圣旨。静宁郡主出行，其他无关人等还不速速让出路来！既然主动撞上门来了，你能护住我吗？直接撞上去。林婉意竟然敢拦本郡主的马车！郡主大人，我已经跟沈世子和离了，但那正妻的位置让给了您，你竟然还不甘心，想要当街撞死我吗？你胡说八道什么？污蔑本郡主，你找死！黎洛熙早就忘记了自己一直秉承的温婉外表。郡主殿下，您这样咄咄逼人，罔顾礼法，荣成王殿下知道吗？本郡主如何，还轮不上你一个小官差来智慧。原来那琉璃传说的都是真的呀！哎呦，可怜这个林姑娘哎！这荣成王英明一世啊，怎么会有这等飞扬跋扈的女儿啊？听说不是亲生的。给荣成王府抹黑，就看林世子会如何处置这件事了。大小姐，您这是怎么了？我没事，我父亲跟兄长他们今日都在家吗？在的，不过今日府上来了客人。什么客人？婉婉，还不快给燕都督见礼？见过燕都督。听闻你在街上差点被静宁郡主的马车给撞了，都怪阿父没有用，我明日就去告御状去。那倒也不至于，不过您可以带着大哥继续哭一哭。人示弱的时候，就可以用眼泪跟委屈来博取更多的关注和同情。那我现在就进宫哭去，让林怀安过来陪我叙话就行。行。婉婉，你忘记我说过什么了吗？都督说过不让我处于危险之中。我今日这一出是让众人知道琉璃传讲的都是真的，也会给荣成王府施压。我想要看看荣成王世子会如何做。你在试探李锦？以后荣成王府是他说了算。如今荣成王夫妇不在，那么李锦的态度就尤为重要。那倘若他护着黎洛熙呢？不认也罢。那就不要认他们了。你若要借势，我的随你借。既然兄长来了，那你们聊，我先回房了。婉婉呐，同你祖父说说吧，毕竟当年你跟沈玉白的婚事是他跟沈老侯爷定下的。祖父，沈家谋我嫁妆，多次害我性命，我如果再不离开，恐有性命之忧。恕弯弯只能违背您的决定了。这事儿啊，也怪不得你。毕竟当年定下婚约的时候，你才刚从江南回来，那个时候沈玉白也小，谁知道他是那样的人呢？这样一来，弯弯是不是就得罪了那静宁郡主啊？那静宁郡主如此咄咄逼人，得罪与不得罪又有什么区别？你们几个呀，都应该跟弯弯学一学，遇到事情得有自己的主意，还得有自己的办法。看来以后啊，得让小锦娶一个伶俐一些、厉害一些的媳妇儿了。小姐，牌匾是都督让人做的，他说之前是你让他给驿馆起的名字。木婉堂。怎么名字不喜欢吗？为何都督会想叫木婉堂？若是弯弯求我，我就告诉你缘由。林大姑娘，前天我妹妹的马车撞到你了，你没事吧？李苍，前天的事情你今天才来问候，是不是晚了点儿？你怎么又在这里？我不是对你说过了吗？弯弯是我的人，我知道她是你的人呢，但是你要不要叫得这么亲近？林大姑娘，我也可以喊你弯弯吗？今日驿馆还没有开门，恕不接待客人，二位请回吧。燕慈，你是不是克我呀？怎么每次遇到你都没有好事？这样长久下去，什么时候才能够得到林大姑娘的芳心呢？小狐狸长脾气了，竟然敢把我也赶了出去。
小姐，这是什么呀？药皂，用来净手，不但手上的肌肤更加的白皙，而且还会残留花朵的香气。林婉意打算明天带上这些东西去，也算是宣传了她的木婉堂。林大姑娘肯定是因为小溪迁怒我了。小三，你怎么了？二哥，你不管管小溪吗？他差点撞死人呢。因此，我父王的意思是，如果陛下一意孤行，可能计划要提前了。上次让小仓去皇宫刺杀，只是试探，而试探的结果是，陛下跟之前并无区别，一点悔改之心都没有。如今七皇子跟九皇子才斗了一半，还有几个步没有掌握呢。那好，我会禀明父王，再行定夺。另外，我有一件事想要问个明白。你说，你为何一定要让小溪嫁给沈玉白呢？沈玉白是七皇子的表弟，沈家也是七皇子的附庸。因为他们都伤了林婉意。沈玉白不是东西，辜负了林大姑娘这件事我知道，但小溪什么时候伤了林大姑娘？马车撞了她？不对，赐婚在那之前就下来了呀。之前沈家那个妾室要放火烧死林婉意。燕慈可不希望弯弯好不容易找到家人，再被血亲背刺。早点看清楚黎家兄弟俩的内心，还是十分必要的。都督，咱们是回都督府还是去木婉堂啊？你认为我该去哪里，就把车赶去哪里。这个月让天玄多给你开1倍的月钱。谢都督。之前那么凶的把我赶出去，如今又这么热情。我是真的有事情做，倘若不让嘟嘟一起走，黎仓肯定又纠缠半天。你做什么？这些是我让福林弄到的名册，明日参加宴会的女眷都有谁，哪些是七皇子一派的人，哪些是九皇子一派的人，还有他们的品性等等。毕竟知己知彼，才能够百战不殆。弯弯不想知道为何叫木婉堂了吗？难道不是燕嘟嘟爱慕我吗？算你答对了1/3。还有2/3。你若亲我一下，我就告诉你。果真是没有良心的小狐狸。我随我母亲本姓穆，之前谁都查不到燕子的身世，竟然直白地告诉了我。婉婉，我知你在沈家受到了许多惊吓跟委屈，暂且也不会逼你什么。而且我眼下还有一些麻烦，等解决之后，我必迎娶你进门。那届时我同荣城王府相认，他们也会反对这门亲事吧？交给我便好，你要做的就是这里面放着我。今晚我得进宫一趟。刚才燕慈说的是1/3的理由，那么最后一个理由是什么？都督，您到了呀，陛下宣您进去呢。听说那静宁并不想嫁给沈玉白，他们荣城王府打算抗旨吗？臣不知，这其中或许有其他人的挑拨。难道是老九那边也是？之前老七频频出事，老九会不会想着趁着这个机会让老七折损的更多？燕慈没回答这话，反正他一向都是负责引导，然后让善仪的皇帝自己去猜。果真没有用，就不能用一些高明的手段吗？转眼这又1年过去了呀，他们就一点长进都没有吗？如此这般无能，朕如何放心将来把江山交给他们？燕慈，听说老九给你送了女人？那女人已经被臣退还给九殿下了。不知道九殿下此举是何种心思，是想要拉拢臣，还是想要侮辱臣？老九只是喜欢女人而已，他应该没有想要侮辱你的意思，你不要多想。是，最近北京那边不太安分，你让人多盯着点，如有异动，立刻禀告朕。是，陛下，那臣告退了。当年那人可是当着他的面亲手杀死了他的母后啊！当时才3岁大的他躲在床榻底下，看着母后的鲜血从拔步床的缝隙渗了下来，滴到了他的脸上。母后告诉过他，不管发生什么，都躲在床榻下不要出声，所以他就死死地用小手捂着嘴，任凭脸上的泪水跟母后的血流到了一处。当年的事情需要一个真相，那些死去的人都需要一个真相。燕都督，听闻你最近去了林家，是陛下的一些吩咐，微臣无可奉告，还请娘娘不要怪责。安神汤要凉了，本宫得快点去送给陛下了。
娘娘，请。天权，回去让人把林府门口的钉子都拔了，不管是谁的人。是。燕都督专门夜探香闺，还如此轻车熟路，莫非是经验丰富？本都督是采花贼。我刚才看书看得好累，明日还得早起，今晚就让我好生歇息吧。慢慢继续睡吧，不用你来弄。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垂落星燕慈，老马吊车厢，是我的错。脚都要断了。今天嘟嘟怎么没走？昨夜被弯弯累到了。那燕嘟嘟请自便，我出门了。一夜雨龙蛾儿雪영黄金缕小雨盈盈相聚众里寻他。林婉叶，人都来了还不进去？仙主，我也是刚到。那咱们一起进去吧。好。林婉叶，待会儿那静宁郡主如果对你发难，你不必害怕。多谢仙主关心。谁关心你了？我就是看那静宁郡主不顺眼，听说她那日赶马车差点撞到你，你没事吧？有没有去看大夫啊？我没事，我自己就是大夫。啊，你真的会看病啊？我在西街那边开了一家专门给女子看诊的医馆，叫木婉堂，还会卖一些专门给女子的药妆。倘若仙主来，我会给仙主优惠。你就是小家子气，怎么不说我要多少就送我多少啊？我这是小本营生，还要养活自己。这林婉叶也太惨了吧，隔离之后都要自己养活自己了。回头多去照顾照顾她的生意。我们家郡主啊，最喜欢小孩子了。这是荣城那边出名的暖玉，放在孩童的身上啊，可以辟邪安神。郡主能来，已经让我们蓬荜生辉了，还送什么礼呀？都是应该的。那你先忙着，我出去走走。之前兰姨说，她如果不想嫁给沈玉白，还有一个人可以帮她。今天就是她特意来这里跟那人私下里见面的。你小心点，别把这暖玉弄坏了。你们仔细闻一闻这玉上的气味，这块玉的确是价格不菲，可是不是什么暖玉，而是殉葬过的古玉。这怎么可能呢？这玉是静宁郡主送的呀，她也没有必要来害我的儿啊。也许不是静宁郡主要故意害你儿，或许是他手下的人给弄错了礼物。林婉意成功将怀疑的种子埋到郑大奶奶心中。郑大奶奶，这是我给令郎的生辰礼，百宁安神粉，这是他食欲不振、哭闹不安的时候，可以将这个融入到香炉之中。这次倒不是林婉意提前布局了什么，主要是黎洛熙自己粗心大意。黎洛熙现在的心思在其他处。小姐，刚才奴婢跟着静宁郡主他们一起出去，终于找到机会将药粉撒到那冯兰的身上，等到今晚她回去歇息的时候就会发挥效果了。届时奴婢和瑶光就去动手。奴婢还有意外收获，刚才跟踪他们的时候，看到静宁郡主竟然在假山之中跟一锦袍男子在那私会呢。在这个节骨眼上，黎洛熙倘若私会外男的话，那就是违抗圣旨。福灵，将那冯兰等放哨的人引开。是。你这是要去哪儿？我听闻政府园中的菊花开得正盛，想要过去看看。走，咱们一起。好。她不想嫁给沈玉白，但圣旨不可违抗，所以冯兰就提出可以让嘉柔公主帮忙，而眼前这姜望正是嘉柔公主的独子。她顶着压力来这里与这姜望相见，本以为他会提出什么有用的法子，结果他拉着自己进了假山，竟然就亲了起来。哎呀，快看呐，那里的两个人是不是抱在一起啦？姜公子，这可如何是好啊？外面人太多了，待会儿啊，我用斗篷罩住你的脸，然后将你抱走。那好，姜望，你是属狗的吗你？这等事情为何不回家去做，来这里丢人现眼呢？怎么，明月县主吃醋了？我吃醋？你就跟那个沈玉白一样，都是一丘之貉。怎么是静宁郡主啊？她不是被皇上赐婚了吗？刚
刚才还是沈家那位嫡小姐叫嚣着说假山中有人抱在一起的呢。不对劲儿啊！我怎么听闻静宁郡主早就跟沈世子私定终身了呀？都给本郡主闭嘴！黎洛熙，我劝你好好想想，该如何去陛下跟前请罪吧。这个宴会他是没脸继续参加下去。郡主，你这是怎么了？你这个蠢货，不是让你在外面放风吗？你到哪里去了？我可是你的亲生母亲啊，你怎么能打我呢？你给我闭嘴！我是荣成王夫妇的女儿，倘若你再多嘴，我就绝不将你留在身边了。你给我滚下去，不要来碍我的眼。之前那玉的事情，多谢林大姑娘了，只是谢礼，不成敬意，还请笑纳。郑大奶奶真是客气了，今日你肯定很忙，我就不耽搁你的时间了，先告辞。林大姑娘再会。微时交好，弄不好以后会对他们郑家有大用处。去荣成王府可不是小事，得在不惊动荣成王世子跟李小将军的前提下，潜入冯兰的屋子，得知他梦中最愧疚惧怕的景象是什么。倘若他之前在荣成王女儿丢了的事情中做了什么手脚，那这件事应该就会是他最大的心魔了。李小将军的武功极高，而黎世子的警觉性最高。黎世子身边还有一对双胞胎侍卫陆琪跟陆九，这两人的武功也不差。这几日我都没有好好的感谢一下黎苍，今晚邀请他来这里吃饭，到时候你跟瑶光就行动，切记不要跟荣成王世子他们正面冲突，一旦被发现的话就先撤回来，你们的安危最重要。是啊，让天机带人陪着傅林他们去，万无一失。我陪你一起宴请黎苍。黎洛熙一而再再而三的惹是生非，如今李锦对他的耐心已经要告罄了。今日他跟江望私会一事，应该会让李锦彻底对他失望了。黎洛熙为什么会去找江望呢？难道他们之前就有什么私情？今日应该是他们第一次相见，不过江望的母亲是嘉柔公主，当年嘉柔公主差点嫁给荣成王。什么？那冯兰当年只是一个普通妇人，她哪里有那个本事偷了荣成王的亲生女儿？但倘若有一个强大的帮手的话，一个鲜为人知的真相马上就要浮出水面了。林大姑娘要宴请我了，钟叔，你都不知道林大姑娘有多好，她跟我母亲长得像，性格也像，医术也了得，我一定会努力得到她的芳心，把她带回到荣城去，我母亲定然会喜欢她的。要不要再准备一些礼物？总不好空手上门啊。他已经把小溪禁足了，等明日还得进宫请罪。小溪这是怎么了？为何宁死不愿意嫁给那沈玉白？既然如此，当初为何跟沈玉白在宫中苟合呢？钟叔，小仓呢？世子他接到林大姑娘的邀约，立刻去那木婉堂赴约了。他还跟老奴说，那林大姑娘跟王妃长得很像，性子也像。去备车。世子，您要去哪里？木婉堂。燕慈，你怎么又在这儿？我能够开木婉堂，多亏了你跟燕都督帮忙，所以今日这宴是我专门设下感谢你们二位的。明日开业的事情都准备好了吗？哪里需要帮忙，不要客气。已经都准备好了。今日去郑家参加生辰宴，许多人都说明日会来捧场。别提郑家的生辰宴了，也不知道小溪是如何想的，跟中了邪一样，就是不想嫁给沈玉白，一心想要嫁给燕都督。我二哥已经给他禁足了。静宁郡主既然之前能够知道一些上一世发生的事情，保不准也是重生的。不想嫁给沈玉白，应该是沈玉白未来的结局不太好，而他一心想要嫁给燕慈。李苍，我已经有心上人了，我们荣城王府也从来没有想过要把小溪许配给你。李小将军舍不得妹妹嫁给9000岁吗？当然了呀，燕慈心眼子特别多，我妹妹嫁给他的话，还不得被他欺负得死死的呀。小姐，黎世子来了。我二哥来了。他之前的打算是等着沈玉白跟黎洛熙成亲后，再去跟荣城王府的人相认。你若不想现在暴露身份，我帮你打发走李锦。不必了，他已经起了疑心，势必就会查下去。倘若自己主动去暴露他的真实身世，对方或许就会以为他是不是处心积虑，让李锦去调查出来反而最好。我家弯弯愈发聪慧了。你送给林大姑娘的？对啊，不过是一些小古董而已嘛。小古董？二哥，你是不是来找我的？不，我今日过来是见一见那林大姑娘的。母亲说过，小仓献祭了自己的心眼给了家人们，特别大方，自己一点都没剩下。这家伙什么都清清楚楚地写在脸上。小仓，你为何拦着我？万一你也看上了林大姑娘，跟我抢可怎么办呢？这笨蛋，倘若林大姑娘真是妹妹，还看上，到时候看你如何收场吧。药香。
果然跟母亲像极了。一直都只听闻林大姑娘的盛名，今日却是第一次相见，在下有点失态，实在是因为林大姑娘好似故人。白日里你妹妹欺负林大姑娘，结果晚上你们兄弟来，你们到底要做什么呀？我是来找小仓的，顺便拜访林大姑娘。燕都督为何在这里？林大姑娘是燕都督的人，正好今晚准备了许多菜肴，那就请入座一起享用吧。好。燕都督，我还有一些政务想要跟你谈谈，可否移步茶楼详谈？夫君，你当初留了这封信，说日后如果小溪不善待我，就想办法把这封信交给王爷。如果真的那样的话，小溪也就毁了呀。我记得燕都督手下有一个叫玉衡的人，正巧是我大哥的师弟，也是师从药骨。对，那他应该跟我母亲也很熟悉，也就是说他也知道了林大姑娘跟我母亲长得很像。对，也就是说燕都督很早就知道林大姑娘极有可能是13年前我丢失的小妹妹了，为何不告知我们呢？二哥，林大姑娘怎么可能是我们的小妹妹？你先闭嘴，你还没有回答我的话。如何回答呢？你知道什么？若对我们有用的话，荣城王府算是欠了你一个天大的人情。有2件事，我随便说说，离世子就随意听听。其一嘛，林大姑娘2岁有余，生了一场大病，是林宇之夫妇抱着她去了龙华寺，好了后就直接去了江南林夫人娘家，一住多年才回来。其二嘛，静宁郡主一直针对林大姑娘。难道小溪已经知道了林大姑娘的真实身份？今日静宁郡主好像在政府还私会江公子了吧？没记错的话，江公子的母亲嘉柔公主当年十分爱慕荣城王殿下，难道嘉柔公主当年因爱生恨偷走了我妹妹？我也不知道。小溪为什么要针对林大姑娘啊？是啊，你说奇不奇怪？你跟林婉意到底是什么关系？李世子是在质问本都督，以什么身份呢？他的兄长吗？你们想要认妹妹了，那是不是应该先去跟沈家、跟沈玉白算算账？不管如何，多谢你告知这些事。李世子见外了，我们又不是外人。他总感觉燕慈这话里有话。凭着李锦的性子，肯定会立刻开始调查，查林婉意的身世，查黎洛熙背后的那些小动作，还要彻查嘉柔公主在13年前的事情中有没有动什么手脚。既然这些事情有人做了，那我就得赶紧回医馆，好好哄一哄婉婉了。都怪黎操那小子，哪壶不开提哪壶。快跑！快跑！快把小郡主交给嘉柔公主的人！好得很啊！怪不得当年父王他们怎么都找不到妹妹，感情是有了内贼。去把这疯女人关起来，不许郡主出门一步。这件事也不许告诉他。是。二哥，真的是冯兰跟杜伟义做的吗？可他们为什么呀？我管他是为了什么，就凭他弄丢了妹妹，还让这些年来父王母亲都活在抑郁之中，我就绝对不会放过他们。如果说当年妹妹被偷，冯兰跟杜伟义跟那嘉柔公主联合了，那么杜伟义当初为父王挡毒箭，怕也是假的了。莫非林大姑娘真是我们的妹妹啊？应该是冯兰身体不好，根本抵抗不了南柯一梦，所以就发了异种，什么都说出来了。黎世子已经连夜派人出去调查了。小姐，我们在那冯兰的房间中发现了一封信。这封信与其说是用来制约黎洛熙的，更可以说是用来要挟嘉柔公主的。杜伟义留下的这封信上写了他是如何跟嘉柔公主合作丢了那个孩子。他早就得知自己得了不治之症，就故意演了一出苦肉计，来了一出托孤。你跟福宁今晚辛苦了，你也赶紧下去歇息。是。婉婉，有我在。袅袅雨雪山朝夕子牡丹，不知还别还。晚风无情吹我梦幻魄散。
你心如磐石，石不穿，怎自知冷暖？放任我自为貂蝉。今日你不用上朝吗？今日我休沐，帮你看着，以免有人闹事，好不好？好啊。林世子，这位是我的母亲。听闻今日林大姑娘的木碗堂开业，特意来恭贺。是林太医吧？我能否单独见一见林大姑娘啊？自然是能的，您这边请。林大姑娘跟那荣成王妃那样像，他们应该是亲戚吧？怪不得林大姑娘有底气跟沈世子和离呢。她怎么不知道弯弯何时跟荣成王府有了亲属关系？沈玉白这段时间消瘦了不少，他发现自己竟然又不行了。之前从林婉意那儿拿到的药已经用完了，虽然有药方，但他找了许多大夫都无法配出药来，所以今日他才会带着贺礼上门。恭贺开业是假，真正目的是想要那种药。文文，如果你担心，我陪你一起去，一切有我在，不要怕。上来就放血吗？我的女儿，我的乖女儿啊！好不容易看中的姑娘，就这样成了妹妹。咱们要不要也跟妹妹抱抱？弯弯竟然是荣成王夫妇俩的女儿，怎么会这样？早知道如此的话，弯弯，我又不是外人。福灵，送客。是。这人是谁啊？母亲，刚才那人叫沈玉白，他跟小妹从小定亲，几个月前两人成亲，人品不行，小妹跟他和离了。阿父，母亲，这到底是怎么回事？13年前，我们的女儿生了重病，我父亲极其擅长儿科，都无济于事。我们夫妇俩就抱着女儿去了龙华寺求佛祖保佑。可我们的女儿到了龙华寺的时候就没有气息了，我却听到草丛之中有孩童的啼哭，我却发现那竟然是一个女童，已经是浑身滚烫，发了高烧了。女童身上没有任何身份象征之物，我当时把夫人跟孩子送到江南后，回了京城，四处托人打听，也没有打听到底是哪家丢了孩子，就一直这样养着。弯弯呐，对不起啊。对不起啊，当时有好几路人都阻挠我们找人，我们还遇上了仇家，我们只好将找你的消息暂时压了下来，只能暗地里寻找。我们担心仇家会先找到你，先对你动手。感谢你们救了万万的命，还把他给教养得这样好。王妃殿下，使不得，使不得呀！这一拜是应该的。万万，老娘先去砍几个人，等收拾完那些混蛋后，咱们母女俩再好好的叙旧。言辞，你听到了吗？听到了。倘若我一直是荣成王的女儿，会怎么样？那我就不能这么快把你给拐到我的榻上。弯弯，你听我解释，我跟黎洛曦……弯弯，你怎可这样不知检点，伤风败俗？他本来是想要跟林婉意和好的，他们之间的事情都是误会。他本来想要告诉林婉意，他不会娶黎洛曦了，他心中爱的人一直都是他，可不知怎么会变成了这样。夫人，我错了，我的确是故意让沈玉白发现我们俩的事情，因为他知道你才是荣成王的亲生女儿，那娶哪个会对他跟七皇子用处更大，保不准他跟七皇子再动什么歪心思。但如果他知道了你我的事情，就会投鼠忌器，他们不能一边得罪荣成王府，一边在得罪我。还有，我害怕你会对我始乱终弃。嘟嘟这样俊美，弯弯喜欢我这张脸吗？那就多多联系我吧。凤兰，
王爷一直待你跟杜伟义不薄啊，你为何要对我女儿下手？是嘉柔公主找上了我们也不敢拒绝呀。不敢拒绝？倘若你们真的对王爷忠心，就应该如实告知，王爷同样会认小溪做养女，也会让你下半生衣食无忧。可你们自己贪心，妄图用你们的女儿取代我的女儿。倘若你们有自己的亲生女儿，那会真心对养女好吗？你是不是有病啊？不用跟他生气，我们只要知道他不无辜就行了。先把冯兰带下去，等他女儿大婚后，就送她去跟杜伟义团聚。郡主救我呀，郡主！他自己都自身难保。我知道我罪孽深重，但是郡主她是无辜的呀。当时她才不过2、3岁，她什么都不知道呀。他很早就知道我女儿在哪里，非但不告诉我们，还差点害死了她。你要我如何原谅她？带下去！他娘的一窝子白眼狼啊！不能骂人，不能骂人。母亲，你真的还要认小溪做养女，让她以荣城王府郡主的身份嫁给那个沈玉白吗？如果这个身份去掉，沈家就要退婚了。这个身份等她嫁过去的时候再收回好了。至于小溪那边，小锦，你去让她准备出嫁，婚期越快越好。我这就去安排。二哥，兰姨这几日去了哪里啊？我不过就是骂了她2句，竟然还生气了呢。明日我会让人将嫁衣那些赶制出来，你跟沈玉白的婚期就定在5日后。为何一定要让我嫁给沈玉白呢？明明沈玉白跟七皇子是表亲，七皇子又一直对我们荣城王府不善啊。原来你一直知道啊。那当初端妃请你入宫，你为何欣然前往？怕不是你想要搭上七皇子那条船？你眼前只有2条路，一条是嫁给沈玉白，另外一条就是跟你母亲一起去与你亲生父亲团聚。二哥，兰姨他们做的事情我是真的不知情，念在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的份上，你帮我想想办法嘛。可就因为你们的一己思念，让我亲妹妹没有跟我一起长大，这笔账要怎么算呢？乖乖准备出嫁吧，或许对你来说是最好的选择了。全完了。谁想到林雨之竟然摆了我们一道，他们原来真的跟药蛊有关系。今日是那林婉义的医馆开业，荣城王妃更像是去给他捧场的。那林婉义一个和离女是怎么入了荣城王妃的眼？母妃，那日我的人看到李小将军送了好多东西去木婉堂，您说会不会是李小将军看上了林婉义？这次荣城王妃去木婉堂，实则是相看儿媳妇的。如今沈玉白要娶庆宁郡主，已经让七皇子那边胜了一筹。景安，燕慈那边的事情怎么样了？他有没有松口啊？哎呀，我送去的美人都被他丢了出去，而且他还说礼部尚书的人选跟明年的科举考试等等，他都是不会插手的。他说了不插手，势必也不会帮着七皇子那边。接下来你要让那些谋士想办法，让咱们的人坐上礼部尚书的位置。是，你准备一些礼物，亲自送到那个木婉堂去。还要我亲自去吗？是不是太给那个林婉义面子了？这荣城王府的实力，就连陛下都十分忌惮，可不能马虎大意了。反正呢，我们也是林家实打实的亲戚，正好可以借着那林婉义跟荣城王府打好关系。儿臣明日就亲自登门拜访那林婉义去。早知道那林婉义跟荣城王妃交好，当初他求我帮忙跟沈玉白和离的时候出手就好了。阿父，母亲，感谢当初你们的出手相救，只要你们还认我这个女儿，我就永远都是你们林家的长女。认啊，当然认了，在我心里你就是我的宝贝闺女啊。婉婉啊，我们没有用，帮不了你太多的忙，可只要你愿意，林家的大门永远为你敞开，我们啊也永远都是你的家人。实际上这么多年来，我们都把你当亲生的来疼爱，只不过一直也没有告诉你真相，真是愧对于你呀。祖母，您不要这样说，在我心中，你们永远都是我的家人。在婉婉的身份没有对外公布前，你们谁都不许往外说，可别给婉婉添麻烦，知道了吗？是，祖母。当初他舅父被发配到宁古塔，没过多久就中了毒，险些丧命，还是药蛊出手才救回了舅父一条性命。舅父将计就计，这么多年来一直装病，可即便如此，还是引起了他的怀疑吗？势必得去一趟北境了。督主，
李小将军来了，还带了许多酒，说自己失恋了，找你喝酒，要借酒消愁。你去让厨房做一些下酒菜。是。燕慈，都怪你，你为何让我认识林大姑娘啊？可现在成了我妹了，我竟然那样糊涂啊！你们荣城王府打算认回婉婉吗？那是当然的了，我母亲正在搜刮王府中的宝贝，明日要再去木婉堂给婉婉送过去。哦，对了，小溪跟沈玉白的婚事就定在5日后，这倒是够仓促的。黎洛溪还是荣城王府的郡主？对啊，她以荣城王府郡主身份嫁给沈玉白，等回头我母亲就会跟她断绝关系。也不知道婉婉以后会嫁一个什么样的夫君，我一定要帮她好好把关。我做你妹夫怎么样？不行，你没有办法给婉婉孩子呀。我能？那也不行，你这人心眼子忒多，以后肯定会欺负婉婉的。而且我父亲母亲都告诉我，让我也离你远点，不然什么时候被你给卖了，我自己都不知道。看来未来岳父岳母对我的印象都不是很好。月儿慢慢爬上落，谁在月中游？看月色将那心上人皆一并走，本是不停留，偏偏沉醉他温柔。督主，林大姑娘一早已经回了木婉堂。去叫醒黎苍。是。苑慈，你真小气，让我多睡一会儿都不行吗？而且啥意思？现在就赶我走，连一顿早膳都不给吃吗？我要去趟木婉堂，在那边用早膳，你不一起？我当然一起了。李小将军，你怎么来了？以后喊我三哥就行。婉婉，待会儿母亲会来跟你谈事情，我就在这里等着她。我明日要启程去趟北境，你的事情还有一些不太放心。林洛溪嫁给沈玉白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婚期就在4日后，但她的性子应该不会就此安分下去。他的弯弯早就料到了这一切，并且也有算计安排。我待会儿得进宫面圣，明日一早就要动身出发，今天会很忙，等晚上再回来陪你。婉婉，我知道你是燕慈的人，不过跟着燕慈这人肯定十分危险的，你之前是不是欠了他什么人情？要不这样，三哥帮你想办法还他人情吧。这个恐怕黎苍真帮不了他，他欠燕慈的是以身相许。你怎么带了这么多的东西来啊？这才哪儿到哪儿啊！本来还想着给你一些珍贵中草药，结果被小仓提前给你了。你看看，如果缺什么，回头啊，我让人去药谷挖来给你。婉婉，我打算为你在王府办一场认亲宴，到时候也会提前知会林家，你看怎么样啊？母亲，那就等黎洛溪和沈玉白大婚的时候，一起公布我的身份好了。届时黎洛溪突然受到了巨大刺激，身体出点什么问题，也就都顺理成章了。好，小姐，因为婚期太仓促了，所以他们就把琉璃阁收拾了一下，准备给静宁郡主住。因为沈府还在3年效期内，哪怕是皇帝陛下指婚，这场婚事也不能大办，一切从简。我看每个人都挺高兴的，据说沈大夫人都高兴的下了地。不过是以为娶了黎洛溪之后，他们沈家就能够翻身了。等到大婚当天才知道我的真实身份。沈玉白，新婚夜我送你的大礼，希望你会喜欢啊。小姐，可那沈玉白已经是知道了，他会不会闹出什么幺蛾子呀？他舍不得荣城王府给沈家带来的权贵，他只能捏着鼻子迎娶黎洛溪。林大姑娘，快开门啊！本皇子来给你送礼来了。原来是表外甥来了呀，你把礼物放下就走吧。啊，你喊本皇子什么？上次跟林贵妃见面，她非要让我喊她表姐，所以九殿下是我的外甥，今日一幕我罚了，要早点歇息。傅灵，送客。是。九皇子那人最小肚鸡肠，回头你去哪里多带一些人，以免他报复。再过几日，荣城王府就会为我开一个认亲宴，九皇子就不敢再来招惹我了。皇帝都忌惮荣城王府，更何况做事情一向畏手畏脚的九皇子呢？婉婉，你在我的榻上了，专心点，可不许想其他男人啊。这是我的榻，燕慈。婉婉，看着我马上要离开一段时日的份上，你别拒我。浊酒一壶，取一杯敬来路。山水一程，孑然三生无故。临别一句，
独眼望洞庭湖。哟，景安，怎么这样大的火气啊？母妃，我去那木婉堂送礼，侍女推脱说她身子不适，不宜见客，可真是好大的架子，所以我心头不爽，直接去了她的闺房门口。景安，倘若真是那李小将军看上了林婉意，你这般直接去了人家闺房门口的行径，就有一些唐突了。唐突什么？又不是什么黄花大闺女了，更可气的还在后边呢。她非但不见我，还说什么她喊你表姐，我就得喊她一声表姨母，然后我要闯进去，她竟然让会武功的护院将我给抬起来扔到了门外，我绝对饶不了这个林婉意。那个林婉意如此有底气，怕是已经入了那荣城王妃的眼。之前我派在林府附近盯梢的人竟然都没了，想必也是荣城王府动了手。啊，那林婉意可是合离之身，要知道李小将军以后可是会掌握荣城王府兵权的人啊，他怎么会娶那林婉意为正妻啊？不管是正妻还是为妾，肯定是他已经入了荣城王妃的眼。所以说林婉意将我赶走还是好的，如果真的被那黎苍给揍一顿，父皇可能都不会管这件事。母妃，你说那黎苍还会不会来揍我呀？等过几日就是那静宁郡主跟沈玉白大婚的日子，届时你去探一下黎苍的口风。景安，下次可不能这样冲动了，该隐忍的时候一定要隐忍。是，母妃。都督何时归来？最快20日，最迟2个月，我定然会回来。算算那个时间，也就是要到年底了。上一世林婉意并没有活到年底，希望今年过年的时候可以跟都督一起守岁。那自然是好极了，不管你到时候去哪里过年，我都会去陪你。又是夜谈相归。对，婉婉，答应我，你做什么都可以，但前提得保证自己的安全，知道吗？我让天机多带一些人，随时听从你的支配。你对我这样好，会把我给宠坏了的。你再坏也没有我坏啊！天塌下来，我永远会为你顶着。叹那晚风吹人心，我将万事藏于心。一腔愁绪如何清晰？我也会慢慢变强的，我不会一直躲在你的身后。3日转瞬即逝，阴历9月初4，宜安葬、祭祀、祭婚嫁。哎呀，还是玉白成亲有经验呐，看着淡定的模样，哼，我真是自愧不如啊。九皇子还没开始喝喜酒，怎么就醉了呢？哦，可能是上次参加你的婚宴，一直醉到如今还没有醒吧。九殿下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见我们跟见到鬼似的。林婉意，谁让你来的？林姐姐还需要再等一等，我堂哥还在钱塘屋敬酒。你的婚事怎么样了？本来要等3年后再成亲，但这些日子大伯母跟三婶都嫌弃我碍眼，就去跟刘家说让我提前嫁过去，然后等我及笄再圆房。刘家人欣然同意。他们就这样迫不及待？因为刘家有钱，会准备一份丰厚的彩礼过来。那就是沈府没有什么钱了，所以才会急着卖了沈静柔。你早点嫁过去，离开沈家也是好事。我这些日子也在准备嫁妆，婚期就定在了下个月。拿着，这个算是林姐姐我给你的天妆。一个铺子。2位主子，事情都已经办好了。那一次新婚夜也是眼前这光景，可我跟弯弯连合卺酒都没有正式喝过。既然荣城王府不仁，那就休怪我不义了。到时候把晏慈是假太监，并且以后会坐上皇位的事情说出来。倘若七皇子想要那个皇位，提前对晏慈动手就行了。等到七皇子坐上那个宝座，沈玉白定然也会身份不低，到时候就可以尽情的去报复林婉意，报复荣城王府了。世子，我有话要跟你说。世子，前院的皇子殿下们，请您过去再饮酒。是弯弯身边的那个福临。我先去前院，倘若郡主累了，就先歇息。我就知道弯弯定然是后悔了，今日看到我娶了静宁郡主，心中不爽，才会做出这等洞房花烛夜劫人之事。福陵，是不是你家小姐让你来喊我的？搞定。这个男人果然是如同梦中一般的没用，我都要带着他飞黄腾达了，他竟然还顾着出去陪那些人喝什么酒。要不以后想办法搭上七皇子。是不是感觉这酒味道很不错？
婉意，本郡主让你滚出去！你为何2辈子都要害死我？什么2辈子？难道你也经常梦到未来的事情？我就说嘛，为什么许多事情都跟我梦中不一样了？原来是你动的手脚。黎洛熙应该跟他不一样，不是重生，而是通过梦境预知到了一些未来的事情。不过那个未来却是林婉意上一世经历的，并没有改变过的未来。你刚才喝的合金酒之中呢，有一种无味的诗语丸，到时候你非但不能说话，就连嘴舌都动不了了。林婉意，你不得好死！我已经死一次了，这次轮到你了。你就不担心别人知道是你做的吗？精灵郡主新婚夜听闻自己的父母当年做下的丑事，以及自己的郡主头衔被卸，怒火攻心，直接晕厥。醒来后口不能言，四肢不能动。我给你安排的这个理由好不好啊？小姐，沈玉白醒过来的时候，正好被小厮喊到了前院，现在正在那儿跟其他宾客喝酒呢。走吧，今日的戏就插上最后一出了。今日借着沈世子的婚宴，本世子有2件事要宣布。世子爷，今日是犬子的大婚之日，其他无关的事情还是不要今天说了吧。还真与你们沈家有关。黎洛熙的父母拐丢我妹妹，还做苦肉计，让父王认了她做养女，所以从今日起，黎洛熙再也不是荣城王府的人，亦不再是郡主。让你们之前嘚瑟，以为傍上了荣城王府，结果被打脸了吧？第2件事呢，就是我们终于找到了失散多年的亲妹妹，后天会在王府中摆宴席，庆祝妹妹归来，到时候会给各位发请帖。怎么可能呢？她若是王府真正的金枝玉叶，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们？他没有想到自己当初最看不上的大嫂，竟然有这样显赫的身份。不好了！世子夫人听说自己不再是郡主，突然就发了疯，砸了许多的东西呢。现在整个人突然撅过去了，昏迷不醒了。婉婉，我错了。我们离开吧。婉婉，你把杜青青毒死了。杜青青是黎洛熙的本名。你做的干净利落吗？可别让人查出来是你做的呀。婉婉，没事，就算是你没处理好，二哥也会让人去善后的。我没有毒死杜青青，而且我做的很干净，不会留下什么尾巴。所有的布局从很早就开始了，环环相扣，最后成功的让杜青青跟沈玉白都被困在其中。更大的打击还在后头呢。如此甚好。幸好那日他去木婉堂闹事，被林婉意给赶走了。他也听母妃的话，没有再去找麻烦。倘若他后来去找林婉意的麻烦了，指不定就不能活着看到今天这场好戏了。林婉意竟然是荣城王的亲生女儿，不行，明日一早我要进宫，让母妃帮我去说亲，我要娶林婉意做正妃。林婉意竟然是荣城王的亲生女儿，我看那沈玉白悔的肠子都青了，沈家人也个个面如菜色。他们之前肯定是没少欺负人家林婉意吧？还有沈玉白，为了娶一个冒牌货，跟林婉意和离了。明月，你之前不是还爱慕那沈玉白吗？现在这样说他，是爱慕过，就当之前年少无知，眼瞎了吧？父亲，你能不能就不要再揪着这件事情了？哎呀，怎么办呢？林婉意竟然是成了郡主了，比我身份都要高，那以后还怎么欺负她呀？爷娘，你们不是一直头疼我的婚事吗？要不你们就替我去荣城王府提亲嘛，不管哪位公子都行。明月呀，这件事得从长计。眼下也并不知道他们是否有婚约。母亲后日去王府参加宴席，到时候帮你打听一二。还是母亲对我最好了，等回头我成了你嫂嫂，你就还得乖乖听我的话。换了檀香熏香是都督走之前特意交代的，他说您最喜欢这个味道啦。沈家有什么消息？昨天晚上天机一直趴在沈家的屋顶看了一晚上的热闹呢。沈家请了太医来，其他人都醒了，除了沈大夫人。杜青青也醒了过来，但见她不能说话，四肢也不能动，沈大爷立刻就让沈玉白休了杜青青这个扫把星。之前认为是我影响了他们沈家的运势，现在又说杜青青是扫把星。小姐，这是沈四小姐让人偷偷送来的东西，她说您一看就知道这是什么了。这是当年老侯爷写的信，他已经知道给自己下毒的人是老大夫妇俩，上面罗列了证人跟物证。他把这封信交给了沈老太太，说以后倘若大儿子做下什么恶事，就把这封信交给老二。可沈老太太被大儿子气死得太突然，恐怕在那之前他还一心宠着大儿子一家。这信很重要，
最起码是完全可以毁掉沈家大房的，那毕竟是弑父啊。小姐，您打算什么时候公布这封信啊？他既然想跟我投诚，那就等他出嫁后离开沈家那个泥潭了，我再公布这封信。小姐，外头有人来看诊了，是一位老妇人，快把人请到诊堂去。是。老身多年夜梦惊醒，许多大夫看过，都不知是何原因。老夫人，您可能是有一些陈年心结未解开，所以才会影响了休息。我可以给您开一些安神的方子，让您睡得更舒适一些。我的确有一些心结未解呀。好，那你开药方吧。好，瑶光，你认识刚才那位老夫人吗？小姐，刚才那位老人家是当今太后。太后娘娘，其实让奴婢来跑这一趟就行了。你看那算是怎么回事啊？哀家要亲自替小义呀长脸，他总是留恋这里，频繁出手帮一个小姑娘，那定然是对人家有益的，也或许是消息有误。殿下是为了荣成王府的事情呢，我呀最了解小义了。倘若是为了公务，他大可以直接去找那个李锦嘛。这林家小姑娘啊，人长得漂亮，不卑不亢，小义的眼光啊不错，只是可惜呀，小义如今没有办法给他子嗣了。那位到底是多眼盲心瞎呀，会眼睁睁地看着亲生儿子成了宦臣。殿下他少时吃了太多的苦，这福报啊在后头呢。以后啊你可得多留意一下啊，倘若那位林大姑娘遇到了麻烦，就多多帮忙，就当是啊为了小义护着她。是啊，竟然是当今的太后娘娘。所以太后今日来到木婉堂，要么是跟荣成王府有关，要么太后老人家对都督的态度如何？很好，很好。之前燕慈说过，她随母亲的姓氏，姓穆，如今又跟太后扯上了关系。太后来木婉堂的事情，还是告知一下燕都督为好。小姐，您写一封信给都督吧。文文竟然给我写信了。沈府的状况，荣成王府马上要开的认亲宴，还有就是太后她老人家竟然去了木婉堂。可是京城中出了什么事？京城之中无事，舅父那边有消息了吗？穆大人已经安全无忧，但他打算趁机诈死，这样才能够让京城那位彻底放心。只不过如此一来，就会跟许多人暂时失去了联络。明日安排一场刺杀。刺杀谁啊？我。他们这一行其实很危险，皇帝已经怀疑北境的事情了，明面上是派燕慈去那边调查，何尝不是在试探燕慈？此行倘若燕慈什么都没有查出来，恐怕回去后就要面对皇帝的猜忌了。穆大人意外坠入雪谷而亡的消息，应该很快就会传到京城了。随后燕慈受到刺杀的消息再传到皇帝的耳朵里，届时这位善仪的陛下就会去想，是不是有人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了。一边除掉了当年试图谋反的穆大人，一边还试图阻拦皇帝派来的燕慈，好将所有证据都隐藏起来。这样一来，就可以完美的把我跟舅父都从这件事中摘出去，还能早点回去见弯弯了呀。皇祖母既然已经看过弯弯，皇祖母，这个孙媳妇儿您肯定满意极了吧？丫头啊，你什么时候跟我的皇孙成亲啊？小姐，您这是怎么啦？昨天晚上没有睡好吗？去打点冷水来，让我精神精神就好。是。弯弯，母亲让我来接你。我怎么记得你之前是都督府的人？哎呀，我怎么差点忘记了，弯弯是燕慈的人，你身边有都督府的人一点都不意外。三哥，这件事不要对外人提起，以免对燕都督不利。我懂，对外人说也会对你不利。咱们父王最喜欢的就是咱母亲了。至于咱们母亲性格直爽，她平时最喜欢看医书、研究毒药什么的，你肯定跟她有共同话题。
对了，大哥也喜欢医术，他的性格是咱们全家中最好的。如今人在药谷，我都快2年没见到他了。至于二哥，咱家心眼子最多的人，不过你放心，他这人最护短。还有燕慈，弯弯你是不知道啊，当年父王差点要认了燕慈做义子呢，结果燕慈愣是没同意。可父王是真的赏识他，再加上这些年来上头那位一直紧张着荣城王府，咱们就跟燕慈走得近了。父王很赏识燕慈？父王说燕慈是他的过人之子。后来我还听说，父王刚成亲的时候，还跟那位过人约定，彼此的孩子倘若生男女，就指腹为婚呢。也就是说，冥冥之中，两人差点成为未婚夫妻。弯弯，你可别多想，那不过是许多年前父辈们的戏言，父王母亲他们也不会逼迫你的。林婉叶，你这是被绑了？三哥，他是明月仙主，我的朋友，这位是我三哥黎苍。郡主，王妃让您过去见她。你去忙吧，不用管我。那我就先走了。啊，母亲呢？来，这玉手镯啊，你收着。当年我及笄的时候，你外祖父外祖母给我的，现在把它传给你。这是祖宗传下来给我们的护身符、姻缘符。虽然错过了你的及笄礼，现在补上也来得及。等回头啊，我先带你回药谷，然后再去荣城。母亲，婉婉可能没有办法跟你去药谷回荣城了，至少眼下不行。当今陛下撤了杜青青的郡主之位，同时封了婉婉为顾伦郡主。只有储君的女儿，或者是极其得宠的王爷的女儿，才会得到这个封号。杜青青的郡主头衔给撸了，皇帝又要换个人在这里做人质了，真是烦死人了。好在对方没有提一定要让婉婉立刻成亲，一切还可以从长计议。今日是咱们跟婉婉相认的大好日子，暂且不提这些事情。你说的对，婉儿，你有多少把握可以得到那林婉意的芳心？他之前撞见过我抱着黎洛熙的事情，不过他自己也是嫁过人的，应该没有那个资格来要求我什么。大不了我与他成亲后专心对他好了，房中妾室少一些罢了。你笨了，先哄着他，说以后绝不纳妾，等到成亲后，还不是你想要拿多少就有多少。儿子都听母亲的。东方嫣然，好久不见啊！你竟然敢打我！当年就是嘉柔公主嫉妒我能够嫁给王爷，竟然在我们来京的时候伙同歹人偷走了我儿婉婉，让我们骨肉足足分别了13年之久啊！没有证据的事情可不许胡说。不管是人证还是物证，如今已经放在陛下的龙案上了，咱们陛下一定不会让我们这些臣子寒心的。皇兄，那东方嫣然是胡说八道的。你当初做这件事的时候，为什么就不做得干净一些？那我现在应该如何？除了那个冯兰外，其他的都不算铁证。接下来你再也不要承认或者否认这件事，回头多给他们一些甜头，让这件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要不您给赐婚，让那林婉意嫁给我家婉儿吧。正巧我可以说是当年的事情是误会，但也心疼那孩子，想要好好的弥补。林贵妃白日里刚跟朕提过，希望朕赐婚，老九想要娶她做正妃。您答应了？没有，我又怎么会答应呢？倘若以后老九赢了呢？难不成他黎爵的女儿还要做我们大周朝的皇后不成？绝对不可能。就凭他们也敢肖想婉丫头，他们也配？萧逸也真是的，这个关口竟然离京了，他再不回来，媳妇儿可就要被抢走了。陛下那边还没有下决定呢，应该一时半会儿啊，这赐婚的圣旨也不会下来。哎呀，不行，明日宣哀家的旨意，让那东方嫣然带着婉丫头来慈宁宫。太后召见的话，那么就相当于把这汤水给搅浑了。其他不管是林贵妃还是嘉柔公主那边，都会犹豫观望起来。太后啊，您之前跟那荣城王妃并不亲厚，这突然召见，会不会引起陛下的猜疑呀？哀家虽然对那东方嫣然不亲厚，可是黎爵那小子可是哀家看着长大的，听闻他找到了亲生女儿，圈进宫来瞅瞅，再赏赐一些东西，
那也是理所应当。太后您说的极是啊。这皇上竟然给那丫头封为固伦郡主，看来他还是没有停止对小爵的猜忌。这里怎么好像是皇宫？他杀了母后，都是血，全都是血。竟然是一场梦吗？可我又怎么会梦到皇宫中的事情呢？还有梦中的那个孩子到底是谁？我的心为何会这样痛？他杀了母后，应该不是当朝的事情吧？毕竟他们大周的先皇后可是病故而亡，陛下与他间谍情深，所以后来再也没有立后。主子，你醒啦！刚才我收到了天机传来的消息，都督过几天就会回京了。为何提前回来？都督的右臂中箭了，不过箭上没有毒，也没有伤到要害，您不用担心。这是巧合吧？怎么陛下那边没有动静，太后却要宣我们今日进宫啊？会不会是鸿门宴啊？母亲，要不你们不要去了吧？我可以扇萧启念耳光，但却不能藐视太后老人家的权威呀。毕竟她一直对你们父亲极好。虽然太后老人家对咱们家不错，但保不准宫中有其他人居心叵测，一定要小心谨慎。那待会儿就让小仓乔装打扮，暗中保护我们好了。小锦，你在外边接应。太后老人家跟燕慈是相识的，而且还对燕慈极好，所以宣她进宫，或许……婉婉，你怎么了？没什么的，我就是想着医馆开了许久，可只有我一个大夫。原来是这件事儿啊！我回头给你祖父书信一封，让他派几个女大夫来帮你做堂好了。就这样说定了啊！其实他们平时也要四处云游的，来京城没有地方落脚，又不愿意来王府，去你的医馆呢，正是合适。那好吧，一个就足以。王婶，您这是要去哪里？去慈宁宫。那您快些去吧，可别让皇祖母久等。婉婉，你是不是早就知道自己是荣成王的亲生女儿？我若是早知道，还会被你们沈家欺负得那么惨吗？不过杜青青却是早就知道的，难道你忘了她当初是如何怂恿孙青莲烧死我的？婉婉，对不起。沈玉白，如今道歉已经没有用了。婉婉，我看那个沈玉白还对你贼心不死，他是不是还打算跟你破镜重圆？破镜根本就不可能重圆。欺负了我宝贝女儿的沈家，我绝对不会放过的。这丫头啊，的确是继承了你们夫妇俩人的优点，漂亮聪慧，不怪被人给盯上了。哀家听闻老九求到了陛下跟前，说是要求娶弯弯做正妃，其念也求皇帝说要让弯弯许配给他的儿子小望做正妻。太后娘娘，这弯弯才刚跟我们团聚，他还刚和离不久，王爷呢也还没见过他，我们并不想他这样早的出嫁，想把他在身边呢多留几年，也是应当的。幸亏那沈家人鱼目混珠，又蠢又笨，不珍惜婉丫的，不然的话，小义总不能夺人之妻了。不管如何，多谢太后告知这件事儿，这样臣妇也好有一些准备。客气了，哀家呀，其实也很喜欢婉丫头，也希望啊，陛下儿孙争气。如果能娶了这丫头啊，咱们不也能亲上加亲吗？只是孩子们的事情啊，还是得看缘分呐。话里有话呀。他总感觉太后虽然看不上九皇子跟那姜望，但很明显心中还有一个人选，那人八成也是皇族的。原来太后宣我们来是提醒你的婚事，皇宫可是一个是非之地，早早归家才是。你是哪个宫的宫女？怎么这样毛毛躁躁的？秋兰姑姑，求您救命啊！奴婢不小心打碎了长宁公主的镜子，她要杀了我。林婉意，你进过来做什么？太后懿旨宣我进宫。皇祖母真的宣林婉意了？
回公主的确是这样的。是林贵妃有意打算让九皇兄娶了这个林婉意做正妃，那到时候她就是我皇嫂了。林婉意，如果你这张脸废了，我看你还怎么嫁给九皇兄，而且也算是给玉白表哥报仇了。我让你这个仙人跑，看本公主不抽死你！长宁公主好大的火气啊！她提前回来了，不是受伤了吗？我并没有要打杀林婉意啊，只是想要教训教训她而已。玉白表哥因为她大病一场，十分的憔悴，她却跟个没事人一样。你竟然敢打本公主！你姑姑我都照样打，何况是你？沈玉白欺负我家婉婉的账，我还没有找他去算呢，你竟然还替他出头了，你算个什么东西？把长宁公主送回揽月宫端妃娘那儿去。是。燕子，你这个阉人，怎么就只拦着我不抓他们？你不知道谁是你的主子吗？难道你要效忠荣成王？咱家的主子一向都是陛下。燕慈啊，多谢你刚才为我们解围，不会给你带来什么麻烦吧？王妃客气了，不会给我带来什么麻烦。今晚木婉堂见。这么短时间你就回来了，怕是还没有到北京吧？启禀陛下，臣的确还没有到北京，就收到了莫广宇的死讯。臣打算火速赶到北京，结果却遇到了刺杀。北京肯定有人要趁着莫广宇之死趁机举兵，臣就佯装被吓得火速回京。陛下，现在定然要即刻派兵去北京啊！那莫广宇真的死了？臣刚开始也有点怀疑，所以后来又派人去北京查了，消息过几日应该就会送回来。你说你既然受伤了，就让手下的人回来传消息好了。臣如果慢悠悠的走，恐会让对方怀疑，而且这件事臣一定要亲自禀明陛下才行。臣愿意带兵重返北京，将那幕后之人揪出来。你既然受伤了，让太医看看。这件事朕会让其他人去办。是，陛下。还有一事，刚才臣进宫途中见到了长宁公主跟荣成王妃起了冲突，长宁公主因那沈玉白的事情迁怒顾伦郡主。臣记得您说过，暂时要对荣成王府客气一些，就让人将长宁公主拉开了。只是公主好像是误会了臣，还骂臣是不是忘记是谁的奴才了。长宁也是被朕宠坏了，荣成王府可是一群护短的疯子，倘若他真冲撞了那东方嫣然，有的他受的。这件事你做的没错。好了，若是没有其他事，你回府吧。是，陛下。那臣告退了。给皇帝演完戏了，该去看看我家弯弯了呀。小姐，沈府又要办丧事了。杜青青这么快就死了？不是杜青青，去世的是沈大夫人。她之前身体就不行，后来沈玉白大婚那日的事情，她受了太大的刺激，今天刚醒过来，就听说沈大爷将之前赶走的那个外室又给接了回来，直接气的是一命呜呼了。这样一来，沈静柔的出嫁应该会被影响了吧？据说今天一早的时候，沈四姑娘已经坐着轿子进了刘家了。这丫头是想要先笼络住刘家人的心，哪怕将来沈家彻底不行了，她也不会受到任何影响。小姐，明月县主来了，现在人就在药室那边。燕都督，你也是来木婉堂看病的吗？可这里不接待男病人呀。这木婉堂倘若没有燕都督的银两支持，恐怕是开不起来的。燕都督是木婉堂幕后的老板，差不多吧。哎呀，怎么就不知道去求助我呢？我也很有钱的呀。你找我有何事？我是请你明日去齐府上门看诊的。下次你直接让侍女给我送帖子。那怎么成？咱们可是朋友，我定然是要亲自上门请你的。你明日记得来齐府啊。我先走啦。今日倒是走正门了，你没看到把齐明月都吓成什么样了？婉婉，可曾想我？都督，我们分开的时间并不久，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婉婉，别闹了，你肩上的伤处理了吗？之前的伤口裂开了，还没有包扎。先脱了衣袍。原来弯弯不善口头表达，都喜欢用实际行动来。燕慈，这得亏伤口没有红肿感染。弯弯竟然这般关心我。燕慈，我懂，都懂。弯弯不气，我这样做是因为陛下怀疑我，我只能用了苦肉计。陛下不是最信任你了吗？他除了自己，其他任何人都不信任。你可知道大周朝的哪一任皇后是被人害死的吗？
婉婉为何突然会问这件事？我之前梦到了一个小男孩，他满脸是血，扑到了我的怀中，说了许多话，我只听到了一句他杀了母后。嘟嘟，就是那一夜，他眼睁睁地看着母后被父皇杀死。小燕慈不知道自己跑了多久，就在他马上要力竭的时候，却摔进了一个温暖的怀抱之中。多年以来，燕慈都以为这是自己的梦境，但是现在他的弯弯却说是自己的梦。原来真的是你。燕慈，婉婉，这等关于皇族秘辛的事情，你切记不要随意问人，以免招来杀身之祸。可我只问了你。我会让人帮你调查此事的。婉婉，能让我抱会吗？要累到什么程度才会这样直接就睡着了？他小时候在几次绝望之时、濒死之际，都见过一女子。那女子一身药香，总是能把他从地狱沼泽中给拉了回来。他本以为那个女子是自己臆想出来的，但就在几个时辰前，林婉意说了他做过的梦。婉婉，你值得我拿命去爱着护着呀。你醒了，伤口还疼吗？还疼，得让夫人亲亲才好。千年等待也不忘，若能重拾你的微笑。你是前世未知的心跳，你是来生胸前的记号，未见分晓，怎么把你忘掉？主子，如你所料，长宁公主一病不起，端妃去陛下那告您的状，但却被陛下给责骂一通，以不会教导之过，罚他抄写佛经，闭门思过。如果让七皇子在马上触碰到皇位的瞬间突然跌入地狱，你会不会后悔当初不该对自己闺中密友落井下石呢？昨天太后宣荣城王妃母女俩进宫，都说了什么？都是一些提己的话，还送了顾伦郡主许多东西物件。我就说嘛，皇祖母肯定会喜欢弯弯的。属下还查到嘉柔公主被荣城王府的人告了，她走投无路之下，竟然想出要让顾伦郡主嫁给她儿子的馊主意。林贵妃也提出了让顾伦郡主做九皇子的正妃。天凉了，工部尚书该换人了。是。等拿掉了九皇子的工部，两位皇子应该又算是可以并驾齐驱了吧？这就是您想要看到的势均力敌，我给你。林婉意，你开木碗堂9000岁拿了多少银子？县主为何问多少银子啊？我要给你赎身啊！今日不是让我上门来看诊的吗？你府上谁生病了？莫非是林婉意有什么把柄在9000岁手中？罢了，是我庶妹身子不适，那就过去看看吧。齐大人是大长公主的儿子，他跟齐夫人感情极好，但成亲后，齐夫人只生了齐明月一个女儿。为了让齐侯爷有后，齐夫人就主动从自己的陪嫁中挑了一个中规中矩的侍女给开了脸。结果那侍女也只生了一个女儿，就病逝了。齐侯爷就再也不纳妾，只专心对齐夫人好了。你这是气滞血瘀，行经腹痛，许多初次来癸水的时候都会这般。你又天生体寒，所以才会如此腹痛难忍。郡主，那我这病还能医治吗？我写一个药方，还有一些注意事项，差不多坚持半年，你的情况就会有所好转了。太谢谢你了，县主。你妹妹不是比你还小2岁吗？她都要定亲了，你却迟迟没有定亲。林婉意，我看上你二哥了，我已经让母亲去帮我说亲了，以后我可就是你的二嫂了。你这是什么表情啊？难道我配不上你二哥吗？郡主，你是回木碗堂啊，还是回荣城王府啊？齐夫人，你有什么事？是这样的，我之前听闻你三哥还没有定亲，我看着他跟明月也挺合适的。哎呀，母亲，我明明说过了，我没有看上那林。你若是回荣城王府，能否帮我探一探你母亲的口风啊？好，那就多谢郡主了。明月县主这是看中了世子爷，还是看中了李小将军啊？明月县主没有看中我三哥，
可是齐夫人却认为他跟我三哥合适。那主子，你待会儿要如何跟王妃说呀？如实说。母亲，今日是有什么喜事吗？这般高兴。我刚听说宫中昨天出了个乐事儿，据说啊，浣衣局一个宫女毛手毛脚的，竟然洗破了几十件衣裳，其中呢还有林贵妃最喜欢的那套紫色克丝罗裙。她带人翻遍了整个皇宫，愣是找不到那个宫女了，这人就好像是凭空蒸发了似的。母亲，三哥回来了吗？关键时刻不顶用，生他何用啊？哎呀，可惜已经不能塞回去了。三少爷是昨天晚上回来的，他回来后得知王妃跟郡主您都没事，他就把自己锁进的屋子，到现在还没出来过。您说有没有一种可能，昨天浣衣局的那个宫女，难道是小仓？母亲，我来是有事情找您说的。什么事儿啊？母亲，林婉意把齐夫人托自己的事情一说，以及齐夫人跟齐明月可能看中的不是同一个人。倘若你们早就有安排了，我去回绝了齐夫人就是了。没有安排，主要呀是我很早就对你三位哥哥说了，以后媳妇儿自己找，他们找到了人呢，就领到我跟前来，我看顺眼了就可以。你兄长们我是准备放养的，但你的婚事儿，母亲一定会为你亲力督办操劳的。我的婚事？是啊，婉婉，你如今啊是我们荣城王府的郡主了。按照之前的约定，你必然是要嫁给京城勋贵世家子弟，如果不这样的话，恐怕皇宫里边那位就要开始动手脚了。抱歉啊，婉婉，这件事我们眼下只能这样做。母亲，您说荣城王府的麻烦我也是懂的，可再次成亲这件事情可否不要那么急，还有人选，我也想要选自己想要的人。这是自然，而且我也打算呢多留你几年。哎呀，你是打算什么时候把那丫头娶回来呀？你可知道她的婚事皇帝是会插手的。知道你如今需要隐忍，但是时间可等不得你呀。现如今有许多人都想要娶婉丫头，你总得想个法子呀，不然你就等着她嫁给其他人吧。不会的。之前林婉意同沈玉白成亲，两人青梅竹马，佳偶天成。燕慈当时虽然对林婉意有兴趣，但倘若她跟那沈玉白恩爱幸福，燕慈必然也不会横刀夺爱。只是她借着酒醉稍微一暗示，那沈玉白竟然就为了权势，迫不及待地将林婉意送上他的床榻。当时燕慈就决定了，不管如何都不能让林婉意同他继续在一起了。那一夜恩爱实属是意外，他没有料到林婉意会如此主动。既然木已成舟，他必然不会再放手。弯弯的幸福只能够由他来给。皇祖母，您且放心吧，用不了多久，皇帝会主动求着我去娶婉婉，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罢了。燕慈不会主动跟皇帝提他要娶林婉意，因为一旦他提了，善仪的皇帝一定会想着他是否已经暗地里跟荣城王府勾结到了一起，反而更加不会让他娶到人了。而他也不能主动去跟荣城王府提亲，他是假太监的事情暂时不能暴露，而不暴露的话，荣城王府肯定不愿意把林婉意嫁给一个宦臣。不过虽然暂时不能主动，但不代表他什么都不做。你心里有数就好。对了，听说你这次受了伤，严重吗？多谢皇祖母关怀，不严重的。太后，长宁公主来了。就说哀家睡了，不见她，成天咋咋呼呼的，成何体统啊？除了上次在御花园长宁公主要拿鞭子抽婉婉之外，更早之前她打算用蜜蜂蛰婉婉呢。看这小状告的，既然皇上跟端妃都不管，那哀家就管管他。皇祖母英明，那孙儿先退下了。皇祖母，您可得给长宁做主啊！那林婉意肯定是会巫术的，不然为何长宁明明是要打他，可是最后我回到院中，腿却越来越疼，现如今都走不动路了。太医都是束手无策，肯定是那个林婉意施了巫术。端妃是沈家的亲戚，也该好好的敲打敲打他了。来人，
送长宁公主回揽月宫，她腿脚不便，就不要出来了。端妃教女无方，年前就不要出揽月宫了，手中后宫事务就交给林贵妃吧。这几年大周许多城池都干旱，百姓们叫苦不迭，皇帝就派工部去各个城池都修建一座雨神庙，用来为大周百姓祈雨。20余座雨神庙马上就要建成了，可谁知道会在这几天接连倒塌，最后爆出来工部尚书赵公贪赃枉法，为了中饱私囊弄虚作假，其中肮脏事无数，这才惹了天怒。静安，你这是怎么了？脸色这般难看。母亲，工部出事了。这段时日来，许多人要求娶林婉意，都把帖子送到了荣成王府。那些册子上的男子经常第2天就会出现一些意外，最惨的是那姜望，竟然被发现晕倒在了继子的榻上。外界现在都在传我克夫呢。你来克我吧，我命硬。燕都督，你都躺了1个时辰了，再不起来，我的腿可是要废了。为夫来给你揉一揉。叹红尘故里，花落有几度？世间繁华，且清风平故。婉婉，我很小很小的时候，亲眼看到我阿父杀了我母亲，从那一刻开始，我就没有家了。燕慈，所以婉婉，以后就让我们共同组建一个温暖的家，好不好？你知道咱们成亲很难，用不了太久，咱们就可以成婚了。你已经去荣成王府提亲了？没，陛下会给我们赐婚。什么？陛下善宜，所以他一定会让你嫁给京城勋贵世家之子。但荣成王府肯定会慎重为你挑选夫婿，更不会将你嫁给7皇子一派或者是9皇子一党。皇帝同样也不会让你嫁给9皇子，因为他担心9皇子以后赢了，那你就是皇后了。但年底之前你的婚事必须定下来，陛下等不了太久。而且如果是我娶你，对他来说还可以羞辱荣成王府。我母亲他们未必会答应。燕慈跟荣成王府的人都十分熟人，父王对燕慈的印象很好，但这些好却不足以让他们同意将女儿嫁给一个宦臣。这你就放心吧，我自有办法说服他们。我错过了婉婉许多事情，每多为你做一件事，我的心就会被填满一些，一点一滴，最终汇成汪洋大海，填补我们错过的那些岁月。怪不得说9000岁是陛下跟前的红人呢，你这也太会哄人了吧。对他那都是虚伪的哄骗，但对我家婉婉才是真心的。不信你摸一摸，我这心可真了。梦来愿你人恋你，岁岁长相依。东水岸雁飞去，长风卷青丝。两相不到别离，一浊酒与天地。都督刚才接到宫里的消息，进宫去了。出了什么事？据说是工部尚书出事了，具体的奴婢就不知道了。难道工部尚书是9皇子的人？这几日沈家有没有什么动静？沈家二爷要回来了。当初因为老侯爷去世，二房跟大房闹了不愉快，沈二爷就带着家眷远离京城到地方上任去了。在这个节骨眼回来的话，应该是见到沈家大房不行了，回来抢权的。郡主，沈世子又要成亲了。就算沈玉白不顾沈老太太未满100日祭，也得顾及她亲娘刚过世，这还没满1个月吧。那杜青青虽然不是郡主了，但也是沈玉白明媒正娶的世子夫人。如今人虽然残了，还没死啊。沈玉白是不是要狗急跳墙了？仁义礼智孝信，他什么都不要了？他跟谁成亲？兵部尚书杜宇唯一的嫡亲侄女杜宁燕，不过他们不是马上成亲，而是先订了婚，明年再成亲。原来是杜宁燕，
当初最反对他跟沈玉白这门亲事的就是杜宁燕。如今工部那边又出了事，还不知道会如何。看来七皇子是打算利用自己的表弟来笼络兵部尚书了。对七皇子来说，沈玉白是不是只剩下这点用处了？可他估计还没有告诉其他人，他已经不举了吧。阿父，我不想娶杜宁燕。你不娶她，那你还想要娶谁？你若能娶了她，七殿下才不会彻底放弃你，放弃咱们沈家呀。父亲，倘若我能够挽回弯弯的心，那七皇子同样不会放弃我。眼下弯弯对我有一些误会，但我会去努力解除他对我的误会。可是他好像对沈家敌意很大。肯定是之前祖母跟母亲在的时候为难过弯弯，但如今祖母跟母亲都不在了，他对咱们沈家的怨怼应该也会减轻了许多。说不定有了荣成王府的助力，咱们沈家会重新变为侯府。阿父，你可知我身子近期不大行，但弯弯却会研制一种药让我恢复如常。别犹豫了，不管从哪个方面来考虑，我夫人的最佳人选还是弯弯啊！更不要说在那么多女人中，我自始至终最爱的一直都是弯弯，此心天地可见。那杜青青，你打算怎么办？她本就身子不好，这天马上就要冷了，没挺过去十分正常。那这两件事你都抓紧一些，毕竟你二叔一家要回来了。我跟弯弯成亲那么久都没有圆房，倘若我可以让弯弯有了孩子，那她是不是就更会快点原谅我？你来了，这几日都没见你，是工部那件事情波及到你了吗？那雨神庙倒塌的事情板上钉钉，只不过就是需要查的时间久一些，毕竟贪银两的事情都是拔出萝卜带出泥，皇帝不想连累哪个皇子，所以会给他们摘干净的时间。工部尚书是九皇子的人？对，我家弯弯真聪明。我还不是你家的。快了，陛下这几日心情不好，连带着对荣成王府也没有多少耐心了。3日后他会让三皇子举办一场蹴鞠比赛，到时候会让京城之中的贵族子弟都来参加，也就是变相的让你选夫。三皇子不是有腿疾吗？如今皇帝的儿子中还活着的只有4个，除了11皇子还年幼外，就剩下了3皇子、7皇子以及9皇子。3皇子的生母其实是一个浣衣局的宫女，当年因为一场宫宴意外被皇帝临幸，但却是一个福薄的，刚生下3皇子就撒手人寰。当时皇后还在，仁慈地将孩子带回自己宫中抚养。可没过几年，皇后病逝，3皇子就成了无人在乎的小可怜。在他7岁那年，被5岁的7皇子推进冰窟窿中，冻伤了腿，至此落下了残疾。后来还是太后不忍心，将3皇子接入慈宁宫给养着，一直到他过了13岁，住进皇子府。咱们这位陛下最喜欢往人的伤口上撒盐了，他让3皇子主持这场蹴鞠，其实还在提醒有一些人不要肖想自己根本不配得到的东西。今晚我要早点歇息，明日起早要去城外那个庄子上看看，准备好明年都种一些什么草药。正好我明日有空，与你同去。晚风捉住纸上，花开昨夜晕染明月下。他愿修行神仙下凡落水家。风吹帘动窗棂，外面星火不夜火桥上。云游4月8号，惹起了荣华。文文起了吗？郡主今日有事去城外的庄子上了，这个时辰应该已经出城了。那你知道庄子在哪里吗？奴婢不知。文文何时回来？郡主说明日再回来。那好吧，我明日再过来。你怎么来了？为何木晚堂我就来不得啦？我还以为你追不上我二哥，特意来弯弯这里，打算曲线救国。哦，你说话这样夹枪带棒的，你吃醋了？我吃醋？算了，你走还不行吗？听说顾伦郡主貌美如花，倾国倾城，今日就让哥们几个乐呵乐呵。嘿，哈哈，你这小丫头还怪横的呀！哎呀，待会儿哥哥让你哭出来，好不好啊？先别打死，问问是谁让他们这么做的。是。弯弯猜到是谁呢？
不是七皇子就是九皇子。主子，是九皇子。不等我们回京城，京城内大街小巷就开始传我被歹人侮辱的事情了。林贵妃是想要彻底毁了我。婉婉想要怎么做？都督还记得之前说九皇子并不是陛下的亲生儿子？记得。九皇子应该是陛下亲生的，可是林贵妃或许跟其他男人有染过，不然当时林贵妃为何会那样的紧张这件事，还连夜处理了许多事情？林贵妃肯定是心虚了，把这件事情泄露给七皇子，这对七皇子来说可是一个收拾九皇子最好时机。悠悠山亭外，万里云烟入梦来。不知世俗尘埃，小女子不才。外面在干什么？回世子，是三夫人找了道士来说，是最近家中接连死人，不太吉利，所以来给做法事。还有吞吞吐吐的干什么？赶紧说！杜家刚才派人过来退亲了。什么？他虽然不喜欢杜宁燕，认为杜宁燕的容貌、才情等都远远比不上林婉意，但对方竟然跟他退亲了，这不是明晃晃打他的脸吗？没道理只让我一个人这样惨。倘若不是因为杜青青那个贱人，我就不会跟弯弯和离，更不会变得如此凄惨。杜青青，我今日这样凄惨，都是拜你所赐。你早就知道弯弯的真实身份，为何不告诉我？杜青青活生生用他也断了脖子。拜见之主，拜见都督。薛长山以前是跟着我做事的，一次意外断了脚踝，就让他在这里给我看庄子了。他娶妻生子了，也就没让他动地方。走，我先陪你四处看看。真喜欢这样惬意的生活。如果弯弯喜欢，可以经常回来。京城那边一摊子的事情，后天的蹴鞠比赛还指不定会出什么幺蛾子呢。只要弯弯想来，随时都可以来。京城的事情你也不用烦扰，一切有我。燕慈，你为何对我这样好？可能是上一世你救了我。上一世明明是你救了我啊！傻丫头，我们很早就相见了，只不过是以一种十分离奇的方式，因为其中还夹杂着许多复杂的血海深仇，暂时无法与你说明了。庄子后边的山洞里有一处温泉，我带你去。弯弯在想什么？在想如何感谢都督啊。想要感谢我，十分简单。几度春风，热胭脂红，花月落。舒服吗？小径之中，花蝶如丛，却难觅前踪。郡主，李小将军、明月县主都在等着你呢。李小将军跟明月县主昨天就来了，他们扑了个空，今日又来了。我劝你歇了做我二嫂的心思，我二哥那么聪明的人，绝对看不上你这种泼辣的女人。啊！你说谁泼辣？你们怎么来了？我跟他可不是一起来的啊！林婉叶，明日三皇子在城北园林那边举办蹴鞠比赛，听说啊是专门为你准备的相亲宴呢。知道了。原来你知道了呀？到底是哪个混蛋提前告诉了弯弯？我收到了帖子了。那三哥，明日我们一起过去吧。好的。谁来了？9000岁来了，来得很低调。现在世子正在书房中跟他说话。燕慈来了。郡主，王妃一直在等着您呢。母亲，何事这么忧愁？还不是上面那位口中说着什么体恤我们亲人刚刚团聚，却又说着什么你一日不成亲，你二哥三哥也不好回荣城，竟然明晃晃的威胁我们。李锦、黎苍他们之前是奉命送杜青青进京成亲，实则是让他的婚事成为荣城王府的软肋。之前这件事，荣成王他们就跟杜青青说过，杜青青本人是愿意的，他们也就没有阻拦。现如今林婉意倘若不从，那么皇帝就会给荣城王府按上谋逆之罪，第一件事就会把李锦跟黎苍扣留在京城。这些人我都看过，要么是七皇子一派的人，要么就是九皇子一派的人。不，其实还有一个人。还有一个人没有在这些名单上。的确，他们是有心思想要巴结荣城王府，但却也不敢得罪那2位皇子。明日他们更不会出现在蹴鞠比赛上。不，这个人不仅能出现在蹴鞠比赛上，而且还不敢得罪2位皇子。燕慈，世子清楚，很早以前我就跟荣城王府绑到了一起，如今刀已经架在荣城王府的脖子上了。
你们没有其他更好的法子？你们又不舍得林婉意，担心她再次遇人不淑。这件事我做不了主，你在这里等着，我去后院同母亲说一说此事。好，二哥。母亲，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同你和弯弯说。我不同意这件事儿。妹妹好像是并不太反对的样子。或许弯弯可以跟那燕慈假成亲。弯弯，你是如何看的？母亲，二哥，燕都督对我有恩，不过我想要知道你们是否信任他。之前听三哥说过，燕都督是我父王的故人之子。的确如此，但具体是哪个故人，你父王嘴巴紧得很，我们所有人都不知道。他只是告诉我们一点，说燕慈可信。事已至此，的确没有更好的法子了。二哥，燕都督是不是还没有走？我想单独跟他谈一谈，可以吗？也好，你同他说清楚，只是假成亲。等回头你有了心仪的人，或许是我们荣城王府，再也不需要受到皇权桎梏的时候，他一定要还你自由身，而且一定要让他平素里与你相敬如宾。你要用假成亲的法子帮荣城王府解围这件事，我母亲跟二哥都是同意了的，只是他们感觉到委屈我。还有就是希望你谨遵假成亲这件事情，以后倘若荣城王府不用再受皇帝桎梏，你就给我自由。婉婉，在他们面前是假成亲，但在我这里是真的。那你明日也参加蹴鞠比赛吗？当然要名正言顺的赢了那群不学无术的酒囊饭袋。那好吧，母亲他们还担心着，我出去就跟他们说，我们说妥了的。好，我也得去进宫给咱们那位陛下敬献这个毒剂了。我很期待再次为弯弯播下凤冠霞帔。王妃，刚接到消息，说是沈世子夫人没了。东方嫣然之前一直关着冯兰，实际上她知道，只要皇帝护着嘉柔公主，冯兰这个人证其实一点用处都没有。哦，那让人去送冯兰上路吧，跟他女儿做个伴。是。婉婉，委屈你了。我也是荣城王府的一员，也幸而我不厌烦燕都督。母亲，这件事我给父王写一封信，告知他吧。好。是弯弯，若是将弯弯新婚夜进入了都督府的事情宣扬出去，到时候看哪个皇亲国戚、富贵子弟愿意娶她，弯弯，你只能是我的。什么？你说让那林婉意嫁给你？是。燕慈，朕知道你愿意为朕排忧解难，这样的确能够让荣城王府十分气恼，只不过他们怕是不会答应吧。他们自然是不会同意的，但不是还有明日的蹴鞠比赛吗？你要去参加，并且赢了那比赛，这等事情不容易成吧？陛下放心，微臣自然都会安排好了。既然你要成婚了，朕一定给你准备一份丰厚的新婚贺礼。那就先谢过陛下了。好了，明日事情要紧，你赶紧回去准备，一定不可出纰漏。是，那臣退下了。赵福安，当年燕慈净身是哪位太监给督办的？回陛下，是去年去了世的孙公公。奴才记得当年您要挑选几个机灵的小太监，就正好去选中了燕都督。谁能够想到，几年过去了，当初那个被断了根、脸色惨白、差点死过去的少年，如今竟然能够成为叱咤京城的9000岁。他心中的疑虑打消了一半。大理寺卿上书弹劾沈玉白，大理寺卿认为沈玉白成日耽于儿女私情，根本不顾政务，希望将对方调离大理寺，而大理寺正是燕慈的地盘。莫非沈玉白得罪燕慈了？如果真是如此，皇帝突然就明白为何燕慈提出要娶那林婉意了。一来是为他排忧解难，二来燕慈肯定是想要公报私仇。想通后，皇帝心底剩下一半疑虑也彻底打消。燕慈啊燕慈，打着帮朕的名头，却是在给自己报仇啊。
明日去整理一个章程出来，大婚需要的东西都要准备好，聘礼要按照最高规制来准备。都督，您终于要把郡主娶回来了。是啊，终于要把文文娶回家了呀。这等差事怎么就落到咱家殿下身上了？谁不知道殿下腿不便呢？这是皇命，不许乱说。是，如果是我娶了那顾伦郡主呢？毕竟嫁给我这个瘸子皇子，能够让皇帝放心，也不用让荣成王府以后被老七或者老九利用了。但凡那林婉意聪明一些，就会知道我是他最好的选择。文文，没事的，你尽管去挑选。倘若没有选中心仪之人，那三哥就赢了那蹴鞠比赛。估计是母亲他们担心三哥别说出去什么，所以就暂时没有告诉他我已经决定要嫁给燕慈的事情。三哥不必担忧我，事情都已经安排好了。文文，我待会儿就在那边，你若有事直接喊我便是。是。真羡慕你有哥哥，虽然这个黎苍咋咋呼呼的，但是对妹妹还挂好了。你我是朋友，我兄长自然也算是你的兄长。我才不会喊黎苍那样的人为兄长呢。平阳公主之前跟林贵妃走得近，而杜家又是亲近七皇子的，这两人怎么走到了一起？郡主殿下，今日这场蹴鞠比赛是陛下专门让三殿下为您举办的，所以需要您提供一件贴身物件。到时候谁赢了这蹴鞠比赛，得了郡主的青睐，那物件就送给谁。郡主殿下，这是何物啊？这是我新研究出来的毒药啊，可以毒倒一只大老虎呢。郡主殿下，要不您换一样贴身之物吧？这东西有点危险啊。这就是我的贴身之物啊。那奴才就下去了。看来这个顾伦郡主不是很听话的样子。你这是怎么了？我之前跟三皇子是有婚约的，不过婚约刚定没多久，他腿就断了，然后我母亲他们就给退了亲。幸好是退婚了，他怎么越长越丑啊？林婉意，你三哥怎么没有上场啊？哎呀，沈玉白那种克妻的，谁给他勇气上场的呀？沈玉白，你都娶了多少个夫人了，怎么还来凑着热闹？你知不知道，我成亲当天晚上，林婉意在都督府待了整整1夜。你胡说八道吧？这等事情我怎能会胡说啊？难道是往我脸上贴金吗？我可以跟七哥的人去争抢林婉意，但倘若看上林婉意的人是燕慈，这指不定就有父皇的授意在里面。九殿下，您没事吧？红队少了一个人，我来本都督来陪你们玩玩吧。莫非陛下对顾伦郡主的婚事有了其他的什么安排？原来那沈玉白说的都是真的，燕慈真看上了顾伦郡主。燕都督，这样不太好吧？哪里不好？对了，从明日开始，你就不用去大理寺当值了。燕都督，加油啊！一定要赢过对方。黎苍心里面想得很简单，燕慈是他们荣成王府自己人，而不管七皇子还是九皇子都是外人，只要不让外人赢了就行。文文，等我来娶你。三皇子，今日这场比赛劳烦你了。郡主客气了，这是父皇的命令，我必然要将这场蹴鞠比赛办好。郡主是聪慧之人，如今荣成王府如日中天，老七跟老九又争抢的厉害，郡主你不可嫁给他们任何一方的人，而郡主的尊贵身份须得皇亲国戚才能够相配啊。我也没有成亲。他不是腿有疾吗？这等情况之下是不能成为皇储的。难道说他的腿疾是假的？蹴鞠比赛马上就要分出胜负了，郡主快些做抉择吧。只要在那比赛结果出来之前，我就有办法终止比赛。终止比赛，届时后续的事情一切就都好办了。三殿下，为何你的人拦着我不让我进来？我是吩咐不许闲杂人等来打扰郡主，他们竟然连明月也拦着。等我回去一定好好责罚他们。你该不会是看上了林婉意吧？不行不行不行，你腿又不行，长得又不帅，你可配不上他。我的姑奶奶啊！踢得漂亮！比赛结束，红队胜！你们几个蠢货，你们知道林婉意跟我成亲当晚，是不是我要送礼物给获胜者了？是，郡主殿下。这是我的贴身之物，也是我刚研制出来的毒药。我退出。我突然想起来，我有一个青梅竹马，等着我回去娶她，我也退出。我其实是断袖，不知道顾伦郡主敢不敢嫁了？你敢不敢试试药？那可是能药到一只老虎的毒啊！文文，快
快点跟三哥走。去哪里？我的小祖宗啊，还能去哪里？当然是跑路了呀！得罪了，如果等燕慈死了，咱们就跑不掉了。燕都督怎么会死？不是你说的那瓶子里面是毒药吗？只不过是在试探燕都督而已。试探？弯弯，你竟然选了燕都督，你不知道他是太监吗？虽然说燕都督是宦臣，在我的眼中，他不知道比你要强多少倍呢。我们成亲了几个月，可是你我都没有圆房。哦，怪不得你一个妻妾都留不住啊，原来是因为你不行啊。燕慈，你到底什么意思？为什么你会答应娶弯弯？你自己缺点啥不知道吗？你别整你的破袖口了，行不行？三哥，这件事是母亲跟二哥我们一起商议的结果。你们什么时候商议的？为何不带上我呀？带上你，今日这出戏就会演不好了。你也知道这件事怎么就这么复杂呢？脑子都要烧起来了，还是十分蒙圈，不够用了。弯弯，你回去安心等待便是，回头我会与陛下求来圣旨。好。怎么一个两个的都不告诉我？我就那样不靠谱吗？倒也有地方用得上你，还有哪里用得上我？你因不满我要娶你妹妹，所以跟我打了一架。打架？这事情他擅长啊。我不同意这门亲事。燕慈，你就想娶我妹妹？李小将军，今日切磋就到这里了，我还有事，先告辞。算你跑得快。婉婉，那你是要先回木婉堂，还是先回王府？回王府。燕慈求了赐婚圣旨后，肯定要送到王府的，到时候王府众人还得再演一出戏。有人已经在放出消息，说你无人愿娶，只有被迫嫁给9000岁了。这件事早就料到了，如果不是太过火，就随他们去。毕竟这场流言会让她嫁给燕慈这件事变得更加合理。你是说今日那林婉意最后选的燕慈？父皇，儿臣以为今日李婉意选燕慈实乃无奈之举，荣城王府定然不会同意她嫁给宦臣，还不如让儿臣娶了她吧。你也看上了那李婉意？没有，父皇也知道儿臣已经是个废人了，哪里有资格谈什么情爱啊？主要是儿臣想要为父皇排忧解难。宣。是，燕都督，陛下宣您进去。都督，三皇子刚才在跟陛下求娶顾伦郡主，今日燕都督好风采啊！三殿下谬赞了，再有风采又能够如何？咱家可是一个无根的人呢。燕慈轻飘飘的一句话就提醒了皇帝，三皇子虽然有腿疾，但他有生育能力，他的孩子如果再有荣城王府的支持，那以后也是可以坐上皇储位置的。想要娶顾伦郡主，不就是昭昭的狼子野心吗？待会儿去荣城王府传圣旨，一定要心平气和呀。臣遵旨。都督，陛下是让奴才去监视的，等回来奴才该如何说啊？照实说便可。是。李小将军，我今日可是带着陛下的圣旨来的，你们荣城王府打算抗旨不成？不，我就是单纯的想要揍你。那改日我们再切磋武艺吧，今日正事要紧。还是都督厉害。燕慈，你这手脚倒是够快啊，赐婚圣旨都给求来了。这件婚事毕竟是郡主亲口允下的，赐婚圣旨不过是锦上添花而已。哼，滚你的什么锦上添花，我不同意。陛下的意思是，倘若郡主不想嫁给我，那她就要嫁给沈玉白了。我死也不会再嫁给沈玉白的。燕慈，让我们把弯弯嫁给你也不是不行，但你得答应我们一个条件，婚后要与弯弯相敬如宾。如果以后她有了心上人，你得写和离书给她，不得纠缠。李世子，那照你这样说，我岂不是成了一个工具？那这场婚事与我有什么利处？利处？燕都督肯定知道是什么了，不然你也不会趟这一趟浑水。不，我认为能够娶到顾伦郡主，是我三生有幸，怎能说是浑水呢？燕都督，如果3年之内我找到了心仪的人，你就写和离书给我，如何？好，那这圣旨，郡主殿下您就接了吧。虽然我同意了这门婚事，但弯弯今年犯太岁，不要立即成婚。那王妃殿下认为婚期定在何时合适？明年再说吧。那婚期就定在明年，等算好了明年的吉时，我再送过来给王妃跟郡主过目。今日就不打扰了，在下告辞。婉婉呐，今年过年你想不想回荣城王府过呀？
中途我们还可以去趟药谷见一见你外祖父。我们可以都离开京城吗？没事儿，把你三哥抵押在这里就行了。肯定是燕慈骂我了，要不然就是齐明月那个野蛮女人骂我。是应该回去看看亲人们的，如果官家允许的话，那你就多陪陪他们。是。今日蹴鞠比赛的事情被他们传得沸沸扬扬，说是你主动选的那燕都督。弯弯呐，你们不用担心我，是我自己愿意选燕都督的。嫁给燕都督其实很好，他府中人员简单，我嫁过去不用孝敬公婆，也不用担心后宅妻妾之事。你没有进宫去复命吗？不用我回去，赵福安回去会把今日在荣成王府发生的事情都禀告给陛下。赵公公不是你的人？赵福安是我的人，但是表面上陛下派来的耳目，但实际上还有武功高强的暗卫在监听。燕慈和李锦都发现了皇帝派来的暗卫，所以他们就将计就计，按照约定好的演了这一出戏。刚才母亲跟我说要带我去荣城过年，半路上还会去一趟药谷。之前我要跟林家人抢与你相处的时光，如今还要多算上一个荣城王府了。燕慈，弯弯，今年过年要与我一起守岁了，你又不能跟着我一起去。只要弯弯愿意带，那我就有办法同去。你能离开京城吗？他很想跟林婉意一起过着第一个新年。弯弯，我在荣城王府说的话是做戏不作数的。哪一句不作数？3年后与你和离那一句。燕慈，你今天听了那么久的蹴鞠，不累吗？不累，只是泡澡而已。怎么也需要体力吗？倘若弯弯想做点什么其他事情，为夫是有体力奉陪到底的。好不容易跟荣城王府相认，成为身份尊贵的郡主，结果就这样嫁人了。荣城王府怎么会同意让她嫁给那位啊？哎呦，最可怜的是啊，之前听说沈世子可是不举啊，如今这位顾伦郡主注定了是命中无子啊。那丫头倒是一个苦命的，怎么总是遇人不淑呢？这件事我始终感觉哪里怪异。按道理来说，荣城王府不应该答应这门亲事啊。哪里怪异啊？母妃，我突然想起一件事来，你可还记得当初在平阳姐姐的簪花宴上，我不是撞破了燕慈跟一个女人欢好的事情吗？而我们一直没有查出来那个女子到底是谁。你的意思是，那日在房中的女子就是那林婉意？之前不是沈玉白带着林婉意新婚夜在都督府待了一整晚吗？随后燕慈跟那林婉意就在簪花宴上偷情，沈府开始衰落，沈玉白为了能够继续帮七皇子，就忍痛将自己夫人让给了燕慈，一定是这样的。如果燕慈真的被七皇子那边给拉拢过去了，对他们可就不妙了。只是怎么感觉哪里不对劲儿呢？母妃，我得先去如厕。你这是怎么了？如果身子不适，宣太医给你瞧瞧。一转眼你都要娶妻了呀？朕怎么听说那荣城王府给你提出了3年之约，你答应了？是有这回事，臣自然是要答应的。不过答应是一回事，我3年后怎样又是另一回事了。毕竟人已经进了都督府，还不得听臣的。你也不要太过，他毕竟是荣城王府的掌上明珠，只要荣城王府一日循规蹈矩，你就要善待那丫头。是，陛下。其实现在并不是迎娶林婉意的最佳时机，可他哪里能够眼睁睁的看着弯弯再次嫁给旁人？还是要先将弯弯娶回都督府，以免再生什么波折。好在如今朝中已经有一半力量被他收入囊中，希望明年七皇子跟九皇子争点气，互相多咬几口，那么他在明年年底就能实现愿望了。林太医，这是要去哪里？见过燕都督，下官正要去给贵妃娘娘请平安脉。等今日你下旨，我们一起喝上一杯，去忙吧。九殿下是饮食所伤，脾胃虚弱，
臣给开一个方子，回头按照这上面抓药服用。近期一定要清淡饮食，切记不要饮酒，食辛辣之物。表叔，你这瞒得可真够深呐！表叔先是不声不响地收养了荣城王府走丢的女儿，随后又不声不响地得了燕都督做女婿。哎呀，娘娘啊，你可别说这件事了，可吓坏下官了。当初下官并不知道弯弯的真实身份，刚刚在路上见到9000岁，哎呀，我这个腿呀，当场就吓软了呀。就他这种胆子，领养了林婉意的事情肯定是意外。至于燕慈跟林婉意的婚事，肯定更是不知情的。燕都督，林太医，我跟弯弯已经订婚，朝堂之外，我就是你的女婿，你不用这样局促。弯弯把你们林家人当亲人，那么以后你们自然也是我的亲人。这些是我让钦天监给选的成亲的黄道吉日，你带回去看一看。这次不再是为了做戏哭哭啼啼，而是真情实感地触动了感情。燕都督，我人微言轻，也没什么本事，也不知道您跟弯弯的亲事中是否掺杂着什么其他事情。我只希望您一定善待弯弯呐，我求您了。你喝酒了？喝的不多，是跟岳父大人喝的。你去找我阿父了？我让钦天监选了一些明年适合成亲的黄道吉日，让他带回林家看看。另外，我也派人给荣城王府送了一份。你想选哪一天？我掐指一算，今晚移洞房。跟你说正经的呢。婉婉，我是担心夜长梦多，恨不得立刻将你娶回都督府。今宵的月景是你的帮凶，任你离开的样子淹没了瞳孔，这多情的风见过我们脸红，他却不肯投入。我自风流，路过人间一壶酒。感觉来梨花香，那女儿香，一点朱砂映月光，落入满地霜，不是人间的芬芳。这个燕慈可真是居心叵测，他怎么不说明天就成亲呢？母亲，这件事也耽搁不了太久时间，一日弯弯不同燕慈成亲，龙椅上的那位就会对荣城王府不放心。罢了罢了，明日就问问弯弯的意思，选一个年终的时间吧。是。小锦，你让人准备起来，过几日我们就要动身出发了，先回趟药谷，然后咱们就直接一起回家。我给九皇子下毒了，估计接下来他不瘦个10斤20斤，我跟他姓。小苍啊，你说啊，咱们好不容易才找到了弯弯，你父王还没见过他，这个年是不是应该带着弯弯回荣城过呀？应该。那小苍，你虽然从小不是跟弯弯一起长大的，但你们是嫡亲兄妹，你是不是应该爱护妹妹呢？那肯定应该了呀，母亲您放心吧，我肯定会对弯弯好的。如果谁敢欺负她，我定然不会轻饶对方。那好，到时候我们带弯弯回荣城过年，你留在京城作为人质，让龙椅上那位放心吧。哦，我不是。小苍，弯弯这些年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呀，明年她就要嫁给燕慈了，今年恐怕是她能够回荣城过的唯一一个年呐。可是母亲，我也想回去跟你们一起过年啊，要不就把二哥留在这里。你二哥是荣城王世子，他留下，如果你父亲哪天突然不行了，那你要让荣城王府群龙无首吗？父王身强力壮的，哪里那么容易不行了呀？难道小苍，你打算让母亲独自一人留在京城吗？母亲，您快别哭了，我留下来就是了。哎呀，我家小苍最懂事。小锦，你去写个折子，对皇帝禀明这件事儿吧。是。燕慈，李锦上书说，今年他们全家要回荣城过年，不过会将黎苍留下，你怎么看？黎苍毕竟是荣城王府的军权掌管者，留下他来，自然比顾伦郡主要有用。
但那李锦最是狡猾了，或许他们有什么其他事情要做，也不得而知。陛下不得不防。那依你之见，朕该不该答应？毕竟顾伦郡主刚与荣城王府相认，明年还要与臣成亲，这次您准许他回荣城过年，更显皇恩浩荡。臣打算趁机跟着一起去，臣是顾伦郡主的未婚夫，跟着去合情合理，到时候就可以探查一下荣城王府的真正实力了。他总是担心荣城王府会私自屯兵，但之前不管派去多少探子，都徒劳无功。如今有燕慈出马，自然是事半功倍。可如果荣城王府有问题，你被发现了，岂不是会很危险？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臣愿为陛下肝脑涂地，在所不惜。不可不可，燕慈，届时不管如何，你切记要先保证自己的安危。朕需要你，也只信任你。是，陛下。皇帝允了李锦上的奏折，同意让他带着母亲跟妹妹回荣城过年，并且附加了一句担心他们的安危，所以让燕慈全程护送。他本想着自己被孤零零地留在了京城，大不了除夕那天去都督府找燕慈喝酒好了，结果燕慈也能去荣城过年了。燕慈跟顾伦郡主大婚之日，最后定在了来年7月初7。还好还好，你逃婚的时间还十分的充足。你总怂恿我逃婚，怎么你不害怕燕都督了？怕呀，可是你是我的朋友，我怎么能够眼睁睁的看着你第2次嫁入火坑啊？你是什么东西？你竟然敢碰我！顾伦郡主待我如亲妹，你不过是一个贱婢，回头我就让郡主姐姐把你这贱婢打发卖到青楼去。主子，沈五姑娘来了。沈静言来了。咱们木婉堂不是不允许沈家人进来吗？所以门口的人就拦了他，他非要在那儿撒泼，正在闹呢。我出去看看。郡主姐姐，你终于出来了，那贱婢竟然敢摔我，你不能不罚她呀。回头你去找昭妍，这个月月钱翻倍。是。郡主姐姐，你怎么能这样呢？你是不是忘记自己姓沈了？怎么就成了我妹妹了？我早就与你们沈家人撕破脸皮，我这木婉堂也绝对不会允许沈家人进。那你为何还要帮着沈静柔？沈静柔提前离开沈家，搬进了未婚夫刘文举家。最开始沈静言是十分瞧不起这个四姐，她更是看不上四姐的夫家，毕竟那只是一个商贾之家。可沈家接连发生了许多事情，愣是让沈静言嫁不出去了。她这才着急，结果却看到四姐沈静柔在刘家过得风生水起的。沈静言偶然间得知沈静柔时常来木婉堂，心想莫不是林婉意给沈静柔撑腰了，才让她在刘家混得这样好。为了能够让自己寻觅一个好夫君，沈静言这才来木婉堂，打算到林婉意跟前哭一哭委屈，示示弱。他来闯一次你就丢一次。林婉意，你得意什么呀？虽然你成了郡主，但是你却要嫁给一个太监，你活该一辈子命令无子。你说谁命中无子呢？沈静言口无遮拦，都直接被燕都督用暖炉砸了脸。万一燕都督知道我一直怂恿林婉意逃婚的话，以后还是不要建议林婉意逃婚了。因此，陛下与你同去了吗？允了。他一直怀疑荣城王府在私自屯兵，我以你未婚夫的身份与你同回荣城，正好帮他打探这件事。这等事情你倒也不必都详细的告诉我。怎能不说呢？你可是我夫人，夫妻本是同知连理，休戚与共。岁月难得沉默，秋风厌倦漂泊，夕阳爱着不走，挂在墙头舍不得我。世子，这是那杜姑娘托人给您送来的纸条，奴才想杜姑娘可能不想与您退婚，您要不私下里再去找一找她。二叔一家人马上就要回来了，倘若不在那之前振作起来的话，这辈子就全完了。来，伺候我沐浴更衣，我要出门。是，世子。福临，是。主子，那杜姑娘去了茶馆，跟沈世子见面了。他们都说了什么？杜姑娘担心沈世子以后不能有子嗣，沈世子则是哄骗她说
自己之前的妾室都有了身孕，一来二去的，两人就腻歪到了一起。最后杜姑娘是红着脸离开的。有人想要往火坑里跳，就让他跳吧，反正兵部尚书也不是什么好鸟。荣成王府一行人在腊月初8的这一天动身出发，距离过年还有20多天，时间上绰绰有余。弯弯，你外祖父还有你父亲他们肯定会高兴极了。母亲，我也是高兴极了。上一世我竟然错过了那么多的幸福，那这一世我一定要好好珍惜这点点滴滴。我听说你之前在莫婉堂门口将那神武姑娘给毁容了，你这样维护弯弯，不怕龙椅上那位起疑心吗？他本来疑惑这件事，但当林贵妃去给他吹枕头风，认为我对弯弯过于好了的时候，咱们的陛下反而开始怀疑林贵妃跟九皇子那边是不是打算离间我跟他了。我一直不懂，明明他那样信任你，你为何还要暗地里跟他作对？遥望着花木田，有几句云着春天，把雪随风荡看不厌。那一秒停靠了时间，忽如梦恍然间，难言我孤身边，漫漫思念，两心间相隔了多远？我满眼轻寒的画面。燕慈，你怎么来了？一整天没有见到夫人，甚是想念。燕慈，别动。他从开始进来就是要给我揉腰的，还特意带了药。夫人，舒服吗？燕慈，都怪我家婉婉太美味了。主子，您这月事提前了10多天，这有一些不正常呀。这几天又要下雪了，您要不就休息几天再动身吧。没事，你去给我准备一些汤婆子啊，还有多打一些热水。如今看来，还是那避子药用的太多了。就算是他添加了再多温凉的药材，最终是药3分毒。言辞，婉婉，对不起，今晚别碰我，我来亏水了。我不碰你。燕慈，弯弯这几日身子不适，怎么你也跟着身子不适了？可能是我太担忧顾伦郡主了吧。燕慈，你可还记得你跟弯弯只是假成亲，日后你可是要还她自由的。我自然记得。记得是一回事儿，但他也绝对不会放林婉意离开。在他这里，没有和离，只有丧夫。如果最后失败了，尸骨无存，那个时候他才会允许林婉意离开。你们为了守卫大周得罪了陇西人，结果龙椅上那位却一直忌惮你们，变着法的想要控制禁锢你们。你父亲犹豫颇多，我就想着你何时会想通，直接谋反呢？你当谋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吗？我们的兵力都在荣城，距离京城路途遥远。再说了，如今朝堂之上风云骤变，就算是由你做内应，谋逆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原来你果真想过呀！这不是你挖好的坑吗？我自然是要跳的。还不到时候。七皇子正妃沈亦柔怀孕了，这对于一直沉浸在阴霾中的沈家算是一件大喜事。所以虽然沈家二爷已经赶了回来，但他们还不能立刻把大房给撸掉。比起还没有正妃的九皇子，七皇子这算是更近了一步。他的心情好极了，特意大肆操办一场喜宴庆贺这件事儿。皇帝也很高兴，还赏赐了许多珍稀宝玉来。世家勋贵、皇亲国戚自然都要到场来庆贺。可谁都没有想到，喝醉了酒的杜宁燕跟沈玉白不知道怎么的就睡到了一起，还被人给撞破了。这下子杜宁燕不嫁沈玉白也得嫁了。哇，好大一张床啊！母亲，为什么我感觉这一幕似曾相识呢？当初就是传闻，沈世子跟那静宁郡主在揽月宫成了好事，后来静宁郡主才不得不嫁给了他。哎呀，幸好你不再喜欢沈玉白了。喜欢他做什么？我怎么感觉他现在都跟金玉堂的小官差不多了，倒也不至于。不对呀，这金玉堂可都是些男妓呀。宁月，你去过金玉堂？没有，这哪能啊？
我已经心有所属，怎么会去那等地方呢？明月啊，那离世子一直躲着你，想来应该是对你无意，你还是放弃吧。母亲，我突然看到朋友了，过去说说话，你就先回家吧。好奇怪啊，你怎么没有跟着他们一起回荣城过年啊？啊，你是被他们抛弃了呀？那咱们同是天涯沦落人，我也被林婉意抛弃了。你不是喜欢我二哥吗？怎么又扯到弯弯身上了？其实吧，我之前跟林婉意是情敌。哎呀，算了，不提那个小官。后来我竟然越看林婉意就越顺眼，而且感觉她好好啊。那是我嫡亲妹妹，能不好吗？后来我就想着，有林婉意这样好的人，她的哥哥也不会差吧。如果注定是要嫁人的，那肯定是嫁到他才会更有趣啊。可我也是弯弯的兄长啊。哎，你不行，你太笨了，会影响我孩子考状元的。切，你怎么不喝酒？哟，喝就喝，谁先趴下谁是小狗。好啊。两人一边说着沈玉白跟小官差不多，一边又说着等回头林婉意跟燕慈和离后，他们都要给他找更好的夫君，还会说七皇子跟九皇子都没有帝王之相。总之这俩或是什么大逆不道，什么惊世骇俗说什么。明月，快住手啊！阿父，你怎么来了呀？你也是来喝酒的吗？哦，对了，我跟你说，黎苍竟然说他肚子上硬硬的呢，我才不信呢，一定要亲自摸摸看。谁都别拦着，让他摸，让他看看，小爷绝对没有说谎。先把你家主子送回府，一切等明日他醒酒再说。是。杜家人本来十分生气，可后来因为七皇子出面做说客，甚至许出了以后，倘若七皇子妃生的是男孩，就让杜宇的孙女嫁过来做正妻。倘若七皇子以后问鼎天下，那么他的嫡长子就是未来的太子啊。太子的正妻，那不就是太子妃，未来的皇后吗？所以杜家立刻同意将杜宁燕嫁给沈玉白。婚期本来定在了来年的3月初3，也不知道为何沈玉白坚持一定要把婚期选在7月初7。可这是林婉意跟燕慈成婚的日子。他对杜家人的解释是，在科举考试之后，他要以状元之位迎娶杜宁燕。沈玉白那个混蛋肯定是故意的，我就猜他对林婉意还贼心不死呢，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德行，也就杜宁燕那种大傻子还愿意嫁给他呢。还有七皇子一家，那可真是会画大饼。我看他呀，别争皇储了，去改卖炊饼好了。哎呀，明月，人家沈玉白跟杜宁燕的婚事好歹是定下来了，谁都不会再对那日他们俩的事情说三道四了。倒是你跟那黎苍的事情，打算怎么办呢？母亲，我跟黎苍什么事啊？我们俩可清白得很。我知道你们俩孩子就是喝多了，你身上一个扣子都没有解开，可是当时场面有一些狼狈，多多少少影响了你的归誉啊。哎呀，没事，母亲，我不在乎。你不在乎，那人家李小将军也会不在乎吗？母亲，你看我毕竟是女方，然后这件事我都不在意了，李小将军那边应该也不会多说什么吧。你父亲说下朝后就亲自去荣城王府找他聊一聊，我阿父口才可好了，应该会妥善解决这件事情的吧。一想到他家人都不在，总有一种在欺负他的感觉呢。中暑，你在这里坐着多久了？怎么一点动静都不出啊？太吓人了！小少爷，你可记得昨天晚上都发生了什么？发生什么了？昨晚你和明月县主都喝醉了，两人拉扯到了一起，衣衫不整，然后齐侯爷就带人出现了，让人把你先送了回来。当时我跟齐明月衣衫不整到了什么地步？少爷，当时人家明月县主的衣裳十分完好妥帖，倒是您谢衣都被他扯到手里了呀。婉婉见过外祖父。好，这几日外边冷，赶紧随我们入谷，谷中暖和一些。
婉婉呐，听闻你从小就熟悉义理知识。阿云，你看到没有？你妹妹来了，在你外公这里，咱们可就都失宠了。咱们也都应该多宠一宠婉婉。你可知道嘟嘟在哪个房间？主子，您是想嘟嘟了吗？婉婉，你是身子哪里不舒服吗？我没生病，我正在沐浴。你去外边的花厅等我。茯苓天泉他们在外面守着，不用担心。婉婉，你上次来癸水，肚子很疼，应该就是服用了那药的副作用吧？虽然是你特殊调制的药，效果极好，但是药3分毒，以后不要服用了。为什么突然说这件事？你是要让我给你生个孩子吗？不是，我不会再让你有孩子，除非等到你自己愿意的那一天。那等你想要的时候，该怎么办呢？倘若燕慈去找其他人解决，虽然暂时不要孩子了，但却也有其他法子夜夜笙歌。夫人可愿意配合我？他本就不懂什么房事，如今少得可怜的经验还都是燕慈教的。好。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小主子才会出生。哎，天泉，你说第一个小主子会是男孩还是女孩啊？这种事儿我怎么会知道啊？哎呀，就是猜一下嘛。那我也猜不到，猜到岂不是越举了？这个死木头，为什么这次不是天机来呢？啊，守贞王妃来了。王妃，您过来了，是找郡主殿下有事吗？她正在沐浴。是的，奴婢这就进去告诉郡主。又不是外人，我直接进去找婉婉就好了。王妃殿下，您手中拿的东西重不重啊？要不奴婢来拿着吧。不重，你这小丫头还挺机灵的。多谢王妃殿下夸奖。待会儿王妃愤怒的要砍死我们家嘟嘟时，一定要死死的抱住王妃，给嘟嘟争取穿上衣裳逃走的机会。母亲，您怎么来了？嘟嘟大人呢？不用起来，这是从你外祖那儿翻出来的灵药。你不是来癸水的时候肚子很疼吗？这个药有奇效，分为内服跟泡用。多谢母亲。都是自家人，这药包我帮你放进来了啊，隔2日泡一次，每次半个时辰，就会慢慢改善你的腹痛。那个内服的药丸，每天晚上的时候服用1颗就好。你继续泡澡啊，母亲先回房了。燕慈，你没事吧？婉婉，你夫君可能有事了。啊，是呛到水了？是要流鼻血。月光不解风情，心愿不做冷静。夜色落尽啊，衣裳已忽然，梦里寻红妆，一袖月染。或许用不了多久，我们嘟嘟府就要有小主子了呢。婉婉，睡吧。嘟嘟好梦。婉婉，好梦。林婉意的确做梦了，在睡梦中，她随着祖父进宫去了太医院。祖父跟太医们都忙，小婉意就自己四处走走。结果她竟然走到了假山处，突然听到了哭声，看到了一个手掌受伤了、正在流血的小男孩。她见过，为什么又见到了这个孩子？我祖父是太医院最厉害的太医，我也会给人看病。我给你看看手上的伤吧，有点疼，忍着点。本太子才不怕疼呢。你是太子？本来还想要等本太子长大，让你进宫做大夫，现在看来还是算了吧，你智商太疼了。上次梦到那个小男孩比这次梦中大一些，
他当时浑身是血，说有人杀了他的母后，这次又梦到了他，这应该就是本朝发生的事情。也就是说，本朝皇后是被人害死的，但是如今太子又去了哪里？为什么从来都没有人提起过？梦中对方的模样虽然年幼，但很健康，不像是身子不好早夭的样子。那么肯定就是有一个十分强大的人将这一切都给掩盖了起来。如今这天底下，谁能够手眼通天，这般厉害？之前让燕慈帮忙查去，一直没有结果，想来或许其中有什么皇族秘辛。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不能让燕慈再查下去了，万一他惹上麻烦了怎么办？都督现在在何处？都督跟离世子出去了，他们好像昨天的正事没有谈完。你是说，如今3省6部你已经掌握了一半？对，可是即便如此，兵部不在你的手中，那么就是一个大问题。知道为什么我最后对兵部动手吗？你是担心打草惊蛇？因为七皇子只要一日把兵部握在手中，那么他就会十分淡定，并不会意识到自己的势力已经被人蚕食了。这是其一。其二嘛，只要七皇子手中有兵部，九皇子就会一直对付他。鹬蚌相争，渔翁才好得利。燕慈到底跟皇帝有什么仇？这件事我暂时还不能定夺，等回荣城后，我会与父王好好商议。燕慈，你要理解我们，你只是孤家寡人一个，但我有着我都在乎的家人们。李世子，你说这话未免有一些见外。等到明年七夕过后，我就要名正言顺地喊你一声二哥。我与荣成王府也是一家人了。弯弯见过二哥，见过都督。二哥，我有2句话想要单独跟燕都督说一下。好，那你们先聊着。燕慈，还记得之前我跟你说过的那个梦吗？让你帮忙去查哪个皇后是被人害死的事情吗？自然记得。我又梦到那个孩子了。那个孩子说他是太子，还是我朝的太子，但许多年前都说太子随皇后全部因病亡故。可我见梦中的那个孩子十分的健康，又怎么会早夭？如果想要让一个孩子早早没了，早夭不就是最好的借口？我就是担心这其中有什么天大的阴谋，所以燕慈，你不要继续去查了，万一惹祸上身了呢？那好，不继续追查了。那弯弯今晚也泡澡吗？不泡，不跟你说了，我要去见外祖父了。我没有看错吧？怎么看都像是有问题的样子。母亲，是发生什么事了吗？这是钟叔刚刚飞鸽传书送来的消息。哎呦，我就不理解了。之前看明月那小姑娘挺精明可爱的，怎么就眼花了看上你三哥，还要强睡她呢？哎，我一直以为他喜欢的是老二呢。母亲，这话您可不要乱说了。我与明月县主从来没有单独说过半句话。如今这样看来，莫非小仓要与明月县主成婚了？信中写的是啊，齐家有意2家结亲，不过成亲事情不着急，可以等我们过完年回京城再议。可这种事情总是女儿家会吃亏，你弟弟不是酒量很好吗？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啊？他当初升离仓的时候，除了脑子忘记带了，是不是还忘记其他什么了？老祖宗，您肯定是舍不得郡主殿下吧？那回头就让他在药蛊中多注一些时日啊。看到弯弯手腕上的手镯了吗？已经变了颜色，他的正缘已经到了呀。只要孩子们幸福，就比什么都要强。江半夏今年17，只比林婉意大了1岁，还是药老的关门弟子。他这次会跟着来，会在京城待上一段时日，帮林婉意的木婉堂坐堂治病。母亲，为何外祖父不出药蛊？因为你外祖父的医术了得，能活死人生白骨。还有一个方式告诉他，以后不要出药蛊，出去后必有血光之灾，也算是因为他本事太大太逆天的代价吧。原来是这样。你外祖父最开始根本不相信，后来他就出谷给人看病，路上遇上了泥石流，你外祖父死里逃生，但你外祖母与他同行，却没能逃出来。后来那个方士告诉他，如果不将自己囚禁在谷中，就算是他侥幸命大，但身边亲近的人会一个接一个的出事。等我以后要多回来探望他老人家。你随意回来，倘若燕慈拦着你，我们去说他。等他们愿意接受燕慈了的时候，他就要把真相告诉家人们。小少爷，
王妃殿下说，你去跟齐家人说一下，等过了年，他们就回京城来谈你跟明月郡主的婚事。我要跟那齐明月成亲。明月县主是长公主唯一的孙女，地位并不低，再加上齐家几代单传，明月县主可谓是含着金勺出生的呀。我管他含的是金勺还是银勺子，跟我有什么关系？之前齐大人找他聊过，对方话里话外是想要定下这门亲事，但黎苍很茫然，所以就推脱自己父母都不在，要书信一封问问意见。其实齐明月挺漂亮的，性格也很直爽，尤其是一身红衣策马奔腾的时候，又飒又美。可是我现在还不想成亲啊。黎苍这次不敢去喝酒了，他去了平时喝茶听说书的馆子。各位看官可知，接下来如何？如何？好大一张床啊！那公主跟状元郎真的暗度陈仓了？那是当然了，只不过那状元郎本是有发妻的，这样一来，他那发妻就成了多余啊。还好，讲的并不是我跟齐明。我操！怎么是你啊？竟然是你！走，咱们换个地方说话去。等一下，我还没付银子呀。齐明月，你要干什么？我跟你说过，上次是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你才能扒我衣服，这次可不许了。哎呀，这个蠢货，你给我闭嘴！李苍，既然你也不想成亲，那咱们就想想办法，趁着你家人回来之前，把这件事情给解决掉吧。啊，你为什么不说话？难道你真要跟我成亲？当然不是。黎苍、明月，怎么是你们？这个亲，他们不想成还不行了？回来就好，回来就好。父王的腿是怎么伤的？为什么伤得这么严重？就是你丢了那年，我们进京给太后过寿辰，同时接你祖母回荣城。当时在宫中遇到了刺客，可那刺客不知道为何，竟然直接砍向你父王的腿，那刀上还有毒，就是冲着废了父王来的。难道是上头那位？那件事情后，他果然更加紧了对荣城王府的监视。这次你的婚事就是最大的证明。你二哥写折子带你回荣城过年，他表面上装得十分通情达理，不也还是留下了你三哥，道貌岸然。文文，你不用考虑这些，天塌下来有你父王跟我，还有你的三个哥哥顶着呢。你现如今好不容易跟我们团聚，就只管幸福快乐就好啦。母亲，我是不是得过去看望祖母？老荣称王当年是先皇的伴读，后来陪着他一起做质子，回来后又一起打江山。两人虽为君臣，更像是兄弟。后来朝堂稳定后，先皇就将自己的一个妹妹嫁给了老荣称王，两人还定下了约定，以后荣称王的子嗣都将与皇家联姻，两家永世同好。而林婉意的这位祖母，就是当年先皇的妹妹昭和公主。不用着急去给他请安，今天你也累了，先回院子休息好了。这位传说中的祖母好像不太好相与的样子。这里粗使丫鬟婆子都有，但高等丫鬟还没有。回头从我院子中给你拨几个能干的。不必了，母亲，我在这里待不了多久，有粗使丫鬟婆子就够了。以后就要麻烦白芷多教一教福灵了，这是奴婢应该做的。郡主，奴婢打听到了，原来是老王妃跟王妃殿下十分的不和，因为按照约定，王爷是应该娶另一位皇室成员，可他当时却是娶了王妃殿下。那这件事跟祖母有什么关系？老王妃是怎么想的，奴婢不知，但是奴婢却是从白芷姐姐那知道，这些年来，老王妃只要一有机会，就会刁难王妃，她竟然还往王爷的房中送了18次美人呢。这老太太是多希望自己家宅不安啊！如果是母亲没有生下儿子，作为婆母闹腾，可能还会被人理解。可是如今3个哥哥都十分的优秀，真是不知道祖母还在折腾什么。哦，对了，郡主，奴婢还听说这个房子一直是王妃给您留着的。之前杜青青好几次都想要住进来，王妃都不让。听白芷姐姐说，就因为这件事，老王妃还特意训诫了王妃呢。但是王妃头铁，说不让就不让，谁都不能抢了您的这个院子，差点把老王妃给气得翻白眼了呢。还以为你今晚很忙，不会过来了。是很忙，你父王你二哥轮流轰炸我。轰炸你什么呀？他们认为我娶你是别有用心，还告诫我说可不能腾偷了你。那你这是没有答应他们？我答应了，不答应都不放我回房歇息。
那你现在在做什么？在唐突你啊。我把春光覆水流，秋来树叶红。又见候鸟向南飞。郡主，您这回来了都不去看望老夫人吗？怎么，您走丢了的这些年，孝悌端惠、知书达理，那些贵女该有的品质，您也一并给丢了呀？婉婉，用不用我帮你扭断她的脖子？这个脖子我自己就可以收拾了。祖母那边我势必要过去一趟。大半夜喊人过去，明显是要磨搓人。放心吧，如果我迟迟未归，就让白芷去给我母亲他们送消息，定然不会吃亏。天机，跟上去。倘若见到弯弯吃亏，立刻出手，任何后果我担着。是。哼，劳烦郡主在这里候着吧，奴婢进去请示老夫人。等一下，你就留在这里吧，陪着本郡主。本郡主怕黑呢。让其他人进去禀告就是了。他猜的没有错的话，他那个祖母应该是想要让他在寒风中站一会儿。这丫头是不是提前知道了什么？陈妈妈在外边说让奴婢进来通报。李妈妈怎么办啊？老夫人睡下了。陈妈妈，你刚才是不是在骂我？奴婢哪里敢骂你呀？陈妈妈不尊本郡主，以下犯上，如有帮忙者，同罪论处。福灵，给我掌嘴！是。你竟然敢打我！我可是一等宫女，15岁就陪着昭和公主一起来到这里了。我女儿还是王府管家的夫人。她这位好祖母应该要被惊醒了吧？是谁在外面鬼哭狼嚎呢？是陈妈妈。去，让她赶紧给我滚进来！老夫人，您息怒。郡主毕竟丢了好多年，再加上王爷跟王妃那样在意这个女儿，您不要跟她计较。就是因为流落在外多年，染上了一身小门小户的习惯，我这个做祖母的得要教诲教诲她，那东方嫣然也挑不出毛病来。我看这死丫头再不管管呢，就要翻上天去了。可是住口！老夫人这是要把事情给闹大了呀！哎呀，如今这位郡主也不是一个吃亏的主啊。郡主殿下，老夫人让您进去。郡主，老夫人对您有偏见，您不要直接顶撞她，还是让人去喊王爷王妃来比较好。多谢李妈妈提醒。祖母，您终于醒了，孙女被恶仆欺负了。你哭什么哭啊？我还没死呢！你这样哭丧是在咒我吗你？祖母，如果是您去世了，我肯定会哭得比这个还要惨的。祖母，你没事吧？行了行了，哎呀，这么晚了，我要休息了，你赶紧走吧。祖母，真的不用孙女给您诊脉了吗？不用。哦，那孙女告退了。母亲、父王，你们怎么都来了？请郡主责罚，奴婢担心您出事，就自作主张，直接去叫王妃了。婉婉，你祖母没有为难你吧？没有呢。行了，有什么事明日再说。你们两位先赶紧回房歇息吧。王爷，要不让他们送你回去吧？今晚弯弯受到了惊吓，我要好好陪着她。也好，那我就先回去了。这大冷的天喊你过去，婆母也太狠心了。其实我听闻，最初她并不想嫁给你祖父，她当年爱慕一个人，只不过那人最后娶了别人。当初她如果不想嫁，祖父肯定也不会硬要娶她的。你祖父根本不知道你祖母心里边有人。你父亲出生后，你祖母自认完成了先帝交给她的任务，再也没有让你祖父进她的房，你的祖父也终生没有纳妾。我还以为祖母单纯是因为她是萧家人，所以都只考虑萧家。你祖母并不是萧家人，她是当初那位妃嫔娘娘带入宫的。还有后来我让人查到，
你祖母当初爱慕那人姓齐，难道是齐明月的祖父？就是不知道当年是谁先喜欢了谁，还是谁先负了谁。你祖父当时因为打仗伤了腿，也被你祖母嫌弃的。祖父当初也是伤了腿，这么巧合吗？对吧？如果说现在龙椅上的那位忌惮荣成王府，忌惮荣成王离绝，可以理解，但老荣成王跟先帝那可是亲如兄弟啊，先帝又怎么会对老荣成王下手？杜管家，你岳母被打，我祖母都没有说什么，你难道不明白吗？世子，奴才昨日不在府中，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呀。不过您放心，奴才会尽快把那些嚼舌根的下人都处理了。该罚的罚，该打的打，该发卖的发卖了。我想具体如何，杜管家应该知道怎么做。是，奴才知道。王爷，老夫人身子不适，歇息啦。不是，我只说几句话，在这里说完就走。要不去隔壁堂屋吧，这里风大，您别着凉了。白日里风都这样大，那晚上岂不是更寒冷？结果你们却让弯弯在这里吹冷风。母亲，我知道你一直不喜欢我，连带着也不喜欢我的妻儿。之前我们都不跟你计较，但弯弯丢了这么多年，她马上又要嫁人，这可能是唯一一次回来家中过年了。倘若你不喜欢待在这王府之中，那么就去菩提寺吧，那儿清静。主子，这边的街市上卖的东西跟京城的都不一样，在城西有一个街市，竟然晚上都不闭市的。我去请示一下母亲，可否去那边？你母亲他们肯定会以那儿很乱，不许你去。所以啊，还是让为夫带你去，咱们偷偷的去，偷偷的回。我须得换一身男装。我给你带来了。你如今是男装，这口脂自然是不可没的。待会儿我们以兄弟相称。好啊，那弯弯喊一声哥哥来听听。如果你今天不想喊也行，等下次夜里再喊。老板，这蘑菇你摸过了吗？自然是摸过了，都是亲手分拣晾晒过的。那你家人这几日是否都腹部不适？你怎么知道啊？这种蘑菇叫枯断肠，只是碰一下蘑菇上的菌子进入口中就容易腹泻，幸好你们没直接吃。公子，除了这株灵芝，小老儿还指望着这个多卖银子养家糊口，其他的东西你看上什么就可以挑选什么，小老儿送您。老板，这灵芝跟枯断肠多少银子？我直接付给你银子好了。这灵芝要50两银子，至于这些蘑菇，小老儿送给公子好了。多谢。我看你这唬人的功夫倒是一流啊！刚才这位公子肯定是糊弄你的，他就是想要不付钱就要了你这堆蘑菇。这颗灵芝跟那些蘑菇我要了，我给你100两。那你把这个东西卖给他吧。我哥哥，咱们去其他地方看看吧。好，弯弯在想什么呢？我之前还想要跟你讨要茯苓呢，这丫头实在是机灵，她还会教我原来的贴身侍女们本事。我的弯弯啊，其实我对你早就蓄谋已久，当初才会派丫鬟去你的身边。都说这刚被找回来的顾伦郡主美若天仙，只不过可惜了，之前嫁过人，但那等美人嫁过人后，岂不是别有一番滋味啊？这男人正是从疆域那边流窜于此的采花贼陶七，或许一夜风流后，那美人郡主说不定会对他念念不忘呢。你找谁？你们2个男的怎么进了郡主的院子呀？你不也是男子吗？死了？应该没死透。弯弯，你快回房歇息，这人我来处置。主子，这你不用管，回去伺候弯弯歇息。是。天机，把人给送到那个陈妈妈屋里去。是。主子，您要不要去泡个热水澡？可别着凉了。不泡澡了，太晚了。这次梦中的画面不再是朱红色的宫墙跟耀眼的琉璃瓦，而是一处十分破败的房子，看起来好像是一座废弃庙宇。你好像一直都没有长个。我帮你。你怎么一个人跑到这里来了？
你管那么多干什么？咱们都见过好几次了，而且我也帮了你好几次了，咱们不算是朋友吗？朋友关心你不是很正常的吗？我从来没有过朋友，我才没有哭呢。你没哭，我叫林婉意，我叫穆星逸。穆星逸。小太子说他叫穆星逸，大周皇族姓萧，7皇子、9皇子他们名字中间都有一个景字。很显然，穆星逸是小太子他自己给自己改的。至于这穆字，小太子不会莫名其妙的给自己改了个不相干的姓氏。燕慈说他也姓穆，会不会认识小太子？茯苓，发生什么了？外面怎么吵吵闹闹的？主子，陈妈妈不是寡居多年嘛，她的榻上突然出现了一个大男人。昨天晚上那人给丢到陈妈妈榻上去了。肯定是天机做的好事。那个采花大盗醒来之后，他瞬间就晕了过去。燕慈，你怎么来了？王府中进了采花贼，担心你害怕，特意过来看看你。燕慈，你认识太子吗？婉婉怎么会突然问这个问题？你上次不是说不再查这件事了吗？不让你去查，是担心你惹祸上身。这次问你，是因为我又梦到了小太子了。他竟然说自己叫穆星逸，肯定是一个假名字。对，那是他的假名字。太子的真名叫萧景逸。我这次梦到他，并不是在皇宫，而是在一个破庙之中。是啊，他终于从那吃人不吐骨头的地方逃了出来。茯苓，婉婉在做什么？她没有被府中闹采花贼的事情吓到吧？回王妃殿下，她今日还没有出院子，没有碰上那个采花大盗。那就好。燕慈，你怎么来这里了？我昨天出去逛街，买了一些珍稀药材，想着顾伦郡主会需要，就给他送来了。你有心了。既然东西送到了，那我就告辞了，你们聊。倘若不是他昨天晚上跟燕慈一起出去的，差点都信了燕慈的话。嫂嫂，听说这几日街市上十分的热闹，要不咱们去逛一逛，顺便再买点年货回来，好不好嘛？嫂嫂，前面不远处有一家茶楼，茶点特别好吃，咱们吃点东西，然后再回去。那我们去雅间坐一坐吧。啊？是林家二姑娘吧？我在楼上多订了一个雅间，可以让给你们。不劳烦。哎，不管如何，我也做过你的姐夫，理应照顾你。沈玉白，你是愈发能耐了呀，当街就要欺负人啦？我是见林二姑娘他们需要雅间，正好我跟朋友多订了，就让给他们。你是不是对我有什么误解？有一些事情你并没有亲眼见到，只是道听途说，这样就对我下定论，对我不公。我对你有没有误解，那重要吗？亲耳听到那些话，已经影响我好几天的心情了。如果再亲眼看到，那还不得恶心死我呀？如果我是你，就在府中躲着，不要出来坏人心情啦。我跟林婉意十分的交好，你们就跟我一起上楼去用点心吗？他就不明白了，之前齐明月不是也追着他跑，对他爱慕的不得了吗？怎么短短1年不到的时间，他就变成这样了？长公主府就没有人好好教一教他的教养吗？娶这样一个厉害泼辣的媳妇回家，其实可能好像还不错。左右今晚正好闲着没事，要不去揍这沈玉白一顿。再睡一会儿。为父才睡了2个时辰，你一点都不心疼为父吗？倘若不是昨天晚上你一直拉着我胡闹，你就能多睡1个时辰了。今天是除夕，要贴年红，挂灯笼，还要去祭祖，可不能迟了。好吧。去祭祖的时候不会有人来我的房间，你继续再睡一会儿。婉婉果然心疼为父，婉婉真好。我让茯苓拿了一些周边小菜，还有1条清蒸鱼，全都放在这里了。我走了。夫人慢走，去备马车。是。母后，又是1年了。我说齐明月，你站在我家墙头上干什么？还不是因为你家大门关了，大过年的关什么门呐？主要是好多人要来送礼，我嫌太烦，就让人把大门关上了。倒是你，大过年的爬什么墙头啊？我父亲邀你去我家过年。林腾，你给我撒手！我不撒手我就摔下去了。那谁让你跳上来的？你难道不知道男女授受不亲吗？咱们都要定亲了，谁还在乎这个？谁说要跟你定亲了？
乖，先别乱动。赶紧走啊，不然等会儿就赶不上大年饭了。好，他这样别扭的样子还怪可爱的呀。茯苓，你去燕嘟嘟的院子，告诉他白日里多休息休息，晚上一起守岁。主子，嘟嘟不在院子中呢，他带着天权出去了。嘟嘟说，如果你要去找他，就让天机给带路。我们去找燕嘟嘟。是，主子。慈母，穆宁烟之墓。婉婉，这是伯母吗？希望伯母可以保佑燕慈来年一切平安顺遂。今年喊伯母，等明年再来，你就要喊母亲了。婉婉，我在。这里面躺着的人是我的母亲。我知道，你刚才说过了。不，你不知道，我当初是在一个雷雨交加的夜里，将她从皇陵中挖出来的。皇陵，姓穆，我记得小太子的模样跟你一点都不一样啊。是根本不能一样。我母后当年惨死，后来穆家险些被灭门，如果我还顶着原来的模样，我根本活不到今日。所以我就用刀一点一点割了自己的面皮。婉婉，吓到你了。你为何告诉我？你是我的妻子，我自然是要告诉你的。我今日特意给天机留了话，倘若你来了，我就告诉你；如果你没来，我就再等一等。疼吗？疼，婉婉，你要疼我一辈子，好不好？好。山间晨风一路到四周，草色轻遮不住那白容影踪。我忽然间撞入你满目的葱茏，你是春雨人间。对面坐着的那些都是荣城的达官显贵，每年都是如此。大年饭一起用，等用过膳后就一起登城楼、望百川、看烟花。竟然是之前在街市上见到的那个刁蛮女子。赛兰西是族长的女儿，她父亲因为练蛊出了一点小意外，所以这次是她代替父亲来的。你是不是有一个兄长？我的大儿子、二儿子就坐在对面，你不是见过了吗？我还有一个小儿子，他在京城，今年没有回来。你还有其他兄长吗？这个赛兰西该不会是看上燕慈了吧？怎么绷着脸？燕慈，赛兰西心悦你，他一直缠着我问我兄长的事情，可那天在街市上只有咱们俩。婉婉，在宴席上，赛兰西已经见过我了，但他还是依旧去找你，问你的兄长。他一见钟情心悦的人是你，你刚才可是吃醋了？没有。真的没有吗？那我尝一尝弯弯的唇是不是酸酸的。月照万里，晴川皆是你。我能遇见你，什么都愿意。婉婉呐，你快些给我拜年，我的压岁钱昨天晚上就准备好了呢。大哥也给你准备的压岁钱，还有二哥。郡主，我比你年长，你也该给我拜个年吧。我这压岁钱也是准备好了的。算起来，燕慈也的确算是你的兄长，而且回京后你也要多劳烦他照应，拜个年应该的。婉婉给燕哥哥拜年，祝燕哥哥新的一年里官运亨通，身体康健，百事顺遂。希望婉婉妹妹也百事顺遂。这到底是什么？这链子其实是一件衣裳，是裙摆上的装饰，就是不穿衣裳的时候穿的衣裳。婉婉如果不会穿，为夫来帮你。你等咱们回了京城的再穿这个衣裳吧。那好，咱们回京城再穿。我有正事问你。什么事？我怎么都想不明白，我为什么会梦到你小时候的事情呢？婉婉，你第一次梦到我是什么时候的事情？我是跟荣城王府相认，母亲特地为我举办的宴会的那一天，我第一次梦到了你。
那也是我第一次梦到你的模样。当时那人杀了我母后，我就躲在床榻下。等到那人离开的时候，母后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让我快跑。我跑啊跑啊，突然就撞进了你的怀抱。后来我是在草丛中被母后的心腹宫女救起来的。我那个时候就分不清楚见到你是我臆想出来的梦境还是真实存在的事情了。后来又陆陆续续的梦到了你，有的时候你才几岁大，有的时候是现在的模样。所以当初你在我跟沈玉白成亲的时候说的那句好似故人，之前燕慈并不知道，每次当她最脆弱、情绪最低落的时候，总会梦到的女人是谁。后来在那次破庙之中，两人互通了名字。她说叫林婉意。燕慈长大后有了权势，第一件事就是让人去查叫林婉意的女子，手下给她带回了2个消息，一个是全京城叫林婉意的女子只有1名，太医林雨之的嫡长女。第二件事，那就是林婉意已经与侯府世子沈玉白定了亲，而且从那个时候起，燕慈就再也没有梦到过她了，一直到沈玉白亲手将她送到了自己的榻上。这也是为什么上一世明明他跟燕慈交集并不大，但燕慈却会在他濒死的时候冲进大火中救他吧。虽然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会错乱时空梦到彼此，但是燕慈，我很高兴。我也很高兴。文文，既然你今日这样高兴，那就在榻上再喊一声燕哥哥。云中雀夜山上寻，明月如梦来，愿比人连理岁岁长相。塘水岸烟悲曲，长风卷千丝。最后林婉意没有喊燕哥哥，而是喊了义哥哥，喊了很多次。燕慈有事，他已经提前几天动身出发，在离开之前，他将天机留下，与福临一起负责保护林婉意，两人只能1个月后回京城见面了。看来父王又要错过你的大婚了呀。你放心好啦，反正啊，这次弯弯跟燕慈是假成亲，之前跟那沈玉白成亲也不作数。等下次弯弯真成亲的时候，到时候啊，你肯定就可以在场了。弯弯，你第3次成亲是什么时候啊？得亏燕慈已经提前走了。哦，不对，他还留了2个小尾巴在这里。父王，倘若以后我真的和你离开了都督府，那我哪里都不去了，回来荣城陪着您跟母亲，到时候你们不要嫌弃我就好。哪里会嫌弃你啊？父王养你一辈子。婉婉，不要听你父王胡说，以后遇到心动的值得托付终身的男子，母亲还是希望你可以觅得良人的。好。哦，对了，母亲，你真的打算让3哥娶明月县主吗？这是一门好亲事。长公主人呐，最是温善睿智，齐大人一直不参与夺嫡，也是少有的清正之官。再加上明月那姑娘挺活泼，我也挺喜欢的。我现在就担忧，人家并没有看上你3哥。3哥也不差的，他年少有为，英俊潇洒，人又有着一颗至诚之心。倘若他们真的能够成就一段良缘，3哥定然也会对明月县主极好的。也是这个理儿。王妃，这些都是因为燕北老家闹了旱灾，连续3年地上颗粒无收，百姓们只好背井离乡。可朝廷不是每年都拨救济灾民的银两吗？可能京城出事了。燕北的灾荒竟然如此严重，等到难民们都要涌来京城的时候，皇帝才发觉3年，整整3年，朕命你们户部拨下去的救灾银两都去了哪里？启禀陛下，臣上任3个月来一直在整理历年来户部的相关资料，3年拨款的明细臣都整理了出来，乍一看这些都没有问题。季正风，什么叫乍一看没有问题？启禀陛下，是地方官员给上来的反馈是没有问题的。
你的意思是，下面那些官员有恃无恐，隐瞒了这批灾银？每年朝廷都是春天给各个地方拨早旱灾银，前3年发放的时候，正是前任户部尚书陈平，而陈平一向是站在老七那边的。嗨，虽然陈平倒台了，但他们还有更大的大树可以依靠，自然有恃无恐了。老九，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我没什么意思，七哥可不要对号入座啊！你行了行了，季承风，就今年赈灾事宜，你尽快拿出个章程来。是，今日事情就议到这里。叶慈，你去燕北那边查到什么了吗？回陛下，原户部尚书陈平每次都会把灾银克扣5成，剩余5成分发到各省，又被克扣5成，往下再克扣，到了灾民手中就只剩下1碗周粮了。大胆！朕之前的处罚太轻了。陛下息怒，去把从陈平府上查抄的银两拨给户部，让季承风专门负责此次赈灾。不对，陈平府上也没有那么多钱。陈平当初很多银子肯定都孝敬给了老七，而老七皇帝之前已经罚了他，反正这次事情都可以推到那个陈平身上去，实在不行还有下面那些个贪官，他得让那些人不要咬出来老七。就这样，如果银子不够，那就让季承风多想想办法。不管如何，一定要先安抚好灾民。是，因此让你一直奔波了，在荣城过的这个年可还舒畅？臣客居荣城王府，他们也很提防臣。怎么，那李傕真的私自屯兵了？没有，不过荣城内外气氛极好，而且荣城还相当富庶，物产也相当丰富，所以就算是他们现在还没有私自屯兵，但他们有人有银子，倘若以后想要屯兵了，也是很快的事情。如果都说假话，生性善疑的皇帝必然不会相信，真话又不能告诉皇帝，只有这样半真半假，才会让皇帝相信。荣城竟然如此有钱，倘若让他们捐一些银子去支援燕北就好了呀。宁可让别人出银子，都不忍心苛责七皇子，还真是一个好父亲啊！陛下，这件事有些难度，但臣会竭力去想办法。对了，你同那顾伦郡主的婚事也该准备起来了。等旱灾仪式忙完后，你就专心准备大婚相关事宜吧。好了，你去找那季承风，盯着他做好这件事。今年的赈灾可不能再出问题了。是，远都督找我有什么事儿？算着时间，弯弯他们要到了。这几日我要忙碌灾银案的事情。近期越来越多灾民在京城附近，以免路上被灾民冲撞，你带人出去迎一迎他们。多谢。李小将军，很是抱歉，有圣谕在，你眼下不得出京城。我是出去接我妹妹他们，会很快回来的。那也不行啊。赶紧放行，我有太后令牌，并且以我祈福保证，黎苍只是出去接人，太阳落山之前我们必会回来。从哪儿弄来的？你怎么会来？林婉叶可是我的朋友。哎呀，你还走不走啦？我们得快去快回。走。抓住他们！有了他们，那些大官肯定会给我们开城门的。他们身上衣裳的料子都够我们一家人吃一顿饭了，把他们的衣裳给扒下来！都给我住手！你们这群欺软怕硬的蠢货，你们跟那些贼寇有什么区别啊？嫂嫂，燕慈，文文，对不起，我应该早点从宫里脱身，亲自去接你的。我们都没有事，我会昏倒，主要是因为太累了而已。我家文文怎么好像是小猫一样？你身上为什么会有血腥味？你受伤了？小伤而已。怎么伤的？皇帝派我去燕北调查灾银的事情，被那群贪官发现，他们打算灭口。燕慈，以后你有我。文文，你已把自己许给我了，以后可不许烦我。只要你不负我，我定与你生死契阔。燕慈，你轻点儿。抱歉，
下次我肯定轻点。带我熬尽所有苦，许你一生归宿，带我放下了世俗，许你与一生同。林婉意第二天醒来的时候还有点恍惚，因为床榻上只有她一个人，空气中甚至连檀香味道都没有。莫非昨天晚上的一切都是梦？3、4天过去了，她都没有再见到燕慈。听说是因为燕北灾荒牵扯出了很巨大的贪腐灾银案，事情牵涉太广，据说七皇子都被皇帝骂了一顿，然后责令在府中闭门思过。母亲，你这是怎么了？我今日不是去祈福替你三哥上门提亲吗？那个该死的萧启念竟然也在。要搅黄这件事儿，他已经进宫去面圣了。母亲，您暂且不要太着急，如今齐家人跟明月县主的态度最为重要。他们也很看好你三哥，再加上明月那丫头自己也是同意的，本来这件事里边就没有那萧启念什么事儿。让人去查一查嘉柔公主以及她身边的人。提姆到底是什么意思啊？本来今天都能把婚事给定下来了。他这样做恐怕是冲着荣成王府。明月，你真想嫁那黎苍吗？之前齐侯爷他们也犹豫过，毕竟陛下对荣成王府的态度十分复杂，这种情况下跟荣成王府结亲并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可能会把一直中立的齐家扯入纷争之中。阿父，母亲，我齐明月就认定黎苍了，非他不嫁。陛下对荣成王府的忌惮跟倚重并重，证明荣成王府对咱们大周很重要。而且我跟黎苍相处得很好，我还很喜欢他妹妹，他母亲。女人出嫁跟婆家人都相处得好，跟夫君也是两情相悦，这难道不是最幸福的事情了吗？皇兄，你可知季家有意要将明月许配给荣成王府的三公子黎苍？这件事朕知道，不是这两个孩子喝醉了酒，然后有了肌肤之亲，为了顾及明月的名声，只能够定了这门亲事吗？皇兄啊，这件事情万万不可。那荣成王府本来就拥兵自重，倘若再跟齐家成了姻亲，齐家虽然这些年不争不抢，但是齐家门生极多，有许多还在朝中做官，根本不能忽视齐家的影响力啊。倘若这些人都被荣成王府所用，可明月毕竟是朕的外甥女，不能不顾及她的名声。皇兄，您可以指婚，让小旺娶了明月，小旺不会嫌弃明月名声受损。小旺不嫌弃明月，怎么不问问人家明月嫌不嫌弃小旺呢？毕竟明月是他长公主姑姑唯一的孙女，这件事儿朕要再想一想。可是齐念，如果没有其他的事情，你就先退下吧。齐念呐，还在记恨着当年黎觉不愿意娶她的仇啊。他这般模样，更是证明当初荣成王选的没有错。对了，你跟那婉丫头的婚事也该准备起来了吧？只是可惜了，哀家不能到场，亲眼见证你们的大婚呢。可以的，都督府有密道，我让人来安排，到时候舅舅也会来。他是不是太大胆了？没事，都安排好了。那哀家也一定要去了。如果真的发生了什么意外，也好帮衬着一些，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那丫头最后的血脉亲人出点什么事儿啊！都督，季大人来了，正在密室等您。把之前调查驸马江毅跟他养的外室的消息送给嘉柔公主。都督，顾伦郡主也在让人调查嘉柔公主跟她身边人。那就把调查到的东西一并给弯弯，看他要如何做。你派人手全力配合。是。都督，名单上的20余人，陛下都判了斩立决，但却只将七皇子勒令在府中闭门思过，这实在是偏袒得太显眼了。当初陈平贪的银子，可大部分都流入了七皇子的口袋啊。将七皇子库房的宝物名单给九皇子送去一份，再让人把这些钱财给倒出来，以兴楚教的名义捐给燕北受灾百姓们。这样一来，九皇子会觊觎七皇子的宝库，而七皇子宝库空了，他又会怀疑到九皇子身上，而那些钱财由前朝余党建立的兴楚教捐给百姓，皇帝肯定就急了慌了，是一举多得。那属下装作什么都不知道，继续去处置那些贪官了。看那些人脑袋之前露一些口风，
说是七皇子为了灭口，他们死了，但总会有一些消息流露出去。信里详尽写明了嘉柔公主的驸马江毅养了外室的事情，而那珠钗正是他外室的。那外室已经给江毅生了一个儿子，叫江旭，今年刚好来了京城，准备参加科举考试。瑶光，把这只珠钗给江毅，约他见个面。这人的相貌有5分像他的父王黎觉。怎么，难不成江驸马因为对嘉柔公主深情一片，不愿意动手？替身而已，何来深情？当初我本要与我心爱女子成亲，是嘉柔公主横插一杠，才变成今日的局面。只是，如果东窗事发，我也难以逃脱干系。这香料是慢性的，等到发觉的时候，已经病入膏肓，引起了其他的病症，就不会有人怀疑到你的身上了。我每次来用的都是这个雅间。杜小姐，里面真的有客人啊！赶走就是。叨扰了君主，君主怕是还不知道我马上要跟沈世子成婚的事儿吧？我知道你心中肯定十分后悔。我后悔？看吧，你马上要娶进府的妻子，心中惦记的却是我沈玉白。直到现在，沈玉白还是认为当初林婉意同他两情相悦，后来反目，主要是因为那些时日祖母跟母亲的搓磨，再后来又出现了那些妾室搞事情，阴差阳错，他们俩之间的局域越来越多，才走到了如今这个地步。我后悔当初就不该跟沈玉白成亲。怎么可能？你就是在嫉妒我。等着看吧，以后我会跟沈世子儿孙满堂的，而你这辈子都不可能有自己的孩子啦。叶多多，杜小姐不是要跟沈世子儿孙满堂吗？沈世子在门口偷听了许久，刚离开，你现在去追，或许还追得上。这等蠢得十分直白的人，也不知道嫁入沈府后会变成什么样子。文文，你怎能私会外男？我什么时候私会外男了？江毅，我找那江毅是为了对付嘉柔公主。你直接把毒药给他，就不担心他会反水？他如果聪明的话，就不会告知嘉柔公主。今天上午的时候，长公主进宫了。也就是说，齐家还是想要促成这个婚事？对。哦，对了，燕慈，我回城那天晚上，你来看我了，对吧？你不记得那晚上的事情了？因为那天睡了太久，有一些头晕脑胀，所以那天咱们俩欢好的事情，我醒来后还以为是一场梦。我第二日并没有用内药，而如今才服药也晚了。都怪我，上次太激动，忘记了分寸。如果真有了，那么就生下来好了。你万万不能喝裸胎汤，终身。只是如今你的身份不能曝光，咱们俩甚至还没有成亲。都怪我，文文，你放心，我都会安排好的，你且信我。好，你也不要有太多压力。这几日来看病的病人多了，我得回木婉堂了。让我再抱抱。主子，江毅已经把那香料加入了嘉柔公主的寝房。这就是江毅的选择了。明月县主怎么这样高兴？是有什么喜事吗？你那天半死不活的时候还喊我三嫂呢，怎么现在好啦，就又开始喊我明月县主啦？如果你不介意，我倒是可以喊的。只是我听闻我母亲去齐府提亲，但却被嘉柔公主给搅黄了。这件事我祖母已经解决了，她老人家今天上午就进了宫，其他人还敢有什么意见？妈妈，我跟你三哥的婚事应该是板上钉钉了，我想着要不我们也7月初7成亲。沈玉白和杜宁燕也是定在了7月初7成亲。这件事情是挺晦气的，要不咱们做点什么让他们成不了亲？不，我们都要祝福他们俩在一起才行啊！如果让他们成不了亲，他们又去祸害了其他人，可怎么办呢？你说的对啊！我还以为你单纯善良的跟小绵羊似的，林婉意，我越来越喜欢你了。他可以这样恣意洒脱，可真好啊！明月县主的性子的确很好，不过婉莹，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活法，咱们当下的人生就是命运最好的安排。我懂了，张姐，当下到了时辰，去用晚膳吧。好。祖母跟阿父母亲他们身体都康健，你不用担忧就是了。大哥大嫂的感情也极好。那怀瑾呢？快科举考试了吧？他准备的如何了？听他院子里的小厮说，这几日看书都看到了半夜呢。读书用功是好事，但万不可累坏了身子。张姐，你就放心吧，家里面都是大夫呢，会看着他呢。燕慈又出了一趟京城，要去燕北把灾银案件做扫尾。那边的官员该砍头的砍头，该发配的发配了，新的官员也一一提拔上来。
九皇子趁机咬了一口七皇子，七皇子认为背后推动这件事的人一定是老九，他库房中的银钱肯定也是老九派人给偷走的。最后俩皇子狗咬狗，都被皇帝罚了。晏慈再次坐收渔翁之利，让他的心腹新任户部尚书季承风彻底掌握了户部这个钱袋子，从上而下也都换上了他的人。接下来就是要让新任礼部尚书季昌辉彻底坐稳这个位置了。季昌辉跟季承风虽然都姓季，但两人一个老家在江南，一个在北境，朝堂中从来没有人认为他们是兄弟，因为这两人在朝堂之上针尖对麦芒。而让季昌辉彻底坐稳礼部尚书的位置，这次科举考试就是最好的机会。同时，之前屡屡受挫的七皇子跟九皇子也打算趁着这次科举考试为自己笼络人才，晏慈难免又要做一阵子部署。与此同时，要把兵部尚书杜宇拉下水也是时候动了起来。晏慈忙碌了整整1个多月，在科举考试要开始前夕才赶回京城。他已经整整1个多月没有跟林婉意见面了，所以他没有去面圣，而是在夜幕降临的时候先赶到了木碗堂。婉婉在想什么？这样入神。晏慈，你什么时候回京的？刚刚，这是在整理嫁妆。父王他们给了我准备了许多嫁妆，还有之前我从沈府带走的。婉婉带了2份嫁妆来，为夫是不是要准备2份聘礼？哪里有准备2份聘礼的道理？他们一个生你，一个养你，自然要感谢他们。你要同时还把聘礼下到林家，这件事要事先同林家还有荣城王府商议。好，都听夫人的。婉婉，可有想我？想。婉婉，你这是怎么了？我怀孕了，咱们能要这个孩子吗？能。会不会影响你复仇？如今3省6部就剩下兵部跟吏部，这次科举考试也可以趁机把吏部拉下水。而北境那边，我舅父已经带人开始行动了。晏慈，我去郊外庄子上，一直待到把孩子生下来，等回头就对外说是抱养回来的孩子。这是一个万全之策，主要是不能引起皇帝的怀疑，以免让晏慈前面所有布局都功亏一篑。我们的孩子要堂堂正正的出生。婉婉，接下来这段时日，你就在木碗堂好好歇着，大婚的事情我都会安排好，不用你担忧。那我有孕一事，暂且瞒着，等你我成婚后，先跟你家人说明此事。科举考试出榜了，沈玉白竟然考中了状元，这也让低落了许久的沈家再次扬眉吐气起来。不出意外的话，沈玉白可以顺利进入翰林院，一步登天，成为天子近臣。弯弯，你都不知道，那杜宁燕可骄傲了，也骄傲不了几天了。也是，我看她嫁入那沈家后，还会不会这样蹦跶？我听说啊，沈大人要娶续弦啊。沈伯公的续弦是谁？安王爷的女儿，寡居多年的博雅郡主，可不是一个好相与的主啊。我一说他跟谁交好，你就明白他为什么会成为沈伯公的续弦了。他跟谁交好？嘉柔公主。看样子他跟安王府也都站在了七皇子那边。婉婉在想什么？我一直想着，为什么沈玉白他们要选在7月初7成亲？他们会不会在那一天做什么事？他是想要来一出上错花轿换新娘，是不是真想让我毒死他们沈家满门，他才满意呢？如果他真有这个愿望，倒不用婉婉动手，我也可以满足他。婉婉，你打算如何做？既然沈玉白那么喜欢换新娘，就给他换一个身份尊贵又跟他沈家七皇子一派的一伙人吧，他们肯定不介意亲上加亲。嘉柔公主。好。言辞，我觉得我现在好幸福。婉婉，你以后会更幸福的。会吗？一定会。睡吧，婉婉。他闻到了十分浓郁的血腥味儿。
燕慈，你怎么会认识我？这个时候的燕慈应该是刚净身入宫，准备复仇。他认识林婉意，但在他的认知里，林婉意不应该认识改头换面的他。梦境让林婉意跟燕慈分别在不同的时空里相遇了。你不用防备我，你受伤了，一直在流血，我得立刻给你止血。你把裤子推下来。你难道害羞啦？我记得你说过在大腿上划了一刀，我又不是没看过。伤口短期内不要碰水，还有这些激创药可以让你的伤口快速愈合，这些我都给你留着，因为我不确定下次还会不会再来。你得对我负责。云中雀也山上雪。大早上的，弯弯就找我。燕慈，我梦到了。我刚净身那一年。你怎么会知道？然后弯弯看光了我，然后弯弯就要对我负责。我现在怀着孕呢。弯弯，新婚夜那晚，你以为我是甄嬛臣，所以就想着我用手与你同房。提这个做什么？只希望弯弯可以礼尚往来。同水岸烟悲曲，长风卷青丝。云淡风轻，一轮江烟雨，漂泊我此生人多情。6月初6，林老太太的寿辰。弯弯，你今日一定要去。祖母对我极好，我不能不回去。我孕吐已经轻了一些，可以说是天气开始热了，我脾胃不适好了。那你万万不可累到。知道了。主子，库房中有一座翡翠琉璃珊瑚，特别适合送给林老夫人。您如果认为没问题，属下立刻就送过去。把东西装上马车，待会儿我去林府。是。文文，我还是第一次知道咱们家这么多亲朋好友，人多了热闹。沈伯公的续弦，博雅郡主林婉意好像变得更加娇美了。弯弯，我高中了状元，你是不是还没有恭喜我呀？明月县主，你这是要干什么？我倒要问问你，你来干什么的？林老爷子跟我祖父是挚友，如今林老夫人过寿，我来贺寿，理所应当。哟，你还记得林老爷子跟沈老侯爷是挚友啊？那他们两位老者都不在了，你们沈家那样欺负弯弯，就不担心老侯爷半夜给你们托梦，掐死你这个不孝子孙吗？启明月，喊本县主的名讳干什么呀？明月，小姑娘家的，何必这样伶牙俐齿、咄咄逼人的？以后若是被李小将军嫌弃了，可如何是好啊？我三哥还就喜欢三嫂这副伶牙俐齿的模样。这里可真是好生热闹啊！喂，我们表姐妹俩呀，也是好久不见了呢。这就主动撞上来了。林贵妃竟然也来了，莫非九皇子也打算拉拢荣城王府？我不知道，母亲，你去女眷那边吧，我一个人走走。蠢货！如果不是你跟林婉意和离了，如今还轮得到那林贵妃往跟前凑吗？林贵妃一方面是为了荣城王府，另外一方面那就是马上要跟林婉意成亲的9000岁燕慈。虽然林贵妃到现在也没想明白为什么林婉意会嫁给燕慈，她思来想去，想着这其中或许有皇帝的授意，或者是皇帝已经消除了对荣城王府的芥蒂。但不管如何，只要拉拢了林婉意，他们的胜算就会比七皇子多一些。博雅郡主，本宫之前听说你最喜好俊美男子，怎么到头来却选了沈伯公那个老头子？贵妃娘娘说笑了，什么喜好俊美的男子啊，我一向都很务实的。说是务实，不就是打算去站队到七皇子那边去了？弯弯，是我。你给我让开！弯弯，我想不明白，你为什么对我如此狠心啊？这都想不明白，那你这状元郎是怎么考出来的？莫非是七皇子帮你买通了考官？看来他这个状元郎还真的有水分啊！弯弯，我沈玉白自始至终喜欢的人只有你一个。你要不要去杜宁燕的跟前说？或者你去孙青莲他们几个坟头上去说？孙青莲他们就算了，不过是上不得台面的妾室。至于杜宁燕，我是没有办法，为了权宜之计，只能够暂且娶她。不过你放心。放心什么？总之我心中有你，自从跟你和离后，每时每刻我都在后悔，我是真的知道错了。咱们能不能重新开始啊？赶紧给我让开！燕都督，你怎么会在这里啊？祖母过寿辰，孙婿怎能不来？
你怎能随意打人？我怎么说也是当朝新科状元，还是伯爵府世子。你该庆幸今日是林老太太的寿辰。文文，她是不是这只手碰你了？哦，死了？疼晕了，真不中用。你要把她送到哪里去？如意楼。事情又回到了如意楼。沈玉白跟杜宁烟的亲事不会搅黄了吧？沈玉白不会放弃这门亲事，因为他还想着换新娘。你说的对。文文，林府的下人那样容易被沈玉白买通，你最好也提醒一下林家人。我总是感觉沈玉白今天此举看起来有一些冲动，但布局的这么完美，他或许有其他用意。不管是什么用意，我已经为他挑选好了黄道吉日去死。哪一天？7月初8。郡主、都督，你们罚奴婢吧。这件事不怪你，是沈玉白特意布局，把所有人都给调开了。我去慈安堂等祖母，陪他聊聊天。好。查出来是谁了吗？查出来了，是郑婆子。但为什么呀？不过是有钱能使鬼推磨，而且他们也知道我们林府主子们都很仁善，任何参与这件事儿的，论罪轻重，重的有死气的直接打死，活气的交到官府以被捕处置，至于其他轻的就都发卖出去。今日之事幸好有惊无险，倘若弯弯真出了事儿，可怎么办呢？林爱卿，你这是怎么了？臣不敢说。朕命你说，你再不说，朕就让人把你拖下去斩喽！陛下，前几日家母过寿辰的沈世子竟然买通了陈家的下人，对顾伦郡主图谋不轨，幸好被及时发现，对方是世子，臣哪里敢做什么呀？只好处置了那些吃里扒外的下人。只是这件事，顾伦郡主与臣离了心呐，臣好心难受啊！还有这等事儿？言辞，回陛下，沈玉白同顾伦郡主和离之时，并不知道他的身份，想必是后悔了。而且臣还听闻，沈玉白被顾伦郡主拒绝后，心有不甘，还去如意楼喝得酩酊大醉，简直是混账！来人，宣朕的旨意，在沈玉白成亲之前，不许出沈府。林爱卿，这件事儿你做得对，宣扬出去不好，朕赏你黄金1万两，去置办新的中仆。谢主隆恩。言辞，刚才你听到这件事的时候，好像很愤怒。对，顾伦郡主毕竟马上要跟臣成亲了，沈世子这般做，实在是不给臣面子。他不是没成功吗？不过这件事，顾伦郡主也忍下来，没有声张，朕也很意外。他是一个懂事的孩子，听说他喜欢摆弄花草药，你去朕的库房中把那颗千年灵芝还有龙形人参给那丫头拿过去，算是给她压压惊。是，陛下。说到底，皇帝还是下意识地护着七皇子罢了，连带对沈家也有几分纵容。言辞，你认为派杜宇去剿灭北境反贼是否合适？陛下的决定一向英明。少给我打哈哈。臣也认为派杜尚书去剿灭北境反贼合适。只是九皇子年轻有为，在调兵遣将上也很有天赋，也应该让九皇子殿下去试炼试炼。所言极是，就让杜宇为统帅，让老九做一个副统帅好了，多跟杜宇学习学习。陛下英明，刀枪无眼呢。你不是最喜欢制衡了吗？等到2个儿子在你手上都废掉了，依旧是平衡的呢。林贵妃又复宠了，这些时日陛下都是留宿在她那儿，端妃娘娘就提出了为陛下选秀。陛下同意了？陛下本不同意，但端妃娘娘拿出一些秀女的画像，其中有一位秀女的画像很像穆皇后。是时候让道人来给她献神丹了呀。大哥，如果你想降半夏了，我就给他放几天假，让他回王府好了。那倒是不用，在王府他很居着，在莫婉堂他还自在一些。母亲不像是会拘着人的性子啊。拘着人的不是母亲，而是王府。母亲当初为了父王放弃了自由，如今江半夏一直没有接受你，她可能也是担心自己会像母亲那般吧。即使黎云没有袭爵，
但他到底是荣成王的长子，以后若是有事，肩膀上的责任绝对不会比身为世子的李锦少。家务病人少，你们俩一起去逛逛吧。你不同我们一起去逛逛吗？我就不去了。万万用心良苦，是要给咱们单独相处的空间。今日好端端的，怎么走了大门？婉婉，我是领了圣命，特意给你送赏赐来了。为什么突然赏我？不过是希望借此堵住嘴。他是打算让我这次吃个哑巴亏，彻底忍气吞声了。沈玉白第2日从如意楼醒来，手还废了，但他自己没敢声张，偷偷摸摸的回了沈府，而且还顺便把那诗情姑娘给带回府了。我这里有一封信，是沈伯公谋害沈老侯爷的证据。这封信在你的手上，肯定能够发挥更大的效果。除了已经去了刘家的沈静柔之外，其他沈家人参与了这件事的都不必放过了。好，我可以放出消息去，说沈府中藏着一封密信，有倾覆之用。虽然沈玉白不重要，但倘若这件事影响到了沈家跟杜家的婚事，那么就会变相的影响到七皇子。冠子如杀子，你不用太过介怀。幸好我还有万万。你有我，还有咱们的孩子，你摸什么呢？我在摸咱们的孩儿。我的腰是不是变粗了？我握着刚刚好。下个月大婚的礼服，我会不会穿不了了？大婚礼服我做了许多套，到时候哪套合身就穿哪套。还许多套？其实早就开始做了。有多早？你跟沈玉白成婚那晚上以后。你又做什么了？怎么变得这样凄惨？我没事，倒是殿下您怎么突然来了？是有什么事情吗？外界传闻你们沈家有一封密信，有颠覆之能，到底是什么信？这件事你为何瞒着我？啊？什么密信啊？殿下，我不知道啊。颠覆之能，这怕不是要谋反？如今父皇竟然准许了老九跟杜宇下个月一起动身出发去北境，这次功劳怎么样都会让老九抢一半了。你们仔细想一想，到底有没有密信？倘若这件事被父皇知道了，可能就不好收场了，我都没有办法保你们。肯定是空穴来风，你我都知道，咱们沈家哪里有什么颠覆密信啊？肯定是有人故意这样说，是不是沈家的仇敌？这件事情应该不是他做的。九皇子接到这个消息，马不停蹄，立刻就开始安排人潜入沈府，去寻找那封密信。沉寂了许久的三皇子也暗暗地行动了起来，沈府就接二连三的遭贼，沈玉白的院子都被点了，而婚礼服被烧毁了。沈家人无奈，只好捧出了之前沈玉白已经穿过2次的喜服。一套喜服能够穿3次，沈玉白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九皇子的人还从沈玉白的书房中偷走了沈玉白跟北京守驾那边的信件。等九皇子出事后，林贵妃就会把这些信送到皇帝跟前了。到时候所有的事情串联到一起，这一次势必要让七皇子跟九皇子都元气大伤。九皇子此去北境会出事？要出事，但却不能让他死了，这样事情才会更有趣啊。言辞，沈家有密信的事情是你传给他们的？是。你为何要这样误导他们？回禀陛下，臣没有误导他们，而是臣的确查到了线索，沈家有这样一封密信，只是对方太狡猾了，臣让人多次去查找，都找不到。你是让老九的人帮你找信？你呀你，还有你验词找不到的东西吗？你莫非是在糊弄朕？臣哪里敢糊弄陛下，实在是真的有这封信，请陛下再给臣1个月的时间，臣一定会找到。那好，朕就再给你1个月的时间，倘若1个月后没有拿到什么密信，朕唯你是问。遵旨，陛下。之前您让臣找的那位蓬莱仙岛的蒙德仙师已经找到了，如今正在龙华寺讲禅，而且他脾性怪异，倘若要求得长生不老仙丹，您得诚心才行。朕要去一趟龙华寺与仙师见面，不要兴师动众，不要让任何人知道，你安排一下。是，陛下。嘉柔公主突然要在公主府举办一场簪花宴，宴请京城中所有未嫁或者是待嫁的年轻女郎。这好端端的突然办什么簪花宴？据说是嘉柔公主近期身子不爽，日益憔悴，她就想要举办这场簪花宴，让年轻的女郎们热闹热闹，也给她带来一些朝气。我预感啊，这场簪花宴肯定有热闹瞧。婉婉，你去吗？长姐。婉莹，你怎么来了？长姐，我收到了嘉柔公主簪花宴的帖子了。我本不想去的，但是顾将军托我去陪着他的妹妹。什么顾将军？
就是从北京回来的顾恩泰之前，我乘坐的马车突然发疯，幸亏得顾将军所救，所以他之自开口相求，我想要还他这个人情。但你担心自己无法护着顾家妹妹的周全。可是我知道之前是嘉柔公主弄丢了长姐，所以如果你很不想去，我就再想其他法子。等我梳洗收拾一下。妹妹好不容易同他开了口，再加上那顾恩泰是燕慈的人，因为顾恩泰帮着燕慈救父穆将军假死，皇帝迁怒之下就召顾恩泰回京，表面上是正常调遣，但实际上是贬降。所以他妹妹顾敬贤去参加贵女们的聚会，肯定是会被排挤冷落的。长姐，你这是有备无患而已。这种药粉也给你拿2包，如果遇到紧急事情，就把这东西往对方的脸上撒。我都听长姐的。嘉柔公主听了一个仙君说，她这病是冲撞了神女，所以她给京城许多个年轻女郎都发了帖子，只要是处子之身的，家世背景不那么强的，然后神不知鬼不觉地将符箓烧的灰加入到他们的香囊中，不出7日定然就能够借到他们的福寿。至于他为何还发请帖给齐明月那些人，做不过是要做到神不知鬼不觉，就得一视同仁，才能不露马脚。启禀公主，明月县主来了。他现在与何人走在了一起，跟他一起的人也不要换带指挥的香囊好了，以免麻烦。回公主，明月县主跟顾伦郡主还有林家2姑娘和顾家大姑娘走在一起。什么？没想到他竟然还真的来了。那要不要去换顾伦郡主的香囊？她早就嫁过人，肯定不是处子之身了。再加上她擅长医术，可别待会儿让她发现什么端倪。她跟齐明月那一行人就都不要动手了。是，这是公主殿下为今日簪花宴应景，特意准备各种花做的香囊，各位女郎可以选自己喜欢的香囊佩戴。这香囊中会不会有毒啊？我们家公主怎么会做这种事情呢？明月县主跟你开玩笑呢，你去忙其他的吧。是，郡主。好像就是普通的花草。你去让天机想办法弄到一些贵女的香囊，拿回都督府，让玉衡去看一下，其中有什么端倪，切记不要让女子触碰。是，主子。要偷哪些贵女的香囊呢？嘉柔公主如今已经站到了7皇子那边，去让天机找9皇子那一派的贵女，还有就是一些家世比较低的。燕慈，等到仙师将丹药炼出来，你就是头功一件。你想要什么赏赐了？能够为陛下鞠躬尽瘁，是燕慈的荣幸。朕知道你忠心，赏赐也是要的。也不知道为何老七跟老九也跟朕越来越远了。殿下们只是繁忙而已，杜尚书要率兵出征了，而九殿下也要同行，他们都很忙碌的。你这么一说，朕倒是想起来了，杜宇出征北境这段时间里，兵部的事情就空了出来。你暂代兵部尚书一职，本来你也管理着大理寺跟刑部，应该是很有经验的。这样恐不好吧？有什么不好？反正只是暂代几个月，就这样定了。陛下，您刚才还说要赏臣，臣马上要大婚了，您又给臣增加了公务，让你权力多一些，你还嫌弃？不过你大婚了，回头让内务府多做一些准备，倘若有缺的，可以去库房随便拿。7月初7不是有3场大婚吗？朕让你的婚礼最盛大。谢主隆恩。如今也就只有你能够对朕推心置腹了。如果他还活着，也该大婚了呀。那些香囊之中有什么异常？天机一共拿来了28个香囊，其中5个香囊中都有同一种指挥。是何种指挥？应该是符纸烧完后变成的指挥，至于是什么符，那就不得而知了。想必他只是在一些家世不显的闺女的香囊中动了手脚，而且也不会动7皇子一派的人，想办法把今日的许多闺女香囊中都加入指挥，到时候任凭嘉柔公主长了8张嘴也说不清楚了。怎么了？这件事很难做吗？不难做，郡主果然如我家都督一般，英明睿智。赶紧去，把今日去参加簪花宴的贵女香囊中都加入指挥，让人探查嘉柔公主府，遇到道士之类的人物直接抓了。是，都督。你今晚去木婉堂过夜吗？弯弯去哪里，我就去哪里。那顾恩泰顾将军是否已经成亲了？人品如何？还行吧，
离我差远了。我家都督自然是最好的。我妹妹婉莹被顾恩泰救过，也对顾将军印象极好，就想要打听一下顾恩泰。顾恩泰未曾娶亲，今年20有6，他武功很高，而且为人十分讲义气。这次我舅父能够顺利假死脱身，他功不可没。当年七皇子的人贪了修坝的银子，导致水坝质量恶劣，后来洪水来了的时候，直接把顾恩泰他们一个镇都给淹没了，他的家人也都在那次洪水中没了。那次他妹妹生了天花，他背着妹妹去了山顶猎户那儿住，反而逃过一劫。后来顾恩泰加入兵营，从最小的小兵开始做起，每次打仗都奋勇杀敌，十分拼，受伤无数次，用命搏了许多战功，走到了今日。看来顾将军也是一个苦命人。如今他妹妹跟婉莹很是投缘，婉莹对顾将军也有意，如果他人品可靠，回头我就问问婉莹自己的想法。主子，王妃在屋中都等您很久了呢。母亲，您怎么来了？我听说你今日去参加嘉柔公主的簪花宴了，回来就一直在睡觉。我担心呐，她是不是动了什么手脚？您猜的没有错，她在参加簪花宴的贵女香囊中放了符篆烧成的纸灰，不过我没有中招。我在知道那香囊有问题之后，全程没有碰触，我也给自己诊过脉了，没有事情。许是之前准备大婚的事情没有休息好，就睡了一觉。距离大婚也没剩下几天了，你好好注意身子，这件事你就放心吧，让你兄长他们操心去。是，母亲。去让大公子跟三公子都速来见我。小苍，你这是干什么？大哥，你说母亲是不是要揍我呀？可我思来想去，近期什么祸事都没有闯。再说，我也是马上要成亲的人了，万一再被母亲打得鼻青脸肿，成亲的时候被明月嫌弃了，她不嫁我了怎么办啊？如果母亲要打你，我会替你说情的。我们快进去看看吧。大哥，你最好了。萧齐念呢，萧齐念，这件事情如果给你抖落出来，就算是皇帝想要保你，都保不住你。母亲，我这就去嘉柔公主府找那道士。等人抓到就给燕慈送过去。那小子足智多谋，心眼子极多，他肯定有办法让萧齐念被扒层皮。燕慈，你怎么睡在这里？可别着凉了。我本想看一会儿书，结果躺在那儿就睡着了。你道士抓到了吗？抓住了。然后你母亲让人给送到都督府了，我回去接待了一下。那道人果然就在嘉柔公主府中。嘉柔公主以为自己中了邪，所以就想要跟那些年轻女郎们借符寿。还有这种奇事？之前我看过一本书，上面就有这个记载，以命换命之说。只是嘉柔公主找的那个是半吊子道士，那些个贵女们基本是没事的。那些贵女们没事就好，不管如何，她们都是无辜的。那些贵女没事，但嘉柔公主肯定要有事了。天机已经带人把那些贵女的香囊中都放了烟灰，等明日上朝的时候就热闹了。婉婉放心，不会伤害他们的，只是让他们集体头晕目眩，不过是香料熏的而已。婉莹跟顾静贤也会？对，还有齐明月，因为这样才能够把戏做足了。懂了，明日我也装晕。你有没有醒神明目的药丸？明日多准备一些，可以标高价售出。你是想要让那些大臣们欠木婉堂一个人情？我家弯弯就是聪明。你晚饭吃了吗？还没。弯弯用了吗？我用了，但又饿了。好，那我就陪弯弯再用一些。求陛下做主，小女自从昨天去了嘉柔公主的簪花宴，回来后就头晕了。小女也是，臣们也是。燕慈，这到底是什么事？你可知道？陛下，昨天晚上臣就听闻，去参加了簪花宴的顾伦郡主也是头晕，他自己就是大夫，但却也不知原因。黎云身上没有功名，所以今日在朝堂之上的只有黎苍。什么？婉婉头晕了？她怎么回事？现在好点了吗？送喜帕的侍女说，郡主已经服用了自己配制的一些药丸，此时稍微好一些了。他们也要去木婉堂去找顾伦郡主求药。陛下，求你严查这件事啊！求陛下严查此事。众目睽睽之下，皇帝只好命晏慈严办这件事儿，封了嘉柔公主府。你去木婉堂护着婉婉。怎么了？刚才一唱一和，不是做戏给皇帝看的吗？他们也都去木婉堂。三哥，出了什么事吗？那些大臣听闻你给自己调的药丸对头晕有奇效，
如今怕是正乘坐马车朝木婉堂而来，我担心他们会冲撞吓到你，就先赶过来了。多谢三哥挂怀，这一份药，三哥快给明月县主送去吧。你这里真的没事？这些侍卫都是燕都督借给我的，武功都不错，肯定出不了乱子。燕慈这人还怪好的呀，刚才也是他提醒我赶紧回来护着你的。好了，我先去给明月送药，然后再回来。婉莹，顾将军人品好，很努力上进，而且他一个人走到今天这个位置不容易。你是真心爱慕顾将军吗？我要努力的变好一些，然后努力去了解他，也让他了解我。林府住了一堆菩萨，得有人教一教他们如何用刀。天玄，你去找罗青姑姑，让他带着他干儿子罗宇去林府，先把他带到弯弯跟前去，问问弯弯的意思。是，都督。奴婢见过郡主大人。这是郡主大人，罗青姑姑是1等宫女出身，后宅后宫之事没有她不懂的。罗宇更是一把算账管家的好手。都督的意思想要问郡主，林府是否需要罗青姑姑他们过去一段时日？好，明日我带他们去林府。是，那天玄就告退了。也不知道燕慈那边的事情是否顺利。那个道士呢，都已经招了，咱家也不为难公主，只要您说您是被这道士哄骗的就行了。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您的病情太过于棘手，太医们都束手无策，而那个道士的法子是治好你病的唯一的法子。你动那些家世普通的小贵女也就罢了，可你万不该把那些身份显赫的贵女香囊中也都动了手脚啊。听闻长公主说，那明月县主的香囊中也有指挥，都动怒了，告到了太后老人家那儿啊。根本就没有把符指挥放到齐明远那儿，我只让他们在一部分家世普通，还有陛下，我不是。皇兄要放弃他了。父皇，这件事不能因为一个道士胡说八道就给嘉柔姑母定罪啊！他自己已经认罪了。那些贵女们不是没有什么事情吗？儿臣小时候差点溺水而亡，还是嘉柔姑姑救了儿臣啊！能不能饶了姑母一次？蠢货！这是那些闺女出没出事的事情吗？他这是犯了众怒。老七，你不可再掺和了，不然连你也一起治罪。父皇，那儿臣告退了。燕慈，朕头疼。陛下，您就是太忙于国家大事了，不注意身体，没有好好休息。仙师说第一批仙丹要成了，那仙丹不但可以延年益寿，还可以缓解头疾。就你会说话，会哄朕开心。臣说的都是事实。好，好，好。你认为朕该如何处置嘉柔公主？她可是朕的胞妹啊，怎么能够处死啊？陛下，臣以为嘉柔公主罪不至死，但也不能处罚得太轻了，不然那些个大臣们肯定还会就着这件事影响朝纲。后续事情燕慈你去处理吧。是，陛下。都督，刚才收到消息，端妃让人一路护着那位小主，已经通过了初选。真的很像吗？容貌上是5成，只不过端妃好像是教了她许多其他的穆皇后擅长之事。端妃可真是穆皇后的闺中好友啊。都督，需不需要对那位小主动手啊？暂时不必，她还有用。燕都督，我不明白你为什么对我那么大的敌意。其实那晚上我已经后悔了。有许多晚上，你后悔的是哪一晚？这么晚了，怎么还不睡？在等你。婉婉，那个狗皇帝选秀竟然选了一个跟我母后长得很像的女人，我好难受啊。嘉柔公主的事情震惊朝野，作为家中有女儿孙女被害的勋贵之家，无一不拍手称快。驸马江毅趁此机会带着他的外室跟孩子离开了京城，远走高飞。一夕之间，母亲削发为尼，父亲下落不明，府中财产没剩下多少。曾经京城最飞扬跋扈的纨绔子弟江望成了狼狈落魄之人，昔日的那些狐朋狗友更是谁都不敢接近，过得极为凄惨。后日就是他们荣成王府的2件大喜事了。这个时候得到嘉柔公主倒台的消息，倒也不错，全当作是贺礼了。母亲，要不要我派人去寺庙里斩草除根，
杵你个头！后天就要成亲了，整个人还没个正形，小心人家明月到时候嫌弃你。母亲，你放心吧，明月说了，这辈子非我不嫁了。看你高兴那傻样，你去前院你大哥还有钟叔那边看看有什么事情没周全，一定要慎之又慎，后天可不能出半点纰漏。母亲，您快些歇着吧，接下来的交给我跟大哥就好了。他哪里能歇着，他还得去城外接2个人呢。已故穆皇后的兄长穆将军穆广宇。舅父，这就是文文。文文，这次舅父来的匆忙，许多东西都没有办法带，先给你一个见面礼。这是穆家宝库的钥匙。穆家当初差点被灭门了，如今本家也就只剩下了穆广宇一个人。他的妻儿死在了流放的半路上，一尸2命。父母虽然抵达了北境，但却因为年迈体弱生了重病，没过2年都撒手人寰。当初穆家的家产都被抄了一个干净，还是这些年来燕慈想办法一点一点重新又给收集了回来。婉婉，就当是为了咱们女儿守着。你怎么知道就是女儿？因为我喜欢女儿。外甥媳妇儿，你有了，这是双喜临门呐！如果他妹妹还在的话，肯定会高兴坏了。等后日，你应该可以见到黎叔叔。黎爵也偷偷跑来了。我一定要跟他多喝几杯。你喝酒行，但别跟他们说弯弯怀孕的事情。为何？荣成王府到现在还以为我跟弯弯是假成亲，倘若让他们现在知道弯弯有孕了，黎叔叔可能会用拐杖把我打出去。将心比心，如果他是黎爵，自己丢失多年的宝贝女儿好不容易找了回来，结果还没嫁人就被一个坏小子给弄大了肚子。你可真不是个东西啊！你去哪里啊？去陪弯弯。你们今日才刚见过，后日就大婚了。舅父好不容易来一趟，下次再见面还不知道什么时候，你就不能陪舅父说说话呀？凌烟，你放心，只要哥哥活着1天，就会替你好好的护着小易，护着他在乎的所有人。我以为你今晚要留在都督府陪着舅父。舅父年纪大了，到都督府就睡下了。弯弯可否有什么事情要问我？你最后不会让7皇子跟9皇子坐上龙椅？对，还有3皇子，他假装瘸子，就是想等着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你想做皇帝吗？不想，但是如果我家弯弯想要做皇后的话……不，先不说做皇后之事，以后倘若你恢复了身份，我且不知道你会不会纳许多妾室。没有妾室哦，原来弯弯不想成为皇后，是不想跟那么多女人分享我。弯弯果然太喜欢我了。我只想一生一世一双人。都怪我没有给你足够安全感。我现在说也想要一生一世一双人，你可能不信，那么就用时间证明吧。等以后弯弯不想要孩子了，我就去变成真正的太监，好不好？天边一幕晚霞，问你壶清茶，把故事回忆当作伴。夜呀爱人烛火又缠绵，又一年如神府张灯结彩，这已经是神府这2年来办的第3次婚事了。要不咱们分家吧？这日子过得我心中毛毛的，总是感觉还有什么事情要发生啊。不能吧，如今玉白要娶那杜家小姐了，咱们家跟7皇子绑定到了一起，等以后7皇子坐上那个位置，咱们也会跟着水涨船高的呀。水如果真能涨，那高了的船也是大房，有咱们什么事儿啊？可如果水没涨，最后翻了的船里面可就有咱们了。看看现在被大房影响的，咱们儿女的婚事都受阻了。如此下去，还不如咱们像2房一样去外地得了。静言，你这是怎么了？母亲，我又听到鬼哭了。你说咱们神父是不是真的做了亏心事，所以才会闹鬼啊？还有之前那个贾郡主嫁过来没多久就死了，你们说明日大哥那场婚礼真的会顺利吗？这个还真不好说。当初他就是穿着这套衣服
去林府迎娶了林婉意，有许多夜，到底是哪一夜？他们已经在一起许多夜了吗？万万，你宁可与一个太监暗度陈仓，都不愿意重新回到我的身边来吗？万万，等明日过后，一切就都会回归原位，我不会怪你犯过的错，咱们重新开始吧。7月初7，移婚嫁、动土、祈福、祭祀，于是勿娶。婉婉，你猜谁来了？父王、二哥，你们怎么来了？我家弯弯大婚，为父怎么会不来呢？如今你虽然出嫁了，但是你放心，父王跟荣城王府一直站在你的身后，不管受了任何委屈，都要跟我们说，我们会给你撑腰的。婉婉，你且放心吧，一切有我们。今日你就只管美美的做新娘子好了。去年定下婚期的时候，本想着还很遥远，这一眨眼的时间竟然就到了。婉婉，母亲可真舍不得你呀！母亲，新郎官来接新娘啦！言辞，我出一个对子，对了出来，才可以进去迎娶我家弯弯。黎大公子请。黎大公子跟林大公子都拦不住都督大人，如果不是黎大公子拦着，黎小公子都要脱了媳妇跟都督打一架了呢。待会儿到了他跟明月的吉时，他还得去接亲呢。谁说不是呢？新郎来接新娘啦！让夫人久等了。我们来日方长。婉婉，我昨晚一夜未睡，高兴的。婉婉，你父亲不在，母亲代之教诲：夙夜不违姑舅之命，夙夜不违闺门之礼。女儿谨遵教诲。大哥背你上轿。婉婉放心，我都安排好了。起驾！从荣城王府到都督府要路过3个路口，而正是第3个路口的路线会与同样去杜府接亲的队伍撞上。哼，沈世子，你这件喜袍甚是眼熟啊。对，就是我当初迎娶弯弯时候穿的那套，真难为啊，被燕都督惦记了那么久。不过一切也该回归原位了。弯弯没事吧？都督，郡主没事，就是惊了一下，咱们快点回都督府吧。沈玉白，你可真晦气。婉婉，燕慈，那杜宁燕呢？被丢回到杜府了。等杜尚书出事后，他见侄女还没有成为沈玉白的妻，这样也就相当于有了退路。就是他跟七皇子撕破脸的时候。我家弯弯就是聪明。那沈玉白接回沈府的人又是谁？林贵妃。她可是贵妃啊！贵妃怎么了？谁让她当初算计你？偏姬现在就趴在沈府的屋顶，不会错过任何一个热闹。回来让她事无巨细的禀告。婉婉，到时辰了，咱们去拜堂吧。祖母跟舅父他们都在等着咱们呢，他们不能露面，只能在密室看着我们拜堂。好。
有一美人兮，见之不忘。一日不见兮，思之如狂。婉婉，我去林克那边走个过场。我想要去拜访一下太后娘娘。都听婉婉的，你在这里等着就是。好。爱佳人兮，不在东江。赶紧坐下，可别动了太气了。燕慈同您说了，他让你受苦了。我不苦，燕慈他处处护着我，这是他应该做的。婉婉呐，这些你收下，下面那些匣子可是宁烟留给他未来儿媳妇的。哀家当初啊，其实是穆家的养女，宁烟入宫，哀家一直把她当亲女儿看待。可是后来啊，宁烟死了，穆家也险些被灭门了。如今啊，就只剩下小易跟广宇了。皇祖母，再有半年多的时间，孩子就会出生了。到时候您给他起一个名字吧，姓穆。好啊。弯弯脸皮最薄了，肯定不好意思在这种情况下再次去都督府了吧？燕慈也会嫌弃他了吧？啊，怎么是你？都出去，全都给我出去！怎么会这样？你们都给我等着！今天这件事没完。玉白，今天这事儿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不知道啊，不应该的，明明应该换来的是弯弯啊！你竟然还想要换回来林婉意？你置杜宁燕于何处？置杜家于何处？愚蠢至极！真是卑鄙！当初是你那样欺负弯弯姐姐，把人欺负走了，如今却是后悔了，还用这种龌龊手段试图把人给换回来，覆水难收。早知今日，何必当初？沈家要出事儿了。这一晚上，估计沈家、杜家、七皇子一派、九皇子一派，没有一个人会睡一个好觉了。林贵妃莫名其妙的被拐走，还出现在了一个臣子婚房中，估计今天晚上皇帝也睡不好觉了。九皇子肯定会连夜就把那封信给送到皇帝龙案上，同时还会控告沈家欺辱林贵妃的事情。只是皇帝会相信这件事是沈家人策划的吗？谁都不会相信。他们会想明白是有人故意挑起七皇子跟九皇子的矛盾，那他们会不会想到我们身上？三皇子的腿啊，不瘸了呢。我已经让人把消息放了出去。沈玉白怕是能够猜到这件事有你我的份儿。他的这种私心一旦让七皇子知道，七皇子不会有功夫追究我，只会对沈玉白彻底失望。九皇子对沈家下狠手的时候，七皇子就会丢车保帅了。原来这一切环环相扣，都有安排。好了，婉婉，春宵一刻值千金，咱们不提那些扫兴的人了，好好珍惜今晚吧。你可别太胡闹了。婉婉不用动，回复来就可以。在想什么？在想为何9000岁大人每次在我面前都是如此梦浪。梦浪？你可知世上并不存在什么柳下惠，他会坐怀不乱，不过是因为怀中之人并不是自己喜欢的而已。因为喜欢，所以才会行动，克制不住的想要肌肤相亲。晚风捉住纸上，开昨夜云染月下。他愿修行神仙下凡落水家。风吹帘动窗棂，外面星空不疑惑袈裟。云游四月八花，惹起了荣华。看一眼我看就好了，我从来放不下。莫怪世人都把凡人的感化。
看这么久，是不是你夫君太好看了？摇头是什么意思？是认为你夫君我不好看？不如晚上好看。哎，燕慈，已经不早了，又不用给谁请安，就是在榻上待一整日，也无人管我们。还待一整日？你不心疼我，还不心疼孩子吗？我怎么会不心疼你啊？是谁故意挑衅来着？点着了火，又不负责灭火，反过来说我的不是。这才刚成亲，就开始欺负我了。在天边一抹晚霞，问你壶君茶，把故事回忆都作罢。夜爱人烛火摇。文文，我们一起去书房。我跟着一起去合适吗？怎么不合适？你如今是这都督府的女主人，只要你想，任何地方你都能去。舅父可能暂时不便留在京城，但倘若以后燕慈欺负你，你都记本本上，回头告诉舅父，舅父替你收拾他。我哪里舍得欺负婉婉？好，我听舅父的。天玄，皇帝决定何时对沈府抄家。不出都督所料，昨天晚上九皇子连夜就将那封信呈给了皇帝陛下。陛下震怒，今天早上刚要下令查抄沈府，但却被端妃娘娘拦住了。跪在御书房门口求情的不止端妃娘娘，还有燕妃。燕妃是谁啊？这次选秀，端妃不知道从哪里找来一个女人，跟我母亲有几分相像，一进宫就被皇帝封了妃。不过我已经让人给那女子下了毒，只要她同皇帝欢好，再配上先师给皇帝的仙丹，那么她的身体就会慢慢衰落下去，无人查出缘由。婉婉呐，小易小时候不这样歹毒的，他只是被那狗皇帝逼得没有了办法，你可不要嫌弃他呀。我没有嫌弃燕慈，都是皇帝咎由自取。你继续说。是，端妃跟燕妃求情，皇帝犹豫了一下，但那边林贵妃要自缢，皇帝赶紧过去哄了半天，最后还是让人先封了沈府，不让沈家人进出。看来皇帝又在心疼手心跟手背了。沈伯公弑父这么严重的事情，皇帝陛下都能轻轻接过。他接不过，待会儿宫里该来人了。婉婉，今日我可能没有办法陪你了。你我朝朝暮暮，不在于这一时，但是你要切记，可别让皇帝怀疑到你，引火上身，万事以你为重。待会儿我让天玄把都督府库房的钥匙、账本那些都交给你。等罗青姑姑他们在林府忙完，就让他们来都督府听你差遣。好，你赶紧进宫吧。这么多账本，这里只是导读本，夫人，您可以先看看这些，就大概知道其他的了。这些都是都督府库房的钥匙？是，夫人，这里面分明库、暗库，还有一些隐库，一些明面上的收入，诸如都督每年的俸禄、皇帝的赏赐，以及都督府名下的店铺、庄子上的收入归入明库，而抄家的时候，一些珍稀宝物等等，以及那些人孝敬我们家都督的钱财、地铺等等，就会分门别类放入暗库跟隐库。燕慈，你昨日刚刚大婚，今日本不该找你来的，朕还说着要给你嫁，转眼就食言了。不过是逢场作戏，如果不是担心荣城王府找麻烦，昨夜里臣就该进宫了。未能及时为陛下分忧，是臣之过错。本来今日杜宇应该跟老九一起动身出发去北境了，结果出了昨天那件事儿，林贵妃都闹了要自杀。可沈家毕竟是端妃的娘家，也是七皇子妃的母族，燕慈，依你看该如何是好？陛下，这件事您不感觉蹊跷吗？好端端的林贵妃怎么会出现在沈家？这个问题老七跟老九也都说过，是有人在背后故意要算计他们，这件事儿肯定会彻查。只是林贵妃到底是在沈家受了辱，沈伯公也的确是弑父了。陛下，这件事七皇子应该是无辜的。是啊，都怪这沈家到底是怎么做事的。王朕还以为他们是忠良世家，又能够辅佐老七，才一直十分倚重他们，实在是太令朕失望了。好在那杜家小姐并不算是嫁入了沈家，您给她重新再指婚一个好人家，就能够安抚七皇子跟杜家。老九那边呢，他可是还闹着不去北京，还跟林贵妃一起哭着要朕给他们一个公道。那么就换成九殿下做统帅，让杜宇听他的。虽然九殿下年轻，但只要是有人辅佐，再加上兵粮富足，那么这次剿灭北境反贼后，就可以给九殿下加上功劳一件，等他班师回朝，就大大赏赐。那沈家，陛下，沈家能够做出弑父之事，就证明他们不顾伦理纲常，
而且这段时间以来，沈家频频给七皇子添麻烦。倘若以后七皇子胜出，那么这样的外家，皇帝绝对不会让自己的孙儿有这样的外戚。削爵贬为庶民，将沈家大房一脉流放至宁古塔。那沈玉白还是当朝状元，状元有什么用？他也不无辜，而且那弄错了新娘的事情，多半也会跟他有关系。陛下息怒。林贵妃跟敦妃那边呢？位分进一进，娘娘们就都哄好了。不管是怎么进位分，他们都永远坐不上皇后的宝座，也同样不会再被皇帝宠爱了。毕竟皇帝现在有了爱妃。燕慈，还是你懂朕啊！我当然最懂你了。燕都督，这是怎么回事啊？好端端的，为什么要封我们沈家？昨天的事情，我们也是受害者呀！受害者？你是说沈老侯爷吗？当年老侯爷知道你品行不端，打算将侯爵之位传给二子，结果你知道后起了杀心，与你母亲夫人联手，直接杀了沈老侯爷，证据确凿，你还想要抵赖？燕慈，是你对不对？昨天的事情是你做的对不对？为什么？为什么？当初新婚夜我都把妈妈让给你了，你为什么昨天就不能把她还给我？让来让去，你当弯弯是什么？沈玉白，如果当初你们新婚夜那天你不把弯弯送到我的床榻上，凭着我对弯弯的好感，倘若你以后一直善待弯弯，我也不是不可以帮帮你跟七皇子。你说什么？不可能的！怎么不可能呢？毕竟我那个时候可不知道弯弯的心意呀。但你将她送给了我，她就对你失望透顶，转而爱上了我。弯弯爱你？不可能！你可是一个太监！你是不是蠢啊？其实在弯弯没跟你和离之前，我3番5次的去找她，你都是知道的吧？如果我真是阉人，又怎么能够如此对女人动心呢？啊，你难道？是啊，就在你将弯弯送给我那晚上，她就是我的人了。哦，对了，她现在腹中也有了我的骨肉。燕慈，我要杀了你！杀我？你可少吐点血，还有许多事情没告诉你呢。如意楼的侍寝姑娘是我安排的，你书房中那份朋党名单我派人偷了，给了九皇子。你知道自己为什么之前明明很行，后来都不行了呢？毒呢也是我下的。哦，对了，我让人把林贵妃塞进你的花轿里的。沈玉白啊，你不就会利用女人吗？我给了你多好的一个机会啊！倘若你可以哄得林贵妃开心，指不定你们沈家就又可以飞黄腾达了呢。沈玉白，我真感谢你，新婚夜那晚将弯弯送到我床榻之上。他竟是活生生的被燕慈给气死了。7月初8是燕慈为沈玉白选的去世黄道吉日，他可不会等到这人流放。就算是沈玉白流放到北境，9死1生，但燕慈却要他10死无生。沈家彻底倒台。而祸不及出嫁女，所以沈家大房出来的七皇子妃并没有被波及。可因为沈家失势，七皇子以后如果想要继续跟九皇子抗衡，很大可能会再选一个强有力的七族。沈家大姑娘沈亦柔被七皇子放弃，不过是时间问题。所以知道沈家变故后的沈亦柔一病不起，而博雅郡主却因为已经跟沈伯公和离了，她重新回到自己的郡主府，只是她再也没能过之前那样荒诞奢华的日子了，因为与她关系最好的嘉柔公主病故了。看来皇帝到底没让这个亲妹妹活过下个月。真好，上辈子你害得我好苦。婉婉，你喝酒了？喝了一点点。药酒？特意酿造的，偶尔身体发寒的时候喝一点。以后身体发寒
可以报仇。刚才你进来的时候，弯弯让我听到哪个字，我就记着哪个字。弯弯不希望我听到的话，从现在开始就都忘记了。因此，还没到时机的事情，他弯弯就不要说，只要弯弯心中有我就行，其他的我都不在意。好，你父王跟二哥他们都平安离京回荣城去了，舅父应该也顺利离开了吧？皇帝册封林贵妃为皇贵妃，端妃为贵妃，都进了位分。九皇子作为统帅，已经与副统帅杜宇一起带兵去北境了，要对九皇子动手了。幸好你是我夫人，不然的话，我的计划就都被你猜到了。怎么不说是跟在你身边久了？或许也是夫唱妇随。婉婉，明日要回门了，我母亲生过孩子，又是大夫，看出来的话就跟岳母大人坦白，大不了到时候他们打我一顿好了。弯弯，果然是你！可惜我竟然也要归您回娘家，不然咱们可以好好聚聚。等回头咱们私下里相处的时间多的是。那好，我先走了，回头见。怎么就嫁给了一个太监呢？燕慈应该不敢对婉婉不好的。9000岁对婉婉再好，也不能给婉婉孩子呀。李苍，要不咱们努力，多生几个孩子，到时候送给婉婉一个吧。哎呀，怎么样？你倒是说行不行？还是说你不行？你说我的姑奶奶，我行不行你还不知道？这些事情咱们等回了家关上门再说，行吗？我家夫君只是害羞呀。弯弯，再过几日我们要回荣城了。我之前给你父王治腿的药研制了一半，这次回去要继续了。而且呢，你三哥成亲了，于情于理都要带上明月去趟荣城。至于这小两口以后打算定居在荣城，还是定居在京城，看他们自己的。应该回去的。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动身出发？弯弯，你这是……我有喜了。莫非是你们和离后，沈玉白那混蛋又强迫了你？母亲，你这燕慈知道你给他戴绿帽子的事情吗？虽然你们是假成亲，但这种事情瞒不住，你最好让他知晓。是燕慈的。岳母大人您放心，我保证不会让弯弯受到一点委屈，也会让一切都名正言顺起来。倘若不信，您回荣城后可以问问王爷。这是让他回去问王爷燕慈的真正身份。那也不对呀，你们昨日才成亲呐。母亲，之前情况太复杂，再加上燕慈这也是欺君之罪，请您不要生气，好不好？哎，傻丫头，如果你们俩是情投意合，我自然是同意的。那孩子，你们打算怎么办呢？生下来。如果想要让这孩子堂堂正正的生下来，那岂不是要……我的人从沈府查抄出来许多东西，你要不要先看看？你们都不用做公务了吗？还是都打算明日回老家种地去？回家种地是小事儿，他们担心都督会把他们给种地里了。这是当初杜青青的嫁妆。这个本子上记录了杜青青荒诞怪离的梦。听闻贼沈玉白和风霁月，才高8斗，又英俊潇洒。如果我看上了他的夫人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我竟然真的嫁给了沈玉白，那个愚蠢的林婉燕也终于被烧死了。为什么燕慈会坐上龙椅？她竟然不是真的太监。可是她为什么要将沈家满门抄斩呢？我不能嫁给沈玉白了，我要嫁给燕慈。婉婉，不要多想，如今沈家已经不复存在了，杜青青的梦境也不会变成现实。倘若成了现实呢？就算是那个时候你我没有私定终身，但因为梦境的缘故，怎么样都足够让我杀了沈玉白他们，为你报仇了。等我成功复仇之后，就会随你而去。听闻您医术高明，还请您来给我家郡主看看吧。敢问你主人贵姓？博雅郡主。福灵送客。主子，刚才我问过天机了，那博雅郡主竟然是因为房事的缘故得了脏病，她祸害了很多少男少女呢。福灵，你去林家送消息，如果博雅郡主要治病求到我父亲了，就让他拒绝掉，也不要去接触博雅郡主府上的人。是。皇贵妃让人送来一封请帖，她邀了林婉意进宫小叙。九皇子被派去北境，
如今七皇子又开始忙着跟三皇子掐，皇贵妃就想着趁机拉拢一下燕慈。他竟然敢拒绝本宫的宣召！娘娘，顾伦郡主另有隐情。竟然有这等事儿！你立刻去让人查，看博雅郡主是否真的得了那种怪病。是。博雅郡主是七皇子一派的，他可是跟那一派许多人来往甚密啊。今日回得这样晚，是朝堂之上出了什么事？不是在朝堂之上，是在御书房中，七皇子刺激的三皇子从轮椅上跳了起来。这下三皇子算是记恨上了七皇子，但同时也被皇帝不喜了。文文，听说今日皇贵妃给你帖子，让你进宫。对，但我拒了。我告诉皇贵妃，我跟博雅郡主府的人接触过，可能被传染了病，所以不便进宫。皇贵妃善疑，肯定会第一时间去求证博雅郡主的情况。在确定博雅郡主的确有病，还传染人后，皇贵妃会把这个消息给三皇子。对，三皇子得到皇贵妃给的消息，必然会以博雅郡主的传染病开始发难。接下来这几日，京城会不太平，让他们互掐去。文文，城郊外的那个庄子，今年药材大丰收了，你要不要过去看看？这是躲出去，让那几个人狗咬狗。那荣城王府跟林府也派人去跟他们说一下。云散了，被浪花卷走的，斑驳的，被时间追着的，哪一个才是真的我？一颗心躁动着，灵魂在饥饿。云散了，被浪花卷走的。啊，弯弯，我也可以去吗？你还不管管你媳妇？婉婉，我也可以去吗？这还真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人多了也更热闹。婉婉说的对。本想单独跟你待在一处，什么都不管不顾，可如今多了那两个活宝，这几日估计难以安稳了。一个黎苍就够折腾了，又加了一个齐明月，真是不知道这俩人真折腾起来，谁更胜一筹。你就给李角将军跟明月县主安排最西边那处院落。是。婉婉，先去看看药田吗？还是先回房间休息？先去看看药田吧。你的许多药材今年都会用上了。你是说北境战事？快结束了，会回来许多伤员，到时候肯定会大量采购药材。兵部尚书杜宇手中的兵权得吐出来一些了，我会想办法让顾恩泰顶上。如果陛下同意了让顾恩泰去，他是不是就要去北境离开京城了？如果陛下同意把一部分兵权分给顾恩泰，但按照陛下的德行，肯定会让顾恩泰的妹妹留在京城之中，甚至他还会让顾恩泰娶京城一个世家女。成亲之后，顾恩泰的夫人也得留在京城。他是不是就没有信任的人了？他不相信任何人，就习惯拿捏其他人的软肋，而如今我也有了软肋。软肋不会只限制你，也想要助你一臂之力。得妻如此，夫复何求？文文，太累了，我们回去泡温泉了。一次只能放一种，你这放了这么多种。你也一起啊！婉婉，过来。弯弯不来，那我就亲自过来抱着弯弯过去。你赶紧送回到水中去。燕慈，乖，放松，一切交给我。山间晨风一路到四周，草色清澈不着那白容影踪。我忽然间撞入你满目的簇拥，
你是春与人间相逢。博雅郡主得了一种怪病，浑身长满红斑，而且这东西还传染，十分可怕。最重要的是，竟然京城之中好几个大臣也得了这种怪病，而那些大臣都是七皇子一派的人。后来有太医弄清楚了，这种病症只有在行房的时候才会被传染上，各种原因细思极恐。蠢货！难道你就用一群娼男娼女来笼络人心的吗？父皇，儿臣不知道这件事啊，儿臣是无辜的呀。朕现在不想看到你，滚！燕慈呢？回陛下的话，因为刚刚大婚，燕都督这几日都在陪着顾伦郡主去了城郊外。这件事根本瞒不住，所以燕慈很早就吩咐赵福安，如果皇帝问了，就如实说，但也只说一半。派人去都督府传话，燕慈回京后立刻让他进宫。哎，是陛下。见过陛下，见过燕妃娘娘。燕慈，听说你陪着顾伦郡主去了城外。因为荣城王妃要回荣城了，顾伦郡主心情不好，想要散散心，还喊上了李小将军跟明月县主，臣自然要陪着一同前往。也是，在他跟前，你也要敷衍伺候着，难为你了。陛下，您昨晚把臣妾的腿弄得好酸呢，要不就让燕都督帮臣妾按揉按揉。燕慈只伺候过皇帝，却从来没有伺候过后宫任何妃嫔。皇帝自己可舍不得，他认为燕慈有大才能，对他有大用。不过如今他太宠爱这个燕妃了。燕慈，回陛下，燕妃娘娘，顾伦郡主之前接触过博雅郡主家的下人，而臣又接触了顾伦郡主。虽然说那种病症只有行房才会被传染，但臣还是担心。如果燕妃娘娘不担心，臣是没有问题的。那还是算了吧，陛下，臣妾累了。那今日就这样，燕慈，你先回府中待着，过几日没有事了再进宫来。是。都督，荣城王妃来了，让他们母女俩多聊聊吧。母亲，你放心吧，我会照顾好自己的。我就担心，等你这肚子大起来，外边人不知道燕慈是假太监，他们肯定会说一些难听的流言蜚语啊。我虽然也知道人言可畏，但我却不会以别人的话过活，我只听我愿意听的话，只做我愿意做的事情。女儿长大了，有自己的打算跟决定，她这个做母亲的要做的就是全权的支持。婉婉，这是给你留下的20个王府的暗卫，这个令牌你可以直接号令他们。婉婉知道了，我留下来陪婉婉吧。陛下，莫婉堂不用大夫坐堂看诊了。莫婉堂虽然不需要我了，但婉婉需要我，她的身子重了。如今京城风云变幻莫测，她怎么忍心让江半夏留在这里？那我留下来照顾婉婉，你回药谷去。不，我是女子，我更方便一些。的确是江半夏留在林婉意身边更方便一些。为什么突然做了这个决定？婉婉怀孕了，她身边得有家人照顾。你们荣城王府的人此时不好掺和京城的事情，最好离开。家人？陛下，谢谢你愿意成为我的家人。你乱说什么呀？我才没有说要嫁给你呢。好了，我要回去收拾收拾东西了。过2日我要陪弯弯去。今日回来的这样早，我还想着皇帝会为难你来着。他倒是想为难来着。沈贵妃受益的。燕妃被宠得心野了，沈贵妃已经管不住她了。不过这样也好，到时候利用完她，就不用我们出手，也会有人收拾她。8月15，宫中会举办中秋宫宴，这可是皇家举办的中秋宴会，倒是不好推辞了。而且那个时候林婉意的身形已经发生了明显变化，恐怕有孕这件事儿也就再也瞒不住了。燕慈，到了那个时候，你的计划会进行到哪一步？如果顺利的话是逼宫，如果不顺利的话，如果不顺利，我们就一起面对。在中秋节到来之前，北境那边传来了战报，九皇子跟兵部尚书杜宇被反叛军打败，九皇子脚筋都断了。这么多年来，他任凭2个儿子夺嫡，不管闹出多大的事情，最后他都会轻描淡写的处理掉。可这一次，老九的腿废了。梅然，你放心，朕肯定会让人彻查此事。陛下，让燕慈去调查，燕慈是您的人，他肯定会查出真相。好，
就依你。这件事要么是老七指使了杜宇在打仗的时候动了手脚，要么就是老三打算来一出借刀杀人。不管是谁，本宫绝对都不会放过你们的。去把九殿下那个生了儿子的侍妾母子俩都接进宫里来。我的静安虽然废了，但已经有了儿子，我还没有输。朕决定再派人去北境，同时把老九接回来。九皇子一派的人犹豫不决，而七皇子的人则是得意洋洋。至于三皇子的人，则是继续保持中立态度。怎么，这么一群人，就没有一个人愿意主动替朕分忧的吗？臣以为顾恩泰顾大人比较适合。这个顾恩泰之前因为在北境监管不力，导致穆将军意外身亡，他的确更熟悉北境的情况。而最好的一点是，这人没有任何根基，也没有战队，秉着自己人不能去，但也不能让对手得到半点好处的原则，所以众人开始纷纷附和。最后顾恩泰就成了带兵去北境的最佳人选。听说顾将军至今还没有成家。臣已经有了心仪的姑娘，只是还没有去提亲。那朕今日就给你做主，让你在动身出发去北境之前成婚吧，这样有你夫人陪着你妹妹，你也就没了后顾之忧。燕慈，你感染风寒了啊？多谢陛下关怀，臣的确有点着凉了，但问题不大。燕慈，你留下，随朕去御书房，其他人退朝吧。都督，我想要娶林二小姐，但是还不知道她的意思，我不太想拉她进我这个火坑。是火坑还是家，你得问问林二小姐自己的意思。待会儿我会建议陛下暂时不要赐婚，给你一天缓和的机会。知道如何做了吗？属下知道了。因此，朕认为老九受伤这件事儿没那么简单。朕不信其他人，只信你，所以打算派你去调查一番。陛下，如果这个时候我前往北境，恐怕会打草惊蛇。臣认为当务之急是先把受伤的九殿下接回来。而且九皇子受伤这件事，如果不是意外的话，那么杜宇难辞其咎。而如今平定北境的反贼最重要，暂时还不能对杜宇动手。等北境反贼平定后，他们班师回朝，再彻查杜宇好了。不管是谁，这次实在是太过了。等明日下旨的时候，朕任命顾恩泰为统帅。等去了北境，让杜宇听从顾恩泰的命令。至于你，暂时不用去北境了，你另外派一些可靠的人去接老九。是，陛下。小易呀，这些小孩衣裳都是哀家亲手缝制的，你问问弯弯喜欢不？皇祖母亲手做的，自然是极好的。你这嘴呀就是甜，你打算什么时候动手啊？弯弯的肚子应该瞒不了多久了。如果真的到了冲突那一天，你就提前呢把他送到哀家这儿来，哀家护着他们，而你呢就去做你想要做的事情吧。多谢皇祖母。家人之间呢不必言谢，小易呀，你尽量让少死一些人吧。啊，是皇祖母。燕慈，你回来了。九皇子的腿废了。皇帝让我去北京调查，但被我拒了。只不过我得派人去把九皇子完好无损的接回来。这一路上指不定多少人等着要九皇子的命，接人也是不容易的。燕慈，你辛苦了。反正也习惯了。婉婉，皇帝要给顾恩泰赐婚，给了他1日时间，他今天应该会去临府了。没想到这件事并不是婉莹一头热，顾恩泰也对婉莹有意，这是终身大事，该让婉莹自己做出决定。我知道这件事有一些唐突，而且我马上就要去北境了，到时候只能把你留在京城之中。其实也是人质，皇帝陛下并没有那么信任我。明日上早朝的时候，皇帝就会给我赐婚了。不过如果让你们很为难的话，就当我今日没来过吧。顾恩泰虽然对林婉莹有好感，但他又担心自己会连累了对方。对方拒绝的话，虽然心中有一些失落，但也在预料之中。我嫁。好，可能会很紧急，婚礼会仓促一些，但婉莹你放心吧，我这辈子肯定会对你好的。你去跟婉莹聊一聊，嫁过去的利弊你也都跟她说一说。好。翌日，朝堂之上，皇帝亲自给顾恩泰与林家二小姐林婉莹赐婚，
并且还赏赐了丰厚的金银珠宝，给他们7日时间准备成婚。林婉意想起来上一世林婉莹都没有活到出嫁。择良辰吉时着红纱，对铜镜素手描眉妆。春微凉，鞭炮声声和清唱。这成亲的不是别人，正是杜宁燕。杜宁燕上次7月初7跟沈玉白成婚，莫名其妙晕了过去。等到她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还躺在闺房之中。可杜宁燕对沈玉白深情一片，哪怕家人说沈玉白主导了换新娘的事情，可杜宁燕还是不肯相信，认为其中肯定是有误会。而就在杜宁燕打算偷偷地跑到沈家去找沈玉白的时候，沈玉白竟然死了，沈家也被抄了，被流放的沈伯公也死在了半路上。杜宁燕这才彻底绝了跑去沈家的念头。本来是被诸多贵公子争抢要娶的杜宁燕，如今却成了人人避之不及的丧门星，京城上下都传他克夫。后来还是姜望突然找上门，愿意入赘杜府。红灯笼轻轻晃，对白如东方。言辞，你回来了。婉婉，我可能要离京几天。是九皇子那边出事了。没错，7皇子跟3皇子都派出一拨人，势必要杀了9皇子。为了拿到7皇子、3皇子谋害兄弟的证据，再加上之前在北境我做的局，这次9皇子一定要活下来，然后当堂指认7皇子跟3皇子。我明白了。如果我没回来，就去找皇祖母。好，言辞，你那个时候也很辛苦吧？怎么能不苦呢？如果不是为了复仇，他甚至好多次都不想活下去了。我那个时候的苦，都是为了如今遇见你，先苦后甜，古人诚不欺我。不是明日要早起出城吗？不能，我可以在路上不眠。有一情妇人淡的秋，三人两边走。若有山盟海誓后，止步在离愁。我有心伴你过3冬，还想着惊蛰，你怎觉低头向回走？夫人，你可知道顾伦郡主怀孕一事？此事当真？之前我还不信，特意去调查了，千真万确。那孩子是玉白的？这件事不得而知。这个消息也传进了宫，林皇贵妃不太在意这件事儿，如今就想着一定要护好景安的那个儿子，他家景安一定要平安顺利的回来。倒是端贵妃得知林婉意有孕的消息后，一脸狐疑，会是玉白的孩子吗？要我说呀，那林婉意就是一个克夫的灾星。看吧，沈家都被他给克没了。母妃，你说燕慈该不会也被他克死了吧？说不准他还真克夫啊！广宁啊，马上就要到中秋宫宴了，母妃一定会替你选一个最好的驸马，到时候那林婉意就会入宫来了吧？新仇旧仇一并报。顾伦郡主有孕了，这孩子还真是沈玉白的遗腹子了。燕慈是否知道此事啊？罢了，这件事等燕慈回来的时候，朕亲自问他吧。皇帝可不在乎那个沈玉白有没有一个遗腹子，他只是想着老九能否顺利归来。他要赶在中秋宫宴前回京城去。沿途闯不完的关，追风的少年不惧明知。成长的莽撞，回首只见少年狂。
皇帝竟然专门点出让他一定要去参加中秋宫宴。夫人，都督早就亲自给您改好了，还有您以后身子再重一些的宽松衣服，他都给您准备好了。夫人，七皇子妃身边的冯妈妈求见。沈一柔找我做什么？福林，你去问问那冯妈妈是什么事。是我家皇子妃身子不适，希望郡主能够进府给她诊治一二。我会禀告我家郡主的。来人，送客！七皇子妃脸可真大，还要您上门给她去看病呢，她算老几啊？七皇子有意寻找更加强大的七族了。那沈一柔应该是真的生了病，恐怕还是七皇子让她生病的，想必已经走到绝路了吧。夫人，今晚我和天机一起去夜探一下七皇子府，看看具体情况吧。去吧，注意安全。是。德清姑姑，夫人，这是都督府铺子的一些账目，还有府中的百草园已经快要修建好了，这是里面的家具器物安排。夫人随奴婢过去看看。好，这个院落是什么时候开始动工修建的？1年半前。那个时候我才刚嫁给沈玉白啊。那么多亲手缝制的衣裳，以及那么大一座百草园。如果你8月15没有赶回来的话，那我就自己去面对中秋宫宴，不管如何也定会让自己跟孩子全身而退。今年中秋宫宴，皇帝竟然让燕妃主持，这个贱人竟然还敢爬到本宫头上了！母妃，您不用把那个燕妃放在眼里，她现在啊，连一个孩子都生不出来，怎么着，她都越不过您去。是了，对于一个永远不能生儿子的宠妃，我又何必放在眼里呢？倘若没有宁燕，端贵妃当初都不会活到被皇上宠幸，得了势，心就大了。广宁公主因为之前的事情对顾伦郡主怀恨在心，找了几个粗鄙的男人假扮内奸，打算到中秋宫宴的时候对顾伦郡主下手，感动婉丫头，也不问问哀家同不同意，派人盯着广宁。是。那林婉意竟然不肯来。是啊，越是不敢来见我，就越证明他腹中的孩子是玉白的，他不想跟沈家有瓜葛，才对我避而不见。可怜我弟弟玉白那样惨死。可是主子，据说那林婉意的身孕是5个月左右，但她5个月前早就跟世子和离了，孩子又不可能是验慈的，肯定是林婉意对玉白余情未了，偷偷的去缠着玉白，有了首尾。不管如何，我一定要好好利用这个孩子。杜宁燕将身上的夫君姜望想象成了沈玉白的模样。我已经没有机会生下玉白的孩子了，那么林婉意，你也休想。他哪里不知道，杜宁燕心中还惦记着死去的沈玉白，但姜望不在乎。这个女人连他那几个外室的小手指都比不上，如果他不是搭不上其他女人了，他又何以非得娶杜宁燕这个蠢女人呢？主子，这七皇子妃果然没安好心，她坚定地认为您腹中的孩子是那沈玉白的，她指望着利用这个孩子重新稳固七皇子妃的位置。今日宫宴，她肯定会来纠缠您的。她来纠缠，一会儿也可以做我的挡箭牌。还有，七皇子打算在中秋宫宴派人杀了灵皇贵妃藏在宫中的那个孩子。我们从七皇子府邸回来的时候，路过了杜家，我们听到杜宁燕的贴身侍女小声地说，他们家小姐已经2个月没来癸水了，也准备在中秋宫宴上对您腹中的孩子下手呢。2个月前，也正是沈玉白跟杜宁燕各种纠缠的时候。可是我不是给沈玉白用药让他不举了吗？那么杜宁燕腹中的孩子又是怎么回事？竟然是幽灵阁的人！主子，九皇子被吓得昏了过去。真是没用的东西！幽灵阁阁主下过命令，从来不接夺嫡暗杀的任务，违抗阁主命令者，砍去4肢，放进坛子里泡酒。你怎么知道？因为这个命令就是我下的呀。阁主，这些人都是后入阁的，他们隶属于西北分舵，都去泡酒吧。是，继续赶路。是。三皇子哪里想到，让江湖人闻风丧胆的杀手组织幽灵阁，就是燕慈一手建立的。燕都督，你要帮我作证，是七哥一路上要杀我。要你命的不只是齐殿下，
还有3弟香。什么？这香气不对劲儿。逼宫，按照燕慈的部署，可能还万万不到那一步。今晚有其他人要逼宫，到底是七皇子还是三皇子？燕慈告诉过他，不管是七皇子还是三皇子，他们逼宫目标都是皇帝，不会为难太后。他们想要以后博一个好名声，所以倘若这次宫宴上发生什么意外，就让他立刻跟着太后一起退回到慈宁宫，是最安全的。主子，太后老人家让您寻个由头离席，直接去慈宁宫。七皇子妃找我有事吗？我知道这个孩子是玉白的，虽然你身后就荣城王府，但燕慈可是陛下跟前的红人。倘若他以后对孩子不好的话，你到时候打算依靠谁呢？我可以依靠你吗？那是自然，今日不是说话的好时机。等明日我差人去木婉堂请你来上门。过了今晚，沈亦柔可能也没有什么明日了。李婉叶，我喊你，你没有听到吗？你如果真的对沈玉白深情一片，还不如直接下去陪沈玉白，跟他在地下双宿双飞。怎么不舍得死了？也是，你跟沈玉白连亲都没有成，你连个名分都没有，他可是有好几个美妾。只要林婉叶一直走着这条公道，就一定会掉进陷阱中去的。今晚我一定要毁了林婉叶。主嫂，那个杜宁烟还跟在后面呢。朕一直对你不薄，哪怕知道你欺骗朕，却并没有治罪。没想到你竟然敢谋逆逼宫！对我不薄？我被兄弟们毒打的时候，你是否心疼过？我欺骗你，你没有治罪我，实在是因为当时老九出事，你担心就剩下老七一人独大了，不是吗？父皇，三哥说的都是假的吧？老七啊，你装什么无辜啊？你派去北境劫杀9弟的人有没有回来呢？对了，林皇贵妃啊，刚才端贵还派了心腹宫人去你的寝宫，把你的小皇孙给杀了呀。他果然比宁烟差得太多。宁烟会武功善骑射，倘若是他遇见今日情景，定然会提剑护在朕的身前。父皇，9弟的腿废了，如今还生死不明，7弟的腿也废了。你看这储君之位，你是不是只能传给我了？来人，还不快点给陛下准备笔墨纸砚！在都督没有回来之前，他们会暂时保持沉默，混迹在人群中，见机行事。禀告公主，那件事成了。他们说那个孕妇被他们弄过之后，腿上都是血。在哪儿？在御花园的假山处。我的好父皇啊，您还在等什么呢？御林军此时都是我的人了，你也把杜家军主力跟统帅给派到了北境去镇压反叛军了。还有你的苟燕慈跟他的血衣卫，他们不一定都死，但肯定没有办法及时回来了。毕竟这老七下了血本啊，势必要弄死老九。父皇啊，你看呐，2个弟弟都不乖，互相残杀，是我帮你解决了这一切呀。萧景绪，你该知道自己很平庸，你根本无法胜任太子之位。我平庸？难道老七跟老九就优秀吗？不过是你的偏心，在宠着他们而已。如果真说优秀的话，当年你倒是有一个儿子很优秀，我甚至都认可他做太子。哎，对了，父皇，我可听说我那位太子兄弟好像并不是病死的，而是死于……够了，你还是快点写诏书吧，不然我可能就还听说，好像当年穆皇后的死。逆子！皇祖母，很抱歉，其实我从头到尾都不想惊扰您的，我是被逼的。哎呀，
此等美人儿嫁给一个太监，可真是暴殄天物啊！林婉义，与其做一个太监夫人，还不如跟着我，我定会让你尝尝男人的味道。燕慈，你怎么会赶回来？天干物燥，小心。燕慈，你做得很好，萧景绪他罪有应得。陛下，三皇子受了重伤，是否需要宣太医给他医治？他都要杀了朕，还给他医治什么？后续事情，燕慈，你去替朕处理吧，朕乏了，要睡了。是。三皇子逼宫失败，七皇子双腿被废，皇帝跟太后都受到了惊吓。这个中秋宫宴发生了太多的事情，同时也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燕慈，文文，你怎么了？我做了一个梦，在梦中我被沈家人害死了，林家人也都被害死了，你替我报了仇。那只是梦而已，沈家人也都已经凉了，七皇子一派距离凉也不远了。不要过于担心。怎么受伤了？伤口很浅，没有伤到肺腑，我是做给皇帝看的。你这些伤他一点都不在意，但我很难受。原来文文如此担忧为父。对，我担忧夫君，不但要担忧别人伤你，还得担忧你自己伤自己。文文，我何其幸运，能娶你为妻。说这么一会儿，主子，林小太医上门来探望您了。好，我这就过去。林婉义早就知道昨晚中秋宫宴肯定要出事，他就提前让人给林家送了信儿，让父亲兄长昨晚请假，不要去宫中当值。兄长，听闻昨日宫中出事了，所有达官贵人都是今天中午才被放了回来。祖母、父母他们都很惦记着你，但他们不敢贸然前来，担心会影响到你什么，就差我来给你诊诊脉。我并没有什么事。昨日听说宫中死了不少人，文文，会不会影响到你？暂时不会，不过昨晚之事事关夺嫡，大哥你回去，父亲也说一下，近期内不要去离皇贵妃跟端贵妃的宫中当值。燕慈，你说朕之前是不是太忽视老三了？陛下并未忽视他，实在是三皇子太野心勃勃了。其实倘若他有这份心机，不装瘸，何至于会走上这条路？燕慈，你就回老九大功一件，你想要什么赏赐？只要是陛下赏赐的，那就是极好的。朕就喜欢听你说的话。老九在北境真是那杜宇动的手，千真万确。如今北境军不是已经由顾恩泰接手了吗？寻个杜宇的错处，他也该把兵权交出来了。是。娘娘，听闻陛下有意找一位公主去大漠和亲。本宫没有女儿，但沈子月那个贱人有啊。沈姑娘，你来看我们家小姐吗？回娘娘，是之前穆皇后的贴身宫女，人已经疯了。沈姑娘，我们家小姐啊，沈小姐莫非就是沈子月？沈小姐，你把太子给抱到哪里去了？走。是。主子，事情已经办好了。陈姑姑，待会儿我派人送你出宫。城郊外我夫人有一个庄子，给你换一个新的身份，先安顿子那边。如此看来，穆皇后的死还有先太子的病，可能都跟端贵妃有关。只是猜测而已，没有证据。那个疯宫女也已经死了。你有让人去搜那冷宫吗？说不定冷宫之中就会留下什么证据。还别说，真的让他搜到了一个笔记，是端贵妃的，当初给太子治病的药方子。端贵妃怎么会开方子？她又不是大夫。这药方是仿照端贵妃的笔记写的，原来那张早就被端贵妃给毁了。这药方本来不是她写给我的，而是给我母后的。什么？不然皇帝这么多年凭什么宠她，宠着她生的七皇子？蠢货！废物！七皇子跟九皇子都还年轻，他们的腿怎么就彻底治不好了？
启禀殿下，臣等医术愚钝，但听闻药谷中的药老医术了得，想必他肯定有办法治好2位殿下的腿。对了，朕怎么就没有想起来药谷呢？来人，把验词宣来。是。太医都治不好2位皇子的腿，皇帝打算去药谷找药老给2位皇子治腿。验词，那药谷的老头脾气最是古怪，你看看有什么法子把他给带到京城来，给景川和景安治腿。陛下，药老有过誓言，他绝对不会出谷的。倘若要给2位陛下看病，需要把他们送到药谷去。当然了，也得药老同意给2位殿下看病才行。真差点忘记那个老头子的规矩了，可老七他们哪里经得住长途跋涉？叶慈，你有没有办法将那药老绑来？依照药老的性格，如果真将他绑来，恐怕就算是2位殿下的腿能治，药老也不会给治了。这可如何是好？陛下，药王谷跟荣成王府有关系，这样我让顾伦郡主书信一封给药谷，说明2位殿下的腿疾，然后看药谷那边的回信，我会暗示他，这是陛下给药谷一个效忠表现的机会。与其让皇帝主动对药谷做什么，晏慈还不如把这个主动权给拉过来。这书信一来一往，谁知道要多长时间过去了呢？那就依你之法，不过信的内容你一定要审视一遍。是。那金丹要用完了，你记得去盯着仙师，让他多练出几颗来。是。禀告陛下，贵妃娘娘求见。那微臣先告退。裴然，你这几日身子不适，就在宫中好好歇着，有什么事可以差人来说。陛下，这是端贵妃当初给太子殿下开的药方啊，臣妾就想着先把这个方子交给您。什么？只是提了太子2个字，你就这样害怕？赵福安，你先退下。是，陛下。那个宫女呢？已经投井死了。你做得不错，这件事你不要继续查了。陛下，听闻塞北要选一个公主和亲，臣妾以为广宁公主最是合适。如果只是让一个公主去和亲，就能暂时安抚灵皇贵妃，皇帝自然愿意做。这件事朕依你，朕已经让晏慈去想办法给老九治腿了，你可以放心了。你退下去吧。多谢陛下，臣妾告退。皇帝只给我的景安看腿，还是同时给7皇子看腿？如果能够买通晏慈就好了，可惜这人油盐不进，铁板一块。不行，得去找一找那晏慈。陛下，您找臣妾是有什么事儿吗？广宁快及笄了吧？回陛下，广宁已经快14了。您怎么拿到了这个方子？不对，事成之后已经悄悄地把这个方子给毁了呀。真毁了？那为什么会在冷宫风宫女住处又找到了这个东西？当年知情者全部都杖毙了，还活着的就剩下一个烧火宫女，她什么都不知道。她人呢？已经死了。回头你让广宁准备准备，等过了年就和亲去大漠吧。什么？怎么？爱妃要违逆朕吗？臣妾不敢，陛下圣明。晏慈，陛下可有让你去给景安治腿啊？确有此事。那陛下是否还要给萧景川治腿？娘娘，臣是皇帝的人，希望晏都督可以帮忙，找到神医给我家景安治病。臣定然会竭尽全力。洛儿，为了你皇兄的皇位，你暂且忍一忍吧。等他继位后，母妃定然让你皇兄想办法把你接回来。等到齐哥坐上皇位，他都成废人了，还能坐上皇位吗？我要等到什么时候啊？那部落首领比父皇年纪还要大呢。母妃，您怎么忍心啊？洛儿，这是你父皇的命令，你就等着出嫁吧。对了，皇祖母。回公主，太后娘娘前段时日被惊扰到，凤体有恙，不见任何人。她怎么突然就病了？她是不是故意不见我？来人，将广宁公主跟她的宫人们送出慈宁宫。娘娘，
已经将广宁公主请出去了。其实啊，皇帝如果真的想跟大漠修好，不应该让这丫头去和亲的。要不书信该写什么，你说我写好了，你这样握着我的手，这字也写得歪歪扭扭的。陛下可是让我监视你来着。你就手把手监视。好了，文文，你去榻上歇息，我来写。不是一定要我的笔记吗？我可以模仿你的笔记。你希望我外祖父如何回答？就让药老说他手中的秘药只能够救一个皇子，让皇帝选好一个皇子，然后送到药谷去。你是打算让皇帝2选1？林皇贵妃跟端贵妃知道了这个消息之后，他们更会斗得你死我活，最后胜利的那个皇子被送到药谷去，就可以趁机将人给扣下来。我家文文真聪明啊！我得需要一个人将当年狗皇帝做的肮脏事都抖落出来。是端贵妃？是啊，她当年背叛我母后，如今是时候让她把吃下去的东西都吐出来了。文文，你男人厉不厉害？厉害。你什么时候学的我的笔记？知道你是林家嫡长女后，偶然间得了你练字的帖子，闲来无事就模仿来着。练笔的帖子自然也都是在闺房之中，你又怎会得到？你该不会是那个时候就夜探香闺了？倒也不算是夜探，而是路过。那个时候追击一个坏人，路过了林家的屋顶，恰好看到你写好了的帖子被风吹了出来，我就顺手捡了回来。文文，最近孩子乖不乖？有没有吵你？现在还小，而且过了前几个月也不孕吐了。文文，可以吗？不说话那就是默许了，那为夫可就要为所欲为。父皇，这里面肯定是有误会。杜宇对咱们大周忠心耿耿，他怎么会跟反叛军勾结在一起啊？证据确凿，难不成还是朕诬陷他了？你当真以为老九的腿伤是意外吗？父皇，如果不是杜宇跟反叛军勾结，难不成是你？七皇子知道父皇的意思就是让他放弃杜宇，放弃杜家，放弃兵权。倘若他不放弃这个兵权，恐怕父皇就要放弃他了。父皇，儿臣绝对不会与那反叛勾结，想来是杜宇包藏狼子野心，其心可诛，罪无可赦。言辞，你立刻带人去查抄杜家，男丁全部下狱，择日斩首，女眷全部为奴。父皇，兵部是重中之重，如今北境事情还未了，那兵部尚书一职。言辞，但言辞已经身兼数职了。最重要的是，兵部以后一定要掌握在楚军手中。不行，这个不管是老七还是老九，都无法让燕慈归顺他们。这次顾恩泰其实发现并抓住杜宇，再加上他还辛苦在北境平叛有功，从今日起任顾恩泰为兵部左侍郎，代管兵部所有事宜。等他从北境胜利归来后，就开始生效。退朝。顾恩泰从一个有名无实的五品官，一下子成了握有实权的2品大员。早知道当初北境有叛军的时候，他们就争抢着都去了，哪里会让顾恩泰那个木头去了？七殿下还是要好生休养身子，只要您的腿能好了，那么一切就都好了。顾恩泰之前一直在北境，他虽然一下子跃升2品大员，但是他在京城之中没有任何根基。
是了，顾恩泰虽然不是我的人，但也不是老九的呀。只要想办法让顾恩泰以后为我所用，我依旧没有丢掉兵权。你可知道，那林婉义腹中的孩子是沈玉白的？按照时间，他是与沈玉白和离之后，与你定亲的时候，就与沈玉白有了首尾。这证明他林婉义就是水性杨花。他也知道自己时日不多了，如果能够在临死之前拖上那个林婉义做垫背的，那他就不亏。听闻杜小姐对那已故沈世子情深一片，你们不能生同亲，那就死同学好了。请愿都督饶命，我并不是杜家人，还请都督放了我吧。你这是入赘呀！求都督明示，要如何才可以放过我呀？秦王，你对自己可真狠呐！本都督本来意思只是想要让你与杜宁燕削发断情的，谁知道你竟然削了根。莫非你是想要入宫做本都督的手下吗？长姐，这到底怎么回事？我们去京城区的那家布庄，想要挑选一些上好的布料给小外甥做衣裳。出来后遇到了一群公子哥，其中一个就说静贤是他未过门的夫人，还过来要拉着静贤去隔壁的酒楼上吃酒。我拉着静贤就跑到这里来了。你们也受到了惊吓，去隔壁厢房好好的休息休息。调戏顾小姐那人叫徐进奇，是翰林院大学士徐芳唯一的儿子，科举考试得了榜眼，徐家已经派人去顾府提亲，只是顾夫人没有立刻应下来，但他们对外宣称两家已经定下婚约。徐芳是七皇子的人还是九皇子的人？表面上这徐芳谁的队伍都没有站。徐芳是七皇子的人。今日这样早回来？陛下今日心情好，体恤我这段时间太劳累了，就准我早点下旨。之前我在沈家得到的那个名单之上并没有他。他是七皇子给自己留的后手。当年徐芳差点跟端贵妃定亲，后来端贵妃进了宫，但却在暗中扶持了徐芳。徐芳这些年能够在仕途上扶摇直上，少不了七皇子跟端贵妃在背后打点。徐芳虽然是文臣，但他毕竟是在翰林院，那可是敬天子的地方，如果有事儿，可能就会发挥十分巨大的作用。林婉义想起来上一世端妃跟七皇子诬陷林贵妃所出的九皇子并不是陛下的亲生儿子，如今七皇子当真是陛下的亲生儿子吗？他会不会是徐芳的儿子？就算七皇子是皇帝的儿子，我也有办法让他不是。后续都安排好了吗？已经把相关的证据都给送到九皇子手上了。九皇子母子俩得到这个秘密，肯定会闹到皇帝跟前去，到时候就会逼迫七皇子跟徐芳来一个滴血认亲。想要在滴血认亲的时候动点什么手脚，对燕慈来说一点都不是难事儿。那个时候他外祖父的回信也快到京城了，七皇子一灾，外祖父信中若说只救一人，那么皇帝肯定不会再犹豫，直接把这个机会给了九皇子。而在九皇子动身出发去药谷治腿的时候，也就是七皇子最后鱼死网破奋力一搏之时，燕慈在顺理成章地拿下七皇子跟他的党羽。婉婉，不许怕我。我不怕你，我喜欢你。婉婉，穆景逸，我心悦你。婉婉，你又找我了。初见若缱绻誓言，风吹云舒卷，岁月间，问今夕又何年？心有惜但愿执念，轮回过经年，弹指间，繁花开落多少遍。那徐芳是端贵妃未进宫前的相好，而我一直觉得七哥跟父皇长得不像。景安，你是从何处得来的这个消息？儿子在七哥的府邸中安插了人，不管如何，只要我们将这件事情闹大，让七哥跟那个徐芳来一个滴血认亲就好了。如果他们不是父子呢？母妃，他们只能是父子。老七，你还有什么话说？难道父皇已经知道徐芳是我的人了？父皇，儿臣最近什么都没有做啊。徐芳，你可认识沈子越？回陛下，臣的确认识端贵妃娘娘。只是认识吗？陛下，我们清清白白，绝无任何越界行为啊。
父皇，我母妃入宫伺候您的时候，她可还是处子之身啊。难道在她入宫后，你们还有首尾？陛下，臣冤枉啊！父皇，绝无此事啊！七哥，何必这样激动呢？只要你跟徐大人做一个滴血认亲，不就什么都解决了吗？萧景安，你闭嘴！朕认为景安的办法极好。父皇，这件事肯定是萧景安给安排好了的。父皇，七哥诬陷我呀！晏慈，你去安排此事。是，陛下。父皇，那药老是如何说的？我的腿还有的救吗？药老说灵药有限，他只能治好一个人。父皇，赶紧让陈老太医做滴血认亲呐！萧景安，你休要胡言乱语！都给朕闭嘴！陈老太医，开始滴血认亲吧。哎，七哥，原来你真的不是父皇的儿子！不可能，我怎么会不是父皇的儿子？肯定是你动了手脚，对不对？是不是老九买通了你？父皇，儿臣冤枉，这里面肯定是有什么误会，儿臣怎么会不是您的儿子呢？传朕的口谕，徐房以下犯上，罪无可赦，赐死！徐家满门抄斩，查封七皇子府邸，贬七皇子萧景川为庶人，将沈氏打入冷宫。是。父亲，我想要知道一些关于当年灵皇贵妃生九皇子的事情。九殿下应该就是灵皇贵妃的亲生儿子，因为生产的时候没有出现任何意外，根本不存在被换孩子的事情。那么灵皇贵妃有孕前后可有发生什么异常的事情？当时有一个御前侍卫啊，莫名其妙的暴毙了。赵公公，你是不是弄错了？景川怎么可能不是陛下的儿子呢？娘娘，证据确凿，你呀就认命了吧。我要见陛下，我要见陛下！你就告诉陛下，我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跟很多年前的事情有关，我要亲自交给他。咱家呀会禀告陛下的，还请娘娘不要为难咱家。都督，我们要如何做？等明日陛下醒来，你如实禀告给他。啊，是。那今晚我回家陪夫人。夫人这是去了哪里？许久不回林家了，回去探望了一下祖母。哦，端贵妃被打入冷宫，徐家满门抄斩，七皇子被贬为庶人，九皇子过2日就要动身出发去药谷治腿了。他是不会放过七皇子的，在离开之前肯定会动手。燕慈，你能查到当初那个突然暴毙的侍卫吗？我怀疑九皇子不是皇帝的儿子。如果真是如此，那么以后皇帝知道了真相，估计会直接吐血吧。文文可真是我的贤内助。文文，太晚了，早点睡吧。文文，怎么突然想起来给我送汤了？就是想着你这些时日忙碌政事，太辛苦了。不辛苦，只是一想到后梁一直对咱们大周虎视眈眈。后梁？大梁国不是已经灭亡了吗？怎么这又出来一个后梁？文文，从你生了孩子后，我都有100日没有碰你了。你身子养好了吧？你就可怜可怜小小易。文文，你怎么了？燕慈，我做了一个梦，在梦中你做了皇帝。这应该不是我之前经历过的事情了。有没有一种可能，我梦到的是未来？文文，你且把你的梦境都详细的说一遍。事无巨细。对。他真的还没得手，你就醒了？真的？你还不信我？唉，我信文文，但却不信未来的自己。禁欲了整整100日，他能忍得住？这不是重点，重点是那个后梁。如果按照时间，你生了孩子3个月后，那个后梁就出现了。也就是说，现在他们筹划复国已经到了关键的时刻。文文，不用担心，我立刻让人去调查如今各州郡的情况，肯定会有线索的。
昨天晚上，就在我马上要睡着了的时候，你手腕上的手镯突然闪了一下。从母亲送他手镯开始，他就频繁地梦到跟燕慈有关系的事情了。这一次，更是梦到了还没有发生的事情。莫非我梦到了咱们未来的事情，也跟这手镯有关？如今他也不在京城，等下次见面的时候，我再问一问母亲。母后，父皇已经说了，后天一早就派人送我去药国，等我的腿治好了，父皇就该让我做太子了。本宫真是没看出来啊，那沈子月竟然也不安分。哎，母妃，你为什么说也啊？你听错了，虽然七皇子被废为庶人，但本宫依旧是不安心。毕竟这些年来，那沈子月莫名其妙最得帝宠。母妃，您就放心吧，儿臣早就有安排。他一个没了权势的废人，不是说暴毙就暴毙吗？你昨夜为何不禀告朕？启禀陛下，您吩咐了，不让打扰。毕竟每次跟燕贵妃在一起的时候很是尽兴，自然不许被打扰。去冷宫。哎，是。陛下，臣妾是被冤枉的。沈子月，你说的那个东西是什么？陛下，这么多年了，难道您对臣妾一点情谊都没有吗？朕再问你一遍，你当年留下什么东西？那东西在哪里？臣妾都说。陛下，当初穆姐姐在服用我给的药后，她说她已经知道了你要对穆家下毒手。当时穆姐姐是为了拖延住你，好让太子逃走。实际上，太子并没有失足落水。当年那个孩童的尸体，并不是太子殿下。你不是亲眼见到孩子的尸体吗？你之前不是说那就是太子吗？青梅竹马，少年慕爱，您对穆姐姐的感情那样深，您都能一眼都不眨的杀了她，杀了她全家，甚至连自己的亲生骨肉也不放过。臣妾怎么又不给自己留一条后路呢？沈子月，陛下，我知道太子殿下在哪里。倘若我真的死了，那人就会带着太子，把你当年对穆姐姐还有穆大将军一家做的事情公布于众，你一直以来的人君形象就会彻底崩塌。你要什么？我要你恢复景川的七皇子身份，我要你给景川治腿，我要恢复端贵妃的身份。可是证据确凿，朕不能一下子翻案，得让人去查。最迟后日，朕会下旨先恢复景川的七皇子身份跟你的端贵妃身份。至于治腿一事，因为药老脾气古怪，没有办法更改，只能先给老九治腿了。臣妾都听陛下的安排。子夜，那孽子现在在何处？陛下，距离京城有一些遥远，等恢复了身份后，臣妾才好让人将他带到您面前。您想要如何处理，都听您的。那今日再委屈委屈子月了。谢陛下。皇帝根本不可能留着他的命了，而萧景川不管是不是皇帝的儿子，这辈子都不可能坐上那个龙椅了。大不了到时候找一个年岁差不多的年轻人，毒哑了给皇帝泄愤好了。穆姐姐，你别来找我！要怪就怪陛下，是陛下要你们穆家死的。你去找他，你去找他，不要来找我！我有证据，当年有人出海西洋，给陛下送了一个可以报时间的东西，而那东西竟然能够录下人的声音来。当时陛下派人去诬陷穆将军的时候，那东西竟然把他们的对话给录了下来，现在就藏在朗月宫。穆姐姐，我并不是故意要害你的，是你们穆家太功高盖主了，你们怪不得别人。穆姐姐，求你饶了我吧。去把揽月宫的那个机器表取来。是。这是什么东西？这是西洋的一种玩意儿，据说可以报时辰，还能留音，也不知道那个留音还在不在了，不知道是坏了还是怎么回事。我已经派人去找一些出过海的商人，可能有人知道如何修好这个东西。这样就能够找到证据，为穆家人平反了吧？穆家一门忠烈，不该背负着通敌叛国之罪。那些被埋葬的阴骨，还有冤死的穆皇后，都应该得到平反。燕慈，那沈子月的尸体不会打草惊蛇吗？沈子月无中生有，误导了皇帝，已经让他以为我还活着了。不过这样正好，方便我以后昭示自己的身份。这样刺激他，他会不会采用什么极端激烈的手段？按照时辰，那些毒已经深入他的骨髓了，再加上七皇子沈子月他们的刺激，如今我倒是期待着他开始使用激烈的手段。燕慈，
温温放心吧，我知道自己现在不是一个人了，做事情不会横冲直撞的。我有了妻子，有了孩子。你说谁死在了坤宁宫？回禀陛下，是沈氏，她的尸体上写着“穆姐姐，对不起”。烧！赶紧去给朕把她给烧了！任何看到这句话的人都给朕杀了！这件事给朕彻查，到底是谁干的？哎，是沈子月那么想要活下去，肯定不会自杀。到底是谁杀了他？启禀陛下，属下用尽了刑罚，但那徐芳依旧说自己并不知道太子殿下的下落。那沈子月还有其他帮手？启禀陛下，萧景川死了。什么？是九皇子让人动的手？对方事成之后，偷偷的去了九皇子府邸，去盯着那个人，看他还跟什么人接触。是。看来九皇子还有一个强大的助力，而他过2日去药谷，对方肯定也会一路相护。恐怕药谷想要留下他没那么容易。我已经给你大哥去了信，他应该会联系荣成王府。另外，我还会派人一路跟着九皇子，务必会把他给留下来。这段时间事情比较多，如果出门的话，多带一些人。夫人，沈四姑娘上门求见，说要跟您谈一谈药材生意的事情。见过郡主，你怎么来了？郡主，刘家在各城郡都有生意往来，这2个月西南的5个郡城都大量收购粮食，还收购药材，那边距离药谷很近，不知道会不会影响药谷。萧景川死了，但是沈一柔还活着，她毕竟是你的嫡长姐，如今沈家在这京城之中，也就是你过得最好了。多谢郡主提醒，就先告辞了。倘若平时有空过来都督府陪我说说话吧，不打扰到郡主就好。福灵，去送四姑娘。西南的城郡，那不是已经被灭的大梁的旧土吗？大肆收粮食，收药材，靠近药谷。药谷，九皇子不是明日就要动身出发去药谷了吗？难道九皇子跟大梁的余党有什么关系？不能让九皇子去药谷，立刻让天机把这封信给燕慈，让他立刻看。是。如果真的是大梁那边要起事，他还得提醒一下药谷跟荣成王府。半夏，药谷平时跟这些城池来往的多吗？药谷平时日常所用采买都是在这个路城，我记得这里是大梁国的国都吧？对的，师父从来不让我们提起大梁，莫非外祖父也知道关于大梁的什么事情？那么大一个活人死了，竟然什么都没有查出来。太康，你这个京兆尹是不是做够了？那七皇子前脚刚被皇帝给贬为庶民，第2天就摔得稀巴烂了，那才3楼啊！可重点是这件事儿，柴康也不敢查，万一查出来是九皇子让人干的，那他敢去咬九皇子一口吗？臣无能，请陛下责罚。朕要你何用？暂停柴康京兆尹之职，罚1年俸禄。你在家给朕好好反省反省。谢主隆恩。萧景川之死交由大理寺去查办，如果1个月内没有结果，大理寺卿你也回家种地去。还有何事启禀？陛下，明日顾恩泰顾将军就会押着窦宇回京了。这倒是好事，等他回来就升任兵部尚书一职吧。至于窦宇，择日问斩。言辞去书房。大人，卑职查到了那萧景川死的一些线索，只要您再给卑职2天，再查下去啊，你就活不过2天了。这件事儿已经移交给大理寺了，不用我们管了。可是你再可是啊，你大人我就要回老家种田了。主子，这是夫人给您的信，让您务必要先看了，十分重要。囤粮囤药材，九皇子与大梁旧臣有关系，看来是不能让他去药谷了。燕慈虽然一心想要复仇，在朝廷上搅弄风云，但他却不会为了复仇让大周的黎民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燕慈，明日你亲自护送老九去药谷。陛下，大理寺昨天晚上刚抓到了一个闯了宵禁的人，就是从九殿下的府邸中出来的，就带回去查问。这个人是梁国皇室后裔。什么？你确定吗？大梁国的皇室成员崇尚的是蛇图腾，大理寺抓到的那个人在后背上纹了一尾黑蛇，肉眼难以见到，但可用一种药剂让其现出痕迹来。陛下，在九殿下明日动身出发去药谷之前，让他泡个澡。倘若他身上没有蛇纹，就证明他是被那良人哄骗了，问题不大。但倘若有的话，燕慈，去林皇贵妃那边传老九，鉴于他马上要动身出发了，特准许他今日留在宫中享受极乐汤，再让冒昧的宫人去服侍他。臣遵旨。
夫人，这是王妃他们给您写的信。我三哥跟三嫂他们要回来了，不过我母亲说她也跟着三哥他们夫妻回来。哦，对了，夫人，您还记得那个姜望吧？他自宫之后，竟然真的进宫去做太监了。既然晏慈能够做到的，我也肯定可以做到。等我成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9000岁，我要让所有看不起我的人后悔。要知道，那极乐汤，他父皇从来没有让任何人泡过，他萧景安可是头一份，这岂不是证明他父皇已经确定让他做太子了？指不定诏书都已经写好了，等他的腿治好归来，他就可以入主东宫了。母妃，那儿臣去了，明日一早我就会动身出发，您就等着儿子回来啊，喊您母后吧。娘娘，您怎么了？本宫突然心中有点不舒坦，肯定是九殿下要远行，您放心不下吧？那药蛊的医术了得，肯定会治好九殿下的腿的。是啊，其他那些皇子太年幼，根本不足为惧。等到我家景安的腿好了，就是时候料理了那姓娄的，毕竟是那人的表弟，只有死人才不会泄露秘密啊。姜望表哥，你怎么会在这里啊？九殿下，以后万不可喊小的表哥了，喊小的名字即可呀。以前可都是你带着我花天酒地啊，如今你估计是花不起来了吧？殿下，以后奴才依旧可以陪您做任何事情，只要您想。这姜望莫非是打算以后做下一个燕多多啊？对，你说的对。来，伺候本皇子沐浴。是。可有蛇纹？在九殿下的臀部有一尾双头蛇纹。老九竟然是大梁皇族的后裔，林美然那个贱人。燕子，去查，给朕细查，到底是怎么回事？是。夫人，都督今晚要连夜审那个良人，他说让您早点歇息。陛下，如果您不相信，那就滴血认亲吧，看看景安到底是不是您的儿子。宣太医，还宣陈老太医来。是。晏慈这种奴才，如果不能为己用，等景安上位后，就得想办法除之后快。先把萧景安关入天牢，将林氏打入郎宫。陛下，还有许多事情没有做，这老头还得多活一段时日。陛下这是怒火攻心了，得施朕。刚才林氏信誓旦旦，他好像十分笃定九殿下就是陛下的儿子。虽然不知道他为何这样笃定，但陛下如今的血是跟亲生儿子都不相容了。晏慈，你不是说自己今晚不回来了吗？婉婉，现在已经是4更天了，这人连夜赶回来陪伴自己，别太辛苦了。婉婉可是心疼为夫，我自然是心疼你的，赶紧睡吧。人心雨后，天气晚来秋。晏慈，你怎么没进宫？皇帝没写，宫中都是我的人，林皇贵妃他们插翅难飞，不急于这一时。我家都督大人辛苦了，要不要我给你揉揉肩？再揉一揉其他地方也可以。你想要听什么，我慢慢说给你听。陛下打算如何处置林皇贵妃他们母子俩？滴血认亲后，2滴血没有相容，再加上之前九皇子身上的蛇纹，皇帝已经认定了九皇子是林美染红杏出墙与那良人生下的孩子。他被气得怒火攻心，吐了一口血，却还是暂且留了他们母子俩的性命。得找个机会彻底把林皇贵妃他们摁死。我其实希望他们跑了，这次只抓到了娄萧，但他背后还有人。就算是九皇子死了，娄萧死了，那幕后主使者还是会复国。他们准备的越久，可能就越充分。最重要的是，得有一个人逼皇帝。如果这个时候梁国人开始复国的话，那么势必就要出现一个人能主持大局。哦，对了，那个姜望入了宫做了太监，你是知道的吧？我打算把人安排到皇帝身边去伺候，因为姜望这人身上多少是有一些霉运在的。对了，
娄萧都说了，九皇子的模样跟他表哥少年时候十分相像。在见到2滴血没有融合后，林美然也彻底失态了，满眼震惊。我总是感觉这里面是否还有其他的隐情？这些年来，皇宫中可否有皇子或者是公主失踪？自然是有的，而且不少。我之前无意看过一本医书，上面记录着一种换血之法，或许林皇贵妃用这个法子给九皇子换血。夫人，今日顾大将军回京了。陆家大小姐。哪个陆家？3代帝师陆太傅陆家。那陆家大小姐今年多大？双10年华，她十分的聪慧，看书过目不忘，是京城有名的才女，只是身子骨不好，体弱多病，还没有出嫁呢。这些年来一直被养在瑞华庵中，前不久才刚刚回京。燕慈，当年陆太傅有意让他这个孙女儿做太子妃，只不过后来因为她体弱多病而作罢。燕慈，你故意的？就是鲜少见到弯弯吃醋，实在是高兴的紧。弯弯耍小性子的模样也是可爱极了。弯弯，我错了。燕慈，你要做什么？我家夫人不高兴了，自然是做一些事情让她高兴了。咱们好像还没有在这里做。遇见你的每一夜，如清风明月，在此次消失的世界，半流年如时光搁浅，是重逢一如初见。都督、陆太傅以及几位老臣坚持一定要见陛下，如今他们都到了陛下寝宫外边。萧景安那边如何？回都督，九殿下一整日都一言不发。那林氏呢？他一直说着不可能，还砸伤了伺候的宫女，形状癫狂。是否要给看守九殿下那边增加一些人手？减少一些人手，去把林皇贵妃在冷宫中自尽的消息透露给萧景安，同时放出去一些消息，皇帝要不好了。是，萧景安，你可得争点气，一定要让大梁的人提前复国呀！这天都要黑了，各位大臣不在府中好好歇息，来陛下寝宫前做什么？燕慈，陛下到底是生了什么病？陛下身子有了什么病症？太医院应该已经都讲给你们了。你为何不让我们见陛下？陛下身体不好，心烦易躁，不想见任何人而已。燕慈，你休要说这些冠冕堂皇的话。这皇宫中都是内监跟血衣卫，哪个不是听命于你啊？不管是内监还是血衣卫，可都是听命于陛下的。是谁？陛下，是陆太傅等人，实在是担忧您的龙体，特想要见一见您。陆大人进来，其他人就别进来了。还丑。是。各位大人稍安勿躁，我进去看看陛下。陆爱卿，你们不用担心，朕只是身子有恙，休息几日就可以了。让各位大臣挂怀了。好在如今国泰民安，没有什么大事情，这早朝就歇一段时日吧。有什么事情可找燕慈。遵旨。燕慈，去把那个2人杀了。是。朕现在可就只信任你了呀。陆太傅，听说你的嫡长孙女儿今年双10年华了吧？那就尽快找个人嫁了吧。难道燕慈看上我家嘉兰了？回去一定要尽快给孙女嘉兰定亲，赶紧把她给嫁出去。阿宽呐，你立刻让你媳妇儿给嘉兰定亲，不，立刻找个人把她给嫁了。阿父，您这是怎么了？虽然嘉兰身子好了，但之前不是有个算命先生说嘉兰要活下去，只能够嫁一个是年出生的人吗？而且那人还得是童子之身。什么童子不童子啊？如果再不把嘉兰给嫁出去，那燕慈就要对她强取豪夺了。啊？什么？不会吧？我们家都督不是已经有夫人了吗？怎么还会对这陆家姑娘强取豪夺啊？
乾清宫啊，那可是皇帝的居所，加上从血缘上论，皇帝还是我的亲舅舅。或许之前的磨难都是为了磨砺我，如今飞黄腾达指日可待，过不了多久，我肯定会成为第二个晏慈。怎么会这么多血啊？这乾清宫不能留，倘若皇帝驾崩了，这些近身侍候的内奸就是死路一条了。不管以后谁登上皇位，绝对都不会再重用了。什么？你是说灵皇贵妃自尽了？哎呀，记住啊，一定要封锁住这个消息，无论如何都不能让九殿下知道。是，赵公公。灵皇贵妃自尽了，梁国人肯定不会放弃九皇子，指不定九皇子就要回到梁人那边去做他们的王。而如果我在这个时候助了九皇子一臂之力的话，那岂不是就有从龙之功了？人间啊，我熟啊。黄泉路上慢慢走，不害怕也莫回头。彼岸开花不见花，情味让人在念。你是？拜见殿下，卑职是娄大人的手下。陈清，娄大人已经被我们营救出来，提前一步送出了城。等殿下顺利出去后，就可以跟他会合，那就太好不过了。毕竟这些年一直都是他跟娄萧联系，如果娄萧真的死了的话，他可不敢保证这些良人真的会听从于他。表弟，灵皇贵妃不愿意成为你的软肋，就自尽了。什么？对了，皇帝吐了好多血，感觉他时日不多了。皇帝要不行了，那岂不是这皇位就空出来了？那我为何还要逃走啊？如今的皇宫、乾清宫都是晏慈的人，倘若皇帝驾崩了，晏慈肯定第一个杀了你。如果你死了，那就什么都没有了呀。殿下，这位公公说的对，您得先活着，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真好啊，终于回家啦！离开好久了，等休整好，让小仓陪你先回一趟齐府。你爹娘、你祖母他们肯定也十分惦念着你。好，听母亲呢。荣城王府众人都安康无忧，但他们旅途劳累，先回京中王府歇息了。他们的马车刚好跟九皇子的马车擦肩而过。至于九皇子他们已经顺利出城，接了娄萧往西南而去。我们的人跟上去了，是都在掌握之中，并且良人要复国的消息也都传出去了。你身子重，过几日就要生了，你惦记你母亲他们，就让他们来都督府。我让天璇将客房都收拾好了，多事之秋，你让林家人早点搬过来吧。荣城王府那边也送个信儿。知道了，你也是，一切要多加注意，安全最重要。我都听夫人的。我的乖乖，七皇子死了，九皇子竟然是良人，还跟着良人逃出了京城。不过就是带夫人回了老家一趟，怎么就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正好弯弯也要生了，我就搬入都督府，你们俩也即刻收拾好，赶紧去齐府待几天。宁月，你也提醒一下你家人。本都督已查清，九皇子萧景安乃大梁皇室后人，如今已逃出京城。据密报，大梁这是准备要复国了。至于林氏，已经畏罪，在冷宫中自尽而亡。在场有一些大人，平素里跟萧景安十分交好。你们是主动坦白呢，还是等本都督一个一个把你们揪出来？晏都督，陛下如今如何了？陛下本就身体有恙，又被萧景安这么一气，须得好好养一段时日了。那如今大梁复国在即，总是罢了早朝也不是一回事儿啊。哎呀，就是啊，万一出点什么事儿，要如何应对呀？可惜皇子们都年幼，无人监国了。倘若太子殿下还活着的话就好了，他本就聪慧过人，文韬武略都远胜七殿下跟九殿下，算是年纪，他如今已有20多了呀。倘若太子殿下还活着，哪里还有七殿下跟九殿下什么事啊？顾将军留下，陛下吩咐你去处理西南大梁的事宜，其他人退朝了吧。都督，您还不表明身份吗？
这些人都开始起心思去扶持其他小皇子了。不着急，我得给大梁复国的时间，他们见大周朝乱了，才会提前起事。另外，也趁机考核一下朝堂上下，那些大臣都是人还是鬼？那还需要属下做什么呀？去西南路城那边安排兵力，我让大梁复国，但却并不能真让他们富起来。所以大梁这国是富了还是没富啊？不重要，只要让大周朝堂上下知道他们必须得有一位皇子来坐镇了就好。去把坤宁宫闹鬼的事情闹到皇帝跟前去。是，你去把皇太子之前因为身体不好一直在寺院养病的消息传遍京城。是。怎么还有其他事情禀告吗？都督，之前属下路过陆家，陆太傅正忙着给陆大小姐选夫婿，说是因为你要对他强取豪夺啊。这陆太傅也不知道是上了年纪耳朵不好使了，还是脑子被雨淋进了水，怎会有这种误解？天机，你再去办一件事，找人把我跟弯弯的爱情故事写成画本，流传整个京城。这是不是太刺激了一些？属下这就找人去安排，可不能胡乱写。是。估计关于9000岁的画本应该是无人敢写。算了，先去搞定太子殿下还活着这个传言吧，这件事迫在眉睫。至于画本，实在不行我来写。都督，陛下醒了，宣您过去。陛下，臣刚收到手下探子密报，穆皇后所出的皇太子殿下如今尚在人世。叶子，你去给我杀了他。让我去杀了谁？去杀了萧景逸，他不该活着，他也不能活着。死了？没，就是晕厥过去了。你把人好生照顾着，让血衣卫守在乾清宫，不许任何人跟他见面。是。黄苏木，您怎么来了？想好啦。我这些年查了很多的事情，发现还是不对。倘若他只是因为担心穆家功高盖主，也用不着对母后跟我赶尽杀绝。少年夫妻青梅竹马，怎么着也不该走到那个地步。你是说还有其他的原因？只不过可能知道当年真相的人都不在了，如今也只剩下他了。皇帝那种心机深沉的人会说真话吗？弯弯，我已经将太医院的院判位置给辞了。多亏了弯弯提醒，不然你父兄恐要遭大难了。你竟然什么事情都自己扛着，以后有这样的事情要跟我们说。好，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事情，肯定会跟你们说。这就对了，别担心会给我们添麻烦，家人之间互相帮助那不叫添麻烦。燕都督，小锦，下次喊姐夫。姐夫，你要一直对我张姐好啊。世上没有人会比我对弯弯还要好了。宁燕，朕不是有意的，你为什么不躲开？你让人在臣妾的饮食中放的药，不就是让臣妾武功全失吗？想要了臣妾的命，臣妾如何能躲开？宁燕，你错怪朕了，朕本没想要你的命，都怪你父亲他们，为何会让你知道了跟安国的交易，是他们害死你的。你身为一国之君，拿城池百姓的性命去做交易，你枉为人君。父皇，你为什么要杀了我母后？他的眼光，他的眼光，好似星星發光，睇見心慌慌。哎呦，陛下，您怎么从塔上摔下来了呀？床榻底下有人。陛下，龙榻底下什么都没有。不是这个床榻底下，赵福安，立刻带人去坤宁宫，清空床榻底下去。是，陛下。婉婉，皇帝要我去杀了萧景逸。燕慈，没事，婉婉不用担心我，我如今都已经不难受了，毕竟也不再把他当父亲。我母亲已经知道了你的身份。他没有责备你吧？你应该跟他说，隐瞒了这些事情都是我的主意，跟你无关。母亲没有怪我，只是更心疼我了。她还以为当初是你欺负了我。我哪里舍得欺负你？明明都是你在欺负我呀。陛下，
奴才带人检查过了，那床榻底下什么都没有，灰尘倒是落了许多。宁燕平素最爱干净了，带人去彻底清扫一下坤宁宫。赵福安，明日你去传朕的口谕，如果7日内燕慈不完成朕的命令，这个都督之位他就不要做了。是，陛下。这天机是怎么了？见到我为何会这样慌张？奴婢也不知道，这人最近神神秘秘的，话都变少了，连八卦都不去听了呢，好像是在执行都督的什么秘密任务。幸好夫人没有追问，倘若夫人问起，可如何回答呀？之前燕慈交给他2项任务，一个任务是让关于太子殿下还活着的消息传遍整个京城，这件事儿他已经完美完成了。现在全京城的人都知道，当初那位太子并没有病故，而是因为身体太差，就被悄然送到了庙中去养着。如今身子已好，很快就要回宫了。这件事有迹可循，毕竟之前陆太傅的嫡亲孙女陆嘉兰就是如此。另外一个任务是写一个话本，这件事可是让天机感觉十分棘手，可真是愁死我了。9000岁，不可以，我夫君就在门外。我亲爱的弟弟，你想怎么死啊？这可都是都督让我做的呀！哎，你快点帮我一起捡起来，暂时还没有过稿，可不能让夫人见到。这些写的都是什么玩意儿？赶紧丢了，让那些先生重新写。我也感觉这些都挺夸张的，好像是那些个香艳野史话。我操，又怎么了？哥，少了一张啊，最重要的一张，写的是2人意外共浴后鸳鸯戏水。倘若让夫人看到了的话，夫人肯定就会误会都督，然后都督肯定会生气。倘若都督生气了，那他就要丧帝了。当真少了吗？不是你不识数，数错了？不会的，你赶紧帮我找一找啊！怪不得刚才天机看到我的时候是那副表情了，难道这就是都督安排他的秘密任务？不出意外，那张纸已经到了夫人手中。都督，昨晚陛下做了噩梦，一直说床底下有人，还让奴才们去了坤宁宫看娘娘寝宫的床榻之下，床底下自然是没有人啊。陛下疑似做了噩梦，他还让奴才带人去清扫坤宁宫，说什么穆皇后平素里最爱干净。你晚上派人盯着，看他还会说些什么。哎，是。对了，都督，那燕贵妃派人过来探望陛下好几次了，奴才都给挡了回去。应该是听到了陛下身子不太行了，那些大臣们现在想着辅佐哪个幼主，他就动了心思。他如果想要有孩子，就得找人私通了。那要加派人手去盯着揽月宫？不，他想要私通，本都督就给他一个机会好了。毕竟他还能再让皇帝气得再吐出一口血呢。是。你蹲在这里干什么？当蘑菇吗？都督，属下做错了事，有辱使命啊！发生什么事了？如果文文生气了，不原谅我就把你跟那些话本先生穿成一串，做成糖葫芦。我可不想跟那群又老又丑的话本先生串在一起啊！都督大人，求单串行不行？文文，我错了，我本意是想要让他们都知道你我感情好极了，因为我马上就要恢复太子身份了，担心你会没有安全感。就算是别人知道你我感情好，那些该觊觎你的人根本不会减少，这件事你躲不掉的。文文放心，我从来没有想过再娶其他女人。言辞若无双风月，有时寒枝垂烟。各位大人，如果太子殿下真的还活着的话，那么咱们就应该将他给迎回来呀。江大人，为何陛下一直没有派人去把他接回来呢？会不会是还没到成熟的时机？但因为九皇子的事情发生的太突然，陛下一气之下病倒了，来不及安排。确有可能。柴老弟，
这件事你怎么看呢？这些时日啊，我都在府中闭门思过，还真的不太清楚这件事啊。既然这件事暂时没有定数，我们还是先查出来这件事情是否属实吧。如果属实，我们也知道了太子殿下的下落了呢。太子殿下还是老夫当年的学生，不管如何，老夫定要迎接太子殿下回来。到了陈记闯祸的地方啊，停下来。是。柴康今天根本就不想来。当初他父亲临死前留下一句话，只要他不参与谋反的事情，皇帝就能保证他们家世世代代无忧无虑。哎呀，老爹呀，您可没说如果中途出现意外要如何办呢？哎，不，其实也说了，到了那个重要关头才能够打开的信。如今朝堂之上局势更加紧张，而京城之外，北境的叛军刚平叛，大梁的余孽就要重新起事发兵。现如今又跳出来一个皇太子，这多事之秋，太适合他回老家种地去了。这个柴康这么多年，他都能够在2位皇子夺嫡的时候明哲保身。这次皇太子归来，他还不占位的话，问题很大呀。都督放心，属下会盯紧他的。陆太傅那些人问你的意见时，你也不要急着表态，最好你去跟柴康站成统一战线，一直中立。除了明哲保身外，应该还有其他缘故，甚至我感觉陛下应该也在不着痕迹地护着柴康。或许柴康跟皇帝有什么不容外人知道的联系，查下去对我来说或许有意外收获。属下明白。好了，没事你就回去吧。婉婉，怎么这样一身打扮来了？这几日不是全城戒严，都督府也是十分的敏感，我没有太担心你了。算着日子，是不是快要生了呀？说好了，等到孩子生下来，就得让我做干娘。什么干娘？你可是孩子的嫡亲舅母。舅母是从你那边算的。行，你们也不用惦记着我，也不用惦记着母亲。如果有需要，就派人去齐府送信。这是我祖母发的话。他说，如果你们这边有一些麻烦，到时候就让你来我们齐府生孩子。下，如果朝廷发生动荡，晏慈作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9000岁，势必会受到波及。在这种情况下，长公主殿下竟然发了话，愿意庇护林婉意。虽然还到不了那一步，但还是谢过长公主殿下。都是自家人。婉婉，据说那位太子殿下还活着，过几日就要回京城了。如果他回来了，恐怕你们家晏慈就要危险了。不过婉婉你放心，如果到时候晏慈有麻烦了，我们就把你接到齐府去。就算是以后那皇太子掌权了，他也不会对长公主府如何。不是说这都督府的守卫最是森严了吗？可是一个护卫都没有发现咱们。说得对，回头我得提醒晏慈，让他管管护卫们，这样松懈可不行。都忙完了。刚才我三哥跟明月过来了，同他们聊了一会儿。长公主也知道如今局势紧张，她让明月他们来传话，倘若有危险，就让我去长公主府。如此看来，我的这位郭祖母应该是很喜欢你。我只见过她一次，哪里谈得上喜欢，肯定是爱屋及乌。明月跟我三哥的感情很是不错的，小的时候她也十分喜欢我。晏慈，皇太子要回来了，可能明天，最迟后天。孩子可能也是过几日就要生了。婉婉，等你要生了的时候，你立即让田姬他们给我送信，听懂没有？吹来月亮。去把晏慈给朕喊来。是。这2日他晚上睡觉有没有做了噩梦说梦话？没有。燕贵妃那边怎么样？他买通工人，从宫外带了一个野男人进来，这几日啊都在颠鸾倒凤。别去打扰，等日后彻底气死皇帝，我还得靠他。是。晏慈，他们都说太子还活着，这也梦到了。朕不是让你去杀了那萧景义吗？难道你失手了吗？陛下，当年他不是您最喜欢的儿子了吗？朕自然喜欢他，他可是朕跟宁言唯一的儿子呀。那您为什么要杀他呢？
因为他看到了不该看的事情，必须死。叶子，你去给朕杀了他，朕就封你做摄政王，怎么样？我不稀罕做什么摄政王。难道你投奔了萧景逸？你可真是越来越没用。那柴康所有的履历一点问题都没有，这些年来他处理的每件事也都清楚明白，但凡夺嫡之事他都躲开不参与，唯一破戒那次就是夫人跟沈家的事情。柴康私下里跟皇帝走得近吗？没有，而且奇怪的是啊，他从来没有被皇帝单独召见。一个身居要职的官员从来没有私底下被皇帝召见过，这个柴康身上到底有什么秘密呢？主子，柴夫人想要您给看病。柴康柴大人的夫人？正是她。她生了什么病？她说自己是服用了咱们木婉堂的美容丸之后脸上长满了疙瘩，可是奴婢查过记录，根本就没有卖给过柴夫人。昭言，你立刻去京兆尹府给柴夫人送帖子，就说我快生了，行动不便，倘若她要看病，让她来都督府上。她能让自己的夫人这个时候来都督府吗？柴大人一定会让他夫人来都督府的。夫人呐，你得走后门呐。如今局势这样紧张了，我的夫人脸就烂了，就得一定要让那个顾伦郡主去给医治。莫非这一切都是那燕慈跟顾伦郡主的算计？你说的美容丸可还有剩下？有，我这个还是我家大人专门托人帮我买的呢。这不是我木婉堂的美容丸，因为木婉堂的这些药丸很抢手，所以担心有人造假，我就命人将所有的名字跟盒子上用了自创的记号，卖给了谁也让人做了记录。去查。是。郡主大人，我这脸还有的救吗？这不是柴大人吗？下官见过都督大人。现在不是在朝堂之上，你我今日也不谈正事，可以放松一些。是，今日下官来啊，因为内子在府上让郡主大人给看病。我夫人都要生了，怎么会给人看病？燕慈，文文，让下人过来传话就行了，你怎么还亲自来了？郡主大人，我家夫人到底怎么了呀？柴夫人暂时没事，对方知道你可能居于荣城王府跟都督府的势力，所以才大胆的做了假的美容丸，目的应该是害死柴夫人，同时还把这脏水给泼到木婉堂。柴大人掌管京兆尹府，自然是破案高手，我这里有一些线索，想必用不了多久就可以破案吧。什么线索？木婉堂的美容丸都有记号，这瓶假的美容丸购买者是御史江礼江大人的夫人。郡主、都督，下官这就回去开始调查了。那这些物证可否给下官？自然可以。那内子，贵夫人服了药，如今正需要好好的休息，不能颠簸。如果一切顺利，柴大人明日一早再来接贵夫人吧。多谢郡主对内子的救命之恩呐！今日之事，柴某欠了郡主一个人情，日后若郡主哪里用得上柴某的，尽管开口。辛苦夫人了，经过今日一事，总算是在柴康这里撬出一个口子来。那江御史是纯臣，柴康这件事无论如何都要去查他。想必朝堂之事，柴康想作壁上观都是不能了。柴夫人就是柴康的软肋，真没想到柴康这种狐狸竟然对夫人这样好。我对夫人更好啊，夫人也是我的软肋。对了，你今日怎么回来的这样早？因为明日太子就要回朝了。你之前说过自己改变了容貌，那你如何让他们相信燕慈就是太子萧景逸呢？至于滴血认亲，之前你也说了，皇帝中了毒，他的血跟谁的血都不相容了。文文，只要让一个人知道我是萧景逸就足以。做过帝室的陆太傅？对，我知道一些只有我跟他知道的事情，到时候一说他自然就明白了。明日太子回朝一事肯定会水到渠成，只是可惜还不知道他当年为什么要害死我母后，还让穆家背上了一个通敌卖国的罪名。一步一步来，错的终究是错的。我已经调派了血衣卫过来，好好的护着都督府。让那些血衣卫在宫中保护你吧，本来这都督府的护卫就够多了，而且我母亲跟我说，她还把荣城王府的暗卫也给调派了过来。文文放心，宫中已经是我的地盘了，任何人都伤不了我。
太子殿下驾到。夫人，你怎么了？叶慈，你大胆，竟然敢穿太子殿下的衣裳！你这是要假冒太子殿下吗？我就是太子萧景翳，我已经同父皇做了滴血认亲。当然了，你们肯定还是不相信，但我还有其他的证据。什么证据？陆太傅，当年你们喝醉了酒，告诉了我一个秘密，说这个秘密天底下没有第三个人知道。您当年误入……下官见过太子殿下。学生萧景翳，见过是。见过太子殿下。太子殿下为何要一直以9000岁的身份居于宫中啊？父皇为了历练我，就让我隐姓埋名，做了假太监。您的长相跟小时候是一点都不一样了呀。当年那场大病虽没有夺去我的性命，但也去了我半条命。不止如此，我的脸上起满了疙瘩，几近毁容。父皇求了药蛊的人给我医治，后来病好了，脸也就变了模样。怪不得荣城王府愿意将顾伦郡主嫁给你，那荣城王妃可是出身药蛊，他们是知情人呐。没想到陆太傅自己还挺会脑补的，让我之前编的半真半假那些话听起来更真了呀。如今陛下被那2人气病了，朝堂之上还得太子殿下帮忙撑着，这些都是分内之事。眼看着也要到中午了，就在宫中宴请诸位大臣。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若是无可取代，你能不能别？难道是文文有生了？今日算是各位为姑的接风宴，姑本该与各位大臣把酒言欢，只不过家中有事，姑必须得赶回去。下次姑一定会补上。各位用过酒菜后，可自行离宫回府。既然晏慈就是太子殿下，而且他还是假太监，那当初他对我们家嘉兰打算强取豪夺是什么意思啊？春又来，人已去，烽烟残，夕阳晚，樱花开，情歌散。宫中的事情成了，晏慈好疼。光是韶华落，废墟转，不肯看，路漫漫，空梦断，凌乱。儿子，那么一屋子的小裙子算是白费了。婉婉，你太累了，赶紧先休息休息。哎呀，顾伦郡主啊，可真是华佗在世啊！夫人呐，你这次中毒都怪我，是我那个出了五服的表妹想要将你取而代之，恰好啊认识了江夫人的一个侍女，那个侍女与顾伦郡主有仇，2个人一拍即合做了这件事。那个侍女竟然心思这么歹毒，你得尽快让顾伦郡主知道这件事情。我待会儿啊让人把那个人扭送到大理寺去，让晏都督处置。婉婉，感觉怎么样？身体哪里还不舒服？没力气，那都是正常的，你不用担心。给孩子的名字想好了吗？其实孩子的名字我之前就想好了，以为是女儿，所以取名为燕昭或者萧云昭，小名昭昭。可如今生了一个男孩，就叫萧恒好了，小名就叫小恒。他让你喜欢女儿，以后咱们再努力生个就好了。不生了，以后不生了。他实在是不想让林婉意为了生孩子再去鬼门关走上一圈。婉婉，你对我才是最重要的，等年后咱们一起住进东宫。婉婉，我刚恢复太子身份，明日还得去上朝，我会尽快处理完政务，就恢复陪你。
青石板留着谁的梦啊？一朵飘渺天地间，星河略有天，无情飞越白天。望江的边缘，有人在怀念今生还。终于为穆家沉冤昭雪，也让卖国求荣的萧玉罪有应得。父后，求您在天之灵原谅儿子的不孝。大师，开始吧。你不后悔吗？你这辈子吃了那么多苦，才终于报了血海深仇，为穆家满门沉冤昭雪，还登上了龙椅。一旦开启轮回，一切就得从头再来。我不悔。倘若失败，你也是活不成了的。即使失败，我亦不后悔。沙尘冬雪的缠绵，无望念，无望成缘。有谁看见人生已路漫的少年，一步一年，追着每个昨天。月光划碎时间，把一切搁浅。当时的样子应该是报了仇。萧玉他卖国求荣，文文感觉好一些了吗？倒是好了一些了。母亲，您之前说过这个手镯是祖传的，会为我们找到姻缘，而我也的确是带着这个手镯梦到了燕慈。而后我也做了一些梦，但却不太清楚缘由。您当初戴这玉镯的时候，可是发生了什么奇怪的事情？当年我也是及笄的时候收到了这个及笄礼，然后当夜就入了你父王的梦。那戴着这手镯还会梦到未来的一些事情吗？梦境有的是过去的，也有的是未来的，时间都是乱了的，但却有一点不会改变，梦中的事情肯定与你跟燕慈有关。为何当初这个手镯你没有给大哥他们几个呢？这是传女不传男的。哦，三嫂，你这是怎么了？我听说燕都督就是太子殿下的事情后，一直都没缓过神来。算起来，我得喊太子表哥，那你岂不就成了我表嫂？以后私下里我们就喊彼此的名字，等其他场合就各论各的。我看成。大小姐，夫人来了。只她一个人来吗？这次没有跟着媒婆吧？这次倒是没有。他命格怪异，如果找不到是日年出生，依旧是童子身的男子做夫君，就会短命。是日年出生的人本就少，而整个京城勋贵世家的男儿，弱冠肯定就会安排通房。嘉兰，你这般模样，以后如何嫁入东宫啊？母亲，您该多想我嫁出去了，不惜让我去结冥婚。人家太子殿下好好活着呢，而且他正是那9000岁燕慈。太子是太监？假太监，是陛下为了历练太子殿下才让他更名换姓的。那他是有夫人的。那顾伦郡主估计是做不成太子妃的。母亲，我还是觉得你们不要着急揣度上意，希望祖父他们不要犯糊涂，硬要送我去东宫啊。如果实在嫁不出去了，就将嫁妆折算成银两给我，回头找个乡下地方种一种地，也不失为一件美事啊。燕慈，你打算造反了吗？萧景义是你当年亲封的太子，你如今病重，由太子监国，合情合理，何谈造反？你胡说八道！那小子10几年前就已经死了。我不仅没有死，而且当时你杀母后的时候，我就在那床榻之下。来人！你应该比任何人都要清楚，如今这宫内所有人都听我的了。就算是你掌握了内监跟禁卫军、红衣卫，但朝廷上下那些纯臣一样跟你不对付，他们定然不会听信你。那么厌恶的是9000岁燕慈，可不是萧景义啊。您不愧是朕最优秀的儿子，从小你就聪明，学什么都很快。那你为什么还一定要弄死我呢？你不能怪父皇，要怪就去怪穆家人，谁让他们意图谋反？穆家满门忠良，多年来为守护大周王朝鞠躬尽瘁，结果却因为你的一句通敌叛国，就将他们满门忠烈都害死了。你美其名曰饶了舅舅一命，却又另外派人去北境杀了他。不怪朕，都怪他们自己，也是他们害死了宁燕。如果不是他们多事，你会一直都是储君。
朕会好好培养你，等将来就把皇位传给你的。直到如今，你还强词夺理。不过你放心，我肯定会找到真正的原因。你以晏慈的身份跟在朕身边这么多年，不也没有查到吗？既然你这样说，就真的证明当年的事情的确另有隐情啊！你不能杀朕，如今你只是太子，倘若你杀了朕，你就永远都不能登基了。小玉，你以为我在乎那个吗？你也可以选择依旧不说，但试一试我的耐心到底有多少。他们都死了，你何必纠结那个真相？这些诏书传位于你，朕做太上皇，你就此停手，好不好？当年母后让你停手的时候，你停手了吗？皇帝比他想象的意志力还要坚定，甚至用了林婉意特意做的那种乱人心智，让其倾吐真言的香料都不行。您怎么跑到我车上来了？哀家想要看看小太孙而已。您要来，倒也不用这样偷偷摸摸呀。哀家现在也不好大张旗鼓的去，担心影响了你的布局安排。皇祖母，如今皇宫内外，孙儿都已经掌控了，你以后都不必这样小心翼翼了。那你们打算何时搬进东宫啊？已经着礼部安排准备，过了年再搬过去。春暖花开后搬进来也好。晏慈，我又做了一个梦。弯弯都梦到了什么？梦中的你好像是在求什么，那个大师我看不清面容，只是感觉你倒是很尊敬他。我尊敬的大师的确有一位，法号忘忧。那这位忘忧大师现在在何处？不清楚，他最喜欢云游四海，上次见到他还是3年前。哦，我总是担心，那会不会是你的一个磨难？要不要想个办法，尽快找到忘忧大师？好。对了，在梦中你说皇帝是卖国求荣的人，这个会不会就是皇帝死也不说出当年真相的原因？他知道自己身体不行了，从皇位上退下来也是迟早的。退位后他还能千古流芳，但如果自己德行有误，不配为君，那样便会遗臭万年。你或许可以朝着这个方向去调查此事。好。这些年来，大周朝国泰民安，可在当年萧玉继位之前，以及他做皇帝初期，周围那几个国家可不是这样安分。对了，婉婉，你还记得沈玉白的堂妹沈静言吗？我记得。沈静言不想离开繁华的京城，她并没有跟着家人离开，阴差阳错间成了江御史夫人的侍女，她就偷拿了江御史夫人的美容丸瓶子，给了那柴康的表妹。俩人一个是想要弄死柴夫人，另外一个是希望借此给你添一些麻烦。柴康已经将这件事调查得清楚明白了，让柴康秉公办理好了。好。夫人，沈夫人求见。哪个沈夫人？是沈家三房之前出事的沈静言的母亲。不见。是。启禀夫人，沈三夫妇俩去了客栈，与马文良马太史见了面。马太史？马太史一共有8个孩子，其中5个女儿，3个待字闺中。不过属下以为马太史应该没有这个胆子做这件事。后边应该是有一条大鱼在。天机，这2日去盯一下马太史。是。之前的陆太傅孙女的事情还没完，这又冒出来一个马太史，他的背后应该有一个身份地位不低，家中有嫡女可做太子妃的大人物。这还只是太子妃，倘若以后晏慈登基为帝的话，那盯着他后宫的人会越来越多。你要配什么药？需要帮忙吗？是治疗跌打损伤的，不用劳烦夫人了。那几味草药都不是治疗跌打损伤的，他是在研制什么新的药？刚才玉衡的手中有一味七绝草，那是之前给沈玉白配药的时候必须有的。玉衡用这种草药，到底要配什么药？
今日回来的这样早。婉婉，我查到线索了。当年萧玉同陇西国的三皇子走得极近，你知道是谁把这件事情告诉我的吗？是谁？柴康。柴康在这其中做了一个什么角色？不是他，是他的父亲，是当初萧玉的心腹。萧玉保他儿孙后代荣华富贵，然后让柴老爷子把秘密带入棺材之中。但柴老爷子知道萧玉心狠手辣，以后或许会对儿孙不利，也或许以后会出尔反尔，就留了后手。那柴康因为你救了他夫人，他心怀感激。再后来看我在朝中如日中天，皇帝大势已去，他本来就是一个十分擅长审时度势之人，所以就打开了他爹临终前给他的那封信。信上有没有写当初萧玉具体做了什么？柴老爷子只知道当时还是皇子的萧玉就跟陇西三皇子慕容询私下里有往来。本来是大周朝发现了一座金山，萧玉却将那座金山送给了慕容询。如果当初穆家人知道的秘密是这件事，应该也不至于遭来灭顶之灾啊。对，所以还要找到更重要的证据。不过如今好在有了方向，当初萧玉的心腹一共有4个，到现在还活着的人就只剩下了1个，还告老还乡了。所以除了柴老爷子外，其他那3个不管是活的还是死的，我都派人去调查了。不止如此，陇西国那边晏慈也派人去秘密调查。毕竟萧玉如果跟那慕容询有交易，这些年来或许不会断掉，肯定还会查到什么蛛丝马迹。随着他们抽丝剥茧，终究有水落石出的那一天。对了，婉婉，我今日刚在朝堂上颁布了解除了荣城王府以及一些边防将领的禁令，总不能让将士们在战场上保家卫国，他们的家眷却被作为人质留在京城之中吧。那些不成文的必须嫁娶的事情也可以一并免除了吗？自然都免除了。婉婉，怎么了？晏慈，我的身子还是不要了吧。又不是没看过。婉婉，让你辛苦了，都是我的错。无人隔着窗寒梦时在一起，别离时不经心事。两行旧字几多相似，如同今宵昨日念之。清风山南君，古丘高看山势，在探古之。三两笔注墨去之，不为几时，随手变成诗。昨天沈三夫妇俩的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都督，那马文良整整1天也没有跟任何人联络，但属下查到马文良与八王爷入赘的那个女婿是酒友。原来如此，去盯紧了那马文良，看这件事是他主动讨好八王爷，还是八王爷授意的？是。母亲，晏慈说了，已经免除了父王不得随意回京的禁令了。那太好了，我这个女婿啊，可真是不错。阴历23大梁起事彻底失败，昔日的九皇子萧景安再次被俘，而这场胜利更是奠定了晏慈这位太子在朝中的基础。太子殿下，今年的宫宴您看要如何安排啊？今年情况特殊，春节宫宴就暂停一次，各位可以在自家府中遥祝大周繁荣昌盛。那臣等就按照太子殿下说的去做吧。往年过年呐，都没见您这么高兴过呢。今年不同啊，往年过的都是年，而今年呢才是团圆。之前怎么没有发现京城之中有这么多适龄贵女？因为之前太子人选一直没有定下来，所以那些大臣们也不敢押宝。在看什么？这么一叠是账本吗？不出意外的话，等过了年，这些贵女们的家人们就要开始使力气了。婉婉，我拒绝过他们了。
我知道你的人找到忘忧大师的下落了吗？还没有，放心好了。你不是说梦中的我穿着龙袍吗？那么就算是有大事情发生，那也是我登基以后了。我可以把皇位让晏慈来做，但是给穆家翻案，休想！走水了，走水了，赶紧来人呐，走水了！如果皇帝死了的话，那事情会变得比较麻烦。晏慈虽然会即位，但肯定会背上许多骂名，也会在朝堂之中埋下许多隐患。穆家人那样清正廉明、忠君爱国的人，会永远也无法得到最公正的平反。晏慈身体里有一半是穆家人的血液，他出面为穆家人平反，世人永远会认为晏慈是故意偏颇穆家。倘若这个时候皇帝驾崩了，其他那些国家可能会蠢蠢欲动，打算在大周政权不稳的时候做点什么手脚，内忧外患。太子殿下，陛下本就身子弱，再被浓渊呛了那么久，如今这情况怕是不太好了。想要昏死来逃避这一切，休想！我有一办法，会尽力一试。好，你们在隔壁偏殿中候着，有事情姑会再叫你们。是。如今这件事恐怕是皇帝故意在给太子殿下出难题呀。把最粗的那套银针拿出来。最粗的银针？以后一定要对我很好的，肯定、一定以及确定。辛苦岳母大人了，先去怡然斋休息休息，等我忙完这边，你们一起回家。你是不是着急去陪我母后了？你就想让我说出当年真相？你以为我傻吗？如果说了出来，我就彻底没活路了。怎么会杀了你呢？只会让你生不如死啊！你怎么会变成了这个样子？你曾经是朕心中最完美的太子人选呐！如果当年不是出了那件事，朕何必要毁了自己最得意的继承人？后来迟迟不能下决定，也是因为有珠玉在前，所以才一直在老七跟老九之间徘徊难定。为什么变成了这样？难道不是你亲手变的吗？你剩下的时间不多了，是主动坦白，还是等我查清楚一切？这么多年你都没有查到，以后也不会。陇西国。之前那些人还说太子殿下对陛下居心叵测，如今陛下险些出事，太子殿下那样担心，年都没有过好，可见他的孝心了。老爷，您的意思是说，太子殿下其实是值得托付终身的，可他已经有了正妻，总不能让咱们嘉兰去做侧妃吧？夫人放心，我等不会是那种为了前途就不顾孙女儿死活的人。但我想着，如果找不到那是年出生的男子，而太子殿下又想要娶嘉兰的话，那嘉兰只能嫁了。父亲，母亲，儿子终于找到一位未婚公子，正是是日年出生之人。是谁啊？荣城王府黎家二公子李锦。那小子看着和风霁月，但城府却深极了，怎能是良配呀？如今正好荣城王妃在京中，我们回头上门去拜访一下，正好打探一下那黎世子可有婚配，是否有了通房。如果都有了的话，我们也就早早死心，不用这样纠结了。如今荣城王妃正是在都督府上陪伴着顾伦郡主，你们是不是忘记了太子殿下对嘉兰的觊觎了吗？主子，这个帖子还是照例回绝吗？这是女眷的事情，婉婉决定就好。明日我有空，让他们来吧。是。你在朝中与陆太傅的关系如何？因为有旧的师生情谊，再加上如今我在朝中的决定，都是对大周有益处的。陆太傅如今十分积极配合我。那也就是说，陆太傅对你的印象很好，愿意让你做他的孙女婿了。我家弯弯又吃醋了，我要尝尝弯弯的嘴酸不酸。
尝到了吗？不确定，再尝尝。一直有千百世你的意志，爱的桥段叫我怎么写？你把飘落在你窗前。不是说陆嘉兰十分病弱，若有扶风吗？不知今日陆夫人为何上门？其实我今日来是有事情想要问一问王妃殿下，您家二公子现在可否有了婚配呀？陆夫人，你这是何意？我家嘉兰从小体弱多病，大师说如果不嫁给是日年出生的公子，恐以后还会有其他不幸的事情。我听人说贵府二公子正是是日年生的，成亲的事情要他们自己决定，我做不了主。过段时间小锦应该会来京城，我可以跟他说一下这件事儿。刚才带了一些我亲自种的果蔬，已经交给门房了，希望郡主不要嫌弃。我们也来了许久了，今日就不打扰郡主跟王妃殿下了。他们俩都是挺配的。你可不要去乱点鸳鸯谱。婉婉放心好了，你那二哥城府极深，心机诡辩，我哪里能够点他的鸳鸯谱啊？这次你父亲他们回京，我会让他们帮忙把母后的骨灰牌位请回来。穆家平反，母后游荡的魂灵归位，这是燕慈多年来的夙愿。祖父，顾伦郡主同太子殿下感情极好，还请祖父以后再也不要提及让孙女嫁入东宫之事。可是太子殿下3番5次的提你，许是祖父会错了意，但他肯定是看中祖父的，所以才会重用您。莫非是那个机械钟没有修好？燕慈，到底有什么天大的事情？的确是天大的事情。你说什么？我并不是萧家的人，穆浩也知道了这件事。这是皇帝萧玉的声音，而穆浩正是燕慈的外祖父。萧玉担心自己非萧家人的秘密曝光后丢了皇位，给穆家冠上了通敌叛国之罪。那这个机械钟可以作为证据，让皇帝给穆家平反吗？这等机械钟留音的事情十分罕见，不会被世人承认，萧玉也不会承认。更不要说，如果萧玉非萧家人，那么我也就做不成这个太子了，届时更加没有资格去为穆家人平反。那个时候大周必乱，这是一个死局。因为机械钟坏了，只能够修复这么一句了，但却不知道这句话当时是谁对萧玉说的。会不会是陇西国如今的那个国君慕容寻对皇帝说的？如果真是如此，他如今成了陇西国国君，手握萧玉这么大的一个秘密，为什么不在这个时候把秘密放出来，然后趁机攻打大周呢？或许他们之间的交易还没有结束。马上就要到万国朝圣了，这次陇西国的使臣来，他应该会想办法去单独见萧玉。我打算到时候让人易容成萧玉的模样，看能不能套出一些有用的消息。好。你之前掐算出天生后命的女子就在这大周京城之中，可这个范围太宽泛了，只能推算出她如今不到双10年华，或者可以找机会拿到京城未婚贵女们的生辰八字，贫僧自然就能认出来。慕容文宇这次来大周，一是来参加万国朝圣，带着父皇的圣令来见那大周皇帝萧玉的。另外一件事儿，就是他偶然间得知大周京城有一天生后命的女子。慕容文宇行四，他一直认为自己并不比身为太子的二哥差。我一定要得到那名女子。殿下，大梁余孽全都被抓住了，刚才拷问出来跑了一个人。何人？原嘉柔公主的儿子姜望。暂时不用管这个人。是。阳春3月，草长莺飞。嫣然，你都瘦了。我哪里瘦了？我在京城吃得好，睡得好。那你看出来我瘦了吗？你走后我就吃得不好，睡得不好。明月，你怎么了？娃娃，我是不是得了什么重病啊？呸呸呸！明月，你胡说八道什么？你怎么能得重病？你比我都能吃能睡，身体好得不得了。明月嫂嫂没有生病，这是滑脉，应该是有孕了。什么？我怀孕了？这是天大的喜事儿啊！回去跟你二哥说一声，京城中有一贵女，倾慕他许久。啊，这个八卦看起来很有意思啊。是谁？
你母亲应该是知道的。总是感觉这燕慈好像给他挖了一个坑。被骄傲最真，主子，就是他。他很真。二哥，你可得快一点啊！我这成亲做父亲，直接比你快了2个进度啊！你怎么不去催大哥？过几日他就会到了。大哥不是有那江姑娘了吗？倒是你呀，独自一个。我可听说这京城之中有个姑娘十分倾慕你呢。哎，你不想知道这个姑娘是谁吗？不想。小苍，你说的是哪家的姑娘啊？我不知道啊。燕慈说你知道。此时在八王爷的府上，我祖父，难不成您还真的想让我去做侧妃啊？侧妃虽然是好听，但那不也是妾吗？虽然只是太子侧妃，但以后等太子登基为帝的时候，又没有规定一定是太子妃坐上皇后之位的。可是太子妃都给太子表哥生下了嫡长子了，他的位置还不稳吗？谁说那个孩子就一定是太子殿下亲生的？那顾伦郡主可是2嫁之身呢，又如何配做皇后母仪天下呀？那不然这样，明日正好我们都要去东宫参加百日宴，你趁机多跟太子殿下说说话，拉近一下关系。好。陶孔，你刚才为什么要推我？三主，这可是夫人他们命令的呀，只是想让您假装崴脚，好跌入太子殿下的怀中。可是奴婢没有想到太子他竟然会躲开啊，感觉太子表哥很嫌弃我呀。当时在场有许多男客，如果县主衣衫尽失的出现在他们面前，怕是以后谁都不敢娶你了。皇嫂啊，好久不见啦。东宫许久都没有这般热闹过了，如果再多几个孩子就更好了。说的有道理，太子殿下是该多一些孩子。说起来，我们都没有想到姑母您的孙女竟然会嫁给太子殿下。虽然弯弯从小没有在我们身边长大，没有好好的学规矩，但这丫头运气不错，竟然可以得到太子殿下的垂青。这孩子可真是乖巧可爱呀。哀家喜欢的不行啊。弯弯呐，如今你可是贵为太子妃，得为太子多纳一些世家贵族、聪慧温婉的女子进门。婆母，这等事情弯弯他们自有定夺。如今只有小恒，我跟太子殿下都是满意极了。难不成你还真打算让太子殿下一个女人都不再纳了吗？你这就是擅妒啊！这是我跟太子殿下共同的决定。皇嫂，你看看他们呐，一个个的都不孝顺懂事。我这样说可都是为了咱们萧家好啊。昭和呀，你年纪大了，孩子们的事情就让他们自己定夺，他们呐自有最英明的决定。弯弯，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啊？我家弯弯懂事极了，我这3生有幸才可以拥有她这位夫人，还请您以后对她也好一些。陆太傅，请问有什么事？也不怕世子见笑，就是我家嘉兰大师说她一定要嫁给12年出生的人才行。世子就是12年出生的人吧？正是。那世子如今还是童子之身吗？原来已经不是了。我可怜的嘉兰呐。日暮青烟起，悠悠风吹沙。你竟然不害怕这蚯蚓吗？它对种地很有益处的，还可以用它来钓鱼呢。你会种菜，还会钓鱼？是啊。不会种菜，但钓鱼钓虾是一把好手。看这发髻的模样，应该是还没出嫁，许是婚姻大事上也有许多身不由己吧。是二哥，你也在这里？那刚才有没有见到那个陆姑娘呢？刚才那个女子就是陆家的大小姐吗？
感谢今日各位大人们来参加姑嫡长子的百日宴，希望各位大人以后把更多的精力都放在国事上，而不是姑的家事上。想必众位大臣都熟悉姑的脾气，万一谁触怒了姑，满门抄斩。小子说满门抄斩的时候，能不能不要看着我呀？你忘记我们俩都姓萧了吗？八叔公，你说姑说的对吗？对。黎家父子几人都对太子说的话十分满意。他们黎家传统是从不纳妾，但这位姑爷可是太子殿下，别说是要纳妾了，以后就是三宫六院，他们都没有办法。好在如今太子殿下这样表明态度，同时也安了他们的心。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杯酒常作客，百年多病不登台。之前还以为那顾伦郡主肯定是坐不稳这个太子妃之位的，但谁能够想到对方不止坐得稳，甚至太子殿下还为了他不再纳娶任何女人。那小子即使做了太子，但性子还是原来的9000岁呀。如今太子夫妇俩感情正好，又刚生了孩子，暂时咱们先不要再提及此事了，等过个1年半载的左右幸好，新瑶年龄也不大。你们还打算让我嫁给太子表哥？人家只喜欢太子表嫂，我也好想嫁给一个满心满眼只有自己的夫君啊。混丫头真是天真了，太子以后可是要登基为帝的人，你见过哪个皇帝不是三宫六院呢？明日您收拾收拾，就搬去皇家寺庙吧。什么？李珏，我可是你的母亲。您是怎么做母亲的？怎么做祖母的呀？或许寺庙那安静之地可以让您彻底冷静冷静吧。如果父王生气，就托梦揍我吧。广宁公主要被送去和亲了。皇祖母，孙女不想去和亲，能不能您帮忙想想办法呀？哀家乏了，嫂嫂，我不想去和亲，这是朝堂上的事情。上次东宫百日宴你混进去了，让你调查的事情查得怎么样了呀？这下那太子跟太子妃俩感情极好，百日宴上太子也宣布了，他不会再纳娶其他女人了，还把小殿下定为了唯一的继承人。萧景逸还真是宝贝他呀。那您还打算先去见那萧玉吗？那是自然，正好也探一探那萧景逸的底。慕容文宇已经查到了，老皇帝被萧景逸软禁了起来，他私下里要见到的人未必是真正的萧玉。他正好在万国朝圣之前先跟那萧景逸第一次交锋，他好知道萧景逸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怎么样才能够把他的太子妃夺过来。什么东西，竟然还敢觊觎我们太子妃殿下，以为自己名字长命也够长吗？八个楼，我是绝世的高手，一身乌黑心头，在这长安也有。主子，属下探查到，那慕容文宇已经知晓了您不会让他见到陛下，所以打算将计就计。既然慕容文宇打算将计就计，便让他见见真的萧玉。明知道他会设下埋伏，还敢来，可见对方有恃无恐，定然是有所依仗。那么他的依仗是什么？还有其他事情吗？还有，那慕容文宇好像是对太子妃殿下很有兴趣。文文不应该同那慕容文宇有什么交集，肯定还有其他隐情。去继续盯着那慕容文宇。是。这药是谁煎的？这是玉衡大人亲自给殿下熬的汤药，每隔3日都会送来一副。他感觉这药的味道跟当初他给沈玉白下的药如出一辙。燕慈知不知道这药有让男人断子绝孙的功效呢？主子，会不会有诈？不是，他也不敢撕破脸皮对我动手，除非他想要跟陇西国打仗。你们是何人？在下陇西国四皇子慕容文宇，见过萧叔叔。慕容寻的儿子？正是。萧叔叔可还记得跟我父皇的约定？您如果不想让那个秘密被大周人知道的话，就将北境那边的3个城池给我们陇西国。你们得寸进尺，之前不是已经送了你们6座城，还有2个金矿了？如果你并不是萧家人的血脉，公布于世，不止你要从龙椅上滚下来了，想必你的那个儿子也做不成皇太子了吧？这是你父皇的意思？那是自然。慕容寻果然是一个言而无信的奸佞小人，还装，演得还怪像的。竟然敢假冒陇西国4皇子，立刻将这3个贼人拿下。你可是比你父皇差了太多。萧景逸，你没有让人假冒，
故为何要让人假冒？萧叔叔，北境那么冷，几个城池也不富裕，你何必把着不给呢？所以当初你就是被那慕容寻威胁了这件事，就诬陷穆家满门。如果你的血统不纯，身为太子的我血统也不纯，穆家在某种程度上是跟你绑在一条绳上的蚂蚱呀。是慕容寻怂恿我的，他说穆家功高盖主。穆家功高不只是可能盖主，更多的是会好好的守护大周，震慑其他国家。萧玉，你是不是蠢呢？可这当时不这么做也没有别的办法了呀。小易，你不懂父皇年少时候吃了多少苦，才有了如今的一切。赵福安，去让玉衡来给他吊命。是。我之所爱，华夏名扬，万里河山横长。主子，那2个人，一个人是贴身侍卫，叫陈拓，另一个是出家人，法号望言。望言，把他放了，告诉他慕容文宇暂时在宫中做客，等他离开后跟上他，去查一下他跟忘忧大师是什么关系。是。那慕容家的人盯上了北境，肯定有什么重要的原因。轮到你了，慕容文宇。你是谁？林姑娘，你我虽然是第一次见面，但我已经在梦中梦到过你无数次了。这混蛋竟然抢了我的话！本王爱慕你许久了，而且那萧景逸并不是萧家的血脉，他们大周以后肯定会动荡不安，用不了多久，这天下就是我们慕容家的了。而我从大周带着北境的3座城池以及你回去，父皇一定会嘉奖我，立我为唯一皇储的。为什么一定是我？我与四皇子今日才第一次见面。因为你是天生后命。天生后命。等到我们拿到了3座城池后，就会让萧玉非萧家血脉之事宣扬的满城风雨。那3座城池中有什么？女儿，如果你愿意委身于我，我或许会告诉你一二。北境有陇西国的人，派人即刻去提醒我舅父。是。至于那3座城池之中，肯定是有什么重要的东西，势必不能落入陇西国人手中。陇西国如此嚣张，那么在这次万国朝圣之中，他们肯定有盟友，会是谁呢？萧玉醒了吗？玉衡大人说陛下是怒急攻心，最晚明日就能醒来。婉婉，你怎么等在这里？来说一说这汤药是怎么回事吧。婉婉，上次你生孩子的时候实在是太辛苦了，我就再也不希望你生孩子了，你的安危更加重要。之前你没离开沈家的时候，我害你喝了那么多的避子汤，所以就由我来服用那种绝子似的汤药好了。因此，婉婉怎么哭了？回头你让玉衡把方子给我看看。好，婉婉，我错了。小山东光穿云红，一儿一娘也让我两鬓流色。主子，他们的窝点是一家点心铺子，就在穆婉堂所在的那条街上。居然这么早就开始布局了呀！去把那里的人都抓住，不要闹出太大的动静。是。北境的太守被陇西国给策反了，之前穆广宇一直没有把消息传回来，也是被太守给牵绊住了。幸而穆广宇跟燕慈派在北境的暗部力量，还有穆家军的余部发挥了作用。如今北境主城已经在穆广宇的手中了。至于那3座城，其实有2座城都是为了打掩护。陇西国的目标是其中那座叫乌托城的地方，因为那里发现了火油。陇西国如此野心勃勃，他们怕是不会只来威胁萧玉，要拿到那火油，肯定还有后手。慕容文宇这个傻子，恐怕被他父皇做了弃子了。怕是在慕容文宇离开陇西的时候，他们大部队已经挥军北上了。慕容寻应该早就知道，如今大周朝堂是孤把持了，他还要让你来威胁萧玉，要拿到那乌托城，实际上就是利用你来转移视线，争取时间。他们现在已经开始举兵去北境了。不可能，萧景逸，你休要挑拨我们。挑拨？慕容文宇，你明明比你二哥优秀，那为什么最后慕容寻立了他做太子？我二哥是嫡出，
父皇是没有办法，才暂时立他做太子的。慕容寻当初就是吃了不是嫡出的亏，最后用尽手段，找了许多帮手，才将自己的嫡出弟弟给从龙椅上赶下来的。怎么到了你们这一代，他就开始在意嫡庶了？你醒醒吧！你父皇就是让你来做炮灰，给你二哥铺路而已。他最宠信的人，必然是你二哥。这次陇西国去北境，应该就是你二哥带兵去的。只要这次你二哥成功的拿到了乌托城的火油，大功一件，而你可能已经死在了大周了。竟然是火油吗？可他们告诉我是金矿啊！可以调派荣城的兵。你打算怎么做呀？如果陇西国要吞灭我大周，那大周自然是要彻底打败了陇西国。不可！野心勃勃的是我父皇，是我二哥他们。这么多年来，让陇西继续做大周的附属国，不是很好吗？很显然，慕容文宇在国中还有留恋眷恋的人。我愿意归顺你，助你破坏我父皇二哥他们的所有计划，还愿意给你提供我们陇西的隐藏兵力。那你要什么？我要你助我回去陇西国釜底抽薪，坐上皇位。我会带着陇西国勇士朝拜大周，同时把之前侵占了大周的2座金矿还回去。再补一条，把萧玉跟慕容寻做交易的事情对外如实说出来。你是要为穆家人平反？如果让大周文武百官知道了你并非穆家血脉的事情，你这个太子还能做得下去吗？就说其实是你父皇欺骗了萧玉。我之前的那2位手下望言跟陈拓，他们回头还给你。臣慕容文宇愿意永远归顺您。乌托城竟然有火油？是，已经被我舅父证实过了，也只有火油才会让陇西国这样铤而走险。那小叶，你是如何打算的？双管齐下，我已经让手下去探查陇西国的情况。如果他们大军真的出发去北境了，就可以声东击西，在他们的都城做点什么事。我还打算派一股强大的兵力，即刻去支援北境。岳父大人，荣城王府义不容辞，劳烦岳父大人了。太子殿下，老太夫有何事？殿下还记得老夫的孙女嘉兰吧？如今她突然病倒了，姑又不会治病，恳请太子殿下赐婚。跟谁赐婚？荣城王府世子李锦。竟然是29哥！只要能救了我家嘉兰的性命，要老夫要陆家做什么都可以啊！我想去一趟陆府，看看陆小姐到底是生了什么病。那好。风急天高欢笑哀，注定杀把鸟飞回来。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惊动太子妃殿下，实属不应该。上次见她面颊红润，不像是短寿之人。到底陆小姐是怎么变成这般的？14年前，京中出了大事，全城戒严。可谁想到，因为我的疏忽，这丫头竟然跑出府玩，还看到了当街杀人，当夜就发起了高热。后来身体就一直不好了，不得已才将她送到了寺庙之中。14年前的事情，莫非就是她小时候丢了那1年？难道我这个模样是被人下了毒吗？不是被下毒了，而是被下蛊了。对你下蛊的人极有可能就是陆家人。到底是陆家内宅自己的争斗，还是背后藏着更多的阴谋？辛苦婉婉了，接下来就交给我，你不用多担心了。小福莲啊，我昨晚捉到了一只虫子。哎，你是不是闲得慌？我没有偷懒啊，就是昨天晚上主子派我去陆府盯梢的时候，偶然间捉到的小虫子。哎，我操，福莲，你干嘛抢我虫？这是昨天晚上天机在陆家抓到的虫子，我也没有见过这种蛊虫。福灵，你去一趟荣城王府，问问我母亲可有这方面的书籍。是。福灵妹妹，看吧，哥很厉害吧？随便一捡就捡到了一只有用的虫子，厉害个球啊！赶紧闪开，我得去荣城王府了。哎，我陪你去啊。不必。为何每次小福灵都怼我？莫非这就是传说中的大事亲？骂神爱？
丫头，你回去给弯弯带个口信，下个月初1，安云跟半夏成亲，届时会先将老太太接回来。长孙成婚，于情于理都得把李老王妃接回来。是王妃。轮回虫可用于换命之效。这或许会跟陆嘉兰的怪病有关系，具体应该怎么用，得找一个懂蛊虫的才行。我找人去问一问。主子，人已经查到了，是陆大爷的一个妾室，是30年前从江南带回来的，但人却是苗疆的。那冯氏跟他的人也都给拿下了，等主子下一步指示。如果是给一个小姑娘下蛊，为何要布局这么久？不对劲，30多年前的时候，大周跟苗疆那边的关系如何？是附属的关系，不过陇西距离苗疆近一些，他们这几十年来一直有通婚。那大周与苗疆可有通婚？应该有，具体是谁应该可以查到。得先去趟陆府，先审那个侍女。太子殿下是顾及到他们会在醒来的时候发动蛊虫夺我性命吧？这是太子妃的顾忌。多谢太子妃娘娘的顾虑，我不怕死，我只是害怕这背后还有什么阴谋，害怕他们还要害我的家人呢。出了什么事？小仓说是先遣军探查到的，对方的人10分多，至少在6万以上。这是想要踏平北境了吗？黎仓带了多少兵力？1万余人，就选在这里动手。陇西军会不会担心前面山谷有埋伏，所以选了另外一条路走？那条路会绕远至少3天的行程，陇西大军肯定会想要速战速决，他们还会以为我们大周不会察觉，故而主力军走这条路。主力军？对，估计至少还会留下3成的兵力从这条路走。这里本来是硬地，今年暖和的早，那些冻硬了的土地提前融化，就会变成泥泞地。回头我会让人给在北境的舅父发消息，让他派精锐部队去那边埋伏。我立刻给小仓写信，让他安排好峡谷埋伏之事。这次要辛苦荣成君了。都是一家人，只要你保持初心，荣成王府必然忠心耿耿。也希望太子殿下能够一直对弯弯好。我是因为弯弯才对你们好，那希望太子殿下言出必行。殿下，那个侍女愿意招了。当初大小姐生病的时候，大夫都去给她看病了，结果害得冯姨娘脚产了，冯姨娘就开始记恨大小姐，就在14年前开始给大小姐下蛊。轮回虫可换命，也就是服用子蛊的人会呈现出跟母蛊持有者同样的状态，而且子虫每次只能够生活不足1年就会死掉。前不久那只虫子竟然丢了，冯姨娘就让我再去李婆婆那儿拿一只新的蛊虫回来。嘉兰身上的蛊如何能解呀？只要在李婆婆死掉之前不要再服用新的蛊虫，并且用那个是日年出生的人的血做引子，引出小姐腹中的蛊虫，这个换命之法就彻底失效了。陆府的人还没有走。回世子，这茶水我们都送上去10壶了。大哥，人流多少血才会死？你决定要去救那陆嘉兰了？倘若能够救了那陆小姐，对王府、对大周、对太子殿下都是极好的事情。我身为荣城王府世子，自然也不能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我要单独见一见那陆小姐。心有半世深有理，只要是10日年出生的未成婚的男子的血就可以吗？得是童子血。继续给我放血吧。小锦，倘若你已经不是，我还是赶紧放血吧，赶紧的。成了，蛊虫都吐出来了，把这些蛊虫都烧死就行了。小锦，你之前进了那陆姑娘的闺房，同她到底说了什么？随着各国人都来到了京城，京城越发热闹了。大小姐，之前您从荣城回寨子后就一直闷闷不乐，今日看来倒是情绪不错呀。因为我一直思念着的那个人就在这京城之中。这都过去多久了？万一那位小公子已经成亲了呢？那我就让他跟他夫人和离，实在不行3个人一起过。
明月嫂嫂是身体不适吗？我这些日子太担心黎苍了，不过又不能跟母亲他们说，也担心他们担心我。可是我这晚上就是睡不着啊，后来好不容易睡着了，结果还做了噩梦。做了什么噩梦？我梦到黎苍失忆了，他回来王府的时候还带了一名女子，他对我说要跟我和离，要娶那个女子为妻。画本看多了，明月嫂嫂，你最近是不是看了什么画本？自然是看了一些的，就看了几十本吧。你且放心吧，三哥不是那样的人。可万一他受了伤，失去了记忆怎么办呢？我们家中多少大夫呢？婉婉，你说我这是不是病了？你这是害了相思病啊！你还哪去我呀？哦，对了，婉婉，万国朝圣，其他各国各部来了许多美人，你可得小心点，万一他们是冲着你家太子来的呢？大周会让一个外族女人做太子妃吗？那侧妃呢？太子的后院可是空空荡荡的呀。之前太子殿下对外宣布过，不会娶那些贵女，可是如今这些摩拳霍霍而来的，可都是怀有某种心思的。我听我祖母说过，历代帝王都会用后宫去制衡前朝的。你放心吧，太子殿下同我说过，不会再娶其他女人。那要不这样，如果以后太子负了你，你就跟他和离，你回荣成王府来，还有长公主府，我们都给你撑腰。你这是在怂恿太子妃跟姑和离吗？太子表哥，你别吓唬明月了。下次跟弯弯说了提起话的时候，还是选在荣成王府吧，可不敢在东宫里胡说八道了。今日你怎么回来的这样早？再晚点回来，媳妇儿就要被人给哄走，跟我和离了。他们这次来是存了想要跟大周联姻的心思吧？吃醋了？我与太子殿下间谍情深，要不我给你生个女儿吧？怎么了？傻了？就今日生。查到了，回主子，所有记录在册的文献中，大周朝都没有与苗族通婚过。只不过，属下在其中看到了当年景王登基的时候，带了一群女眷进宫，竟然有3个人是来自苗疆，其中一个还是当初的景王，也就是如今皇帝萧玉的乳母。那小子竟然同意朕去参加万国朝政，您可是陛下呀，自然要参加的。那个小子是一个聪明人，又是有天赋有野心的人，想必就会理解朕当初的选择了吧。如今朕也没有其他儿子可选了，最后这天下不还是得传给他萧景义，还不是最后跟朕一样的选择？臭小子，何苦折腾这一遭？萧玉，我们可听闻了，你并不是萧家人，你儿子萧景义自然也不是萧家人，你们都没资格再做这中兴国的老大。慕容四皇子，你倒是说句话呀！这件事不是从你们陇西传出来的吗？孙大，你胡说八道什么呀？我们陇西什么时候说过这样的话？今日可是大好的日子，大家都不要动怒，有什么误会我们解开就是了。萧玉，你并不是萧家人，这个秘密倘若你想要让我帮你保守的话，那你就以通敌叛国的罪名将那穆家铲除吧。慕容勋，这件事我再想想。萧景义，你疯了吗？你难道不怕自己也做不成皇帝了吗？当年穆家的案子就是萧玉栽赃陷害的，想穆家世代精忠报国，却因为某人的一己之私遭到了灭顶之灾。可是那封通敌的信，那封信是萧玉亲自杜撰的。一个皇帝要一个臣子死，臣子有何机会活着？萧景义，你除了那个刘生忠，你还有什么证据？你想要证据？我父亲以前是陛下的心腹，陛下让他去安排了诬陷穆家的事情后，让他自尽了，说会善待他的家人，只要不犯太大的错误，陛下就会让我坐稳京兆尹这个位置。柴康，你！陛下，其实当年我父皇是骗你的，一个位分不高的妃嫔根本不可能接触到外男。你说什么？那为何慕容勋拿了那么多的信，其中还有信物？他说我母妃入宫之前有一个心上人，正是苗疆的。母妃当年只是中了蛊，
误以为自己怀的孩子是心上人的。怎么可能？小玉，你怎么就这么笨呢？倘若你真是苗疆人，那么为什么这么多年苗疆人没有私下里来联络你？臣等请太子殿下为穆老将军一家平反，请太子登基。请太子殿下为穆家平反，请太子殿下登基。如果朕的儿子出事了，朕要杀了你！你自己到底行不行了？难道不是很早就知道了吗？燕贵妃肚子里面的这个孩子，怎么可能是你的？还不快送陛下回宫，让太医过去给陛下诊治。是，殿下。承蒙各位爱卿们信任，如今孤的父皇病重，无法代理朝政，那孤就顺应诸位爱卿的想法，择日登基。殿下英明。灵武，你去传哀家的命令，赐死燕贵妃。是。主上，那个斯斯文文的男人叫李安策，是西凉国国君弟弟。还有那个大胡子叫萨克尔，是科勒部落首领的二儿子，他们都跟陇西国有关系，已经把他们的使臣都给控制起来了。花氏国跟苗疆呢？苗疆的人应该跟陇西国没有关系。花史国的使臣分成了两派，他们一派人是跟陇西国合作了，另外一派人想要跟大周合作。这种内部有分歧的最好不过了，将西凉国和科勒以及花氏国那一部分人都看管住，其他的都让他们回之前的驿馆去。是。姑去会一会花氏国那部分主和的人，合作姑十分欢迎。那么你们想要什么？联姻？姑有太子妃足矣了，还有其他法子吗？我也不想嫁给你，但是除了联姻之外，没有更牢固的关系，可以让两个国家捆绑起来。太子，我们花氏国也想要一份保证而已。那我去街上找一个顺眼的男人嫁了，可还行？我听闻三公主习武棋猎都很厉害，你也不像是甘于内宅的女子。联姻固然是好，但联盟姑也是诚心的，何不我们一起想一个两全其美的法子？那好，我们都想一想。好，回东宫。这个萧景烨真的能一直只守着一个太子妃吗？萧玉醒了吗？中间咳了2次血，但人却不清醒。太医给看了，说是心绪不宁，再加上身子一直没有见好，给他吊着命，怎么着都得让他亲眼见到姑登基称帝的。是。那个燕贵妃不用留了。慈宁宫那边已经动手了。好。文文怎么还没睡？可以给穆家人平反了吧？之前已经让萧玉写下了罪己诏，这件事也将彻底公布于世。从今往后，穆家人再也不是卖国贼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文文，睡吧。好。侯府沈家。弯弯，你怎么在这里啊？晚膳要开始了，祖母他们都在等着我们呢。为什么沈玉白还活着？为什么沈家人都还在？为什么我好像是做了一个长长的梦？到底什么是睡着的，什么是醒来的？弯弯，我错了。不过你放心，我知道你跟那燕慈什么都没有发生，我不会嫌弃你的。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我是爱你的。不。弯弯，你不能离开我！生是我沈家的人，死也要是我沈家的鬼呀！文文，我做了一个噩梦，我梦到了如今的一切，其实都是一场梦。我依旧是侯门沈家的主母。没事，我在，我一直在。娘娘，您手腕上的这个镯子怎么裂了呀？莫非跟昨晚做的梦有关系？娘娘，太子殿下让奴才送这位大师来见您。太子殿下说，这位大师会解梦。妄言大师。太子妃娘娘，依你看，本宫的这个梦会预示着什么？或许马上会出现跟沈世子一样的人。古往今来，借尸还魂的不在少数。借尸还魂，肯定是要有一些缘由的吧？总不会无缘无故在任何人身上还魂。生辰八字一样。生辰八字一样，那就先把跟沈玉白同样生辰八字的人给找出来吧。
替他挡桃花。也不知道李锦招惹了什么样的桃花。陛下，如果不把三公主的夫君人选定下来，那花氏国未必会跟咱们大周联盟啊。你娶？臣早就娶妻了，就算是没有娶，恐怕人家三公主也看不上臣呐。姬昌辉，登基大典跟登后大典准备的如何了？回殿下，今天间已经选好的日子，最近的日子是下个月28，除掉尽快赶制礼服外，其他的都没有问题。皇后的礼服不得马虎。是。你们二位今日来我荣成王府是有何事啊？我可跟他不熟，我来是想要问问你，太子妃娘娘可还有其他未成婚的兄弟？长子阿云马上就要成亲了，幺子已经成亲。至于剩下的阿锦，已经定了亲。定了？因为是两家私下里定的，并没有张扬。因为对方姑娘生了病，所以就想着婚事往后推一推。既是如此，那我就不叨扰王妃娘娘了。也不知道二儿子非要这么说是何意。那花氏国的三公主到底是什么意思呀？万国朝圣虽然结束了，但太子将西凉国、科勒部落、花氏国以及苗疆部落的人都暂时留了下来，甚至西凉跟科勒的人都是直接扣了下来。如此看来，那花氏国跟大周可能会变成同盟啊。自古以来，两国联合用的最多的法子就是联姻，怕是那花氏国的三公主看上了小锦呐。不喜欢。可是如此一来，那二哥不就是拿那陆嘉兰当了挡箭牌了吗？听闻那花氏国的三公主跟苗疆圣女都上门去了，都非荣成王世子不嫁。最震惊人的是，竟然有人谣传说荣成王世子已经与我们陆家定亲了。许是之前他们荣成王府兴师动众的来陆家救我那一次，让人看到了，生了误会吧？应该是这样的，不知道这谣言到底是谁传出去的。想来他应该是没有看上那两位贵女吧，这个名声暂且替他担着好了。就是不知道这人的第二个要求会是什么。娘娘，您之前让查的谁的生辰八字同沈世子一样，京城之中找到了3个人，还有天机意外得知那个陇西国二皇子跟沈世子是同样的生辰八字呢，是陇西的那个望言大师说的。你居然真的同太子妃说，她第一次嫁了那个沈玉白，可能会借尸还魂。主子，不是您让我们对大周太子忠诚，王妃问事情要如实回答吗？和尚啊，你糊涂啊！他还不还魂也跟咱们没关啊。不，主子，应该跟咱们有极大的关系，因为二殿下的生辰八字与那沈玉白一样，而且二殿下带兵为了火油攻打北境，但大周太子肯定已经有所应对，也就是说，可能您真正的二皇兄已经没了。我问，这是我那天的梦境，你让望言大师过来帮我解惑，他的意思是沈玉白极有可能借尸还魂了。为夫能帮你做什么？让人盯着那个慕容文铎。好。哇，这人竟然认识我！北境大捷，陇西国的兵力被全部消灭，领兵的二皇子慕容文铎身受重伤，下落不明。大家不知道是先震惊他们大周竟然有了火油，还是震惊那可恶的陇西国竟然派兵要抢夺他们的火油，更是震惊于太子殿下竟然不动声色地将敌人给消灭了。要说之前群臣对昔日的9000岁摇身一变成了太子，而且马上还要登基了，有一定的微词。那么如今他们是一点意见都没有了，高呼万岁，甚至有点迫不及待，希望太子殿下早日登基，早日将他们大周变得更加富强了。这次能够成功阻击陇西国，黎将军黎苍跟穆将军穆广宇功不可没。殿下，穆家已经被平反，这次穆将军又立功，应该恢复他们穆家镇国公之位了。准奏。等穆将军跟黎将军班师回朝后，他们俩一起封赏。主上，陛下要不行了。这老家伙这个关头死了，岂不是要国丧？登基等事就得退后。少爷，你的确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比朕优秀。朕相信，在你的执掌下，大周以后会越来越好。我活不了多久了，等我驾崩后，我会去地下向你母后请罪，到时候你将我们葬在一起。做梦！你不懂，我与你母后少年夫妻，
我们是有情谊在的。小玉，你真以为那慕容寻是骗你的吗？当年你的王府之中的确有好几个苗疆人，你就没有想过是为什么吗？原来还有这样容易的办法，不用杀了我的宁燕啊！我怎么就没想到呢？萧玉或许本来并不想杀了他的母后，就没有别的办法让他活到下个月我登基吗？或许药老有法子。等明日我去见我母亲，看看她跟我大哥能否有什么办法去吊命。好，辛苦我家弯弯了，一定是我上一世做了什么天大的好事，才能够娶了弯弯做妻。因为你值得。弯弯，万种风情的一片，似曾相识的一面，踏过江河与硝烟，甘愿为你手提利剑，只等不及温柔纯洁，见动情的那片绿叶。如今荣成王府可是如日中天，女儿下个月就要是皇后了，小儿子还带兵立了大功。母亲，您知道如何给皇帝续命吗？要续多久啊？等太子登基后1个月而已，轻轻松松。萧景逸，你还不如直接杀了我吧。我母亲的医术很不错吧？陛下都比之前有活力了呢。真是太有活力了，都开始骂我祖宗18代了。你是在为李傕报仇？不然呢？当初朕只是废了他的腿，不还留了你们荣成王府的荣华富贵？以后李傕的身份更是国丈，你们荣成王府小心功高盖主，最后不得善终。皇帝只能是孤家寡人。那是你，我信我的妻，信我的家人们、属下们。你且安稳地喘着气，等我登基的那一天吧。弯弯放心，倘若我负你，那我会先弄死我自己。这不是我的脸，你到底是谁？相望，我是沈玉白。沈玉白早就死了呀，我也不知道为何会这样。他想起来当初那场大火夺了林婉意的性命，后来沈玉白寻找可以让人起死回生的法子，真的让他给找到了，还从那个老道口中得知他马上也要大限将至了。这个起死回生的法子是要用在别人身上还是自己身上？沈玉白没有犹豫，用在了自己身上。他还告诉自己，只要自己可以重新复活，那么也就有机会去救林婉意了。只是那个老道的法子并不是正统的。你可还记得，你没成亲前我带你去过如意楼？我记得，我能够认识诗情，还是你给引荐的。那你还记得那年去西郊围猎，其实那只狼是我射中的，你在旁边看到了，但是你我很有默契，都异口同声说那是七皇子射中的。原来真是你啊！现在是哪一年？神武21年。不过那萧景逸估计用不了多久就要登基称帝，就要换年号了。那弯弯呢？他是不是已经被烧死了？林婉意啊，她如今是太子妃，过不了多久就应该做大周皇后了吧？3月初9，宜嫁娶。荣成王府办喜事，也正是黎苍班师回朝的大喜日子。荣成王黎觉残了多年的腿竟然也好了。母亲，祖母不会乱说什么吧？你祖母不敢胡乱给你二哥应下什么的，除非他以后想要在寺庙了度残生。老王妃啊，听说前不久那花氏国3公主跟苗疆圣女都非离世子不嫁来，并没有的事儿。那世子喜欢什么样的女子？这喜欢什么样的，自然是小景那孩子自己知道。马上太子就要登基了，据说封后大典一起举办，就是不知道到时候会不会一起册封其他的妃嫔了。钟永博夫人，难道你家中有姑娘等着做太子殿下的妃嫔不成？老王妃，您评评理，我们是不是都是为了太子妃娘娘好啊？对了，陆大夫人啊，之前听闻世子同你们府上的某个姑娘走得十分近的事情，是真的吗？
竹马桥青梅绕，小河残龙渐渐角。浪是千字真翠条，夕颜深深双人好。竹马桥青梅梢，荷叶田田花开苞。浪渡10年寒窗摇，一曲复发看今朝。照料亭西别一朝。千山过尽水迢迢，两地抒怀情难到。看罢相思作笑。文文，我的人查到了那慕容文斗的下落，对方很狡猾，而且还有其他人帮助。不过我的人跟了上去。如今陇西跟大周可是势同水火了，如果这个关头沈玉白变成了那陇西二皇子，他之前可是帮着七皇子夺嫡，对大周的许多事情十分熟知。放心，之前沈玉白熟知的事情我都进行了调动。那慕容文铎竟然好像是一条鱼一样，已经回了陇西。西凉国跟科勒都开始观望了起来。花氏国国主写了信函过来，声明如果妹妹没有在大周找到心仪的郎君，花氏国也不会参与陇西跟大周的事情。苗疆一直态度不明，他们都在观望，看到底是大周的胜算大一些，还是陇西的胜算大一些。荣成王大公子的婚事过后，夫妇俩就一起离开了京城，动身回了药谷。得以被平反的穆大将军穆广宇也从北境班师回京了。舅父，慕容文铎跑回陇西了，不过现在陇西应该正乱着。慕容文宇回去已经策反了一部分势力，我该把那个慕容文铎留下来的。不是舅父的错。真的慕容文铎当时应该是就被穆广宇射杀了。我打算等登基以后就派兵去攻打陇西。陈请应，舅父年岁已高，刚从北京回来，需要歇息。小野，这些年来荣成王真的帮了我们太多的忙，还是不要给他们太多的荣耀。舅父且放心吧，你跟弯弯可是要一直好好的呀。一定会的。今日过后，林婉仪就是后宫之主了。老太傅，您的孙女还不打算出嫁吗？这群匹夫们想着把自家姑娘送进宫去，但却担心陛下生气，就怂恿我。多谢各位关心，我家嘉兰已经许配人家了。是哪一家呀？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父皇万岁！万岁！万岁！皇后千岁！千岁！千岁！世间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父皇万岁！万岁！万岁！皇后千岁！千岁！千岁！晋武元年正式开启。玉白，你真的有把握可以取代那陇西国二皇子，让我们都享上荣华富贵吗？陇西国国主有意让二皇子做太子，继承皇位。等我顺利继位后，就可以去攻打大周了。
好端端的为什么要去攻打大周啊？大周可是这片大陆上的中心国呀，就算是陇西也算是强大，但对比大周还是差得太远，绝无胜算。我一定要重新找回我的弯弯。娘娘，这个簪花宴您去不去啊？如今陛下后宫空虚，许多世家贵族的眼睛都紧盯着陛下，不愿意选秀纳妃，所以长公主跟我母亲就想着举办簪花宴，让那些魏家的贵女早一些许配人家。小恒回来了吗？太皇太后老人家喜欢小殿下，就留了他在那用晚膳了。用了晚膳太晚了，就让小殿下在那歇着，今晚不用回来。是。今晚皇后侍寝，好不好？那明晚谁侍寝啊？明晚是温贵妃。后天呢？后天是林美人，大后天，大后天，永远都是你。梦里星空中，一首乐章。凛冽却细细流，一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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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歌，一年一年一年紧着不舍，余生心声是时空而吹起营造。是这一个一遍中滑落，一滴滴滴的轻松，挂进我的灯后，飞也有凤凰在飘。今日这簪花宴，多亏了长公主殿下，我平时就跟京城贵妇们没有多少走动，想必发帖子也不会来多少人。自古以来，鲜少见到君王会弱水3000，只取一瓢饮。本宫这把老骨头也是闲得太久，想要为孩子们做点什么啦。你家后院祥和，这是天大的好事儿啊！长公主放心，我那腰子肯定会好好对明月的。祖母、婆母，你们聊什么呢？在聊你，月份都大了，也一点不端庄。弯弯说了，有孕后四处走走挺好的，但也不能走得太频繁了，怀个孩子太麻烦了。今日的贵女们都努力把自己最好的一面表现出来，不管未来能够嫁一个什么样的人，但如果能够成为京城贵女之首的话，肯定是利大于弊的。广宁公主和亲了。因此，明日我母亲还需要来给那位用针吗？不必了。活到了该活的时候，如今整个大周都在燕慈的掌握之中了，萧玉没用了。婉婉，我有一件事想要跟你商议一下。什么事？陇西国因为谋取火油事情失败，又把头给缩了回去。我本打算让慕容文宇回去取代他父亲继位，但实际上陇西还存在一部分人想要攻打大周，所以我打算让沈玉白活着。他回到陇西后肯定会拱火，让陇西国国军继续攻打大周，到时候正好让慕容文宇彻底清理陇西国剩下的那些主战派跟主和派。如果可以，能不打仗就不要打仗了吧。每次战事起，最后遭殃的都是黎民百姓。那是自然，在他们刚起事的时候就把他们都给拍灭。小锦，你这婚事到底是怎么打算？母亲，以后那些夫人你闭门谢客就行了。那好吧，等回头我就搬进宫去陪弯弯住一段时日，躲了这份烦恼。嫣然，我的腿好像又疼了，我的腿不能离开你啊。那我带着你的腿
陛下可有时间？臣想跟陛下手谈几句。二哥，有什么事就直说吧。近些时日，许多人登门来打探我的婚事，您是否做得有点不厚道了？二哥，难道你希望你妹妹以后每日要去处理后宫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吗？难道这不是你作为夫君要做的事情吗？后宅安不安，怎么还需要我这个外人来？二哥又不是外人，我跟弯弯都会感谢二哥的。这人都不用尊称，直接用了我。不得不说，有了他这个荣成王府世子做挡箭牌，的确转移了不少视线。其实眼下倒也不是难事，只要二哥选一个女子，先定下亲事就行。娶妻又不是简单的事情，其实你心中早就人选了。这是弯弯猜到的，我家弯弯就是聪明。阴险的萧景逸竟然把弯弯给抬了出来。陛下，尽快定下来，过段时间有国丧，会影响嫁娶。赵福安，一般这个时候是不是就要翻牌子侍寝了？什么翻牌子？陛下，您后宫里面统共有几位？您不是比任何人都要清楚吗？摆驾坤宁宫。弯弯，燕慈，这是我的人从陇西国传回来的消息。是沈玉白有消息了。这人到了陇西国后，以重伤为理由，在府中闭门不见任何人。如果他真是沈玉白，就趁着闭门谢客这个机会，弄清楚慕容文铎的为人，然后好去模仿他。慕容文宇送回来的消息称，他父亲自打火油的事情失败后，再加上如今大周越来越强大，陇西国有暂时求和的意思。自古以来求和不过有2种法子，一个是和亲，另外一个就是送质子来。对了，我已经让玉衡暂时停了你的药。好，都听弯弯的。月光不解风情，心愿故作冷静，夜色更难分明，一丝一口朦胧了倒影。弯弯，你肯定是被迫的吧？毕竟那萧景逸想要制约荣成王府，最简单的法子就是许你为妻。你且等等我，等我成了陇西国的王，我一定会将你从那萧景逸的手中救出来。我已经同姜望打听过了，记忆中我做的那些过分的事情并没有发生，一切都还来得及。姜望同我还说过，你当时嫁给还是9000岁的燕慈，没多久就生下了一个儿子，那个儿子肯定就是我的。玉白，陇西王派身边太监过来传话，让你今日一定要进宫了。这些时日我也把慕容文铎的习性了解的差不多了，也该进宫了。毕竟我可是要先成为陇西国的太子，然后好继承陇西国皇位，一步一步来。希望这次不要那样倒霉，又遇上了一个没有成事的人吧。望言说过，我的这个二哥可能不是二哥了，极有可能是皇后林婉意的那个前任夫君啊。西凉国跟科勒都因为他们的人被扣着，暂时不会支持我们了。这是大周给朕来的信，文铎，你来看看。啊！竟然让我去大周当质子，为何要去做质子？为何偏偏是我？其实那萧景逸记恨朕，他毕竟很在乎穆家人。父皇，儿臣万万不能去大周啊！做质子都是要年纪小的，要不从那些弟弟中选一个送过去。回头一定要告诉那些兄弟们，但凡有其他法子，父皇都不会让你去。可那大周皇帝点明了要送你过去。不过文铎你放心，最多3年。朕就会率兵攻打大周，等成功后，父皇会封你做太子。二哥大义，陇西会永远记着二哥的牺牲跟奉献。二皇子大义，鬼要什么大义啊！我要做的是陇西国皇帝。父皇，儿臣还有一事相求。还有什么事？此次儿臣去大周，也可以带一个妹妹去，献给那萧景逸。只要能够成为萧景逸的枕边人，咱们就可以做点什么手脚。可那萧景逸十分精明。他又怎么会宠爱我们送过去的女人？父皇，这事在人为，毕竟男女感情之事哪里有那么简单啊！自古以来，喜欢上仇人的孩子又不在少数。你说的对，如果真的有其他女人分了宠，弯弯会不会伤心呢？5月初3，神武帝萧玉驾崩，举国大丧。晏慈以国库空虚为由，一切从简。他母后穆凝烟的墓碑被葬在了穆家陵墓之中，
倘若有来世，他希望母后可以遇到一个良人，幸福一生。一曲多寂寥，道不起当年。天涯路远，谁人了解？火花热了脉，月下举杯尽沧海。风来，几许思念怎可埋？我老白，往事飘散化成爱，风摇一这慕容寻还真是不死心，送了儿子，还送了一个女儿回来，打的什么主意？欢欢，你放心，那个什么公主，我肯定不会收的。回头看我手下哪个肱骨大臣还未娶妻，我就让他收了。燕慈到时候不会把那个什么公主塞给二哥吧？5月18，齐明月生下一女，起名为黎思瑶，全家大喜。这孩子可真漂亮，我生的崽肯定漂亮。如今你们兄妹3人都成了亲，有了知心的人，整个王府属你二哥心眼子最多，他却是被剩下了。许是二哥考虑事情更周全一些，他也不怕最后孤独终老了。不好了，有几位闺女落水了。什么？他怎么样？没有心理大碍，只不过身子骨弱，肯定是要大病一场了。怪我？怪你？陈姑娘跟李姑娘是自己故意落水的，陆嘉兰是替我跳进去救人的。二哥，你该不是携恩图报了吧？婉婉，你不懂。婉婉不用太担心。母亲，我的傻姑娘啊，你的身子还没好彻底，怎么就跳下去救人呢？因为他们是在给黎世子做局。黎世子不救人，就会让他跟荣成王府受人诟病；但倘若救了人，他就得娶了那2个姑娘。那这件事情你是如何想的？母亲，那可是救命之恩呢。我今日举动都是为了报恩，归玉清吧，早就不在意了。那好，母亲带你回家。母亲，您认为陆姑娘怎么样？你自己来决定。是，二哥。每次他这个皇帝妹夫喊他二哥，就准没好事儿。有什么事就直说吧。王爷，老夫就不叨扰了。孙女嘉兰身子不适，我们先带她回府了。至于今日之事，你们也不要放在心上。毕竟当初黎世子舍血救了嘉兰。听闻他最喜欢这个二儿子慕容文铎，没想到陇西王真舍得把陇西太子都给送来了。我们要用慕容文铎做人质，慕容寻何尝不是利用亲儿子让我们安心？他以后还是要攻打大周的。我们在休养生息，他也在养精蓄锐。也就是说，接下来的几年后，势必会有一场仗要打。当初灭了穆家的事情，就是那慕容寻从中作梗，我不会放过他。陛下需要我做什么？现在全京城的人都在关注你的婚事，想要知道你是否有了心仪之人。倘若没有，你就负责收了那个安然公主吧。收公主的事情，你让其他人去做。我已经有意中人了，很快就会成亲。我不会骗你，骗你不就成了欺君了吗？不过你也不能收了那公主。想必荣成王府马上又要办喜事了。婉婉，忘忧大师回来了，我带你去见他。通过是娘娘阐述的梦境情形，再结合我师父的手札，那极有可能是一场道法布施。是何种道法？涅槃重生，逆天改命。涅槃重生咒其实分2种，一种是为己求，另外一种是为其他人求。为己求者可以指定消耗一个人的寿数，
而倘若是为他人求，那么消耗的是自己的寿数。消耗多少寿数？会不会对涅槃者有什么影响？会对所求者影响多少寿元？这种逆天改命之法反噬极大，而且不只是折损当年的寿数，而是3世。3世有破解之法吗？我师父手札上倒是记载了，借用他人寿数来让自己重生之人，只要让对方主动说出我是重生之人，在那个瞬间取他的鲜血服下即可。其他事情，王友，以后再说。因此，我们别说了。你是发现胸前的记号，未见分手，怎么把你忘掉？倘若我说那个梦境并不是未来，就是上一世发生过的事情，你信不信我？那到底是谁害死了你？上一世我没能救下林家人，后来我去查真相，发现了沈玉白跟七皇子密谋夺嫡，他们发现了我，断了我的双腿，把我关了起来。当时荣城王府还没有认回我，却被杜青青发现了我的真实身份，他就怂恿了沈玉白的表妹孙青莲，才关着我的琉璃阁，放了一把火。在大火彻底把我吞没之前，我看到你闯了进来。后来我再次睁开眼，却发现自己回到了新婚宴那一晚，我们的缘分重新开始。怪不得那天晚上你对我那个时候其实以为是回光返照，如今看来当初的选择是不后悔的，只是我担心如何破解你身上的3世损耗寿命之法。慕容文铎，如果他真的是沈玉白的话，如果真的是沈玉白复活了，他的自私自利的性格必然不会为其他人牺牲，肯定是借了其他人的寿数。如果他不是重生者，那我能够活多久就陪你多久。倘若他是，我们本来也不会放过他。虽然有难度，但也不是没有法子。婉婉，你且不用担心。可是，婉婉，我十分感谢上苍将你这样好的礼物送给了我。这不是从前做小的手，主观弹音里有几个歌，他放下了寂寞，在我婉婉，都2次了，婉婉，不可以吗？你身子好一些了吗？多谢世子挂念，我身子已经无碍。会对子嗣有影响吗？陆姑娘，不要怪我唐突，我得尽快定下自己的婚事。世子跟我说这些的意思是，最后一件事，嫁我为妻。你这成亲一事，我还得回去与母亲他们说。那我就静待陆小姐佳音了。闻着海棠花开气息，寻着风和日丽云际。小姐，你看起来很高兴。所求皆所愿，自然心生欢喜啊。满目江楼不胜枚举。我儿孙满堂，为何还要我去寺庙住啊？去见陛下。倘若陛下迁怒了荣城王府，对您也不利呀。荣城王府是荣城王府，我可是萧家人。如今是他们黎家人欺负萧家人了，陛下会不管？可是，闭嘴吧你！立刻去按照我吩咐的办。还请姑娘帮忙通报皇后娘娘，说老王妃打算把这件事儿闹到陛下跟前去。禀告给陛下。我家这个小狐狸可真是坏。陛下，你可得为姑祖母做主啊！如此说来，姑祖母在黎家果然受了太大的委屈。那这样，朕来做主，判你与黎老王爷和离。和离就不用了吧？和离后，朕亲自派人送你回皇家寺庙。你去荣城王府那边宣读圣旨，记住，不可扣留朕姑祖母的任何嫁妆。是。姑祖母，你的嫁妆尽数带走，不用担心。天杀的！如今我还有什么嫁妆呢？当年她嫁给了李老王爷，却不善做后宅主母，
主持钟馗频频出事，他担心事情闹大了，就拿自己出嫁携带的嫁妆补贴。只不过后来就不敢让他再主持钟馗了。看来姑祖母实在是太高兴了，竟然兴奋地晕了过去。选一辆舒适宽敞的马车，再多派一些人，直接送姑祖母回皇家寺庙。是，你还挺坏的。婉婉，我可都是为了你的。那今晚和离？是的，是李老王妃自己来请陛下判的。既然是祖母自己所求，我们就不要忤逆她了，尊重她的决定，让我们最后尽一尽孝心吧。好。二哥，安然，我知道你不愿意来大周，但你是一个有孝心的孩子，为了你母妃才甘愿来冒险。二哥都懂的，你这次一定要竭尽全力，魅惑军心。一旦你得到那大周皇帝的宠爱，你的母妃也会得到好好的治疗。安然定然会竭尽全力争宠的。乖。大晚上的，你来爹娘的院子里干什么呀？我是来找母亲的，让母亲帮儿子准备婚事。你看上了哪家的姑娘啊？陆太傅嫡长孙女陆嘉兰。你小子该不会是因为之前的救命之恩，让人家以身相许吧？他自己是乐意的。那何时去陆府提亲呢？就这2日，母亲先准备一下。成。二殿下，一路旅途劳动，在下已经在驿馆设下了宴席，为二殿下接风洗尘。我妹妹安然不远千里，就是为了大周陛下而来，还劳烦大人先送我妹妹安然入宫吧。公主殿下金枝玉叶，自然更是累坏了，先歇息歇息，陛下自有安排。那萧景逸肯定是要去哄弯弯，暂且把人给收下，放在后宫当个摆设好了。但这个口子一旦撕开，又是名正言顺的女人，指不定哪天就温香软玉了。哼，男人嘛，就算是不走心，但一旦身体沾染了其他女人的气息，我不信弯弯不生气。先晾他们几日，然后再把那安然公主接来，直接送到户部侍郎陈若风家中。陈若风当初可是状元郎出身，差点因为七皇子跟九皇子夺嫡的事情被波及，后来被晏慈重用，自然是忠心耿耿。正好陈若风也没有成亲，晏慈自然也是问过他本人的意思了。倘若两人感情很好，那就好好过日子；倘若那个公主作妖，等到跟陇西国撕破脸后，也不用再顾忌什么了。你去那陇西二皇子的住处探查一番，看他平时有什么奇异之处，会不会晚上睡前饮一杯清茶。是。那弯弯可知道为夫平时的习惯吗？吃醋算不算？要不你尝尝？我不要尝。不行。这一世太漫长，却是不知谁天可见，谁人情，哪里宛若现世间。今日我去拜访长公主了。长公主性格很沉稳大气，只要不涉及夺嫡的事情，她都不会为难人。你也不要着急跟她开口求助，先打好关系。这些时日，长公主府有什么喜事之类的，你都要去表现表现。前不久的确有一件喜事，长公主的孙女明月县主刚生了一个女儿，长公主很是高兴。对了，荣城王府又要办喜事了，世子李锦要娶陆太傅的孙女陆嘉兰。哎，那个陆嘉兰不是已经死了吗？果真是茶，大晚上了，喝了茶水，竟然还秒睡，该不会是装的吧？弯弯，这人竟然敢觊觎皇后娘娘，估计活不了多久了。之前姜望是跟着九皇子的，后来九皇子等人败了，他最多那个时候才认识了慕容文铎，不该熟悉成这样。慕容文铎还那样了解长公主，肯定也是不同寻常。对了，皇后娘娘，那二皇子的确是睡觉前喝了一大碗茶。他肯定就是沈玉白。晏慈的三尸损寿的事情有办法解决了。那个二皇子在睡着的时候还说了梦话，喊了皇后娘娘的闺名。等这人口中说出自己是重生者后，就把他的血放干了给我吧，我担心放太少不够用。你高兴就好，不过如何让沈玉白自己说出这句话来？用药？可以。臣见过陛下，陛下万福金安；见过娘娘，娘娘万福金安。平身，二位都是我大周朝的客人，
虽然生活习惯同陇西国不同，但希望你们可以适应。那是自然，我们会努力适应。陛下，今日起，舍妹就留在宫中了吗？朕为了彰显对陇西国的看重，特意将安染公主指婚给户部侍郎陈若风。陛下，您这是何意啊？陇西偷袭我北境的事情，本就是你们理亏，朕想要怎么决定就怎么决定。来，你们上前听旨。是。安然接旨。谢陛下，陛下，谢皇后娘娘，谢皇后娘娘。母亲，明明这俩人接触的每一件事我都是知道的，怎么我就生了一个孩子的功夫，这俩人竟然就看对眼了呢？还是得有一个儿媳心眼子多一些，不然以后荣成王府可得咋整啊？很正常的，以前我也没有看出来。陛下娘娘，二皇子他没有大碍，估计是这些时日心神不宁，又喝醉了酒，得了刺激，这才昏厥，休息2日就没事了。这人是真的借尸还魂了，但却是一个脆皮。按理说，不管是沈玉白还是慕容文铎，都不该这样脆弱。也可能他借尸还魂后，并不是那么融合，重生之术本就有不好的附带情况。但我却好好的，莫非这是为己求与为他人求的不同？万万不用想了，他既然身体不行，就多养一养，回头我让人盯紧他就行。忘忧大师说过，一切自有定数，他的出现其实可能就是为了让我免于3世损寿之苦，所以我们也不要着急，一切终究会水到渠成。你今晚得早些歇息，明日你二哥娶亲，我们不去参加的。李草，你可知道二哥跟陆姑娘是何时互相喜欢上对方的？这件事儿我怎么会知道啊？我能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对你有了情意，这一点就足够了。看吧，全家人都不知道，肯定不是我们太笨了，是二哥他们2口子太隐蔽了。几度春风，热艳之红，花雨落满楼。母亲，这是什么呀？你打开看看。母亲，心腹都是要有这一遭的。我嘉兰呐，听闻荣成王府的少爷们都不纳妾，通房都没有。倘若黎世子不懂这件事儿，那今晚啊，你可是要吃苦头的。清辉断桥衣，延绵琵琶渐梦里，手指绕而优雅的美语。荣成王府办喜事，娶的还是陆太傅的嫡长孙女，这场面可能仅次于帝王家办喜事了。更不要说荣成王世子李锦，还是不折不扣的国舅大人，有实权又有爵位的那种。全京城贵女都想嫁，结果却被那陆家女抢了先。当初他跟林婉意大婚，也是这般热闹。好一个好似故人，如今都成了他内人。倘若当初我母亲没有出事，我还是江世子，我也可以娶这陆嘉兰呐。桌子上有一些吃食，你先用一些，等我回来。好。我看到那个慕容文铎一直盯着弯弯看。朕自有打算。今日我大婚，陛下可别见了血，不吉利。倘若李锦从来都没有被女人伺候过，他是不是根本不懂如何洞房呀？那一会儿要不要主动一些？夫人，为夫许多事情都是知道的。世子，你说的是什么事啊？那日参加宫宴，夫人就对我一见钟情了吧？听说夫人当初病还没有好，就开始跟陆大夫人学着长家，主持钟馗了吧？还有那次二女落湖，夫人也是故意的吧？世子说的都对，嘉兰的确是因为心悦世子，所以才会小心翼翼，处处谋划。嘉兰从小身体弱，本来都对婚姻放弃了，可那天你用那么多血救了我，我就想着嘉兰这条命就是你的了。倘若世子因此心生不愉的话，怎么？那也晚了。如今我已经是你明媒正娶的世子妃，胡错的话，你也不可休我。我休你做什么？当世子妃本就该心计多一些的。
只要你对着自家人不用诡计就好。至于外人欺负过来的话，甭管用什么手段，怼回去就是了。倘若你软弱无能，我也看不上你。看上了吗？另外，为父还知道一些事情，就不用那种小说来指导了。落雨尘世句句都心多恋，最怕是世人善变。我本孑然立于这天地间，你却闯入我心间。你从来思绪难辨，情在深，亦不可泄。我不管，今晚我也要诉新郎。昨夜梦回你眼眸，相思谁又能懂？明月照心间愁，难收。我欲留却昔日旧，奈何回忆上头。梦里花，夜很长，红烛摇曳，到了天亮。有人暗戳戳的进谏，陛下子嗣太单薄了。赵爱卿，你家中有几个孩子？回陛下，臣一共有3个嫡子，2个嫡女，2个庶子，5个庶女。赵大人这是妻妾成群。回陛下，臣只有1妻2妾。朕看你是太闲了，成天就在家生娃，正好江南闹水患，赵大人就去趟江南督办一下水利。可是陛下，臣不是工部的呀。哦，不是工部的，那就过去搬石头总会吧。臣领旨。皇帝今日是彻底想要为皇后娘娘扫清一切障碍啊！柴康，你家中有几个妻妾，有几个孩子？回陛下，臣只有1妻，无妾无通房，如今只有1女。柴大人一直处理公务，兢兢业业，后宅安稳，封你夫人2品诰命，你看如何？臣替内子跪谢陛下。陆太傅，您说这是什么事儿啊？你们家中妻妾成群，可有耽误平时公务？自然是没有的。那陛下登基至今，大周是不是比之前更加繁荣富强了？陛下英明神武，治国有方。陛下其实已经给你们答案了。慕容爱卿，你又输了。陛下棋艺高超，我自愧不如。这段时间以来，晏慈跟林婉意用各种事情试探他，让沈玉白整个人精神状态越来越不好了。水滴石穿，或许他们要等的那个契机并不远了。陛下，皇后娘娘来了。如果不是要用你这厮的血解开3世损寿之事，我哪里会让你看文文这么多次？臣妾是不是来的不是时候，打扰了你们博弈？没有打扰我们博弈。慕容爱卿棋艺太差了，这个抢我夫人的王八蛋！慕容爱卿，你没什么事就先回去吧，下次朕想要下棋的时候再去找你。是，臣告退。文文别看他，他丑。晏慈，我怎么感觉沈玉白或许不是从他死的那一刻回来的？我从他看向我的眼神之中看到了浓浓的愧疚。这一世他根本不会对我愧疚，只会恨我。莫非他是从上一世回来的？如果这次回来的是那个时候的沈玉白，一切突然就合理了起来。2世早早死掉的都是沈玉白身边的那几个女人，莫非他上一世为了重生而献祭的就是那几个人的寿数？婉文，怎么了？不知道为何每次见到沈玉白我都感觉很恶心。是不是身体哪里不舒服？宣太医。我给自己把把脉不就行了吗？要不你还是找个大夫给我瞧瞧吧。娘娘，您这滑脉应该是有孕了月余左右，恭喜娘娘，恭喜陛下。父亲，如今没有外人，你不用这样见外。回头玉皇会找你，你们一起配一种可以让男人不伤身体但又能绝嗣的药。你们俩如果也研制不出来，还可以去求助荣成王府。给谁服用啊？之前朕服用过一种，有一些伤身，文文就让朕停了。只不过生产如此凶险，最后一次了，朕以后不想让文文再有孕了。因此，你说如果沈玉白确定了小恒是他的孩子的话，他会不会跟我袒露心声，承认自己是重生者？
只是让他误以为而已，又不是真的。好，不会去让人安排，无意间说漏嘴，你不用管了，好好注意身体，你现在身子最重要。好。婉婉，对不起，我当初不该那样对你，我们会重新在一起的。上一次我们错过了，没有机会做真正的夫妻。这一世，我定然会让你成为我真正的女人。等以后陇西发兵，打败了大周，只要荣成王府的兵不抵抗，我依旧愿意让你做皇后。怎么，你还想扎我啊？没有，没想到是你，是娘娘派你来的啊！你别看，多大点事啊！哼，这不光是打是亲骂是爱，怎么抽空还会瞪个痛快？茯苓妹妹果然太爱我了。总是让你爬屋顶听这些事情，是不是不太好？主子，属下挺喜欢做这个差事的。朕以为宦臣会更擅长做这件事。主子，你让属下做什么事情都行，但暂时属下还想要给已故的祖宗们留个后，毕竟万一大哥他不行呢。你再胡说啊！小心我半夜就去把你变成太监。主子，您看我哥。行了，去坤宁宫。天干物燥，小心。来找刘夫人，就是想要问一件当年的旧事。倘若你说了，这个城南最大的铺子就是你的了。城南的铺子，做生意那可是最好的地方。到底是什么事？先说明了，可不是什么事情我都知道。皇后娘娘在离开沈家之前，是否就已经有孕了？我不知道。就是买个消息，并不是要你做什么，也不会传出去，话是你说的。沈静柔，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倘若惹怒了我背后的人，你以后可要吃不了兜着走啊！他的确是在离开沈家之前就有了身孕，只不过一直对外瞒着。这位大人，你赶紧走吧，我今日没有见过你。殿下，就算那小太子是你的孩子，可你现在已经是慕容文铎了呀。你不懂，那可是我跟弯弯的孩子。因为他以后再跟弯弯生，或者是其他女人生，那都不是流的他沈玉白的血。如今知道了孩子是他的，那么以后得找个机会跟弯弯好好谈谈心了呀。今日感觉怎么样？还是吃不下去东西吗？稍微好了一些了。念慈，我父亲说他们的药配好了，你要开始服用了吗？其实2个孩子对我来说已经够了。那如果这件事让文武百官知道了，他们肯定又要说东说西了。想说就去说去。你这是干什么呀？别喝那些药了，一身的药味儿。你都知道了，都怪妾身，身子不好，难有子嗣。我们才成亲多久，急什么？再说了，那也不是你的问题，也应该是为夫不够努力的问题啊。这件事定然不怪你，是我之前中过毒，身子受损，底子太差了。你我是夫妻，分什么你我？佳兰，以后可不许这样了。荣城王府跟陆家一样，都是你的家，在家人面前，不用时刻紧张，不用小心谨慎，知道吗？有一件事儿，刚听说的。什么事？皇后娘娘有孕了，估计宫中这段时间会很严，难以混进去。也不知道是谁走漏了消息，文武百官们竟然都知道了他们的陛下如今正在服用断绝子嗣的药。各位爱卿，如果没有其他事情了，朕倒是有一事要说一说，就是事关坊间传闻，朕不想再有子嗣的事情。这件事是真的。如今大周作为中心国，并不是太安稳，各种内忧外患，想必各位都是知道的。朕自然是想要把更多的时间跟精力都放在国事上。陛下说的是，可您也要注意龙体啊，是药3分毒，万一那药对您的龙体有损呐。李大人放心，朕的身子不错，熬到你看到曾孙成亲，一点问题没有。陛下，是不是皇后娘娘太善妒，您没有法子才服用那种药的？这老家伙也太勇了呀！不知道皇后娘娘是陛下的逆鳞啊。孙耀慧，咱们陛下英明神武，做的任何决定都是他自己的决定，你何故把这件事推到女子身上去啊？荣成王说的对，这件事
就是朕自己决定的。今日谈过之后，谁都不许再提。倘若再提，就不要怪朕不客气了。密报上面说了，陇西国那边在加快速度准备兵马粮草了，甚至又去游说周边几个国家。那几个国家部落之前得了晏慈的命令，对于陇西国的拉拢不拒绝也不答应，一副观望态度。这样可能会给陇西国一种错觉，那就是这些人胆子小，不想参与这场战争，他们只打算坐山观虎斗，最后谁成了王，他们就归顺于谁。这对于陇西国来说，虽然没有找到联盟者，但也是有利的信号。文文，之前说要大办中秋宫宴的消息已经宣扬出去，不过具体准备事务有一些劳累，你就不用参与了。反正都是手下人忙碌，我指挥就行。倘若我一点都不露面，那鱼儿岂不就不会上钩了？那到时候我让暗处再多加一些人。弯弯啊，你怀的可是双胎呀？真的是俩？是的。弯弯，真的没事？没事的，不过接下来我要更注意吃食了，不能吃太多了，以免孩子太大。好，都听弯弯的。殿下，我找到了一个可以让你入宫见皇后娘娘跟太子殿下的机会。听说中秋会在宫中办宫宴，会请戏班子唱戏，热闹一整天，到时候可以特意安排一场戏。你这样严防死守的，都不给他机会，他怎么来找我袒露心声？可是如今你怀着孕，我担心他会伤害到你。他如今还做着美梦，以为小恒是他的孩子。你不是也说陇西国跟大周的仗最晚年底之前一定会打起来了，所以也不能继续耽搁了。那明面上撤下一些人，暗地里再多派一些人来保护你。嫣然今日怎么进宫啦？婉婉怀了双胎，放心不下，特意进宫来给她看看。听闻娘娘这儿有好吃的，特意来蹭一嘴，还请娘娘不要嫌弃。哪里会嫌弃你啊？能多点人来探望哀家这个老太太，求之不得呀。近日啊，得了一些枣菊，开得很盛，想着你也可以出来走一走，看一看。皇祖母得的菊花定然会很好看。老祖宗吃。小恒可真懂事啊，是因为我母后教得好，母后马上就要生弟弟妹妹了，他们也会像我这样孝敬老祖宗的。他们呢都会像小恒这样聪慧懂事。那老祖宗以后会喜欢我，还是喜欢弟弟妹妹他们呢？那自然是最喜欢小恒啦。当然啦，你的弟弟妹妹们呢，老祖宗也会喜欢的。那老祖宗那些就分成了3份了，以后不会再分吧？小小年纪就知道旁敲侧击了呢。皇帝服用绝嗣药这件事竟然就这样不了了之了，这让在背后策划了这件事还动用了不少人脉的慕容文铎白忙了一场，也因此让那些人脉暴露了。二皇兄，你怎么来了？安然是不是忘记自己是陇西国的公主了？安然不敢。安然啊，皇兄不是吓唬你，毕竟陇西跟大周以后必有一战，你就算不为自己着想，也要为你母妃着想啊。安然从来都不敢忘，只是陈若风官职不高，他也没有参与任何的机密要事。那陈若风虽然如今官职不高，但萧景逸让你嫁给他，他肯定也会是萧景逸的心腹，你一定要盯紧了。是。知道你嫁到陈家后，每日十分乏味枯燥，也没什么人来往，那就找时间誊写这些经文，可以为我跟陇西祈福。切记要连续誊写749天，并且将血滴入墨中。陈若风对他极好，陈府人又简单，他这段时日过得竟然比之前在陇西要舒心了不少。可今日二哥前来提醒他，顿时让他这段时间以来的美好都成了泡影。倘若他真的做了细作，陈若风必然不会原谅他，但倘若不做，母妃那边又该如何？我知道你有心事，我也不窥探，只是不管是天大的事情，
还是要吃饭的呀。慕容安然年幼的时候，在陇西皇宫中过得不好，毕竟不受宠的公主，其实跟宫中的奴婢没有什么区别，甚至有了上顿没有下顿，也就落下了病根，受不得饿。夫君，这些东西是我二皇兄给我的，他让我为陇西祈福。陛下，公主她自从跟臣成亲后，本本分分。那慕容文铎来看她，还让她誊抄着经文。啊，这其中混合了血液，对方是在做法呀？难道是重生之法？对，倘若抄写了749天，就算是法成了，他从现在开始，3世都会短命夭折，然后让他做法之人可以得到重生。莫非是他见公主一直没有给他有用的消息？竟然是不知道，那沈玉白把这些经文都背了下来，看来得杜绝他再次复活，得把他接触过的人都仔细排查一遍了。夫人，这上面的经文本是祈福，但融入鲜血后，再换了一些词语，就变成了换命术。你的寿命会被换给慕容文铎。他们用我母妃的性命逼迫我来大周，还要让我从你这里窃听到机密，如今还想要我的命，到底是为什么呀？安然，我会想办法把你救出来的。真的可以吗？信我。不过这件事暂时不能轻举妄动，你也继续同那慕容文铎虚与委蛇，不能让他发觉。我信你。你手上拿着的是什么呀？是大周那边的信。那位祖宗又要干什么？去救慕容安然的母妃。不用多久就要真正开始打仗了呀。望言呐，把咱们的人都安插进兵营中了吗？是，主子。您真的决定要投靠大周皇帝了吗？你之前推演出来的卦象不是说他是天下霸主吗？对，那不就得了。中秋宫宴在众人的期待中终于来了。之前晏慈还命人将天生后命一说在京城内外宣扬开来，自然也就让林婉仪这个皇后之位更加稳固，甚至让皇帝对她以及她家人所有的荣宠都变得合情合理起来。殿下，都准备好了，你赶紧去那边上妆吧，待会儿戏要开始唱了。双世情缘若梦这出戏可以试探出弯弯对她是否还有情。这出戏的前面有一些俗套，讲述一个富家小姐跟一个才高八斗的书生阴差阳错成了欢喜冤家，两人从最开始的仇人变成了恋人，怎奈家世悬殊，两人终究被棒打鸳鸯。书生要进京赶考，高中后回来迎娶小姐，但小姐父母把她嫁给了一个权贵世子。那世子知道了小姐跟书生的这一段，就私下里命人去把进京赶考的书生给害死了。剧情从这里开始峰回路转，因为书生在另外一个同窗身上复生了，他考上了状元，然后第一件事就是从那个世子手中将小姐抢了回来。他对小姐坦白了自己就是那书生，而小姐也跟他坦白了腹中的孩子就是他的。最后做了状元的书生报复了小姐的父母还有那个世子，他们一家三口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沈玉白之前能够为七皇子出谋划策，自然是城府极深。他跟晏慈商议过了，想要让这人心甘情愿地说出实话来，只能让他误以为他们进了他的圈套，才能够放下所有防备。比如晏慈让他以为自己偷到了穆广宇的虎符，让他以为大周如今按兵不动，最快也要过了年才会对陇西动手，还让他以为火油没有好好利用，根本不能提高大周的兵力。甚至晏慈让安冉公主那边告诉慕容文铎，说那个祈福的经文已经誊抄够749天了，这样就会让对方以为就算是这次意外死了，也还有机会复活。但沈玉白却不知道，
什么人在那儿？什么人在那儿？就给我半炷香的时间，我就跟你说几句话。你怎么会吹这个调子？林婉意果然心中还是有他的。这个曲子只有您跟那位故人知道吧？其实他还活在人世。什么？太子殿下的生父是否是你的那个故人？他不可能还活着，你休要诓骗本宫。婉婉，我的确还活着。你我少时就定了亲，青梅竹马。刚才那柳叶吹出来的曲调，我只交给了你。你还说过这是我们两人的秘密。可你的样子明明是那陇西国二皇子慕容文铎啊！婉婉，真的是我是沈玉白，我重生回来了。我这次回来就是要跟你再续前。婉婉，你没事吧？往事流转在你眼眸。殿下，陇西之前埋伏在大州的所有探子跟侍卫，基本全都折了。如今你还被全京城通缉，你说你为何要刺杀皇后娘娘啊？我没有杀婉婉。但如今这通缉的理由就是这个。如今殿下只能赶紧离开京城。让你去安排人离开京城，可有安排妥当了？安排妥当了，不过就是得委屈一下殿下了。能出去就行，有什么委屈不委屈的？君子报仇，10年不晚。萧敬义，你给我等着！夺妻之仇，不共戴天。小王，打算以何种方式送我出城啊？就是这楼中的小翠姑娘，因为生了不干净的病，意外没了。明日一早就会将尸身棺木送出城外，到时候殿下您就藏在那棺木之中好了。我躺在里面，那姑娘的尸身该放在哪里啊？自然是跟你躺在一起了呀。她在上，你在下。这已经不是委屈一点了。可如今慕容文铎真的没有其他选择，对方捉了他，指不定会做出什么来，怕不是会一刀一刀切下来研究他怎么就成了慕容文铎。婉婉生了后，你就去把孩子给偷了。倘若你能够把他的孩子顺利带到陇西，我定有重赏。那不是萧景义的孩子吗？我还以为你要让我去偷太子殿下。倘若陇西败了，我还要等着萧景义把皇位传给我儿子呢。你萧景义给我养儿子，那么我就给你养儿子，把你儿子养大了后，让他来夺你狗命。那还得好几个月的事情了，几个月的时间里，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儿啊？不是我乌鸦嘴，万一陇西彻底被大周给灭了，你慕容文铎也被灭了呢。到时候找机会再寻其他主子好了。竟然还真的有这种人。不过陛下，你可真得感谢他的丧尽天良，不然你身上的咒可就解不开了。3日后，燕慈缓缓醒来。这么傻，一直守在这里干什么？王游大师说一切顺利，但却不知道你何时会醒来，我就一直在这里等着了。我这么好的皇后在这里呢，我怎么舍得沉睡不醒？如今那个咒解除了，以后我们都要好好过日子。燕慈，
沈玉白没死，可能已经跑出城了。他被你刺伤，再加上一系列行为，已经将陇西好不容易在大周安插的眼线尽数抖落了出来，也让之前慕容寻的布局功亏一篑。而他被通缉后一跑，我就有了合理的理由对陇西发兵。刺杀当朝皇后，这可是不小的罪名，甚至往大了说，对方其实是想要刺杀皇帝。慌乱之下劫持了有孕的皇后娘娘，最后负伤逃走。一个质子如此做，那岂不是就证明那陇西对大周有不轨之心吗？而且慕容文铎如何买通汇入唱戏，都是他想要去刺杀君王的证据，铁证如山。原来是你让人故意放他走的。对。深秋到来的时候，整个京城落叶缤纷，煞是好看。之前保持中立，一直左右摇摆的西凉国跟科勒，还有花氏跟苗疆，他们内部也出现了分歧。花氏国女帝出事了，她的皇夫在陇西的帮助下夺权后，跟三公主花琳郎的势力正分庭抗礼。那苗疆呢？有人给赛兰西送去一个男人，就是当初赛兰西找了许久的男人。婉婉不用担心，既然都是赝品，那么他们也可以找出一个更像的赝品来。左右苗疆让他们不能准时参与这件事情就可以了。西凉跟科勒，只要内部给他们找一些麻烦，就会让他们应接不暇。至于花氏国，直接派兵去帮助花琳郎，只要花琳郎最后获胜，那么花氏国肯定还是站在大周这一边的。最后，那就是大周挥军西下，直奔陇西。我御驾亲征，争取在你生下孩子前回来陪你。你放心去出征吧，不用担心我。你切记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安危。傻姑娘，别人都说祸害会1000年，你夫君我可坏着呢，没那么容易死的，肯定会安全回来。而且你放心，我定然会把你的家人都全虚全伪的安全带回来。陛下，您去御驾亲征太危险了，这次就让臣去吧。臣打那陇西人是有经验的，守护京城更是十分重要。滚太朕可是把妻儿都托付给你了，可是你夫人也要生了，这个时候你还是留在京城之中吧。陛下放心去打陇西那群王八蛋，臣定然会把京城守护好的。这次出征征战陇西还要兵分3路，就连穆广与北境的兵，荣城王府在荣城的兵都会派遣行动。而京城自然也是留下了顾恩泰手下的精兵把守着。我只一山过云无双，行走正道中央。此外，为了防止有人会在这个时候会进皇宫伤害林婉意跟孩子，晏慈直接将自己的血衣卫都给留了下来。在花间秋光。朝堂之事上有陆太傅、季承风、柴康等人，必然不会有人敢在这个时候作乱。河山哼唱，宛若游龙乘云霞，星儿似桥颠塌，有家心为沙，有君子心以心为常。
下过情怀如海，立一翅膀不问谁的花在我丝绸故乡。10月初8，大军动身出发。在东，会风月生杀，我烈正在西施最美女纱，我烈正在那手心的月发，我烈正在北镇长城无涯。从前唯有更长安落花，滚滚父母开拓如生如他，之后烈苗生，三生云边生，不是笑一战，只心尝天下。抬望不日红还乡，运气消作日月光。可一定都要平安归来啊！可还能治好？能是能，只不过需要时间长一些。去吧，立刻去准备药，给本王治病。是。慕容文铎连亲爹都没有见，只对外宣称自己受了重伤，让府内上下口风极严。也不知道二哥去了一趟大周，可是什么正事都不干，玩的还挺花呀。父皇啊，二哥都这样了，他这个储君也做不得了吧？孽子，他还回来干什么？本来他就没有准备好跟大周打仗，谁想到那个孽子居然会在这个紧要关头对那萧景义的皇后动了手，惹得大周率先对他们动手，抢占了先机。许是二哥也听说了那个传闻。什么传闻？萧景义的那位皇后乃是天生后命，谁娶了她就是这天下霸主。当真有这件事儿？自然是真的。那女子长相如何？极美，而且还善医术，是药古药老的嫡亲外孙女。倘若可以得到那天生后命的离世，她是不是也可以成为天下霸主？不是吧？莫非亲爹也对那个大周皇后产生了兴趣？年关将至，京城之中热热闹闹，在准备过大年。不过此时顾府中的气氛却有一些紧张。你不用担心，婉莹跟孩子肯定都会平安的。我这是头一回当爹，没有经验嘛。这还是那个在战场上奋勇杀敌的顾将军吗？长姐，你还是赶紧回宫休息吧，看着天儿，许是要下大雪了。看到你们母女平安，我也就放下心来了。慕容文宇说，那慕容文铎回到了陇西，但却得了脏病，被慕容询给废除了太子之位。如今慕容询也得知了李婉义的天生后命，恐会对他下手，用来做人质。一来也是想要做天下霸主，二来还可以掣肘大周。沈玉白啊，沈玉白，你可得活得再久一些，这样才更有用啊。晏慈立刻让人给京城中送消息，刻不容缓。陛下，花氏国的人到了。好。多谢陛下助我花氏国铲除内贼，长姐已经传位于我，他出家了。我不理解，陛下为何要让我放走那贼人跟他的同党呢？这不是放虎归山吗？这人是送到苗疆塞兰西那儿，然后你让苗疆帮你巩固花氏国的事情，去追击花氏国的叛徒们，这样就会让苗疆没有时间去参与陇西国的事情了。对，而且花氏国因为之前内乱实力大损，趁着这个机会要尽快修整，或许以后还会用上花氏国的兵力。既然西凉跟科勒一直摇摆不定，也要趁着这次机会彻底解决了这个隐患。这场仗可能要打很长时间啊。娘娘，这是陛下派人给您送回来的信。他在信中讲述了这段时间的战况，自然又是捷报频传。
燕慈让他一定要注意安全，说那慕容寻可能会派人进京来抓他。林婉意决定接下来的时间里就都待在宫中，宫中的血衣卫都是燕慈一手训练起来的心腹，如今不用上朝会，每日进出宫的人也严格把守。林婉意可不想在这样的紧要关头给这场大战增添什么麻烦。燕慈在这封信的最末尾写了一句话：弯弯对不起，不能回来陪你过年了。他知道燕慈所图的是他们以及大周所有百姓们以后可以家人团圆过无数个安安稳稳的大年。接下来要仔细宫中的情况，还要加派小恒那边的护卫。如果作为人质的话，除了他林婉意外，燕慈的儿子钦定的皇储那么也十分危险，家中勿念，唯思君耳。难道他这是梦到自己被人抓走了的事情吗？你竟然这么快就醒啦！戴兰溪，没有想到我心心念念的心上人竟然会是大周皇后啊！当初我问了你那么多次你有没有兄弟，你为何就不能告诉我你就是那晚在荣城出现的男人？倘若我说了，你就会彻底善罢甘休。不，回去就怂恿我阿父跟陇西联盟攻打大周。不过现在说什么都晚了，陇西如今是慕容文宇掌权，他一点都不敢反抗大周皇帝了呀。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大周跟陇西这场仗已经以大周胜利结束了。圣女殿下，这个孩子一直在哭啊，你看怎么办呢？孩子，天哪，萧景逸竟然来了！温温，他知道自己又跟弯弯共梦了，而梦中的场景应该是在盛夏，不是眼下。那个时候肯定可以结束跟陇西的这场大战了，他就能早点回到弯弯身边去。娘娘，您这是身子不舒服吗？无事，出了一些汗而已。以往的梦境之中都是他重生之前的事情，但是这次应该是他重生以后改变后的未来。首先，他腹中的双生子已经生下来了，其次大周打败了陇西，这是2个重要的时间点。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一直到他生下孩子这段时间里，这件事不会发生。那么到底是谁把他就是赛兰溪要找的人这件事泄露了出去？知道这件事的都是他跟燕慈的心腹，不可能泄露出去，严刑拷打都不会说出去，除非是在某种特殊的情况下不得不说。中毒、中蛊毒的情况下，的确会控制不住自己。某个知道秘密的人被人用了蛊毒，将林婉意女扮男装这件事情说了出来，被赛兰溪得知。等以后有赛兰溪或者苗疆人出现的时候，一定要多加注意。现在还剩下一件事，那个抱着孩子在马车外说话的男人是谁？有点熟悉，但却并不是经常见到的姜望。傅灵，你去让天机把姜望找出来。是啊，或许可以从姜望身上找到提前遏制那件事发生的法子。他要把对自己跟孩子的一切危险都扼杀在摇篮里。自从上次把慕容文铎送走后，姜望就隐姓埋名，因为之前做纨绔的时候没少吃喝玩乐，所以他的赌技还是不错的。没用多久，就在一家赌坊混了一个管事档，小日子倒是也过得十分滋润。他打算蛰伏下来，倘若皇后娘娘生孩子后陇西赢了，他就会想办法偷走皇后娘娘的孩子，好去陇西邀功。求你们放开我，要我做什么都可以啊！哼，我要你闭嘴！这位大人，能告诉我为什么抓我呀？我可没有犯事啊！慕容文铎逃离京城后，给你留下了什么任务？姜望没什么骨气，所以都不用擅长严刑拷问的天书说第2遍，他就主动交代了。那你跟苗疆的人私下里可有联系？我哪里认识什么苗疆的人呐？我之前就是在外边无意间救了陇西2皇子，才会跟了他。刚才叫那么惨，你该不是把人给折磨死了吧？皇后娘娘说把人留口气，
人没死，那么多法子都还没来得及用呢，就被吓得屁滚尿流了，真挫。这是姜望的认罪书，他除了小时候有一个侍女是苗疆的之外，跟任何苗疆的人都没有关系。那个侍女也早死了，不过那慕容文铎却给他留了任务，等皇后娘娘生下小殿下之后，他们要偷走小殿下。偷孩子跟绑我到底是一件事还是两件事？如今倒是没有其他线索了，或许还会再做梦有所警示吧。那李婉意到底有多美？一想到许多年前他就在大周京城安排好的眼线，这次都让老二那个废物给破坏了，就气不打一处来。不然的话，他想要抓那个林婉意会这样难吗？削减慕容文铎的王府用度，暂停他手上所有权利，让他在府中好好的闭门思过。是。不行，他不能再这样下去了，这样岂不是浪费了他得来不易的重生机会？他必须得尽快得到父皇的宠爱，恢复太子之位。大周皇帝的那个小太子竟然是他家老二的。你说大周太子真可能是我二哥的儿子吗？按理说实在是不应该，但那折子上二殿下又说得十分笃定。其实二哥走了一步险棋，父皇已经对那李婉意志在必得。二哥，你在这个时候说那李婉意给你生了儿子，这岂不是在告诉父皇你也想要那个天生厚命的女子？是不是急着想要篡位呢？二话不说，立刻誊抄了一份，然后让人快马加鞭地送给萧景义。慕容文铎竟然一直没有把北境军的虎符拿出来，莫非他知道那是假的了？至于陇西那群蠢货，还真的以为小恒是慕容文铎的儿子。立刻把这封信送到药谷去。是。那个病虽然不至于要了慕容文铎的命，但终归会给他找许多麻烦。寻常大夫治不好这个病，保不准对方会把主意打到药谷上去。而晏慈的这个未雨绸缪一点都没有错。如果没有之前晏慈特意派人送回来的信，药谷众人或许真的会以为这个慕容文铎会是弯弯的旧时。只不过如今有了晏慈的提醒，让那人回去，并且告知他们陇西得罪了药谷，以后陇西的任何人药谷都不会给治病。因为慕容文铎的一封信得罪了药谷，再次又惹怒了慕容询。慕容文铎见没有办法，立刻以自己熟悉大周的兵将，知道他们的弱点，带兵前往战场，以图戴罪立功。慕容询暂且信他，毕竟如今他们已经连续丢了一半的城池，按照这个速度下去，可能过了年，大周的军队就会打到他们陇西的都城来。用慕容文铎前去攻打大周的人，也算是死马当活马医了。在把亲儿子都派出去后，得知苗疆竟然还不发兵，就又派人去了一趟苗疆催促，担心其中有变。这不是花氏国的三公主吗？你怎么来了？我皇姐被那陈放哄骗，险些酿成了大祸。陈放却是带着心腹逃脱，逃到了你们苗疆这边。我希望你可以帮忙抓到他。到底哪个才是真的？你这是做什么？他没有易容，我之前检查过了。有一种高级易容术，不用假皮，也无法用寻常的清水给破坏，只有用这种特殊草药熬制的药水才能够清除。竟然敢骗我！我杀了你！主子说了，倘若圣女十分生气，就用第二种计划。你怕了？属下是谨记主子的命令，不能让圣女对那人的怨念加深。这个圣女抽人的样子实在是太吓人了。戚风主动地把脸上的伪装也给解除了。陇西国骗你，送了一个赝品过来，其实就是要哄骗苗疆对大周出兵。我知道，那又如何？那你还把那个假的抽得半死啊？本来想要顺水推舟，给你一个人情，帮你抓住那个陈放。花氏国那个陈放不止背叛了女帝，还骗了他的心，给他下毒，差点害死他。这等垃圾男人就不该活着。要不圣女先将就着用。其实花琳郎之前就是故意放陈放走的，抓回来更是轻松容易。这一行主要是跟苗疆联盟，大周打下陇西只是时间问题，只要在这期间其他几个国家保持中立就行了。几个国家之中，唯一让大周会忌惮的就是手段诡秘的苗疆了。陈放，
你在给他下毒的时候，可知道他已经有了你的骨肉？他遣散所有男宠都是为了你，甚至还给你大权，你就是这样对他的吗？能不能把我葬到宫中那棵樱花树下？那年樱花树下，粉红一片，英姿飒爽的年轻女帝看到了不卑不亢的俊美醉奴。又来人已去，烽烟残，夕阳晚，樱花开，顷刻散，凌乱。年光逝，韶华落，飞絮转。不看看，路漫漫，空梦断，凌乱。他到底有没有爱过你姐呀？看着模样又不像是无情的。爱与不爱还重要吗？他把长姐害得那么惨，如果是这种爱，宁愿不要。你怕是没有喜欢过一个人吧？如果真是喜欢了，哪怕知道前面是刀山火海，也会义无反顾的。倘若是不值得爱的人，还是要提前止损为好。你好冷酷啊！您不是已经知道我是假的了吗？那不是正主还没有找到吗？弄个假的，好歹让我先解解馋。卑职卖艺不卖身，老娘也是要留着处子之身给真正的心上人的。你不是说你卖艺不卖身吗？这艺怎么也不卖了？属下这现在正在卖艺啊，属下的武功还不错吧？老娘要给你喂蛊虫，让你蹦跶不起来。如今的苗疆不替陇西出兵了，当然了，他们也不会帮着大周，一切还要观望。对大周来说，这样就够了。各国都不安定的时候，大周京城这边迎来了春节。林婉意让人给这些将领的家眷们都赏赐了一些年货金银，等到大周胜利了以后，每一个大年都会热热闹闹，全家团圆的。文文，接下来这段时间恐是到了两国打仗的关键时刻，你跟小恒都要多注意安全。这段时间我就不出宫了，一定会注意安全的。我跟嘉兰回去吧，母亲留在宫中注意些时日。还可以走吗？只是滑了一下。李锦，是外边那么多人，你整不成体统啊？果然是陆太傅的孙女，整天把体统挂在嘴边。放心好了，今日是除夕，只有一些守卫，但他们不会盯着我们看。世子，等回王府就寝了的时候，原来是夫人要邀请我回床榻上彻夜过除夕。其实我刚才就想要看看夫人的脚踝有没有扭伤而已。你也会医术？会一点，因为小时候母亲让我们仨一起学。大哥是天生喜欢医术，三弟是笨，一点都学不会。我呢是懒得学。你怎么还带拉踩亲兄弟的？在自家夫人跟前，当然要说自己最好了。比如三弟，成天说我武功没有他好。黎操年纪轻轻，武功的确很高。那你当时听到后就没有去反驳他？虽然是反驳了，我说他傻。倘若弯弯是在荣成王府长大，就更好了。弯弯实在是不易，如今她贵为皇后娘娘，我们全家自然都是要竭尽全力去支持她的。这或许也是李锦当初愿意娶她的一个原因。毕竟荣成王府是武，而陆家是文，有这样强大的文武做后盾，林婉意的皇后之位，小恒的太子之位就是稳稳的。等我身体彻底养好了，我一定会给你生一个孩子。今晚咱们就回去努力。陇西已经有3/4的城池都被攻打下来了，
这其中还有一半是主动投降的。再加上燕慈御驾亲征，兵法如神，大周兵将们又骁勇善战。此时北境军已经趁着陇西不备，在穆广宇的带领下绕路前往陇西的腹地，等过了年就要开始发动总攻，彻底拿下陇西了。今日除夕，所以燕慈犒赏兵将们吃肉喝酒。陛下，不用了，臣只能喝一杯，刚才已经喝完了。只能喝一杯，这是为何？是内子不允许臣多喝。岳父，今日是过年，而且每逢佳节倍思亲，这杯酒就当是你思念岳母大人吧。还可以这样？而且这可是朕亲自给你倒的酒啊！除了舅父之外，朕还没有给谁倒过酒。得喝。陛下，这又是什么意思啊？这杯酒，岳父同朕一起，期待弯弯跟孩子能够母子平安。因为要彻底打败陇西，还要彻底给其他不安分国家一个警告，他要食言了，不能回去陪弯弯生孩子了。生孩子是多危险的事情啊！而且弯弯这次还是怀了双胞胎，岳父不好担心她。黎觉一听，他也担心女儿啊，这杯也得喝。岳父，这以后就是咱们俩的秘密了。他们怎么就有秘密了？真累了，各位爱卿自便。这么早就回去歇息了，您也不能喝呀。弯弯不让朕喝太多酒。弯弯不让你喝酒，你总劝我喝酒干什么呀？总感觉萧景逸那小子好像是给他挖了一个坑，结果他还义无反顾地跳了进去。白日里冯飘飘偷偷地看到过，那大周皇帝英明神武，俊逸非凡，又身居高位，这样仓促委身给大周皇帝那样完美的男人，一点都不亏。先退一步，不要名分，等有幸怀下龙嗣，以后的前途不可限量。他知道或许对方不会那么容易要自己，所以还在身上带了有催情香料的香囊。打了好久的仗，身边又没有女人，再配合着催情香囊，他不信今晚不能成事儿。是哪个不长眼的东西竟然敢进来打扰他休息？陇西皇族的死士刺客，还不如是刺客呢。冯郡守竟然派人来刺杀朕，你有何居心？陛下，罪臣没有要刺杀您，这是小女。如果是往常，燕慈也就把人杀了，可是如今这是降兵，杀了会影响后续的招降。只要你们是真心投靠大周，必然都会厚待你们，其他多余的事情不必再做。你这女儿不安分，还是送到庵中，这辈子好好静一静心吧。多谢陛下开恩。冯郡守看到燕慈转身回了房间，立刻让人连夜把女儿就给送到了尼姑庵，一刻都不敢耽误，生怕陛下后悔，秋后算账。而冯郡守这件事也算是彻底给那些有小心思的人敲响了警钟。大周皇帝的床榻可不是那么好爬的。睡不着，他的弯弯不在身边，如果梦中能与他相逢，该有多好。燕慈，弯弯，弯弯，要不咱们试试在梦里做？一字披上霜，却同了明月，一口思故乡。微风吻枝桠，撩拨着清风，照着秋秋月在水下，心碎枝荡漾，一步一念想，层层结痂。你睡着之前那边是什么时候？攻打陇西的那个除夕夜，净2年。这次既然我们是同时入梦的，
赛兰西怎么会知道你女扮男装的事情？会不会是赛兰西用了蛊？我派戚风去了苗疆那边，但他还不知道那日女扮男装的人是你。这件事我认为还是不要拖下去了。等到跟陇西打完仗，我孩子也生了，你也在我身边了，就把真相告诉他。那个时候，大周中心国的地位都稳固了，饶是苗疆也无法对大周有任何威胁了。也好，我回头会让人去安排此事。早些回家。好，文文。我知青山不复在，也知绿水难长流。余生这份温柔被你带走，只是情深难看透，此番覆水怎么流？这次梦境好奇怪啊。他本以为梦境都是有预警作用，这次梦境竟然没有发生其他的事情，好像就专门为了让他跟燕慈相逢，以解相思之情似的。陛下，那慕容文铎已经到了禹城，他来了正好，陇西就能败得快一些。为什么这么高兴啊？活像是又做了新郎官似的。陛下，你怎么心情这么好的样子？新年新气象，早点打败陇西，我们好班师回朝。哦。二殿下，你确定对方的那种火油武器一点都不厉害吗？慕容文铎记得上一世北境的火油可是被陇西给夺走了的，而且陇西也没有用火油研究出什么很厉害的东西。虽然这一世有点奇怪，竟然是大周得到了火油，不过想必也是同样情况吧。现在想起来才发觉，为什么好多事情都跟他记忆中是不同的。当年那个大师是不是骗了他？他根本不是重生了。想必你们陇西的人也都知道，对待降将，我们大周一向既往不咎，会让官员依旧在任，也不会扰乱城中百姓的生活。可如果真的打起来的话，刀枪无眼，可就怪不得我们了。那不是陇西二皇子吗？你病好了吗？当初你逃离我们京城的时候，听说是跟一个已故的风尘女子躺在同一个棺木之中，然后就染病了。看来你真是饿了，什么都吃得下呀！有本事你下来打我呀！可不能中了那个黎苍的先机。如今不用主动出击，只要把城守住，把人拖住就行。我知道你是故意激怒我，黎苍没用的。不管我怎么骂，他们也不打算动手，看样子是打算死守了。死守没有意义啊，这也不是陇西最后一道城池啊。这里距离最近的盐城赶过来要1天的时间，他们应该在等援军。禹城有4-5万的兵力，倘若盐城那边再来4-5万的兵力，就可以跟大周10万兵将相抗衡了。还有一个地理优势，相当于把大周军队给包抄了，到时候大周想要轻松取胜就难了。将精锐留下来，火器攻城。岳父，你带着天权一起领兵去造成大范围军队，去攻击盐城军队的假象。切记，不是真的攻打，主打声东击西。你们也要注意安全。是。黎苍去带兵，用火器攻击。天玄让剩余一半的兵将隐藏起来。是，陛下。要让禹城的人认为他们抽调了大部分的兵力去攻打盐城了，禹城才会放心大胆地打开城门来迎击大周剩余的兵力。至于为何要用火器来攻击对方，那就是让对方误以为他们在虚张声势，简单来说就是预判他们的预判，然后一气呵成拿下禹城。二殿下，这该如何是好啊？他们大军肯定是去攻打盐城了，眼下不过是虚张声势，迷惑我们的。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攻击的最好时机。那这样看来，岂不是盐城要遭殃了？如果这次我们能够打败大周的军队，那么盐城的人就算都死了，他们也是立了大功。二殿下太过于刚愎自用了，也有一些冷漠呀。我们不要轻举妄动，见机行事。如果这次陇西胜了，估计这场战争就是二殿下的功劳了，跟他无关。但如果输了的话，倒霉遭殃的可就是他跟禹城老百姓。不行，他得做2手准备，一旦二皇子输了，他们要赶紧开城门投降。本来禹城之中就有好多人积极提出来要投降，尤其是寻常百姓，毕竟这仗不管打赢了还是打输了，倒霉的都是他们，所以还是不打仗的好。禹城中的人大部分都心生降意，可慕容文铎并不知道。黎苍，你可敢应战？沈玉白上一世就不是武将，他也打不过黎苍。
但如今他坚信大周军队是在故弄玄虚，真正的主要兵力都去攻打盐城了。如今他带精锐出来，用不了多久就可以打败大周的军队，运气好还能活捉那萧景义。我才不想跟你单挑，太脏了，万一你那脏病传染给我怎么办？在彻底将陇西主力军打散，并且活捉了慕容文铎后，大周这边就发起了全面进攻。当陇西人发现他们上当的时候，却为时已晚。禹城郡守听到消息后，十分果断地带着人，拿着城池的官印，除掉武器，主动出去投降了。不问情不问仇，烛影长歌笑一江湖，拂袖情意，孑然一身难其容。烽火惊梦破长空，沧海云涌落心头。狼烟起剑长空，长江饮血平天下，执笔挥墨，一驾戎马战山河。事已成，晏慈让剩余的军队拨出了5万人支援离绝他们。也就是说，今日这场仗，所有的计谋其实都是随机应变的。从禹城城门打开的那个瞬间，胜负其实就已经有了定局。如今陇西就只剩下3座城池了，距离拿下陇西都城指日可待。慕容文铎死了吗？还没死，不过慕容文铎的右手手臂被火系打废了，被甩下马的时候又摔断2根肋骨，后来还被一只受到惊吓的马踩断了小腿。就说这人估计此时都会后悔，自己就应该老老实实的死去。萧景义，你是来看我笑话的？你配吗？怎么还打算等着这次败了重新复活吗？你都知道什么？我知道的事情啊多了去了。第一件事就是你以后再也不能复活了。不可能，大师专门给我写了一份经文，只要有3个人以上虔诚的愿意为我献出寿命，我就能够复活。沈玉白，你这个复活术早就在你从慕容文铎身体里醒来的时候就已经彻底失效。对了，你在新婚夜将文文送给我的那一次，我与他就做了真正的夫妻。还有那几次你宴请我，假意讨好我，去到你府上的时候，我都跟弯弯卿卿我我，你从始至终都没有跟弯弯同房过。小恒怎么会是你的儿子？你就没有想过，为何所有事情都跟你记忆中不一样了吗？就因为你那个重生的法子失效了呀。你真的是沈玉白吗？你真的重生了吗？倘若世上真的有这种法子，那教你这个法子的人，他自己怎么不用？一句一句杀人诛心，一步一步攻破了沈玉白的心理防线。沈玉白彻底崩溃了，想要寻死。可悲的是，他如今连咬舌自尽的力气都没有了。我要你这一世好好品尝当初的弯弯有多痛不欲生。就在沈玉白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时候，大周的军队势如破竹，用了不到2个月的时间就逼近了陇西都城。与此同时，北境的大军也来到了陇西都城腹地，腹背受敌的陇西被拿下来指日可待。乱世小歌，功推万里，阳春3月，杨柳依依，这些时日，大理寺跟京兆尹派人轮值把守，确保京城的安全无忧，所有的危险都被扼杀到了摇篮之中。京城外有顾恩泰带着大周军队驻守在四周，也震慑了那些2面3刀的国家，都在为林婉义生孩子做准备着。我许是要生了，你们去让太医稳婆都准备起来。是。婉婉，感觉怎么样？只是刚发动了一点，不太明显，而且是2个孩子，估计要用很久。
母后生孩子，他们为什么都来了？因为各位贵人们都很担心皇后娘娘，所以生孩子很疼，很危险吗？殿下不用担心，这么多稳婆太医候着呢，而且荣成王妃娘娘也医术了得，有他们在啊，皇后娘娘肯定没事的。母后，之前生我的时候，你是不是也很疼啊？夜色如墨，几匹骏马在官道上驰骋着。大周军队攻入皇宫的时候，将慕容寻抓住了。接下来的一切事情，燕慈都全权交给了黎觉、穆广宇等人。你说什么？大周陛下是回去陪他皇后生孩子去了？若不是如此真心，怕是不能让凤凰久落梧桐树上啊！我肯定做不到萧景逸这个地步啊！回望来时的颠簸，前路多少曲和落，只为心中那盏灯火，万水千山都值得。不问去路多坎坷，各有拼出个结果。想到等你的那个人，忘了自己在漂泊。主上，娘娘早上就发动了，不过刚才我出来的时候还没有生下来。福灵说娘娘的状态还可以。从早上到了现在还没有生下来，弯弯得多疼啊！本初是。来往我的孤舟，是善良，是心凉。心若了去，何时思你？静静心中，风卷云散，宁静已经。来往我拨孤舟，是深了，是心了。心若了去，何时锁眉头？旧友旧友尽在风。你能陪在我的身边，真好。风卷云散，冷清久。恭喜陛下，恭喜娘娘！梦也梦不到，风萧萧，雨迢迢。怎么回事？万万是精疲力竭了，需要休息。梦也梦不到，路遥遥，静悄悄。梦也梦不到你了。第一最好不相见，如此便可不相恋。第二最好他睡了好久，如此便可不相思。但曾相见便相知。文文，感觉怎么样？哪里还不舒服？我没事。对不起，你之前不让我与你说谢谢，那你也不要对我说对不起了。不过生孩子是真的疼，以后我是真不生了。不生了，咱们再也不生了。燕慈已经服用内药许久时间了，虽然不影响房事，但以后两人都极难有孕了。男孩长得大一些，白白胖胖的，正咬着小手手，睡得香甜。女儿瘦小一些，但好在还健康，也睡着。火花热了白，月下举杯尽沧海。等风来，几许思念怎可耐？如云间落了白，往事飘散化成爱。荒了一梦，只怕此生难再逢。
陇西那边的事情都处理好了吗？我都事先安排好了，不会有事。最多再有1个月，他们也会都回来了。你不用担心了，好好休息休息。好。这几个月他都在外，公务滞留了许多，接下来还得再召开一次万国朝圣，彻底让那几个国家的人都安分下来。此外，晏慈还决定让各国以后将皇亲国戚、贵族子弟选一些送到大周京城来，想要彻底让他们没有反心，那么就要让他们彻底融入大周，让他们在大周学院学习、通婚、立业，用时间让各国人都融合到一起去，消弭任何芥蒂。这将是一件十分长远而又宏伟的事业，但这件事如果做好了，未来100年里这片大陆都会是平安盛世。父皇还在睡吗？父皇一定要多注意身子，不要太累了。等到小恒再大一点，也要帮着父皇处理政事。小恒的确有孝心，不用等你长大了，现在就可以为父皇分忧。父皇，我才认识几个字啊！正好我一边看奏折，一边教你识字。夏兰，你看这月亮，有的时候是圆的，有的时候是缺的，就好像是人生，谁都有遗憾。当年母亲很喜欢女孩，好不容易生了温温，温温却让人给偷走了。那个时候，我们整个荣城王府都差点塌了。不过，我们都坚持了过来。母亲他们一直坚信着温温还活着。后来，她也的确跟我们重逢相认了。你看温温跟陛下的感情好吗？自然是好的。虽然我们没有一起经历那么多事情，但我们的感情也会很好的。所以以后孩子的事情就顺其自然，只要我们2个好好的，荣城王府也好好的，就比什么都要强，好不好？静静等待，花自然会开。就算是将来的结果并不是十全十美，但整个人生都没有蹉跎，那就是完美的。心底那抹对孩子的执念彻底淡然了。本该是怨念一场，不料却越有良相。谁情绪的一眼地老天荒，再不问来日方长。日上苍越发散张，设下我此生时光。谁如愿以偿，能毫发无伤，但求你别来无恙。嫣然，我立功了。你能立功，该不是糊弄人的吧？母亲，父王说的没错，在打盐城的时候，父王的确立了大功，成功的给我们攻打禹城争取了时间。陛下还说要重赏父王呢。穆广宇回到十分安静的国公府，整个人怔愣了好一会儿。过去的所有悲伤的事情都终将过去，珍惜当下，才能够展望未来。还是要举办一次万国朝圣宫宴，回头我让天璇跟赵福安他们去准备就行。温温你不用管了。我可以的，出月子了，身上都长了肉，活动活动正好。哪里长肉了？我怎么不知道？过来摸。
陇西之战分封好了之后，就迎来了万国朝圣。你为什么不说话？族长让卑职说什么？就是平时跟我说的话呀。那是族长让我做那位大人的替身，如今你要见到那位大人了，就不用卑职装了。这话听得怎么有点酸酸的？我马上就要见到正主了，的确不用你继续装下去了。西风呢？啊，就是几个月前你送到我那儿的那个男人呢？原来他叫戚风啊！你不是他的主子吗？你都不记得你属下的名字？他的主子不是我，而是大周陛下萧景逸。突然发现自己竟然对戚风一无所知，不知道他到底是干什么，不知道他喜欢什么，也不知道他家中是不是还有些什么人。总之，自己好像也只知道他叫戚风。其实赛兰西有点后悔了，他想要收回那句正主来了，不想要这个赝品了的话。其实这个戚风还挺有趣的。陛下，属下已经将事情告诉了赛兰西，他要找的那人就在大周京城之中。好。不过就是一只烧鸡而已啊，你这么宝贵干什么？你懂什么？我家小茯苓最喜欢陈记的烧鸡了，我是特意给他带来的。你跟茯苓成亲了？还没，但快了。你莫不是连茯苓的小手还没摸到吧？啊？怎么没摸过？我们还抱过呢。小茯苓，不是你说给我送烤鸡吗？怎么后悔啦？没后悔。茯苓，咱们成亲吧。好。陛下说了，后日安排族长进宫去见那个人。你回来就是告诉我这件事的？后天宫里会来人接您。时间转眼就到了约定好碰面的这一天。好久不见，当年我跟荣城王府的家人们相认，后来就跟着他们一起回了荣城过年。那次遇见你是我晚上的时候跟陛下一起出去游玩夜市，我没有想到会这样。林婉意，哎，不是，可我多次找你，问你有没有其他兄弟，你为什么不告诉我真相？当时大周跟苗疆的关系很紧张，苗疆随时都有可能倒向陇西。倘若我告诉了你真相，你会不会立刻让苗疆靠拢陇西，然后联盟起来对大周宣战？赛兰西立刻明白了，为何那个时候林婉意不说实话。虽然不是我的本意，但也给你造成了麻烦。你可以提一些要求，我来弥补你，要求不许过分。你可以回去好好想想，在离开大周之前给我答复就行。那我先走了。这两人之间的感觉有点怪怪的。你是？属下戚风，隶属于暗卫，之前被陛下派到了苗疆。如果那林婉意不是大周皇后就好了，我定然要把她绑回苗疆，让她做我的侍女。族长，您万万不能有这样可怕的想法呀！先不说那林婉意的背后还有药谷，咱们苗疆跟药谷关系一向不错。最重要的是，您想想大周皇帝，他为了他家皇后，可是什么事情都能干得出来的。我知道啊，所以才说，如果她不是大周皇后就好了。族长，那您要跟大周皇后提一个什么样的要求呢？我得好好想想。看着真像，像是像啊。
死的！我现在怎么随便看个人都想谈呢？好，我像谁啊？这个真是讨厌的，明明不喜欢我，但却总是对我做出一副温柔多情的样子。睡吧，等睡醒了就好了。你的意思是，睡着了，梦里什么都有吗？那梦里会有戚风吗？有。我不信。那要怎么样你才能相信啊？我又抓到你了，再也跑不了了。赛兰西，你现在还醉着，你知道我是谁吗？戚风，逃不了的。确定对方知道自己是谁后，戚风反而不挣扎了。花落庭前，见与迷人缘。撑伞走进这花圈，笑意很浅藏在眉间。是你起舞有翩跹，是你唯美了画面，是你无意的勾起我的思念，是你素手抚琴弦，是你引月色一帘，是你让我牢牢的惦念。戚风，你松手啊！明明都是你强迫我。我强迫你，但你也可以推开我啊！你又不是不会武功。你确定那个时候要我推开你吗？我不管，跟我回苗疆去吧。可你回去做什么？继续做你心上人的替身？到底要怎么样你才愿意跟我回苗疆？莫非你想跟我要名分？如果实在不行，咱们成个亲也行。那你喜欢我吗？愿意跟我在一起一辈子吗？愿意跟我一生一世一双人吗？一生那么长，你可以保证只跟我在一起吗？我可以，你可以吗？赛兰西，你怎么哭了？戚风，你让我到底该怎么办？我好像是喜欢你了，但却又不知道自己能不能一直只喜欢你一个人。你是不是给我下了蛊，让我只能喜欢你一个人了？可是不应该啊，老娘是白骨不亲啊！我就是给你下蛊了，因为我就是你的情蛊。我总是担心你可能只是一时喜欢我，并不会长久。说到底，还是担心会失去。戚风，我们试试好不好？看我们能够相爱多久。我不会去找其他男人，和你在一起后，我会遵守一生一世一双人的约定。倘若有一天我犯了错，你就杀了我。胡说八道什么？我杀你干什么？你要干什么？赛兰西待会儿会找我，他说他知道想要跟我讨要的事情是什么了。我陪你一起。你想好提什么要求了吗？我能提2个要求吗？不能。苗疆并没有野心，从来没有想过称霸。之前虽然陇西私下里联系过我们，但我们也拒绝了。所以可以让大周以后都不攻打苗疆吗？他没有想到赛兰西提的这个要求，竟然是为了他们苗疆的。这是国家大事，而且我可以保证，至少我作为苗疆族长的时候，肯定不会背叛大周。好。你刚才说了2个要求，另外一个要求是什么？我说了，你就会答应吗？不会。那我就不说了。本宫的3个哥哥可都是成了亲的。你放心好了，我对你的心从知道你是女人那一刻就死得透透的了，而且也不会再觊觎你的什么兄弟了。你早这样不就好了？算了，我想问问关于戚风的事情。我喜欢他，所以这么说吧，我看上他了，我要带他回苗疆。要转念去见谁家难当山下孤身我知道了。双生子的周岁宴自然是热闹非凡。看来二殿下喜欢习武，以后老夫可以教导他呀。穆将军，等二殿下大一大，您就老了，得让我来教导二殿下。
小风，你快快长大呀！以后哥哥封你做大将军，你替哥哥守好大周疆土，好不好？父王母后，你看弟弟同意了。老子忽悠儿子，哥哥忽悠弟弟，这还带遗传的？看看咱们的昭昭抓周抓了什么？文文，看来昭昭继承了你的衣钵，以后他也会喜欢学医的。不，以后直接让昭昭继承药蛊吧，父亲肯定会喜欢昭昭的。要不以后也让咱们闺女跟着昭昭一起学医？孩子们以后学什么，你说的算。茯苓啊，你说昭昭小公主可爱吧？自然是可爱的。那啥时候你也给我生个？哎呦！因此，谢谢你当初跳入火海去救我，谢谢你当初不惜牺牲3世寿命去换我重生，谢谢你不管发生什么都坚定地站在我的身边，更是谢谢你给了我如今的幸福，一直竭尽全力地爱我。文文，你我不用言谢，我做的一切是因为是你，因为我爱你。那么多困难险阻，他们都扛过来了，以后就只会剩下滔天幸福笼罩他们每个人了吧？平安、喜乐为耳。日为朝，夜为暮，而你是朝朝暮暮。看遍人间聚散，我心海如浮。好风急，怕无影，怕眼前人握不住。还好回头路，也不会再遗忘。李锦袭爵的那一日，是一个明媚艳阳天，荣成王府上下其乐融融，热闹非凡。大周帝后更是带着孩子们亲临。上一任荣成王一共育有3子1女，老大黎云已经继承了药蛊谷主之位，与妻子江半夏育有1子1女。老二就是李锦，今日正式袭爵，成为新一任的荣成王。因为李锦十分优秀，已经于去年进入了内阁。陆老太傅年岁已高，晏慈不得不培养内阁首辅新人。最重要的是，这个人一定要对小恒十分忠诚，没有人会比李锦更合适。当然，也有人下意识地想要去找陆老太傅诉苦，怎么能够让手上有兵权的荣成王世子进入内阁呢？不过下一刻，这些人就反应过来了，这李锦不只是荣成王世子，他还是陆老太傅的孙女婿呢。再加上李锦进入内阁后，每一项公务都做得漂漂亮亮，让人挑不出任何错来，那些反对的声音也就渐渐地低了下去。嘉兰，我知道你跟王爷感情好，不想他纳妾，但你年纪也不小了，所以倘若实在是不行，还是不能让王爷绝后啊。母亲放心，我会把这件事放在心上的。还是你们的孩子，缘分还没有到吧？嘉兰，你今天累了一天了，赶紧去休息吧。而且明天我们都要偷个懒，不起那么早，你也不用过来了。是，母亲。母亲，有事。今日府上来了许多孩子，我看嘉兰的眼神中有落寞。待会儿回房后，你多疏导疏导她。还有啊，正好你也休沐，你带嘉兰出去逛一逛，散散心。是。今天喝了许多。今天高兴，而且有陛下在，我就多喝了几杯。需要醒酒汤吗？还是先沐浴啊？醒酒汤喝过了，我先去沐浴。王爷，大儿，今日饮了太多的酒，浑身没力气，王妃帮我吧。看门欢送雁，远水追远山。
王爷，我自己来吧。你还有力气？那我喊丫鬟来。你确定这个时候要叫其他丫鬟来？你浓淡之间，品则有几篇。刚才王爷还说累了。男人怎么可以在这种事情上承认累了？已经快要子时了。明日不用早起，你偶尔也该探个懒觉。嘉兰发现那些册子上所有的东西加在一起都没有李锦会的花样多。解救冷漠，狂草一笔洒脱。怎么啦？是哪里出了水患吗？暂时没有，不过未雨绸缪，再加上昔日的陇西西陵都并入了大周，这些水晶柱都要填补一些，正好也更新更正一些本来的湖泊河流情况。想不想去那些实地看一看？什么？我不能离开，不然这府中这么多事。之前你没进门的时候，我们荣城王府也没有乱掏，你放心好了。记得你之前最是惦记着安后边你自己种的菜园子，正好这次过来看看，知道你想要感谢我，如今人多，夫君都帮你记着，晚上还就是。说他孟浪吧，倒也不至于，毕竟这一面也只有在陆嘉兰跟前才会展现出来。夫君，我刚才去菜园子了，裙摆上有泥土呢。第一次见你的时候，你就在那玩泥巴，我又没有嫌弃过你。他只是在看土壤中的蚂蚁蚯蚓，怎么就玩泥巴了？而且你担心什么？这里是佛门正地，我又不会乱做什么事。弄得好像是他胡思乱想了似的。就这样，李锦陪着陆嘉兰在这里停留了2日，就继续朝西南出发。得亏是弯弯，遇到那样凶险的事情都十分的镇定。倘若是我，可能只能以死明志了。大儿，不管如何凶险都要活下来，人活着才会有更多的未来。而且魏福会帮你报仇，我跟荣城王府就是你坚强的后盾。他家是书香世家，陆嘉兰从小到大最离经叛道的事情，恐怕就是那一日单独跟李锦见面，并且决定嫁入荣城王府了。可是现在李锦却告诉他，不管如何都要活下来，活下来才会有未来。突然感觉自己好像距离李锦越来越近了，从最开始互惠互利的博弈，到后来试探着彼此心意，或许自己在李锦心中也是有一些位置的。夫君，你当初为何弃武学文呢？学武以后是要做武将的，太累了。怎么感觉离了京城，你的性子不够沉稳了，是不是？能够放下一切游山玩水，自然是放松的。在这里，我不是内阁大臣，也不是荣城王，你也不是王妃当家主母，我们什么事情都不用去理会。不过嫁了我，可能以后这样离京游玩的时间会极少。我懂的，内阁事情繁多，祖父也说了要好好培养你。那就让你跟着我一起被拘在京城了。我不在乎这个，我最在乎的是可以跟家人们在一起，家人们都平安喜乐。怎么了？是突然发现你的眸子里都是我的倒影啊。兰儿，你有试过在船上吗？我与尘世句句都心多恋，最怕是世人身边。我本孑然立于这天地间，你却闯入我心间。虽然这一路来李锦并没有耽误公务，但说起来几乎也是夜夜笙歌了。到后来还是陆嘉兰真的吃不消了，他才终于开了口拒绝。夫君，你生气了吗？我为什么生气？你累了的话就改日再做好了。就不累了？没有，就是为何我说累了你就停了？你都累了，我怎么还会继续闹你？可以前你也从来没有说过累啊，我还以为你也喜欢这事儿。好了，不逗你了，
以后你喜欢的时候就说喜欢，累的时候就记得说累，不要什么都忍着，知道吗？我才没有喜欢呢。好好，你不喜欢都是我喜欢而已。那天我袭爵府上宴请宾客，岳母大人跟你说过让你给我纳妾。王爷怎么看这件事？还知道反问了？我如何看？你不应该知道答案了。我们荣城王府从我祖父那一辈就没有纳妾这个规矩。你还没有说你到底准不准备给我纳妾？不想，但是我却不能给你生下一儿半女。荣城王府的爵位也并不是我的孩子才能够继承，我们王府的规矩是能者居之，你不要压力太大。月光不解风情，心愿故作冷静，夜色更难分明，一丝一口朦胧了倒影，你背影而出寻，愁眉低妆难平，如烟着望。两人就这样宛若新婚一般，一路向西，直接到了药谷。之前你们成亲的时候只是接到了书信，这还是第一次见到。外祖父，夏兰之前中了蛊毒，伤了身子，后来蛊毒拔除了，但身子却也受损了，一直调理不好，无法有孕。您看看。蓝丫头，我给你把脉。你们从京城出来多久了？快2个月了吧，因为我还有一些公务，去监看了一些湖和水坝。你这丫头有了身孕都不知道，你身子底子弱，接下来可不能四处奔波了，老老实实在药谷住着，等到胎坐稳了，你再回京城去。什么？我怀孕了？虽然才1个月左右，但脉象很清晰。我回头给你开一些安胎药，你切记这个时候不可累到。接下来就要劳烦外祖父了。说什么劳烦呢？都是自家人。倒是你，不是说京城之中还有公务吗？等嘉兰的胎坐稳了，我再陪她一起回京。李姐，什么事情都没有你重要。可是朝堂上的事情……没事，到时候我除了给陛下写一封信外，再给王府写一封信，最后再给你祖父写一封信。很快，3封信就从药谷发了出来。二哥长时间不回来，会不会影响政务？他之前做的一些水晶柱批改，还有一些调查已经整理好，这次也都让人先送回来了。至于内阁政务，就让陆老太傅多担待一些好了。反正又不是外人。高台，登台北望素思怀，定王城中谁是特？春生未见故人来。那岂不是小仓他们暂时也不好走了？他跟明月是有正事儿，就还是按照原计划吧。荣成君已经正式归黎仓管辖之下，到荣城去做节度使。那咱们顺路去药谷看看二嫂吧。好。昭昭，还记得母后跟你说过的药谷吗？老祖宗在那。那你想要去见一见老祖宗吗？那母后跟着昭昭一起吗？要不我陪着昭昭一起走一趟。你别走，等到小恒能够独当一面，我就传位于他。到时候不管你想要去哪里，我都陪你。黎苍，你说弯弯他们就不担心昭昭吗？担心肯定是担心，但更证明他们是信任我们的。的确。是了，他跟黎仓的宝贝闺女不喜欢舞刀弄枪，竟然喜欢读书。
要不我来抱吧，可别累到你。你是在说昭昭胖吗？陛下，等到回京了，您就把这件事告诉陛下。小昭昭，这个是你的大舅舅，不过你不用记住，以后也不会经常见。大舅舅白，小舅舅黑。哦，老祖宗，昭昭好喜欢你，你身上的药香真好香。他们突然就明白了，弯弯为何会在这个时候让他们带着小昭昭一起过来。既然来了，就在药谷多住一段时日吧。我不能常住，爹爹娘亲他们要去荣城。外祖父，我们只能停留3、5日，因为要去荣城上任。政务要紧。母后说，昭昭跟着二舅舅、二舅母一起回京城。我就说嘛，弯弯那样谨慎的人，怎么会让小昭昭出来这么远？感情他让我跟三弟分别做护送大将军啊。倘若弯弯当初能够在我身边长大就好了。外祖父，过去的事情就不用耿耿于怀了，咱们都一起朝前看吧。你看，如今弯弯多幸福啊！萧景翳为了自己皇后不开后宫，而且还为了自家皇后不再受生育之苦，直接让自己断子绝孙了。为了太子稳固地位，萧景翳更是不顾所有大臣反对，重用荣成王府，3分兵权也在荣成王府之中。父皇母后，昭昭很好哦，你们不要担心了。等忙完后，昭昭就回去了。忤逆！这只是出去几个月，咱们就这样惦记，等以后昭昭长大了，要嫁人了，我们肯定更舍不得的。昭昭还小，弯弯，昭昭的驸马人选，咱们可得好好帮忙挑选，也不用让她那么早嫁人，咱们就留她到18，到20好了。不，要不25？我打算昭昭及笄的时候就把玉手镯送给她，至于什么时候成亲，要看她自己了。老祖宗，要不你也跟我们一起回京城吧？我不能离开这里，我有要守护的东西在，不能跟着小昭昭去京城啊。可是昭昭舍不得老祖宗。昭昭，这次先跟着二舅舅一起回京城，等以后你再大一大，再来药谷看望老祖宗，好不好？老祖宗，我们俩拉钩好不好？以后昭昭肯定会经常来陪您。下次再见面，就不知道是今夕何年了呀。一场秋雨，又落一滴花。福临姐姐，你会偷东西吗？这句话似曾相识。公主殿下，你要奴婢偷什么？奴婢的功夫不错的，还有经验。如果实在不行，还可以喊上天机一起呢。我需要你们帮我把老祖宗偷出来。啥？我舍不得离开老祖宗。公主殿下，药老其实是为了守护你们，所以他才决定此生不再离开药谷了。奴婢这么说，您能明白吗？一夜曲折过后，有一道坎坷，走不出，看不破。母后，为什么其实大家明明都舍不得亲人们，但却都要远离呢？昭昭，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但又都有自己的牵挂，所以你会看到大家对亲人的不舍，又会看到他们对远方跟理想的渴望。将来昭昭长大了，也可能会离开你们，但是却永远会爱你们，你们也永远爱昭昭，对吗？对。王爷，皇家寺庙那边刚传来信儿，说老太妃去了。荣成王府的老太妃没有？我会去吊唁。我陪你一起。不管之前闹得多难看，他们都还是得尽好这最后一次孝。愿你一生两人永相伴，不为却有欢，愿你只有所5个月后，陆嘉兰成功地生下了一个6斤8两的男孩，男孩哭声十分嘹亮，响彻整个荣成王府。
时间有的时候走得飞快，如白驹过隙，转瞬即逝。萧恒18岁那年，燕慈就把政务的事情都交给了他，提前上位。一扣走，再扣走，三扣走。父皇万岁万岁万岁！驾！列国。你早点成亲，然后早点生个孩子，再早点把皇位传给他好了。父皇，既然您并不喜欢皇权，当初为什么要谋夺了这天下呢？小恒啊，我当初只有强大了，才能够护着你母后还有你们3个呀。你们就是我想要守护的人，如今你也长大了，就轮到你来守护你想要守护的人了。风急天高远小爱，竹径杀百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萧昭言果然在自己的吉笄里收到了一大堆的礼物。昭昭，这手镯是你曾外祖送给你外祖母，然后你外祖母又传给我的，如今我把它送给你。当你以后如生了女儿，就在她及笄的时候送给她；倘若没有女儿，就把这个送给你哥哥他们的女儿。也不知道我会在这个手镯的引导下有什么奇遇。一将心声攀援相伴侣，前程生涯仔细团见面，何以彰四季满月，且将金沙归乡。打仗很危险的，你既然选择了战场，可就从那一刻是兵了，而不是皇宫之中的金贵皇子了。母后，儿臣知道的，你放心吧。繁华同看，盖夫几家。文文，你是在担心孩子们的事情吗？他们会有自己不同的人生，不同的机遇，不同的选择。不管如何，他们都平安喜乐，幸福就好。一定会的。因此，倘若没有玉手镯，让咱们在梦中提前相遇，也没有前世你献祭了寿元救我，还会爱上彼此吗？会，不管怎么样，我们都会再次相爱。夜幕袭来，2个人相拥而眠。山花娇，果实俏，心儿跳，面儿娇。看芭蕉，夹竹桃，小小新娘睡着了。果实俏，灯花娇，小小新郎蹦蹦跳。等你来把我的红纱揭掉。青梅竹马白头老，鸳鸯戏水到不到？你在何方？是否在那等我？两小无猜青梅楼，
蒹葭苍苍都找到，我已在这儿等你找到我。花轿绕三道，花儿笑，鸟儿叫，桃花飘，欢不摇，小小新娘进门了。花轿美人抱，小小新郎喜极了。岂不如府中把堂摆好？青梅竹马白头老，鸳鸯戏水找不到。我找到你，你对我微微笑。两小无猜齐眉老，蒹葭苍苍都找到，你找到我。青梅竹马白头老，鸳鸯戏水找不到。永结同心，你只对我最好。两小无猜齐眉老，蒹葭苍苍都找到，此情不老，一辈子就好。我们还没有喝合金酒，夫人说的是，我还没有沐浴。吩咐帮你。爱的叫我怎么写？晚风处处吹沙，开昨夜晕染明月下。他愿书信身线下，翻落水家。风吹帘动窗棂，外面星光不一或袈裟。云游四月8号，舍弃了荣华天边。一时间是未知的心跳。献词。夫人，请认真一些，不要去想什么野男人。此时在你床榻上的，才是你的夫君。晚风啊，撩拨着情人心上的弦，弹一曲，把你带到我的身边。白雾啊，浸润着情人温柔的脸，口开我，藏心中的情话万千。经风雨路啊，一相逢，便是你我两心相悦。